九州大陆，八重天，万年地族，许家。云雾缭绕，各个神殿坐落于七彩仙云之上，各神殿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灵兽、圣教不断飞过，纷纷落在许家山下。今日是先帝世家许家少主许风秋与江清雪江仙子大婚之日。哈哈哈，恭喜恭喜！听闻许家少主不久前成就先帝之位，今日又是与鼎鼎有名江清雪江仙子成婚，双喜临门，可喜可贺。28岁便成为站在这大陆巅峰之先帝，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手之间天地湮灭，许家得一珍宝啊！恭喜！天穹圣地特来祝贺许家少主大婚，万剑仙宗特来祝贺，冰晶仙宫前来祝贺，一个个强大势力代表人物纷纷抱拳。许风秋的父亲许天意满面红光地抱了一拳，哈哈，诸位舟车劳顿，请进。此时此刻，许家一神殿内，许风秋睁开眼睛愣了一下，不是吧，这也能穿越的？刚刚他在地球买了一包干脆面，里面有一张中奖小卡片，他拿出手机扫了一下二维码，准备兑奖，然后就穿越了。尼玛，现在的穿越业务真的是防不胜防啊！但是他开局竟然不是废柴，是仙万年地族的少主，28岁成就先帝。卧槽，这好爽啊！九州大陆，许风秋沉吟一声。九州大陆共分为9重天，9重天互通，一重天整体实力最弱，9重天最强。每一重天有仙门、圣地、长生世家和各大帝国。万年地族许家是8重天的霸主级存在。许风秋道了一句：“金手指呢？穿越者标配系统呢？”叮，恭喜你开启天命反派系统。许风秋眼睛一亮，打开系统。天命反派系统，凭什么主角人人爱，反派却终究要成为主角的踏脚石和陪衬？本系统立志让宿主成为天命大反派，夺取气运之子机缘，行反派之事，证明成为反派也是可以无敌的。宿主许风秋，年纪28，血脉人族，境界先帝一阶，炼气境、炼体境、明窍境、神通境、玄天境、玄王境、法则境、领域境、神海境、天尊境、神皇境、天道境，每个境界1到10阶，破天道则为先帝。体质纯阳之体。功法天眼混沌诀、凤凰宋世录、大天命之术、乾元苍穹诀、万雷天牢影、九雷灭世诀。奖励5，系统值0，天命值10，极低。系统检测到气运之子会触发不同任务，宿主降低目标的天命值会以10倍数额返还成系统值。宿主面对触发任务的气运之子时，可感知到对方的心声，并且可探查此人生涯所有信息。许风秋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嘴角抽搐了一下，操，太离谱了！我好歹是万年先帝世家少主，年仅28岁成就先帝，不说第一人，也没几个能比得过我了。这天命值才10是几个意思？天命值代表一个人的气运，但气运代表的东西又很多，机缘、未来，甚至关乎到生死。他许风秋出身好，但天命值却低得离谱。其他的先不说，至少一点，他很容易挂掉。挂掉的可能性太多了。突发先帝大战，他不敌对手被击杀，外出被其他先帝埋伏暗算，杜雷杰被劈死等等。先帝虽然站在巅峰，但也不是无敌。更何况许风秋这个先帝是被许家以无数资源强行顶上去的。丁，检测到气运之子江清雪，触发任务，气运值归0，任务奖励。开启第一系统商城，天命值加10000。江清雪，这不是我今日大婚的对象吗？气运之子江清雪，一阶气运之子，气运之子级别分为1阶到10阶，天命值290110，年纪26，血脉人族，体质天兵之体，境界神海境8阶，战力打分68。介绍：当前属于1阶气运之子，大气运之子叶枫的青梅竹马，未来会在大气运之子的帮助下成就巅峰。许风秋眉头一皱，不对啊，我是万年地族的少主，堂堂先帝，她嫁给我，就算没有了叶枫的帮助，但背靠许家，这气运值会不减反增吧？那我怎么让她气运值归0啊？系统直接抹杀呢？丁，宿主可以直接将其抹杀，也会直接完成任务，直接获取奖励，但少了减少天命值这一步骤，便少了10倍系统值返还，除非宿主不在意这些系统值。许风秋沉吟一声，那看来系统商城内的东西应该很蜜甜。就在这个时候，又是一声系统提示传来，丁，检测到大气运之子叶枫靠近，系统触发任务，气运值归0，
任务奖励：混沌之体，不死之身，天一圣术，天命值加100万。哦，许风秋眉头一挑，随后他查看了一下，气运之子叶枫，年纪27，天命值5887000，5阶气运之子，血脉混沌神族，体质混沌之体，境界神皇境3阶，战力打分89。介绍：混沌神族后裔，雍至尊骨，掌要尊鼎，医术、炼丹术、阵法、符篆大天才者，极大气运于一身，与各路身份不凡女子关系匪浅，不日之后必然成就大道。叶枫，江清雪的青梅竹马。许风秋摩挲着下巴，今日是家族安排他给江清雪成婚，这个叶枫前来，那就是过来抢亲的呗。什么玩意儿啊？神皇境就敢过来抢先帝的亲？你当这里是女频啊？在女频小说世界里，主角就算无敌于世间，那些小卡拉米也能在他面前蹦跶各种污蔑、挑衅、诋毁之类的。而女频的已经无敌的主角，面对这些只会干嘛？在那里圣母讲道理，弹弹手指就能灭的，讲你妈的道理呢？许风秋嘴角微微一勾，反派先帝的亲也敢抢？你当这里是女频？与此同时，许家外远处一树下，叶枫眼眸闪烁着阴霾。许风秋，你该死！咔咔咔，叶枫握紧拳头。我与清雪青梅竹马，今日纵然强如你八重天许家，我也必将清雪抢走。他叶枫出生在最弱的九州大陆一重天某帝国帝都叶家。8年前，叶枫无意间获得了一枚古老的戒指，戒指中竟有一老者残魂。那时他才知道，他身上竟然有世间神骨至尊骨。自那起，他一路所向披靡，斩天骄，灭仙门，逆天而行。短短2年，叶枫名号响彻一重天。之后，他一路走向更强的九州2重天、3重天等等。现如今，9重天内不管是什么宗门，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叶枫这个名字。2年前，叶枫许青梅竹马，将清雪3年之约。3年后，不论他是何成就，定会娶她为妻。却没想到，3年还未到，江清雪竟被江家所逼，要与这8重天许家少主许风秋成婚。成婚就算了，他江清雪只能拿一个妾位，他叶枫怎可同意？人有逆鳞，触之即死。江清雪便是他叶枫的逆鳞。唰！这时，一白发老者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便是8年前那戒指内的残魂老者，更是九州大陆鼎鼎有名的医圣。现如今，他已然在叶枫的帮助下重塑肉身，修为恢复至接近巅峰。师尊，叶枫抱了一拳。李千秋负手点点头，枫儿，这亲你确定要抢？叶枫点点头。清雪是我的挚爱，他的家人为了攀上许家，将他许配给许风秋，我还没同意，我也坚决不可能同意。李千秋道，但你要知道，这许家乃存在万年的先帝世家，曾在这8重天几乎无敌。纵然现如今许家没落，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先帝不知反几。从今日来祝贺的势力就能看得出来，这8重天许家依旧为王，这可比你所遇到的任何一个势力都要强100倍乃至万倍。叶枫冷哼一声，我叶枫8年来一路逆天而行，遭受过无数的质疑，面对过无数的庞然大物，无数次世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叶枫无不打脸他们。说完，叶枫看向李千秋，师尊，曾经你也多次说过那些势力比弟子强10000倍、100万倍，但现在他们不都被弟子踩在脚下或灭之？现如今许家依旧如此。好，李千秋满意的点点头，为师欣赏的就是你这等逆天而行的勇气。药皇宗1000年前欠为师一个人情，今日药皇宗会派出强者助你抢亲。多谢师尊。李千秋感慨道，为师现如今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可你也要想好退路，此事之后你怎么办？师尊且放心，弟子已然得到了洛琉璃的帮助。凤凰台的洛琉璃？李千秋眼睛一亮，没错，9重天的凤凰台。凤凰台圣女洛琉璃，天之娇女，冰山仙子，曾被叶枫救过一命，从此对他似乎产生了情愫。叶枫道，今日凤凰台会派人助我，有凤凰台的施压，这许家必然不敢当面动手杀我，他们今日杀不了我，日后我定当脚踩许家。这么说，现在凤凰台是你强大的靠山了？叶枫点点头，是，弟子许诺，此事他们助我，我便加入凤凰台。看来你与这凤凰圣女关系匪浅啊。叶枫点点头，她是我的挚爱。李千秋，你不是说江清雪是你的挚爱吗？他们都是，我叶枫拥有他们2人，也是合情合理。李千秋，你与洛琉璃缘定3生了？
叶枫摇摇头，还未，但弟子救过他，也相处过一段时间。弟子知晓他对我倾心，从今日他将带人亲自给许家施压住我，也能看出。这时他们目光看向虚空之上一组灵兽汇聚而成的队伍，几只尊贵的神鹤拉着一尊红轿，这是许家灵兽，轿中应当就是江清雪了。人来了，李千秋道了一句：师尊，我们也该入许家了。许家主峰，这里是一片巨大恢宏的广场，来自于各重天的各大顶级家族势力的强者纷纷落座。最前方是一个极其华丽恢宏的高台，这广场摆了几千桌宴席，地位越高的人，他们的位置便越靠前。此时那叶枫与他的师尊李千秋，他们的位置在最后方一块区域，他们听着周围那些人的聊天内容。老夫是万万没想到，这许家少主竟然会娶一个一重天的江清雪，一个是大陆现在最年轻的先帝，另一个相较于许家出身算是寒门了，根本就是不般配啊。你懂什么？江清雪天兵之体，绝佳的双修炉鼎，许家自然也是认为这体质对于许家少主未来有所帮助。不过现如今江清雪是7重天兵神殿圣女，这身份倒也不差，当许家少主小妾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她跟叶枫关系好像不一般啊，叶枫兴许会来。别说这叶枫是得大气运者，如今背景似乎也是大的离谱，以他的性格，他还真有可能会来。如此气运之子，有没有一种可能，今日他要搅动这8重天风云？还真有这可能。听到那些人的话，叶枫心中高傲一笑。那当然，他当然有搅动8重天风云的能力，他可是叶枫。这时一道连接天地的光柱落在前方高台之上，光柱消失，高台之上站着几位许家之人，其中包括许家家主许枫秋的父亲许天意。见状，所有人不论是何身份，纷纷站了起来，齐声喊道：见过易先帝。许天意笑了笑，但让人听到就忍不住内心臣服的声音传来：多谢诸位参加五子枫秋大婚之宴。众人纷纷附和。许天意，那么事不宜迟，请出今日新郎。虚空之上风云翻涌，几声龙啸传来。九龙凌天，迎！9条神龙拔天而起，在一龙首之上，许枫秋副手站在那里。哗！见状，众人纷纷忍不住惊叹：这就是许家少主许枫秋吗？28岁的先帝，未来万年帝族许家的掌舵者，今日一见，果然如同天人一般啊，气宇不凡。如此一看，当今这世上，恐怕也就是凤凰台圣女洛琉璃等寥寥神女才能配得上他啊。大婚之日，请出9位龙族，营造如此之氛围。这万年帝族许家，好大的手笔啊！妾位都是如此，那正是无法想象。咔咔，叶枫抬头看着那个身影，眼眸微微充血，握紧拳头。说句实话，他很羡慕，甚至是嫉妒。生得好而已，被无数资源强行顶到了先帝之境，根基不稳，空有修为，没有实力。倘若我晋级天道，甚至都有机会跨级斩杀他先帝。叶枫冷冷想到。许天意道：请出今日新娘子，江氏之女，冰神殿圣女江清雪。迎！几声凤鸣，9只高贵的凤凰从另一边天际飞过，其中一只凤手上站着一位身着红裙的女子。随之9只凤凰与神龙相互交汇，盘旋，组成了龙凤呈祥之奇观。坐在比较前方江清雪的父母看到如此震撼的一幕，也是满面红光，他们恨不得站起来对所有人喊一声：看到没，那是我女儿。叶枫看着那个身影，握紧拳头。清雪，好好好，好一个许枫秋，好一个许家，好他妈的气派卧槽！他展的就是许枫秋这种傲慢之人。江清雪站在那里，即使面对如此场景，还是情不自禁地昂起了头。江清雪看向眼前的许枫秋，那一瞬间，他就忍不住惊艳。好英俊，好强大，这就是最年轻先帝吗？似乎嫁给他，成为他的小妾也没什么不好。不行，江清雪暗暗摇摇头，他有叶枫哥哥了，他一直深爱着叶枫哥哥，但许枫秋好优秀，而且这是万年帝族许家，叶枫哥哥差他好多。江清雪内心突然冒出来了这么一个念头。起初他有一丝奢望叶枫会来抢亲，但辗转很多个夜晚，江清雪觉得她嫁给许枫秋没什么不好，对她而言是莫大的机缘。尤其是今日一见许家手笔，高贵的凤凰一族都被她踩在脚底，这种虚荣感得到了莫大的满足，这才是她江清雪应有的，只有许枫秋能给她。叶枫哥哥真的差她好多，最好还是不要来了吧，真别来。我是担心你的安危，不是因为别的原因。然而虚空之上，江清雪低头一看，瞳孔一缩，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叶枫哥哥。那一瞬她有一些小激动，但随后就烟消云散了。不要啊，
千万不要来抢亲，否则出什么意外的话，她无法嫁给许风秋怎么办？之前她没见识过，今天见识了以后，真的感觉人和人的差距可以这么大。叶枫哥哥真的好逊色。而叶枫，他看到了虚空之上江清雪望向自己的眼神。叶枫微微一笑，嘴里轻声嘀咕：“清雪，我来了。”然而下一秒，江清雪把目光赶紧移开。叶枫见状，眉头一皱：“清雪为什么要移开眼神？”然后叶枫眉头舒展开，他知道了，江清雪害怕他的眼神被别人看到，从而注意到他叶枫，他在保护自己。傻瓜，我知道你在担心我的安危，不想让我来抢亲，但我又怎会让你受委屈呢？许风秋看着眼前的江清雪，确实漂亮，不愧是大陆仙子榜排名99的仙子。因为气运之子在他视线范围内，许风秋是可以探查到对方的心声的，所以此时此刻江清雪内心所想，许风秋一清二楚。这放在地球，不就是拜金女、绿茶女吗？如此薄情寡义又物质的女人，那许风秋更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女人成为他的小妾了。丁，气运之子江清雪对你好感加20，叶枫天命值1万，你的系统值加1000000。这叶枫天命值如此高，很多方面应该得益于一些女人。江清雪天兵之体，未来会成为他的炉鼎，现在即将离他而去，叶枫天命值自然会降低。许风秋随意一瞥下方叶枫，嘴角微微一勾。嗖，许风秋和江清雪同时纵身一跃，并身飞向高台。而此时此刻，江清雪在空中对许风秋伸出手，她想拉住许风秋的手，从而让叶枫知难而退。而许风秋感受到他的动作，在空中直接搂住了他的腰肢。没错，他纯粹是为了羞辱一下那个叶枫而已，这才是反派该有的行为吗？丁，感受到叶枫道心微微崩坏，其天命值1万，系统值加1000000。下方各大势力强者纷纷欢呼起哄，而江清雪心中暗暗窃喜。他江清雪别的不说，论容貌还是没得挑的，看来许风秋对他还是挺满意的嘛。操！叶枫见状，愤怒的直接站了起来，气得浑身在颤抖。那是他的女人，放开你的剑手！嗨嗨！他的师尊李千秋干咳一声，示意让他先不要轻举妄动，毕竟凤凰台的人还没来呢。许风秋脑海中传来系统提示，二人落地后，江清雪直接依偎在了许风秋的怀中。他余光悄悄看了一眼叶枫，叶枫哥哥，如此一来，你应该懂我的内心了吧？你千万不要站出来了，最好现在悄悄离开就行。相较于许风秋，你真的逊色太多。咔咔咔！见状，叶枫握紧拳头，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在别人的怀抱中，在那么多人的注视下，他好难受啊！哈哈！叶枫咬着牙，清雪，我知道你是在委屈自己，想让我心碎离开，但我又怎能不知道你的心思？你是在保护我，放心，我一定会带走你的。我不怕，虽千万人吾往矣。江清雪看到叶枫并未离开，她黛眉微蹙，怎么还不走啊？烦死了！父亲。许风秋对着许天意行了一礼，江清雪也是微微欠了一身。清雪见过许前辈。家主许天意大笑了一声，好。随后许天意负手站了起来，目光看向江清雪。清雪，你可愿意成为我儿许风秋之妾？我愿意。江清雪毫不犹豫地说道。见状，叶枫实在是忍不住了，凤凰台还没来也得出手了。哗啦，叶枫直接将桌子掀飞。我不愿意。江清雪，哈哈，你站出来干嘛？烦死了！突如其来的一幕也是让全场哗然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纷纷看向那个年轻的男人叶枫。叶枫也喜欢这种被人震惊目光看着的感觉。旁边他的师尊李千秋只是皱了皱眉，倒也没说什么。叶枫，他是叶枫。果然，按照叶枫的性格，他必然是要来抢亲的，只是没想到他胆子真有这么大。这可是万年地族许家啊！可据我所知，叶枫这些年一路逆天而行，被大气运所笼罩。现如今，他背后与之交好的顶级宗门就不在少数，据说天宇圣地更是其中之一，甚至还有凤凰台。怪不得他胆敢来许家，原来现如今有如此强大的背景，今日似乎有好戏看了。这许家还真得顾及一下天宇圣地和凤凰台啊！天宇圣地的柳云烟是师尊吧？叶枫看向台上江清雪，说道：“清雪，我来了。”许天意负手淡淡的问道：“足下是何人啊？”叶枫淡淡的说道：“叶枫，哦，叶枫，你是何意？”叶枫，抢亲。随后，叶枫指着台上江清雪道：“清雪乃我叶枫青梅竹马，我许他3年之约，怎可被你许家威逼利诱？今日我便是带他回去的，你们谁敢挡我？”
江清雪。许天一刚想说什么，许风秋走上前来道：“父亲，孩儿的事情自己解决。”许天一点了点头。许风秋居高临下俯瞰着叶枫，淡淡的说道：“先帝的亲，你也敢抢？”叶枫大笑了一声：“我叶枫纵横天下3万里，逆天而行，这世上还有我不敢做的事情。今日纵然是强如你许家，纵然先帝不知反己，我叶枫也……”啪！他话音还没说完，许风秋隔空反手一甩，一声清脆的巴掌声传来，那叶枫直接被扇飞出去，身体在空中转了10几圈，吐着鲜血倒在地上。跳梁小丑，许风秋淡淡的说道。叶枫立即爬了起来，一脸怒意，伸手指着许风秋。许风秋负手在高台缓缓踱步，道：“你要抢亲，本帝倒是不拦你，前提是你这青梅竹马，他是否愿意跟你走？他今日若是愿意，本帝放他与你走，又如何？”听到这话，众人纷纷对视。这许风秋怕是要丢面子了。江清雪跟叶枫青梅竹马，叶枫更是许他3年之约，他怎会不愿意跟叶枫走？不，没有那么简单。江清雪还有家人在这里呢，他若真敢走，难道他不怕自己的家人死在此处？许风秋说了他们可以走，但没说他江清雪的家人能走。没错，江清雪势必会顾及自己家人的安危而拒绝的。就在众人刚刚猜测完，许风秋继续道：“当然，本帝亦许诺，他若愿意跟你走，他的家人本帝也不会动一丝一毫。”叶枫一愣，此话当真？若他家人出事，不论谁杀，世人皆可怪罪到本帝头上。许风秋道：“哗！”听到这话，众人一片哗然。他怎么敢的？此话一出，他江清雪毫无顾虑，又怎会不跟叶枫离去？他就真不怕江清雪随叶枫离开？他真不怕丢了面子？这许家少主真让人有些捉摸不透啊！他何来的底气？叶枫大笑一声：“哈哈，好，你许风秋算是个男人。”说完，他对着高台之上的江清雪伸出手：“清雪，你听到了吧？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江清雪微微咬了咬嘴唇，他看了一眼负手站在前方许风秋的背影，又看了一眼下方伸出手的叶枫，一个是先帝许风秋，另一个是青梅竹马叶枫，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叶枫纵然未来前途无量，可许风秋已然站在巅峰，万年帝族不是说说而已的。江清雪摇了摇头：“叶枫哥哥，你回去吧。”什么？听到这，叶枫瞪大眼睛，一脸不敢置信。众人也是瞪大眼睛。啊！这江清雪和叶枫青梅竹马，又有3年之约，许风秋更是许下不杀之诺，他竟然拒绝了跟叶枫离开，谁都没想到会是这样。什么回去？清雪，我是来接你走的。叶枫有些急了。江清雪摇摇头：“我不走，你回去吧。”叶枫激动地喊道：“不，你骗我，你一定是在骗我。清雪，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你跟我说。”江清雪摇摇头：“没有，经过多日的深思熟虑，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许公子更适合我。”不可能！叶枫大吼一声：“我不信，绝无可能！你今日必须跟我走。”江清雪还是摇摇头：“叶枫，我绝不会让你在这里受委屈的。”江清雪一咬牙道：“我说的还不明白吗？真晦气啊！”叶枫吼道：“我不信，你给我一个理由。”江清雪逐渐的失去了耐心。理由就是曾经你我那不过是年少无知，都是假的而已，现在我对许公子芳心暗许，我为何要随你而去呢？叶枫面如死灰，一脸不敢相信，低着头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此时此刻的他感觉自己犹如个小丑一般。丁，感受到叶枫道心崩坏，其天命值30万，你的系统值加300万。其他众人也是一副看小丑的模样，在看着叶枫，周围的唏嘘声如同千万根针，不断的扎着叶枫的心。不，我不信，我不信，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叶枫一遍一遍的嘀咕着，这怎么可能？那可是他的清雪啊！咔咔，叶枫攥紧双拳，指甲几乎嵌在肉中。江清雪冷冷的说道：“今日我不可能随你离开，你死了这条心吧。”许风秋笑了笑道：“听到了吗？”叶枫抬起头来，眼眸闪烁着愤怒，指着许风秋：“许风秋，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手段。好，今日之辱，我叶枫他日一定会百倍奉还的。许风秋，1年，给本少1年的时间，本少踏平你的万年地族。”说完，叶枫一甩手臂，准备离开。许风秋这时那飘渺却又威严的声音传来：“走，本帝允许了吗？你当过家家呢，还1年之约。”随后，许风秋身上那来自先帝的恐怖威压释放出来，
释放的一瞬间，天地色变，众人脸色也是巨变。叶枫眉头紧皱，不对啊，他以前放下这样的几年之约的话，任由对方什么身份，也都让他走的啊，怎么这许风秋不给他走了？许风秋眼眸微微一凝，先帝的亲你也敢抢？这许家又是你说来就能来，说走便能走的？叶枫眉头猛然一皱，噗，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随之许风秋居高临下举起手，隔空将叶枫犹如抓小鸡一般提了起来。真搞不懂，那么弱的一个人，不管是曾经还是现在，他面对过无数的比他强得多，能轻松将其杀死的强者，这些强者怎么就杀不死他？这不很简单吗？许风秋道：叶枫，一介蝼蚁，敢来我许家抢我许风秋的亲，真以为你算是什么东西？说着许风秋的手微微攥紧，啊！那叶枫浑身的骨头仿佛要被捏碎了一般，传来了痛苦的惨叫声。无人敢站出来说话。住手！这时一个声音突然传了过来，一声住手让悬念再次拉起，所有人的目光看向那个喊出声的身影。许风秋也是看了过去，然后眼睛微微一眯。师尊！叶枫被隔空捏在虚空，一边蹬着腿一边喊道。李千秋负手看向许风秋，抱了一拳，说道：许家少主，叶枫是老夫的弟子，今日之事是他冲动，还请阁下看在老夫李千秋的面子上，放他走吧。此话一出，众人再次哗然，瞪大眼睛。什么？医圣李千秋？他不是陨落了吗？竟然没死！怪不得叶枫这些年来成长得如此之迅速，原来是医圣的弟子。医圣，任何宗门都想得到的存在，他的医术和炼丹术，其价值对于一个宗门而言，不亚于3位先帝。毕竟他是可以炼制出9阶乃至是10阶丹药的存在啊！有些逆天丹药的药方，只有他知道。许风秋笑了笑。医圣李千秋。叶枫想到了什么，则是突然大喊道：不，师尊，不必怕他，我看他敢不敢杀我。随后叶枫对着许风秋吼道：你若杀我，天宇圣地和凤凰台不会放过你和许家。凤凰圣女若琉璃，乃本少红颜知己，已然缘定3生，你胆敢杀我？众人一惊。什么？凤凰台圣女若琉璃竟然是他叶枫的红颜知己？我知道他叶枫跟凤凰台关系匪浅，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一层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凤凰台的人恐怕已经在路上了。这叶枫他许风秋和许家还真不好杀啊。若只是有些许关系倒没什么，但凤凰台圣女竟然是叶枫红颜知己，许家若是杀他，等同于杀了洛琉璃。虽说许家不一定怕凤凰台，但凤凰台势力极其浩大，盟友何其之多。许风秋则是没有理会叶枫的话，而是看向李千秋道：你的意思是要替他叶枫死？哈！李千秋愣了一下，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寻思着站出来拖延时间的。凤凰台的人肯定马上到了，再不济，那他加入许家，为许家炼丹也成。先把这一关给过去。没这个意思啊，倒不是这个意。李千秋话还没说完，许风秋朝天一指，晴空万里，却突然之间变得昏天黑地。虚空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之中，一把万米巨剑仿佛将天捅破，缓缓出现。李千秋抬头看去，瞳孔一缩，不对啊，按照以往跟叶枫一起的剧情，这个时候对方不会直接动手的啊。许风秋道：好，那本帝便成全你的决心。李千秋一脸懵逼，啊，不是这样的。叶枫眼眸一凝，怒吼一声：你胆敢！我师尊乃是大陆医圣，你若杀他，我叶枫日后定要屠你许家。李千秋懵逼的来回看了看，不是，你他妈的别激他啊！我操！唰，许风秋的先帝之威落下。先帝之威又岂是他李千秋一个刚刚恢复天道境修为的武者有资格挡下来的？尽管李千秋在那一瞬间去抵挡了，尽管许风秋这先帝是被资源强行顶上去的，但先帝就是先帝。万米巨剑落下，李千秋的肉身直接化为湮灭。江清雪黛眉微蹙，倒也没啥特别的情感，他都提醒叶枫多少次了，让你走，你非得不走，这下好了吧？怪谁？能怪他江清雪吗？还凤凰台落琉璃是你红颜知己，那你跟他卿卿我我的不好吗？非得过来干嘛？万一许风秋心里不开心，这亲不成了，他怎么办？众人露出震撼的表情。好杀伐果断的一个许风秋啊，这就是先帝之威吗？原本其实老夫还不信他许风秋已然成就先帝，甚至大陆上有很多人认为都是谣传，是许家没落，为了争得面子传出了谣言，今日一见竟然是真的，死好生恐怖啊！不，师尊！叶枫看到这一幕，瞪大眼睛嘶吼了一声。叮！叶枫天命值减少50万，
你的系统值增加500万。许风秋，爽！尘埃中，李千秋的灵魂飞了出来，好不容易重塑了肉身，到头来一切白干。李千秋看了一眼君临天下般的许风秋，这个许家少主怎么跟其他人不一样啊？二话不说，直接动手。其他人纵然有着能够轻松斩杀他们的实力，但都是在那里疯狂巴巴，各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出手。即使出手了，也不下死招。之前他跟叶枫遇到的那些都是这样的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面对无数次根本就无法抗衡的敌人，但总是能够化险为夷，要么逃脱，要么等到叶枫背后的靠山及时过来解围。大，此时只剩下灵魂的李千秋看着叶枫，忍不住咬了咬牙：“你嚷嚷什么嚷嚷？让你别冲动，让你别冲动，让你等凤凰台的人来了再说。你急什么急啊？老夫是真的服了。”李千秋心态要崩了，明明很好解决的事情，凤凰台强者来了，他们施压，许风秋还敢这样吗？非得装逼，人还没来呢，你非得出面。操！就在这个时候，许风秋直接对着化为灵魂体的李千秋伸出手，捏住他的灵魂。叶枫瞳孔一缩：“师尊！”许风秋，你住手！你要灭我师尊魂魄，有种你弄一下试试，我叶枫绝不会放过你，我叶枫必让你后悔一生。听到叶枫这一声，李千秋的灵魂一颤：“李千秋，求你了，你他妈的别叫了！”啊啊！李千秋赶紧喊道：“别，徐少主，切勿冲动，切勿冲动啊！你别听信叶枫的话，他这个境界，肉身灭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陨落，灵魂灭了，那就是真的死了。”叶枫吼道：“师尊，你别怕他，他不敢的。”凤凰台的人马上道：“许风秋，你不知道吧？我师尊，他乃凤凰台名誉长老，同时医圣的背景，你不会不知道吧？药神山，纵然师尊脱离了药神山，但你当着世人的面杀他，那就是在打药神山的脸。”说完，叶枫喊道：“别说你许风秋了，让你父亲来，他也绝不敢。有能耐，你动手试试。”李千秋，你他妈的傻逼是不是啊？你激他干嘛？李千秋内心咆哮：“别，许公子，老夫可为你许家炼制顶级丹药。”李千秋瞳孔一缩，赶紧大喊道。下一瞬，许风秋手上一用力，啊！一声惨叫，那李千秋的灵魂被捏得灰飞烟灭。许风秋淡淡的道了一句：“没这个必要。”丁，斩杀李千秋，叶枫天命值减少100万，你的系统值加1000万。这个李千秋对于叶枫的天命值竟然高达150万，留着确实无用。医术，叶枫天命值清零，许风秋能获得天医圣术，恐怕是这世间最顶级医术，要他干嘛？不，师尊！叶枫瞳孔一缩，撕心裂肺的大吼了一声：“怎么会？陪伴了他这么多年的师尊，怎么会就这么陨落了？”众人纷纷惊骇于许风秋的杀伐果断，也是纷纷惋惜李千秋就这么陨落了。造孽啊！这李千秋的死10成有8成是因为这叶枫，这许风秋还真是杀伐果断啊！没想到医圣多年未亡，竟然死在了自己龟驼的口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许风秋，今日你放我走，将是你最后悔的决定。叶枫双眸通红，怒视着许风秋。许风秋今天肯定不会杀叶枫的，杀他简单，但今天随随便便就降低了他150万天命值。许风秋还有操作呢，轻松能让他天命值清零，清零后再除掉他。许风秋瞥了一眼叶枫，随后隔空一手捏着他，另一只手的手指缓缓一弹。啊！叶枫发出一声惨叫，在他后背透过皮肤能够看到体内有一根发着光的骨头在被抽出来。擦擦，叶枫后背的皮肤逐渐绽开。啊！他的惨叫不绝于耳。这是至尊骨。见状，众人震撼不已。这叶枫怪不得如此强横，他竟然拥有世间最顶级的至尊骨。完了，他的至尊骨要被许风秋挖出了。至尊骨一没，他废了。凤凰台还不来吗？若还不来，叶枫今日就算不死也废了。就在这时，徐少主，请留手。天边一个声音突然传来，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虚空之上，上百个身影浩浩荡荡的御空而行，随后落在了他们的面前。这100多号人看起来修为都不低，为首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当他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消散的时候，他也是知道发生了什么，内心还是有些震惊。然后他的目光看向叶枫，随之对着许风秋抱了一拳。鄙人药皇宗太上长老药长风，见过徐少主。众人对视了一眼，原来是药皇宗8重天顶级宗门之一。这药皇宗要来救叶枫吗？不然呢？
这叶枫确实是大气运者啊！小小年纪，小小修为，竟然有如此多的靠山，甚至不惜在许家面前站出来。这要黄宗还真有机会给许家施压，毕竟他们都是8重天的顶级存在，而且来的甚至是太上长老。耀长风随后道：当年李千秋有救我耀皇宗宗门之恩，今日来晚了，没能救下李千秋，还请徐少主看在我耀皇宗的面子上，留叶枫至尊骨挖出，李千秋这位唯一的弟子便彻底废掉了。许风秋的父亲许天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不知自己这个儿子接下来的做法会是如何。许风秋则是眼眸微微一凝，一声不容抗拒的低音传来：滚！耀皇宗所有人一愣，完全没想到会是如此局面。许风秋身后的江清雪美眸闪烁着异彩，好霸道的男人啊！什么叶枫？许风秋这样的男人才是他应该得到的。耀长风脸色微微一变，道：徐小友，你这……许风秋说道：你耀皇宗的人情世故与我许家无关，想阻止本地举全宗过来灭我许家，否则滚！哗！所有人震撼地看着许风秋。耀长风暗暗咬了咬牙，道：徐小友，做人留一线，日后3系内不滚，接杀。他们是完全没想到许风秋一个小辈能有如此气场，纵然晋级先帝，但阅历年纪摆在这儿啊。他耀皇宗太上长老完全被许风秋震慑住了。徐小友，许家虽强，但我耀皇宗也不是浪得虚名的。3，耀长风眉头紧皱，咬了咬牙，一脸怒意，最终还是咽了下去。告辞，我们走。耀长风抱了一拳，带着耀皇宗的人灰溜溜地离开了。许天一看着自己的儿子许风秋，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才是大地之威，他这样才能放心的将许家的未来交给许风秋。许风秋再继续挖着叶枫的至尊骨，叶枫惨叫的声音不断的传来，后背的皮肉绽开，鲜血越流越多，来自于至尊骨的恐怖天地灵力也从他后背裂开的伤口释放出来。所有人都是贪婪的盯着逐渐要被挖出的至尊骨。丁，由于叶枫天命值降低，江清雪天命值3万。许风秋这个时候说道：今日本地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众人的目光看向许风秋，许风秋随后淡淡的说道：今日本地与江清雪婚约取消。听到这话，江清雪一脸木讷，手足无措。不，为什么？他一脸不甘心的看着许风秋。叶枫，是叶枫。他咬着银牙看了一眼被挖骨的叶枫，他就知道这叶枫来抢亲，他的婚事大概率有可能会受影响。混蛋，你把自己搭上就算了，为何要害了他江清雪啊？为什么？许风秋瞥了一眼江清雪，道：本地的小妾又岂是你有资格能当的？你算什么东西？可你方才明明搂我了，而且清雪早已倾心于许公子。搂你怎么？世人看你一眼，你就要觉得他倾心于你了？你算什么东西？众人议论纷纷。虽说江仙子爱上徐少主也有可能，但就这么将青梅竹马叶枫抛弃，此等内心何其歹毒啊！这不就是一趋炎附势的女人吗？方才注意力都在叶枫身上了，竟将她给忘了，此等之人又岂能配得上许少主呢？合理，应该的。徐少主此言极是。众人抱拳纷纷喊道。江清雪面如死灰，不行，他不能什么都失去了。既然许风秋不要他了，他不能失去叶枫啊！就在这时，一声凤鸣从天边传来，众人目光抬头纷纷看去，虚空之上，一只巨大的凤凰为首，后方有一凤凰羽叫，周围又有数位强者。凤凰台的人来了，是凤凰圣女的凤羽叫。难道说还有变故？凤凰圣女乃叶枫红颜知己，她亲自前来，恐怕这至尊骨挖不完了。那无比痛苦的叶枫听到这个动静，露出了一抹满是鲜血狰狞的笑容。许风秋，这至尊骨我看你还能不能挖下去？随后他仰天大喊一声：琉璃，我在这！嗖！凤凰、凤羽教和凤凰台数位强者落在了许家大殿之前。一个穿着白色仙裙、轻纱掩面、气质极其高贵的女子缓缓走出轿子。许风秋眉头一挑，丁，检测到7阶气运之子洛琉璃出现。气运之子洛琉璃，年纪25，天命值7430000，7阶气运之子，血脉凤凰神脉，体质圣灵仙体，7窍琉璃心，境界天道境8阶，战力打分95。介绍：凤凰台圣女，冰山仙子，九州大陆仙子榜排名前10，凤凰神脉拥有者，天生圣灵仙体，属顶级神体，7窍琉璃心，传言更是获取神格的钥匙，
体内似乎更有某种逆天力量未曾觉醒，未来成就无法想象，属于九州大陆为数不多有机会踏出仙帝之境的存在。丁，恭喜你触发任务落琉璃的清心、七窍琉璃心、圣灵仙体，外加落琉璃为人，乃仙侣绝佳人选。任务内容：落琉璃对宿主的好感达到20、40、60、80，均可获得奖励，好感达到80，获得属于落琉璃的终极奖励。许风秋眉头一挑，轻纱掩面，看不清容颜，但这气质确实并非其他女子能比的。众人看到来者纷纷震撼。什么？那是传闻中的圣心仙帝，凤凰台的太上长老。圣心仙帝竟然都来了，这看来叶枫所言不假，他跟洛琉璃定然是缘定三生了，否则圣心仙帝如此大能怎会出面？凤凰台这手笔，许家要忌惮了。而此时此刻的江清雪看到凤凰台来人了，甚至圣心仙帝都来了，他也是眼睛一亮，真是峰回路转啊！现在许风秋是巴结不上了，他只能回叶枫怀中，不然他怎么办？这世人会怎么评价他？贱女人为了上位抛弃青梅竹马的贱人，他无法上位，但绝对不能落得这样的下场啊！所以他只能回叶枫怀中去解释一切，让他的人设不要崩塌。况且许风秋都说了，不论如何都不会杀他和他的家人，那江清雪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了。叶枫哥哥，江清雪纵身一跃跳下高台，哭着跑向虚空被挖骨的叶枫面前。叶枫哥哥，清雪。叶枫睁开眼睛看着江清雪，江清雪哭着说道：叶枫哥哥，对不起，我刚才说的话都是骗你的，我怕我做的不够绝情，你就不会离开，我怕你被杀，我其实一直在等你，清雪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但是现在我绝对不能看到你的至尊骨被挖出，叶枫哥哥，是许风秋他逼我的。说完，江清雪对着许风秋跪了下来。许公子，你饶了我和叶枫哥哥好不好？洛琉璃站在远处愣了一下，这什么剧情？而许风秋嘴角更是抽搐了一下，毕竟他是知道江清雪心里话的。好贱的女人啊，卧槽！然后江清雪跪着看向洛琉璃，洛姑娘，求你快出手救救叶枫哥哥吧，他的至尊骨要被挖出来了。洛琉璃此番带凤凰台数位强者过来，甚至还有一位凤凰台太上长老圣心仙帝，其目的就是为了叶枫。此刻凤凰台的强者看着叶枫的至尊骨也是挺震撼的。至尊骨乃世间神骨，其赋予武者的力量极其强大，即使是仙帝也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上一个拥有至尊骨者还是近万年前的一位强者。至尊骨每次出现会引发大陆的腥风血雨，因为至尊骨是可以被挖出的，也是可以被其他人所融于自身，所以这些强者看到叶枫竟然身怀至尊骨也是挺震撼的。叶枫看了一眼江清雪，嘴唇动了动，清雪，我就知道你是被逼的，你是为了我。随后叶枫大喊一声，琉璃，至尊骨要被挖出了，助我！马德许风秋，有凤凰台助我，你他妈的今天挖出老子至尊骨试一下，老子就不信你今天能成。洛姑娘，圣心前辈，这是你凤凰台要管？许风秋负手淡淡的问道。许风秋已经想好了一连串整这叶枫的办法了，因为叶枫的心里话许风秋是知道的。洛琉璃看向许风秋，然后微微欠了一身。许公子，叶枫曾救过小女子一命，今日为还叶枫救命之恩，所以恳请许公子手下留情。许公子有何条件，但说无妨。许风秋淡淡的说道。今日别说是凤凰台来人，即使是整个九重天顶级势力全来，这叶枫的至尊骨本地挖定了，洛姑娘你也不配。洛琉璃黛眉微蹙，好霸道的许风秋。叶枫大喊道，琉璃，不能让他得手，否则我就完了，你直接让凤凰台前辈动手阻止他，快！江清雪也是一慌，不会吧，他凤凰台的面子都不给吗？传说中的圣心仙帝都出面了。圣心仙帝负手站在那儿，淡淡的说道，好一个许风秋。许风秋继续道，圣心前辈谬赞了。洛琉璃美眸看着许风秋问，若今日琉璃非要保全叶枫呢？许风秋眼眸一凝，若是非要保全，那么凤凰台的诸位也一并留下吧。哗！众人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圣心仙帝一脸不悦地看向许天意，问，易仙帝，阁下就如此纵容令公子胡来？许天意知道自己儿子的想法，感觉玩得有点大，但是许天意笑了笑道，今日我说的话便是许家之意。说罢，许天意脚下微微一踩，刹那之间令人窒息的恐怖力量拔天而起，整个偌大的许家被夸张的大阵所包裹。意思很明确，你凤凰台今日若是出手，那么你们真就别想活着离开许家了。
众人瞳孔一缩，我的天，这许家，这许风秋疯了，他们不会真的敢吧？司简直骇人听闻。如此一来，这凤凰台他们还敢出手？这许风秋虽为先帝，但这份魄力和果敢，岂是28岁之人能有的？寻常活了1000年的存在，都不能有他如此魄力啊！小的无法无天，大的也如此纵容。洛琉璃黛眉紧蹙，看了一眼叶枫，琉璃，救我啊！叶枫大喊道。洛琉璃对着许风秋抱了一拳，许公子如何才能收手？许风秋笑了笑道，故意说道，即使如此局面，洛仙子依旧不打算放弃。看来正如这叶枫所言，你是他的红颜知己，已然缘定3生了。什么？听到这话，洛琉璃一愣。凤凰台的圣心仙帝等强者也是面面相觑。许风秋，此等污蔑我凤凰台圣女和凤凰台颜面的话，不可乱说。圣心仙帝冷冷地道了一句。许风秋知道叶枫的心声，当然知道这是他吹牛逼的话，假的而已，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救了人家，一同历练过一段时间，就以为人家对他倾心。但是他为了颜面和威慑自己，却亲口说了。许风秋整死他。许风秋眉头一挑，圣心前辈，这种话晚辈可不敢信口雌黄，是他叶枫亲口说的，可不是晚辈一人之词，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没错，方才叶枫确实是如此说的。他说凤凰圣女乃他红颜知己，缘定3生，欲拿凤凰台施压许少主。我等确实是亲耳听见的，绝无假话。听到这，洛琉璃黛眉更是一蹙。他何时倾心于叶枫，更是何时缘定了3生。好一个可恶的叶枫，如此败坏他的名节。他今日前来，只不过是为了还他救命之恩。对叶枫也是觉得他人不错，未来无可限量。一路走来，倒也不易。仅仅如此，最多算是有些许欣赏罢了。洛琉璃看向叶枫，问：叶公子，可有此事？叶枫面色难看道：琉璃，我确实说过这些话，但也并不有假吧。虽有一些夸大其词，可你我却也彼此倾心。借着今日，我们公示于天下，倒也不错。洛琉璃面露不悦，住嘴，无耻小儿！圣心仙帝指着叶枫怒斥了一声。哦，难道没有这回事？许风秋摩挲着下巴，然后道：这叶枫竟然如此无耻地败坏洛仙子名声。说罢，许风秋手指一弹，啊！叶枫惨叫声再度传来，背后皮肉绽开更多，至尊骨逐渐露了出来。琉璃，我错了，我错了，你救我，救救我！叶枫悲戚地喊道。圣心仙帝看向许风秋，道：今日是我凤凰台唐突了，未曾想到这叶枫如此之卑鄙无耻。琉璃，我们走。且慢！洛琉璃站了出来，目光看向许风秋，道：许公子，不管怎样，叶枫救过琉璃一命，不知可否留他一命，也当琉璃还他恩情了。其实本来许风秋就要留他一命，他基本上废了，留一命为的就是把他剩余的天命值扣除，然后将其斩杀即可。许风秋道：起初本帝确实不打算杀他，并且李千秋已经替他而死，可这叶枫依旧叫嚣着有朝一日要屠我许家，本帝便不打算让他活着了。洛琉璃微微欠了一身，请许公子开出条件。条件倒是不必了，既然洛仙子求本帝了，那本帝给洛仙子一个面子，今日便饶他一命。说罢，时机也差不多了。许风秋手一抬，啊！叶枫一声惨叫，散发着光芒的至尊骨飞了出来，悬浮在空中，散发出恐怖的灵力。叮！叶枫失去至尊骨，修为暴跌，上限暴跌，天命值200万，你的系统值增加2000万。叮！由于叶枫气运已去，江清雪天命值15万。随后，许风秋伸出手，至尊骨落入他的掌心，扑通！昏死过去的叶枫浑身是血的落在了地上。洛琉璃尽管看到这一幕也是有些于心不忍，但他能做到保叶枫一命，也算是偿还了恩情了。之后也不想再有什么瓜葛了。相较起来，反而感觉这许风秋更是一个正人君子，叶枫伪君子罢了。可笑，洛仙子带他走吧。许风秋淡淡的说道。洛琉璃微微咬了咬红唇，随后又是微微欠了一身。多谢许公子，琉璃欠你一个人情，他日定当登门道谢，后会有期。随后洛琉璃手一抬，凤凰台带着人便离开了。叮！洛琉璃对你的好感加10，当前好感10。叮！凤凰台与叶枫决裂，叶枫天命值50万，你的系统值加50000000。叮！叶枫气运已去，江清雪天命值3万。叶枫哥哥，江清雪懵逼的跪在那里。不是，我还没走嘞，管管我啊！江清雪一脸懵逼，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许风秋的目光看向江清雪，江清雪浑身一颤，啊，那个许公子，
在场众人的注意力全部落在了江清雪的身上，尤其是那些比较古板的强者，他们看着江清雪的目光恨不得亲自站出来指责于他。本来他能够攀上许家的，但这一切也是他自找的，恐怕也是徐少主发现他跟叶枫依旧不清不白，所以才终止了本次大婚。这个江清雪不是个什么善类，且看好吧，现在叶枫他又攀不上了，他能怎么样？如果他真是一个贱人，那么现在他应该要向徐少主示弱了。倘若如此，徐少主的选择绝对没错。江清雪赶忙说道：许公子，对不起，方才我与叶枫哥哥说的话其实才是违心的，我只是听闻你不想与我成亲，心里一时对你赌气，故意这么说的。许公子，你别往心里去，清雪真的对你一见倾心。听到这话，周围甚至都发出了一片唏嘘声。许风秋看向江清雪，冷冷道：方才你说什么？本帝逼你的？本帝逼你什么了？逼你与本帝成亲？江清雪只是看了许风秋眼神一下，顿时如入冰窖，可笑至极。你算什么东西，逼你成亲都来了？本帝除今日外，可曾见过你？不过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女人罢了，你也配做本帝小妾？江清雪面色难看至极。本帝今日以帝命昭告冰神殿，他们若还承认你为圣女，明日我许家让冰神殿覆灭。听到这，江清雪面如死灰。徐少主干得好！一个年纪不大的青年才俊扇着扇子附和一声。丁，断江清雪气运，其天命值5万，你的系统值加500000。许风秋继续道：另外，天下所有宗门，谁若收你，本帝灭谁。丁，断其后路，天命值7万，你的系统值加7000000。江清雪身体猛地一颤，眼神满是惊恐。不，你不如杀了我！杀了你？哼，本帝说过不杀你的，但哪有这么便宜你？本帝让你生不如死，碰瓷都碰到本帝身上来了。随后，许风秋抬起手，气势涌动。江清雪脸色惊恐不已。你要干什么？你堂堂先帝，难道要对一个弱女子动手吗？啊！江清雪发出一声惨叫，她的修为被许风秋当场废掉。本帝不仅废你修为，还灭你兵体，从今往后，你便做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凡人吧。江清雪昏死了过去。许风秋瞥了一眼江清雪的家人，带着你们生的好女儿滚！他们浑身一颤，二话不敢说一声，哭泣着带着江清雪狼狈离去。丁，彻底斩断江清雪气运，其天命值归零。丁，恭喜你完成任务，江清雪天命值归零。任务奖励：第一系统商城，天命值加10000已发放。一强者带头抱拳道：徐少主此举，乃振我9州风气，吾等钦佩，吾等钦佩，吾等钦佩。许风秋负手淡淡的说道：诸位言重了，今日这婚事没了，但宴依旧继续，诸位落座，该吃吃，该喝喝。许风秋在许家的雷霆之势，一时间也是传遍了大陆，所有人无不在惊叹于许风秋这位新晋先帝之杀伐果敢。而此时此刻，许风秋回到了自己所在的大殿内，查看气运之子。气运之子叶枫，年纪27，天命值1287000，元5阶气运之子。血脉混沌神族，体质混沌之体，境界天尊境1阶，元神黄境3阶。战力打分59，元89，还有120多万的天命值。许风秋眼眸微微一凝，即使夺了他的至尊骨，杀了他的师尊，断了他跟凤凰台落琉璃的关系，他还是剩余100多万的天命值。100多万的天命值，他还是有机会逆天改命的。但这120多万天命值对应着1000多万的系统值，许风秋还是不能放过的，至少再降他100万，然后可以着手将其杀掉了。系统：叶枫剩余的天命值来源于何处？丁，2成来自于其手中剩余的厉害灵气混沌之体，他所修炼的武技1成来自于其他方方面面，7成来自于柳云烟。柳云烟，许风秋沉吟一声，这柳云烟是大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年纪不大，500岁不到，武道界动辄10几万年寿面，500岁算不得什么，但是他天赋惊人，战力超群，年纪轻轻就成名于大陆，现如今更是天宇圣地天人峰峰主，而他也是叶枫的师尊。这座天人峰只有他一人与几位长老，叶枫是他们仅有的几个弟子之一。叶枫能有今日成就，基本上靠2人，李千秋与柳云烟，所以柳云烟依旧有很大的机会帮助叶枫逆天改命，重回巅峰。但是许风秋有挂啊，他可以当面了解叶枫的心声，并且一旦气运之子出现在许风秋面前，他就能知道气运之子生涯的所有信息，他就能知道每一个气运之子不为人知的秘密。
类似于对这个人拥有了上帝视角。许风秋查看了一下叶枫对于他师尊柳云烟的一些过往，这个叶枫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个正人君子，但放在小说里，就算是主角，他的一些行为也是要被读者骂的啊。第一，叶枫对于这个漂亮的师尊一直是具有觊觎之心的，一直把她当自己未来的女人来看待，只是现在他不敢表现出来罢了。他认为这世间一切的漂亮的好女人都该成为他的红颜知己。这倒没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多少小说里男主角最终不都是把自己的美女师尊给泡到手了吗？但他歪歪过柳云烟，打过灰机，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说，这就很猥琐。其他的一些事情就不用说了。还有一点很重要，柳云烟一共有5位弟子，叶枫是第5个。他有个大弟子叫做冷凝。前几年冷凝带着叶枫去历练，不小心中了9头天毒胶的毒，而叶枫当时的医术是完全可以解毒的。他在炼制的解毒丹中给冷凝加了一味畅毒，大师姐中的蛇毒是解了，但最终畅毒爆发，叶枫趁机把他给那啥了。事后大师姐冷凝质问过他，叶枫是没想到大师姐对医术这么精通。叶枫本想蒙混过关，无奈承认。大师姐很愤怒，亦很难过。她离开叶枫后心情很糟糕，没有脸面回来，不久后走火入魔，香消玉殒。一直到现在，柳云烟都不知道他怎么死的，死在了哪里。而叶枫他心里其实是能猜到一些的，他悄悄地去找过，也找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大师姐冷凝死之前留下了属于他的一抹残魂。叶枫没忍心将其残魂抹杀，将其残魂封存在藏心崖，但他不可能跟任何人去说的。许风秋摩挲着下巴，眼眸微微一凝，哼，真是个畜生。小离，一个许家漂亮的婢女恭敬地走了过来。小离低着头不敢看许风秋，长睫毛微颤抖，柔柔又带着一点点颤音说了一句：少主。年纪看起来不过16岁左右，生得楚楚可怜，还别说，她还真是漂亮，像是个落入凡尘的小精灵一样。虽然还未长开，也没有多么精细的打扮，但真的很美。小离是10几年前许家捡来的一个小女孩，前几年她成为了许风秋的贴身侍女，许家倒是没有亏待她，给予了她不少的修炼资源。别看她年纪小，现在也是仅仅比江清雪低一个境界的领域境高手。不过她倒是挺怕许风秋的，因为许风秋这位原主娇生惯养，目中无人，脾气不好。小离没照顾好她，许风秋也不少惩罚于她。幸好原主不好色，不然她指定是要遭毒手了。但现在的许风秋可不是原主了啊！丁，发现7阶气运之子小离。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让许风秋人傻了。7阶气运之子，要知道凤凰台的圣女洛琉璃，她也是7阶气运之子啊。她是什么？高贵的身份，逆天的天赋，又是圣灵仙体，七窍琉璃心。小离呢？气运之子。小离年纪16，天命值7740000，7阶气运之子。血脉神明后裔。体质灾厄之体，未觉醒。血冥杀体，未觉醒。境界领域境10阶。战力打分61。介绍：体内流淌着属于上古神明之血，俯瞰于世间，蕴含着极其可怕的力量。这股力量一旦觉醒，便于杀戮之中绽放。许风秋，我靠！神明后裔，神明是什么？传说中凌驾于先帝之上的存在，这是几十万年前上古众神时代才存在的境界。后来众神时代迎来终结，众神陨落，自那以后，一切只成为了传说。而现在，没有人能够突破至尊先帝，达到传说中的那个境界，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这个世界的法则改变了。只是说，可能有些人，他们具备着达到那个境界的钥匙。洛琉璃就是其一。乖乖，这才7阶气运之子吗？不，只能说他现在是7阶气运之子，不代表他一直只能是7阶，有点汗流浃背了兄弟。但是他至少现在是小离，是他许风秋的侍女，是一个柔弱的小精灵。丁，恭喜你触发任务，推倒小离。任务奖励：毁灭法则。许风秋，毁灭法则啊！传说中的法则，这世上最强大的力量没有之一，那便是12法则。力量法则、灵魂法则、创造法则、死亡法则、空间法则、毁灭法则等等，任何一个法则都具备着无法想象的力量。任何一个法则的出现都能引起整个大陆的腥风血雨。数以万年间已知的出现的几个法则，人族有2个，妖族有1个，魔族有1个，均掌握在顶级势力手中。其余法则不知在何处。毁灭法则拥有其者，
毁灭一切只需一念之间。理论上，你足够强大，能够利用毁灭法则足够多的力量，这一念能够随意毁灭一个星球。当然，要结合你自身的力量和你要破坏的东西来定。如果你是区区一个凡人，一念想要毁灭一个武者的生命，那么不好意思，其力量瞬间将你反噬而死。所以这一念要量力而行，不然出事的就是自己。真离谱。许风秋看着小黎，内心沉吟一声，等等，我靠，这个狗贼系统是真巴恶心啊！你遇到落琉璃不触发这个任务哦，看人家小黎是自己的侍女，现在又是反抗不了，你就触发这种任务，可恶呀！但是应该挺容易完成的。只不过许风秋探查了一下小黎，小黎年龄16，境界领域近10阶，好感-5，捏嘛，对自己5的好感度，若是把他强行那啥了，他哪天觉醒了，指定把自己弄死啊！自己天命值现在又不高，本身时完成江清雪任务才奖励的1万天命值，完成叶枫任务才能奖励100万啊，但感觉也不够啊，容易死是合理的。不行，不能这么做。等等，许风秋眼睛突然一亮，嗨嗨，小黎。许风秋冲着他挤出一抹笑容，啊，少主有何吩咐？小黎抬起头看了许风秋一眼，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然后少主竟然对自己笑了。好可怕！而能够探知到小黎心声的许风秋，听到他的心声，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站好，许风秋说道。哦，小黎然后站直了身。许风秋走向他，说道：一会儿本地轻轻推你一下，你装个样子摔倒就行。啊！小黎疑惑地看着许风秋，听话就行。是。小黎点点头。来了哦。然后许风秋伸出手推了一下小黎，小黎往后退了几步，随之听从许风秋的一屁股摔倒在了地上。好了，站起来吧。许风秋道。小黎。他站了起来，低着头站在那儿。少主好诡异的恶趣味。咦？而许风秋现在的注意力在脑海中和系统的对话上。系统，发放奖励，快点。系统。叮，宿主还未完成任务。没完成。那你跟本地说，本地刚才对小黎做了什么？叮，宿主推倒了小黎。对啊，你的任务是什么？叮，推倒小黎。所以呢？完成了吗？物理推倒不算推倒。系统。叮，请宿主要明白此任务具体的意思并非物理推倒。那你不早说，这是不是你的问题？怪我吗？系统。快点发放奖励，不然小心我投诉你。叮，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毁灭法则，咬牙切齿。叮，宿主重新触发新任务，小黎的好感达到20、40、60和80，均能获得奖励，达到80获得属于小黎的终极奖励。许风秋下意识地露出了一抹丧心病狂的笑容，而小黎怯生生地站在那里，一直等不到许风秋的回应。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悄悄抬头看了一眼许风秋，然后就看到了许风秋这一抹变态笑容。小黎立马低下了头。好变态的笑容。许风秋刚好回过神来，就听到了小黎的心声，嘴角忍不住又是抽搐了一下。不是，这原主之前确实对你不好，但是你不能误会哥们啊。小黎啊，在。许风秋负手走到他的面前，一本正经说道：之前呢，本地对你态度一直不是很好，会惩罚你，打骂你，你心里一直会怪本地吧？小黎低着头眨眨眼睛，赶紧说道：没。许风秋笑了笑，本地自然清楚，不过呢，现在与你解释一下吧，这一切其实是本地想要磨练一下你的意志，故意刁难你的。啊！小黎吃惊地抬起头看向许风秋，看到许风秋看自己，他立马又低下了头。你可以不信，这都不重要，快晋级神海境了吧？许风秋伸出手，一株9星红梅呈现在掌心，拿回去炼化，自是能轻松晋级神海境。这9星红梅，同时还能给你带来不小的提升。许风秋心里一笑，小样，再怎么着也就是个小丫头，随便泼一下，加好感什么的，很难吗？小黎一惊，扑通，然后他直接跪了下来，惊慌失措地说道：少主，小黎错了，少主可不可以放过小黎？小黎可以挨打。许风秋，不是，啥情况啊？随后通过小黎的内心，许风秋知道了，是自己突然对他好，他觉得害怕，担心给他9星红梅是不是要害他，至少也是引起许家其他人注意，到时候惩罚他。许风秋突然内心一疼，这丫头。许风秋抬起手，小黎被一股力量拉了起来。
本帝要害你，用得着这么麻烦？小离眨眨泛红的大眼睛，好像是哦。许风秋微笑着揉了揉他的秀发，只不过手伸过去的一瞬间，他下意识的一缩。许风秋也是把手收了回去，递给了他一封信，道：去一趟天宇圣地的天人峰，把这封信交给柳云烟前辈，嘱托他一定要看，这株9星红梅就是你的小奖励，去吧。啊，是。小离告退。小离接过信，转身赶紧走开。定，小离对你的好感加5，当前好感0。许风秋伸了个懒腰，应该不难，毕竟是个可爱单纯的丫头。打开系统商城，这是完成江清雪任务获得的奖励。他想看看这系统商城内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值不值得他花功夫刷起运之子的系统值。第一系统商城，属性翻倍，兑换后3分钟内力量、速度、体魄翻倍，消耗系统值1万。属性兑换，兑换后自身的力量、体魄、速度、精神力、灵魂力、灵力数值终生翻倍，终生可兑换一次，消耗系统值10万。定身卡，可定身视线范围内的一名目标，让其10秒无法动弹，无视境界，每天可使用一次，消耗系统值10万。无敌卡，自身处于绝对无敌状态，持续30秒，无视任何境界的攻击，每天可使用一次，消耗系统值10万。致命一击，接下来自身的一招力量提升10倍，每天可使用一次，消耗系统值20万。大转盘，每月可进行一次大转盘抽奖，可随机抽取任意奖励，消耗系统值50万。天赋兑换，可随机获得某种仅限于系统才能给予的天赋技，消耗系统值100万，只可兑换一次。至尊先帝卡，兑换后可获得先帝10阶至尊先帝之修为，持续3分钟，消耗系统值500万，终生可兑换次数1。粉红喷雾，对一名异性使用，无视境界，让其对你的好感加50，消耗系统值500万，只可兑换一次。阎王帖，兑换后在阎王帖上写下目标的名字，同时脑海浮现此人信息，无视境界，不论天涯海角，瞬间抹杀，消耗系统值5000万，只可兑换2次。看着系统商城内的东西，许风秋愣了一下，牛逼，只能说很无脑。虽然很多只能兑换一次，但许风秋能用到的时候也绝对不多。最夸张的是这最后的阎王帖，这是什么神仙道具啊？太夸张了。最关键的是，这还只是第一系统商城，有第一就有第二、第三、第四，很难想象后续还有什么。这不无敌。属性兑换，随后许风秋的力量、速度、体魄、灵魂力、精神力和灵力的数量全部永久翻倍，先帝一阶全属性翻倍，这是什么概念？即使他是被强行醍醐灌顶加上资源提升来的境界，现在他的属性也不是寻常先帝一阶能比的了。系统兑换天赋技，丁，正在兑换天赋技，正在随机选择天赋，丁，恭喜宿主获得天赋无限大招。无限大招，视线范围内的人一旦使用其大招，在1天的时间内，宿主可无灵力消耗，无限释放同等大招，狂轰乱炸。许风秋，卧槽，这个天赋要是放游戏里，这特喵的不就是外挂吗？视线范围内假如有100个人，他们都是放了自己的大招，那么这100个大招许风秋都能无灵力消耗的疯狂使用，以一人之力撼万年地族，爽。许风秋露出了一抹笑意。那么现在首要目标自然是完成气运之子的任务，获得奖励。这些奖励是只有系统能给他带来的提升极其夸张。先帝这个境界能够一次次获得这种级别的奖励，太夸张了，也太难得了。其次，虽然我的全属性翻倍，但因为我境界是被强行提上来的，根基不稳，想方设法稳住根基，我的能力还能再提一大截。还有至尊骨，需要找个时间将其吸收。叶枫抢亲被夺至尊骨一事也是在九州大陆迅速传遍，各大宗门和势力纷纷在聊着此事。凤凰台，洛琉璃返回大殿，师尊，各位长老。洛琉璃行了一礼，此行之事我等已然清楚，你先回去休息吧。凤凰之主淡淡的说道。是。琉璃告退。洛琉璃随后退出大殿。大殿内，凤凰台那些强者也是聊着天。三长老，这万年地族许家少主可谓是心狠手辣，独断果敢，倒也没想到这许家家主竟然任由他胡来。八长老，道理上这叶枫是抢亲且出言不逊，他倒是占理，可在这实力为尊的九州，道理他不管用啊。宗主，
此事我凤凰台也算是牵扯到其中了，以您之见呢？凤凰之主乃一绝色神女，她坐在那儿，纤纤玉指有节奏地敲打着凤翼扶手。那许风秋倒是聪明，三言两语倒确实卖了琉璃这丫头一个人情。一老者道：我凤凰台总不能因为这小小人情站边他许家吧？凤凰台不动则已，动辄牵扯整个九重天。可问题在于，这叶枫背后的柳云烟啊，即使现如今许家没落，但放眼整个九州，能跟许家叫板的势力依旧不多。但柳云烟不一样，这柳云烟看似只是天宇圣地的一峰之主，他还有个身份，乃曾经沙楼之主。叶枫被挖至尊骨，以柳云烟如此护犊子的性格，他兴许会动用沙楼的力量，一旦动用，怕是八重天乃至九州都要动荡了。沙楼乃九州大陆一神秘势力，沙楼成员汇聚九州九重天各个角落。沙楼的成员到底是谁，有多少人，大家都不知道。宗门在哪，大家也不知道。但可能某个人身边的人，甚至这凤凰台大殿内可能就有沙楼的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势力，为何让人如此忌惮？因为沙楼暗杀，先帝都要死，至今为止从未失败过。所以大家不知道沙楼到底有多强，但一定很可怕。因此没什么势力愿意招惹沙楼这么一个神秘的存在。而柳云烟是沙楼上一代沙楼之主，只不过他如今退出了沙楼，安心留在天宇圣地当一峰之主，寻求武道了。至于缘由，大家不清楚。他许风秋做事虽然果断，但不考虑后果，也是他自己的问题。凤凰之主淡淡的说道：且看吧。是。天宇圣地天人峰，凤凰台的一位强者将身负重伤的叶枫送到了这里。柳云烟带着天人峰的4位长老和几位弟子匆匆走来。叶师弟，师弟。叶枫的2位师兄看到这一幕，也是愤怒至极。轻纱掩面的柳云烟黛眉紧蹙看着叶枫，虽轻纱掩面，但难掩其倾国倾城与尊贵。用一句诗来形容他最为妙：众里嫣然通一故，人间颜色如尘土。五长老，速速治疗。五长老赶紧走向叶枫，替他把脉。什么？翻儿的至尊骨被挖了。柳云烟看起神情平淡，但身上戾气微微涌现。他柳云烟是出了名的护犊子，曾经他大弟子冷凝被一个强大的宗门差点杀死，那宗门比柳云烟强大的武者不止100数，他一怒，以一人之力将其宗门灭掉。这也是柳云烟的成名之战。谁干的？谁干的？叶枫一位师兄怒吼道。凤凰台的强者淡淡的说道：这件事情你们不难知道，我凤凰台能做的就这一些了。从此凤凰台与叶枫两清，再无瓜葛。柳峰主告辞。说罢，凤凰台强者消失不见。除至尊骨之外，还有何伤？柳云烟问。倒是没有了，命能保住，但风儿之后恐怕……五长老摇摇头。我去替叶师弟报仇。一位师兄说完便要动身。站住！柳云烟负手淡淡的说道。师尊，回去。这时看起来老迈有些平平无奇的大长老走了过来，是许家少主许风秋。柳云烟美眸微微一凝，许家。风儿去抢亲了吧？而且出言不逊，考虑一下吧。柳云烟淡淡的说道。以你我之力抗衡不了许家，怕是要动用沙楼了。啊，大长老，依你。柳云烟缓缓踱步，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这时一个身影跑了进来，是一名天宇圣地的弟子。柳峰主，柳云烟。讲，天宇圣地外有一少女请见，她说是万年地族许家少主许风秋的侍女。听到这话，刚要走开的叶枫的2位师兄露出愤怒的表情。他许风秋什么意思？将我叶师弟害成这样，还派人来我天人峰？哼，他挖我叶师弟至尊骨，那我便废他侍女。真当我天人峰是好欺负的不成？柳云烟道了一句：回去。他们2人咬了咬牙，然后抱了一拳。是。随后他们便走开了。柳云烟负手站在月光之下，道：让他来。是。很快小离来到了天人峰上，他从来没有出来帮许风秋做过这种事情，更是没一个人来到其他强大的宗门，尤其是要见得还是柳云烟，他很佩服的一位前辈。最关键的是，少主废了他的弟子叶枫，小离还是有些怕怕的。小离手里拿着信，一边走过来，嘴里一边嘟囔：嘱咐柳云烟前辈一定要看，嘱咐柳云烟前辈一定要看，一定要看，一定要看。然后小离走了过来，晚辈见过柳前辈。小离行了一礼。柳云烟坐在那里沏着茶，红唇轻启。讲。小离呼了一口气，将手中的信放在了桌子上。这是我家少主给柳前辈的一封信。还有事吗？没了。哦对，少主叮嘱小离，
柳前辈一定要过目。柳云烟抿了一口茶，没有说话。小黎见状也是微微欠了一身。小黎告退，然后他转身紧张地呼了一口气，赶紧离开。柳云烟看了一眼小黎的背影，然后柳云烟打开信封，本以为是许风秋开出的什么条件找他求和，但是当他看到许风秋信封的内容的时候，他瞳孔剧烈一缩。没错，即使强如他一般的心境，看到这内容也极其之动容。信里面告诉他一件事，他的大弟子冷凝在藏心崖那里封存有一抹残魂。柳云烟是不信的，可是事关他找寻了好几年的大弟子，他不信也必须去看看。柳云烟纵身一跃，遁入虚空。翌日天明，天宇圣地天人峰，叶枫睁开了眼睛，疼，后背好疼。叶枫疼得龇牙咧嘴。他尝试着坐了起来。我的修为，我的至尊骨。感受到了自己的情况，再回忆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叶枫恨得双拳在发抖。为什么？他叶枫一路走来，一路逆天而行，多少不可能的事情都被他化为可能，多少能随意捏死他的强者，最终都被他所杀。许风秋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呢？他的挚爱江清雪也不知怎么样了，洛琉璃又不知现在如何看待于他。叶枫双眼闪烁着怨恨。许风秋，我多年的努力被你一招废掉，不杀了你，不把你爱的人凌辱致死，我誓不为人。但所幸他还有师尊柳云烟。许风秋，你以为你许家是无敌的吗？纵然许家庞然大物，但你呢？一个被用资源强行提上来的先帝，云烟可是曾经的沙楼之主，出了名的护犊子，他定能杀你，而他也必然能助我重走逆天之路。叶枫走出了房间。叶枫师弟，你怎么样了？守在外面的二师姐赶忙询问一声。无碍，二师姐，师尊呢？叶枫虚弱地问道。师尊昨夜就离开了，现在还未回来。叶枫心中冷笑一声，显然师尊是去办他的这件事了，肯定是去沙楼找人了。按照他师尊的脾气，杀一个许风秋大概率不够解气，搞不好许家都要面临大敌，集结起来的沙楼强者，搞不好许家也挡不住呢。叶枫眼眸满是阴狠。师尊去灭许家了吗？但许风秋我必然要亲自手刃于他。许家那边似乎没什么动静。叶枫皱了皱眉，师尊还未动手吗？不知，我只知道昨夜那许风秋的一个丫鬟过来找了师尊，具体怎么样不清楚了。在叶枫眼里，这必然是许风秋后悔求和了。哼，现在知道后悔了，晚了。这时虚空之上一个身影落了下来。师尊来了。二师姐赶忙道。叶枫也是在二师姐的搀扶下走了出去，眼前轻纱掩面，尊贵冷艳的柳云烟站在那儿。师尊。二师姐和叶枫走过来，纷纷行礼。行礼完，叶枫看向柳云烟，哭诉道：师尊，您可要为弟子报仇啊。柳云烟美眸盯着自己的这个弟子，看不清他有什么表情，但叶枫看到自己师尊一直盯着自己，一言不发，心里有些疑惑。师尊。叶枫问了一声。这时从柳云烟背后走出来了一个身影，准确来说是一个人的残魂。看到他，叶枫瞳孔剧烈一缩。大师姐。二师姐不敢置信地看着那个身影，冷凝的残魂冷冷地盯着叶枫。叶枫，是不是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还能回来？叶枫瞪大眼睛，身体在微微颤抖。柳云烟恐怖的威势释放出来，作用在叶枫身上。叶枫身体被压得直接跪在了地上。没错，按照许风秋给他的地址，柳云烟来到了藏心崖。以他的能力，再加上有目的性的寻找，他找到了一个山洞。在山洞中，他发现了一处封印阵法。通过封印阵法，他来到了一处小空间内。在那里，他看到了奄奄一息的自己大弟子的残魂。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都知道了。叶枫通过卑鄙的手段夺走了他的贞洁，他走火入魔之后陨落。再然后，叶枫找到了他，将他的残魂封在了藏心崖。柳云烟怒火中烧，前者只能说叶枫是个畜生，后面做的事情便不是人了。自己的大师姐因他走火入魔而亡，他明明找到了，他明明可以将冷凝的魂体带回来重塑肉身，但是他没这么做。大师姐，是大师姐。其他两个弟子也是匆匆走过来，但是他们看了一眼眼前的情况和气氛，顿时感到不对劲。大师姐，太好了，大师姐，我还以为你。叶枫支支吾吾地说着话。冷凝讥讽道，道貌岸然卑鄙无耻的小人，太好了。呵呵呵，真的太好了吗？是不是现在很后悔当初不如将我的残魂灭掉？大师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叶枫咽了一口口水道。
冷凝，听不懂，当初是谁设计夺我贞洁？什么？其余几人瞪大眼睛。冷凝，此事之后，我道心崩塌，突破之时，走火入魔，深云九州，是谁将我的魂体封存了起来？不是你。什么？那些人更是不敢置信。我开什么玩笑？大师姐，如果是我的话，为何我不把你的魂体带回来，让师尊重塑肉身呢？冷凝笑了一声，哈哈，是啊，还不是因为你害怕这一切败露，害怕让师尊和世人知道你的为人，知道我的死因。叶枫，那两个师兄看着叶枫，露出愤恨的表情。柳云烟伸出手，眼中尽是失望与愤怒。本尊看走眼了，冷凝一事，本尊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师尊，叶枫心中一惊，念在你我师徒的份上，本尊饶你一命，今日废掉本尊所传授你的所有功法，从今往后再无瓜葛。啊！另一边，丁，叶枫功法被废，天命值30万，你的系统值加300万。丁，叶枫与柳云烟关系破裂，天命值80万。听到这系统提示，许风秋嘴角微微一勾，那么也该送你上路了。剩下的一点系统值，许风秋也懒得花精力去刷了，直接将其杀了，天命值归零，他获得奖励就行，哪有那么多的花里胡哨的？奖励最重要，他可是反派，那不得把这反派的名气给打出来。不过倒是答应了洛琉璃饶他一命，洛琉璃的好感还不知道怎么提升，感觉这奖励应该挺夸张的。拜托，我可是个反派啊，哪有反派去刷女人好感的？除了那些舔狗炮灰反派，哥们又不是。许风秋嘟囔了一声，过几天让父亲带人去凤凰台提亲去。许风秋摩挲着下巴，露出了一抹笑意，这才对味嘛。至于系统商城内的粉红喷雾，直接刷50好感，倒也没必要用在洛琉璃身上。实在不行，也是先刷一部分，再用粉红喷雾好感，这种东西肯定是越往后越难刷。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少主进。小离走了进来，不敢直视许风秋。少主，叶枫已经被他的一位师兄送往一重天叶家的路上了，秋姐姐问是否要他在半路将其击杀。不必，本帝亲自来。啊！小离一愣，少主，您身份那么尊贵，要亲自动手吗？小离眨眨眼睛继续说，而且您也在世人面前答应凤凰台圣女饶他一命了，您出手的话会不会有些不好？许风秋问。本帝是怎么说的？小李脑袋一歪，思索了一下，嘟囔道：少主您说给洛仙子一个面子，今日便饶他叶枫一命。对啊，本帝说的是当日饶他一命，可现在是第2天了。小离，是，世界好复杂，城市套路深啊。许风秋让小离去炼化9星红梅了，而许风秋则是来到了他修炼所在的许家秘境。秘境中山清水秀，还有一个极美的湖泊。许风秋摊开右手，一抹金光绽放而出，至尊骨在他掌心缓缓飞旋。至尊骨，许风秋露出了一抹笑意。作为能够引来大陆腥风血雨的神物，至尊骨必然有其逆天之处。至尊骨之上拥有着逆天的天地符篆，可赋予武者某种极其强大的能力，同时具备着快速恢复伤势的效果。传闻还有着类似于钥匙的意义，至于这把钥匙是灯神还是什么，不得而知了。许风秋盘腿坐下，至尊骨立于他的身前，开始炼化。翌日清晨，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从许风秋身上爆发而出，湖泊被卷起，山峰被夷为平地。许风秋睁开眼睛，一抹金光爆射而出，绝灵之手。许风秋终于明白，这叶枫以前为什么面对极强的对手释放出来的武技，他只是抬抬手就能安然无恙，原来是至尊骨所带来的绝灵之手。其效果很好理解，一切以灵力凝聚出来的力量，以双手可将其全部无效化。一个武者释放灵技轰过来，手挡在前面，绝灵之手直接无视，并且无境界要求，太虚天眼诀。这是至尊骨无上的天地符篆所带的功法，共为7层。至于效果，许风秋还未修炼，暂且不知。下一瞬，许风秋释放出至尊骨的力量，陡然间他的气息飙升。至尊骨最简单的用处，催动其力量，可赋予自身更强大的战力，类似于增幅的心法，修炼倒也不急。许风秋走出秘境，秘境外，许天一负手站在那儿。父亲，许风秋喊了一声。许天一转过了身，坐。二人坐在了旁边的玉凳之上。许风秋给许天一倒了一杯茶。许天一抿了一口茶，目光灼灼地看着许风秋，淡淡的说道：昨日之事做得很不错，既扬我许家之威，又展现了你这位当代最年轻先帝的风采。许风秋点点头，父亲谬赞了。
称赞归称赞，但你所行之事过于莽撞，夺至尊骨，无疑将你立于危险之中。至尊骨就是一个香嬷嬷，许风秋能夺叶枫的，那么他人也能夺许风秋的。许风秋淡淡的说道：谁若动手，那这大陆又要少一些先帝与势力了。许天意，这小子怎么这么嚣张啊，卧槽！嗨嗨，许天意干咳了一声道：其二，杀李千秋，正如叶枫所言，他背后是药神山。虽说李千秋多年前脱离了药神山，但此举也是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中。药神山可说什么了？许风秋问。还未。许风秋摩挲着下巴。那他们还能存在一段时间。许天意。随后许风秋道：父亲，我惹出来的事情我亲自解决。许天意风轻云淡地说道：许家不惹事，倒也不怕事。许风秋点点头。孩儿明白。对了父亲，孩儿有一事。讲。你也说了，孩儿也到了该婚配的年纪了。是啊，原本让江清雪做你妾位，也是见她生得漂亮，又有天兵之体，怎么有看好的女孩子了？许天意微笑着问。倒是有。许天意吹了吹茶，淡淡的说道：说来听听。我准备跟凤凰台提亲去了。讲道理，身为一个反派，直接过去提个亲是很正常的操作吧。并且他触发了洛琉璃的好感任务，不管用什么方法刷好感，不带在一起怎么刷啊？噗！许天意一口茶直接喷了出来。父亲，无碍无碍，可嗨嗨。许天意赶紧擦了擦茶水，看着许风秋好几秒钟。那个秋儿啊，嗨嗨，咱许家不怕事，不代表说能为所欲为，你明白吧？且不说你们并无感情，就说一点，洛琉璃未来是凤凰台之主，秋儿，你觉得可能吗？许风秋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许天意直接站起了身，对着远处的一个人喊道：是大长老吗？对对对，啊哈哈哈，找您有点事。说着许天意赶紧溜了。许风秋耸了耸肩膀，如今整个大陆都在等待着许家将要迎接的狂风暴雨。李千秋背后的药神山，叶枫背后的柳云烟，但奇怪的是，大家并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动静，反而他们得到了许风秋离开许家的消息。不过大家倒是觉得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此时此刻，一重天神风帝国帝都，许风秋和小黎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没错，许风秋为了保险起见，亲自过来弄死气运之子叶枫，毕竟关乎他大量的奖励呢。小黎那面对俗世渴望的眼睛总是不停地看着四周，气质非凡的许风秋再加上如同精灵一般的小黎，也是引来路人的侧目。16岁的小黎也是亭亭玉立了好香啊。少主，您要吃肉饼吗？小黎怯生生地问。许风秋笑了笑，自己想吃还问我干嘛？小黎低着头，小手无措地捏着衣角。许风秋笑道：去吧。小黎一愣，真的感觉少主和以前变化好大啊。可以吗？当然，这算什么事？小黎怕影响到少主做事的进程。谢谢少主。小黎开心地跑了过去。大叔，要2个肉饼。定。小黎对你的好感加5，当前好感5。许风秋心里笑了笑，就算是灾厄之体，神明降世，但毕竟是16岁的少女，心思单纯。然后他走到一边，打算给小李买串糖葫芦。小黎清脆的声音也是引来了好多人的注意。哟，迎面一个青年男子目光看到了小黎。少爷，看，好漂亮的少女。叶天嘴角一勾，不用你说，本少看到了，这帝都进来了如此美貌的女子。说完，他手中扇子一收，嘴角带着笑走了过去。百姓们看到他，也纷纷敬而远之，纷纷小声交流，这是哪家的漂亮女娃娃？可惜了，被叶天这个人渣给盯上了。哎，自从叶枫崛起，这4大家族的叶家一时间在帝都的地位，连陛下都要阿谀奉承。这叶家其实才是神风帝国的话事人啊。作为叶枫的兄长，这几年叶天可谓是如日中天，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真希望有人来收拾收拾他。不过你们听说了吗？叶枫好像在8重天抢了先帝的亲，不知真假。听说是这么一回事，但好像失败了，叶枫重伤，没看到江清雪一家人狼狈的回来了吗？具体不太清楚了。且就在方才，8重天的缥缈峰来叶家了，也不知究竟是何事。美丽的姑娘，幸会幸会，在下叶家叶天。叶天微笑着说道。小黎看了一眼叶天，我不认识你。哈哈，现在不就认识了吗？小黎摇摇头，不想认识，可本少想认识认识你啊。叶天嘴角一勾道。小黎左顾右盼去寻找许风秋。许风秋拿着冰糖葫芦走了过来。少主。小黎性格柔弱，主要是怕给许风秋带来麻烦，也是来到了许风秋身边。叶天眉头紧皱看着许风秋。她是你的侍女。许风秋没有理会叶天，
把冰糖葫芦递给小黎，道：“给你买的。”谢谢少主。小黎接了过去，然后又悄悄看了一眼叶天。叶天发现自己被无视，极其不爽。本少问你呢，她是你的侍女？叶天语气不善的又是问了一句。旁边百姓们赶紧纷纷拉开距离。许风秋嘴角带着一抹戏谑的笑容看着叶天。叶天是吧？叶枫的大哥。叶天笑了一声，哼，知道本少就好，也省得浪费口舌了。说着他指着小黎道：“她现在是本少的侍女了，有问题吗？”然后叶天补充了一句：“本少不是在和你商量，而是在命令你，懂吧？”许风秋微笑着摇摇头：“不是很懂，不是很懂。”哈哈，知道我家少爷什么身份，你还在这里装淡定？那老子让你懂一懂。说着，叶天小弟身上释放出灵力，完全不顾及任何的后果，带着火焰的一拳就轰向许风秋。叶天嘴角一勾，没有任何阻拦，甚至准备伸手搂着小黎离开了。然而他刚往前一步，瞳孔却是一缩，他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缓缓扭头看向自己的小弟。那小弟瞪大眼睛，身体一动不动，缓缓地化成无数星星点点，在他面前灰飞烟灭。你……叶天震撼地看着许风秋，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叶枫是我二弟，他连先帝的亲都敢抢，你他妈敢动我一个试试？叶天怒吼一声。小黎嘟囔一声：“切，这算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以卵击石，身负重伤，至尊骨都被挖了，若不是凤凰台圣女求情，早就死了。”叶天吼道：“你懂什么？”然后叶天瞪着许风秋：“第一，你有凤凰台这种背景吗？第二，别论我二弟后果怎么样，你连见到先帝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抢亲了。叶枫所行之事，放眼大陆也是逆天，即使失败，他所处高度也是你这一生都望尘莫及的。还有，你不知道吧？八重天缥缈峰的人现在就在我叶家。”周围众人震撼不已。说的是啊，虽然叶枫失败了，落得凄惨的下场，但叶枫所行之事已经是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了，高度已然太高了。再加上缥缈峰的人现在就在叶家，这男子看起来确实不凡。可叶枫所涉及的简直就如同传说一般啊！叶天咬牙切齿，怒视着许风秋：“你什么身份？你就算是4重天、5重天宗门少主，你连我二弟脚趾头都够不着。我二弟杀的4重天、5重天圣子多了去了，也仅仅只是在堂堂先帝许风秋面前碰了壁而已。你是先帝吗？不是的话，放开老子，跪下认错，否则灭你全宗！”许风秋如同看一个小丑一般笑了一声：“巧了，本帝还真是先帝。”叶天，众人，1重天，叶家。此时此刻宴客厅内，叶枫失意地坐在椅子上，而他身边则是江清雪，正握着叶枫的手。江清雪没办法，他被废了，冰神殿也不敢要他了，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叶枫了。即使现如今叶枫也不如往日，但至少他的境界放眼1重天还是强者，江清雪只能依附他了。而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缥缈峰宗主的千金汪芷英来了。这缥缈峰是8重天的一个很强大的宗门，汪芷英虽然长得不算很漂亮，但毕竟身份强大，而她也是曾经因为一些事情对叶枫爱慕不已。只不过当时叶枫看她没那么漂亮，就不怎么理会她了。枫儿现如今只能寄希望于缥缈峰了。叶枫的父亲叶海看着自己的儿子说道。叶枫暗暗握紧拳头，眼中闪烁着怨恨。父亲不必担心，虽然此次孩儿损失惨重，但只要我还在，总有一天能够再次踏上山巅，我势必要杀他许风秋报仇。这时一身粉裙的汪芷英带着几位缥缈峰的强者也是匆匆来到了屋内。叶枫哥哥，汪芷英焦急地跑向叶枫。芷英，叶枫看着眼前的女人，然后松开江清雪，拉住了她的手。芷英，我好想你。叶枫动情地拉着她说道。汪芷英眼眶通红。叶枫哥哥，我也好想你，1年不见，你怎么被欺负成这样了？唉。叶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叶枫的父亲叶海说道。汪姑娘，事情想必你也知道了。汪芷英咬着牙，我知道，我知道。许风秋仗着他先帝和许家少主的身份，胡作非为。叶枫哥哥，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叶枫说道。报仇不急，主要是我现在情况特殊，至尊骨没了，修为也暴跌，师尊被杀，另一位师尊被他挑拨，我也是无路可走，恐怕需要缥缈峰帮助了。没问题，有我呢。江清雪也是赶忙说道。汪姑娘，你不在现场，你是不知道他许风秋有多狠，我已经想办法帮叶枫哥哥了，哎，如今也是个废人。叶枫道。芷英，清雪你也要帮一下。汪芷英看了一眼江清雪，然后点点头。好，待会儿你们一起跟我回去
回去以后，我让父亲想办法，势必要帮你们杀了许风秋，灭了许家。嗨嗨，小姐，本身这次你就是瞒着宗主过来的，这许家可不是我缥缈峰能惹得起的。叶家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办吧。一位老者说道。叶枫冷冷道：哼，届时本少就是缥缈峰的姑爷了，什么叶家的事，到时候我们就是一家人，那就是自家的事。汪芷英连连点头，对，太好了，以后我们就是好姐妹。江清雪拉着汪芷英的手，笑着说道。汪芷英没说什么，而是看向叶枫问：叶枫哥哥，今后具体什么打算？提升修为，报仇，杀许风秋，灭许家。我叶枫也不过只是少了一根至尊骨而已。汪芷英，回去我就找宗门先帝，找机会先把他许风秋给杀了。竟然敢夺我叶枫哥哥的至尊骨，我要扒他的皮，把他踩在脚底，让他跪下给叶枫哥哥磕头道歉，然后再当着他的面把他家人全部杀掉。老者道：叶公子，你想的太简单了，我叶枫一穷二白都能有如此成就，如今即使靠山不在，但未来势必成就会更高。叶枫握紧拳头说道。叶海笑了笑道：哈哈，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吗？枫儿，柳云烟前辈跟你之间的误会，你可一定要找机会解除了。叶枫点点头，叶海站起来抱了一拳，道：缥缈峰的诸位，今日得知你们前来，一重天乃至二重天、三重天，有诸多宗门强者纷纷来我叶家，他们已然在叶府大院等候多时，还请诸位一步，不必麻烦了。二位，他们都已经到了。叶海道：二位长老，这也关乎我的面子。汪芷英道：也好。他们一起一步到了偌大的叶府院内，上百强者纷纷站起了身。缥缈峰的南山长老是吗？久仰大名，在下九剑宗宗主剑云游，在下天阳宗宗主火霸。叶枫小友，事情我们听说了，无伤大雅，以叶枫小友的能力，站在大陆之巅也只是时间问题。没错，叶小友我们还是信得过的，只不过许家确实是一座大山，叶小友此举还是唐突了啊。这些强者来，他们仅仅是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攀上缥缈峰这座大山。至于许风秋，反正他已经发话说不杀叶枫了，堂堂许家少主应该也懒得在乎叶枫这个蝼蚁了。他们的做法只要别太越界，应该不会引起许风秋注意的。叶枫眼眸闪烁着金光喊道：此事让大家看了笑话，但今日有这么多人在此，也请各位见证一下，不出5年，本少势必脚踩许风秋，灭他许家。这话一出，众人却不敢附和了。这他妈谁敢啊？万一传到许风秋或者许家耳中，他们全宗都要被灭了。感受到耳边的寂静，叶枫皱了皱眉，叶枫哥哥说的话都没听到吗？汪芷英喊了一声啊，是，叶小有什么实力，我们也是清楚的。小小年纪搅动3重天4重天，我们也都看在眼里了。5年能行的，他们不想跟叶枫有任何的接触，但是他们想巴结的是8重天的缥缈峰，不得已也是模棱两可的说2句。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嘈杂的声音。怎么回事？不知道今日我叶家有贵客吗？叶海满脸不悦的怒斥了一声。砰！一声巨响，那缥缈峰坐骑灵兽天苍白会巨大的尸体落在了院内。什么？见状，缥缈峰的人脸色一沉，怒不可遏。其他上百人都是露出了震撼的表情。这天苍白会那可是天尊境修为啊，直接被杀了。何人杀我坐骑？汪芷英一脸怒意的喊了一声。周围安静一片。就在这时，砰！又是一声巨响，一具尸体落在了他们的面前。天儿！叶海看着自己的大儿子叶天的尸体，一脸不敢置信。哟，今天这叶府还挺热闹呢。听到这个声音，那些强者浑身一抖。虚空之上，许风秋负手缓缓落入叶家大院内，小离就在许风秋身旁。随后，许风秋落在了那原本属于缥缈峰的主座前，款款坐了下来。许风秋翘着2郎腿，随意瞥了一眼众人。众人所有的目光全部紧紧地盯着许风秋，认识许风秋的也就是在场的叶枫和江清雪，其余这些3重天、4重天的强者，他们可没这个资格。他们只是觉得眼前这俊朗男子不简单，悄无声息就把缥缈峰的天尊境灵兽抹杀，那得是什么境界？看到许风秋，叶枫打心底里露出了一抹战栗，而江清雪更是心中猛地一咯噔，他怎么会来1重天？天儿，我的天儿！叶海颤抖着手，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儿子的尸体。你是何人？叶海指着许风秋怒吼一声。你问问你儿子不就知道了。汪芷英眼眸一凝，不管你是什么人，今日你必死。你又是什么玩意？许风秋隔空一巴掌甩过去，缥缈峰南山长老闪烁到汪芷英的面前，
挡住许风秋这隔空随意一掌，但是他却一口血喷出，身体直接飞了出去。哗！见状，众人瞪大眼睛。先帝，另一位缥缈峰强者露出了一抹谨慎的表情，随后抱了一拳。阁下是何人？我缥缈峰与阁下应该无冤无仇吧？传说中的先帝。那些各门各派强者咽了一口口水，震撼地看着许风秋。如此年轻的先帝。许风秋接过小黎递过来的橘子吃了一口，随后吐了出来。呸，酸到本地了。小黎吓了一跳，刚想认错，许风秋隔空一巴掌直接把叶海抽飞了出去。见到自己父亲如此，叶枫再也忍不住了许风秋。叶枫怒喝了一声，你什么意思啊？哗！什么？许风秋？他就是最年轻的先帝，八重天许家少主许风秋。司他为何会屈尊来这一重天？他与叶枫的恩怨还没结束吗？叶枫的兄长叶天都被他给杀了，看来这许先帝是不打算收手的啊。不能吧，他乃堂堂先帝，又是许家少主，一举一动代表着的是先帝和许家之颜面，不能做这种言而无信之事吧。缥缈峰的那两位强者也是面露凝重，竟然是许家许风秋，什么意思啊？你叶家的橘子酸到本地了，作为叶家家主，你这父亲不应该受罚吗？叶家主，你说呢？许风秋笑眯眯地看着地上爬起来的叶海。是，先帝阁下说的是。叶海咬着牙说道。汪芷英站出来怒视着许风秋，是叶家让你吃的吗？许风秋眉头一挑，哦，本帝给叶家送了这么一份大礼，叶天可是留着全尸呢，不应该吃吗？就算如此，阁下为何要杀我叶天？叶海咬着牙问。许风秋笑了笑，风轻云淡地说道，叶天辱骂本帝，不该杀吗？叶家主，你说该杀吗？叶海不敢忤逆许风秋的意思，只好把苦水咽下去，咬着牙道，该杀。那就对了。汪芷英指着许风秋问，许风秋，你现在赶紧把叶枫哥哥的至尊骨交出来。许风秋露出了一抹不悦，聒噪，随后反手一巴掌抽过去。另一位缥缈峰强者全力挡了下来，随后提醒一声，许少主，这位是我缥缈峰宗主千金。许风秋摩挲着下巴，缥缈峰是吧？是。汪芷英一脸自傲地看着许风秋，论地位，理论上他不差许风秋多少。许风秋看了一眼那两位缥缈峰强者，道，他若再说一句话，本帝便直接宰了，听到与否？一位强者皱着眉，许少。许风秋语气重了几分，听到还是没听到？那两位强者咬了咬牙，听到了。许风秋随后看向各宗门的强者，他们心里咯噔一下。许风秋对着九剑宗的宗主剑云游伸出手，剑云游内心猛地一颤，赶紧行礼，许少主。随后他被捏向虚空，无力地蹬着腿，然后许风秋手一用力，剑云游的脖子直接被扭断。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汪芷英原本还准备喋喋不休的，看到这一幕，他心里莫名一颤。许风秋扫了他们一眼，道，本帝杀他的理由，诸位应该很清楚。是，叶枫招惹了您，在您面前犹如蝼蚁，您将其至尊骨都挖了去，这剑云游还在吹捧叶枫，这不是在与您作对吗？说的没错，该杀。他们惊恐的连连剑锋使舵。许风秋微微点点头，诸位都是这么觉得的？是。他们连连点头。许风秋风轻云淡道，那没问题了，午夕时间，方才但凡有与此人相同做法的，自行了断，否则九族同门之内，本帝尽杀之，一个不留。咕噜。此话一出，众人吞了一口口水。那缥缈峰的强者看着许风秋这个小辈，也是震撼不已。好狠的许风秋！咕噜。那汪芷英有些发自内心恐惧地看着许风秋，都是同龄人，为什么他能到这种地步？一个强者战战兢兢地看着许风秋，直接跪了下来。许少主，方才只是……许风秋淡淡道。许少主饶命啊！又是一个强者跪了下来。许风秋无所事事地包着橘子。许少主，在下愿为许少主鞍前马后。许少主。许风秋。小黎看了一眼许风秋，然后低下了头。好，帅气，好霸道。定，小黎对你的好感加5，当前好感。10。一个强者浑身颤抖，随后一咬牙吼道：“还请许少主说话算数。”说罢，他直接一剑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没办法，他不想死，可是他刚才为了迎合缥缈峰，也说了叶枫的好话。他怕如果自己不承认，这许风秋真的杀他全族。他有儿子，有女儿，有妻子，他不能害了他们啊。
别说许风秋背后的许家了，一个先帝许风秋就足够灭他们全宗啊！许风秋不为所动，低着头吃了一半橘子，看都没看一眼，淡淡道：“二。”见状，一些人他们也是露出了绝望的表情。吴二，为父不能再见你了，保重！一个人凝聚灵力，对着自己额头就是一掌拍去，然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然后其他一些人纷纷效仿，一个个倒了下去。许风秋刚好吃完了一个橘子，然后擦擦手，瞥了一眼缥缈峰的2位强者。缥缈峰的2位有说过吗？许风秋的话让缥缈峰那2个强者内心都忍不住猛地站立。马德，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也说了叶枫的好话，他许风秋甚至要让他们死。开什么玩笑？他们可是缥缈峰的人啊！而他们2人虽然不是先帝，那也是天道境，成名已久，在九州大陆也是名声显赫，怎么能让一个许风秋吓到呢？他们不要尊严了。但刚才许风秋如此杀伐果断，如此狠辣，他们还真有点犯怵。怎么？我缥缈峰就算说叶枫哥哥好，跟你作对，你还敢杀我缥缈峰的人吗？汪芷英怒道：“小姐！”缥缈峰南山尊者赶忙提醒：“怎么？我就说话了，我缥缈峰不怕许家。还有，你许风秋记住了，你给叶枫哥哥带来的一切，我会替叶枫哥哥讨回公道的。我会杀你许家人，我也会杀叶枫哥哥。我们走。”汪芷英拉着叶枫就要离开。好，我们走。叶枫也想赶紧离开这里，天晓得这许风秋想干嘛。许风秋坐在那里，抬起手来：“许风秋，你敢！”南山尊者见状怒吼一声，带着恐怖的威势直接冲向许风秋，欲要保全汪芷英。滚！许风秋先帝威压释放的瞬间，虚空瞬间风云变幻，可怕的力量将南山尊者直接轰飞了出来。然后许风秋隔空将汪芷英拎了起来。纵然汪芷英神黄金力量释放，想要反抗，但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存在。你敢！我父亲是缥缈峰宗主，欺负我叶枫哥哥，我杀你全家！汪芷英吼了一声。许风秋手中微微一用力，住手！南山尊者大吼了一声，咔嚓，汪芷英的脖子直接被许风秋捏断，扑通，汪芷英的尸体无力地掉在了地上。卧槽！周围那些人瞪大眼睛，什么？他杀的可是缥缈峰宗主的千金啊！汪姑娘的身份放眼整个九州大陆，那也是佼佼啊，就被他杀了。完了，这下缥缈峰和许家必有一战了。谁能想到他真就把汪姑娘给杀了？好狠的许风秋，他怎么敢做这种事情的？纵然缥缈峰整体实力不如许家，但也是8重天一霸啊！许风秋！南山尊者瞪大眼睛怒吼了一声。说实话，他感觉许风秋最多也就是伤于汪芷英吧，但是他竟然直接杀了他，他疯了！哦，本地的名字也能直会的。南山尊者瞳孔一缩，随后许风秋朝天一指。南山尊者下意识要跑，但先帝之威却让他动弹不得。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昏暗了下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仿佛天空在翻腾。漩涡之中，一道恐怖的天雷倾泻而下，刹那间，那南山尊者灰飞烟灭。此情此景，看得叶枫是惊恐不已。完了，这下他唯一的靠山也没了。这许风秋疯了吗？他不考虑后果的吗？小李小嘴微张，少主他好恐怖。他虽然害怕许风秋，但不得不说，此时此刻看着许风秋的眼神有点微微崇拜了。缥缈峰另一位强者露出惊恐的表情。许风秋看了他一眼：“你倒是运气好，本地还需要你回去缥缈峰禀报消息呢。”许少主，你这是在挑起缥缈峰和许家战争？许风秋淡淡的说道：“带个消息给你，缥缈峰对本地不敬，杀了便杀了，但本地还未解气，3日内不来许家跪地道歉，本地灭缥缈峰，滚吧！”好，老夫记住了，希望你有这个本事。那强者一咬牙，带着2具尸体直接离开。许风秋随后擦了擦手，目光看向叶枫：“你答应过琉璃不杀我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对吧？”叶枫战战兢兢地说道：“有这么回事。”叶枫长舒了一口气，至少自己的命保住了。你还记得本地怎么说的吗？叶枫皱了皱眉：“你说给洛姑娘的面子，今日便饶我一命。”记得就好，至少不会死不瞑目了吧？许风秋眼中厉光一闪，寒光闪过，叶枫脖子直接出现了一道血痕。叶枫身体一颤，他抬起手捂着脖子，嘴里不断滚动着鲜血，瞪大眼睛看着许风秋道：“喂，为什么？你不是答应了吗？”许风秋道：“那日饶你一命，今天都是第几日了？有问题吗？”你扑通，
叶枫倒了下去。丁，叶枫天命值清零，获得奖励：混沌之体，不死之身，天一圣术，天命值加100万。爽！其他人恐惧地看着眼前一幕，这许风秋太狠了啊，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就像是个疯子一样。他甚至都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名声吗？堂堂先帝来一重天杀一个叶枫，甚至他都答应别人不杀他了。他出尔反尔，且今日3重天、4重天有多少宗门宗主死在他手下的？一代强者最在乎的是名声啊，他真就不在意世人如何评价他的吗？如果先帝真的可以到1重天、3重天、4重天为所欲为，那么这大陆岂不是乱了套了？但是他就是这么做了，疯狂！凡儿，叶海瞪大眼睛嘶吼了一声。许风秋懒得理会他，瞥了一眼江清雪，扑通，江清雪恐惧的立马跪在地上，往许风秋身边爬。许公子，别杀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清雪不配做您的小妾，您可以当我只是一个玩物，怎么玩都可以，别杀我啊！江清雪哭泣着说道。众人听到这话，也是纷纷摇摇头。丢人！许风秋懒得看他一眼，然后揉了揉小黎的秀发，温柔道：小黎，走了。啊，好。随后许风秋带着小黎踏过尸体离开了叶家。小黎小声地说：少主，这件事传入大陆，您的名声怕是影响很大呢。许风秋负手淡淡的说道：本帝若是在意这些，还会如此。哦。小黎微微点点头。以后你要是被欺负了，不用犹豫什么，虽然你年纪不大，但修为还是很高的，杀了就行，一切本帝给你做主。谢谢少主。许风秋笑了笑，问：许久没有来俗世了吧？小黎点点头。走，本帝带你好好玩一玩。听到这话，小黎美眸一亮。少主怎么突然对他这么好呀？可以吗？当然，走。谢谢少主。定，小黎对你的好感加5，当前好感15。与此同时，1重天神峰帝国境内一偏远乡村，1重天神峰帝国境内一偏远乡村，美丽的草坪之上，一个16、17岁的少年，草帽遮挡着脸，翘着2郎腿，嘴里叼着一根草，躺在地上晒着太阳。身边有几只牛在吃草，村子叫青云村，算是一个世外桃源了。楚然从小被收养，一直在村子中，偶尔会去附近的城内买一些日用品。今天也是在城内听闻了8重天的事情，真厉害啊！如果我有朝一日能成为许风秋那样的人物就好了。楚然向往地嘀咕了一声。扑通，一头牛倒在了地上。听到动静，楚然立马站了起来，随后撒腿跑了过去。老牛躺在地上，眼睛睁着，身体却一动不动，唯有眼睛还透露出一抹浑浊的光，光中是楚然跑过来的身影。老朋友。楚然跪在了老牛的身旁，脸靠在老牛的脸上，手轻抚着。楚然身体微微颤抖，眼眶闪烁着一抹晶莹，似乎在他预料之中。老朋友，这些年辛苦了，这次好好休息。楚然轻声地说道。老牛的眼睛之中慢慢地流出了浊泪。老牛从楚然小时候就已经为家里耕耘，比他的年纪都大，可以说老牛伴随着楚然的成长，而老牛已经太老了。老牛用尽了浑身的力气，仿佛在跟楚然告别，然后便彻底闭上了眼睛。老朋友，走好。楚然靠着他抽泣着。夕阳下，楚然挖了一个大坑，将老牛埋了起来。他鞠了一躬，然后擦了擦泪，牵着2头牛往村子里走去。远远的，楚然看到了整个村子着起了火，他瞳孔一缩。父亲、母亲、妹妹。楚然松开牛撒腿往村内跑去。安定祥和的村子已经被屠了，一具具尸体死不瞑目地躺在那里。扑通，楚然跪在那里，死死地攥紧拳头。良久，李明。楚然抬起头，双眸血红，在他的身上一抹黑光隐隐浮现，他的头发、衣服在狂舞，同时虚空之上风云在翻涌，似乎某种力量在他的身上觉醒了。许风秋带着小黎在天阳城的一家酒馆内吃着东西，小黎心情特别好，这么多年一直在许家，偶尔才能出来一次，他是怎么都没想到少主会带他出来玩。小黎悄悄看了一眼面前微微抿酒的许风秋，真的感觉少主和以前变化好大，像是变了一个人呢。定，小黎对你的好感加5，当前好感20。丁，小黎对你的好感达到20，获得奖励：逆天级悟性，万毒之体。万毒之体，乃毒之至尊，免疫万毒。许风秋眉头一挑，20的好感就是这种级别的奖励，不敢想80的好感是什么奖励。丁，检测到气运之子。哦，这1重天气运之子可不少啊。许风秋内心沉吟了一声，
随后，许风秋探查了一下新出现的气运之子。气运之子，楚然，天命值890001时，一阶气运之子，年纪18，血脉人族，体质天邪之体，境界神通境7阶，炼气境、炼体境、明窍境、神通境、玄天境、玄王境、法则境、领域境、神海境、天尊境、神皇境、天道境，每个境界1到10阶，破天道则为先帝。战力打分77。介绍：神风帝国青云村的普通村民，18年前被村子村民收养，体内封印着上古杀神之力，目前杀神之力已初步觉醒。杀神，许风秋内心沉吟一声，他倒是了解，上古时期众神时代，杀神吕太白以杀戮成名大陆，世人称之为杀神。后来杀神吕太白的力量逐渐掌控不住，被力量反噬侵蚀了意志。那段时间人间生灵涂炭，最终各路强者联合将其抹杀，一代杀神就此陨落。丁，你触发了任务杀神崛起，任务内容：收服未来杀神，待到杀神崛起之日，可获得终极奖励，目标天命值增长，宿主获得10倍系统值返还，同时目标气运之子等级每次晋升，宿主均可获得奖励。许风秋摩挲着下巴，简单而言，系统让他收这位未来杀神为徒，帮助他成就大道。他强，许风秋则更强。也好，一味的只是触发天命值清零任务，反而没有意思了。而且许风秋确实要打造一个属于他的强大的势力。许家是强，但还不够。许风秋看向小离道：本地回八重天还有些事情要做，你且在此找一位青云村叫做楚然的少年，将他带来。小离遵命。许风秋随后消失在了他的眼前。老板，结账。小离将一枚金子放在桌上。哎呦，女侠，太多了。客栈老板一脸受宠若惊，赶忙道：打听个事。小离道：别看小离在许风秋面前战战兢兢的，但他至少也是许家的丫鬟，修为更是达到了神海境。放眼这一重天，他也是霸主级的存在了。您说，青云村在何处？小离问。哎呦，女侠，青云村没了。小离黛眉微蹙，没了。正是昨日，青云村被屠了，满村的人全死了，好像就一个叫做楚然的少年还活着。听到这，小离松了一口气。少主说的那个人还活着就行，可知楚然在何处？客栈老板：巧了，他就在天阳城，被天阳城城主抓了。为何？客栈老板说道：昨夜天阳城李府的大少爷李明被杀，当时这楚然就在现场。多谢。小离随后走了出去。女侠常来啊。此刻城主府内，楚然跪在那里，身上贴着一张符篆，此为禁灵符，可让武者无法催动灵力。周围是天阳城大量的士兵和看戏的百姓，前方坐着天阳城城主。城主眼眸微凝：楚然，你说你昨夜目击了李明被杀的全过程是吗？是。楚然表情冷淡的道了一句：哼。那本城主在问你，凶手长得什么样？我没有看到凶手的脸。楚然淡淡的说道。砰！城主一巴掌将桌子拍碎，然后指着楚然怒道：孽障！本城主查过了，李明前几日与你发生矛盾，你楚然于昨夜将李明杀死，你承不承认这是你做的？哈哈！楚然大笑了一声，眼眸一凝。他李明屠我整村无罪，我楚然杀他就是有罪。城主，屠青云村的人是李明找你派人去的，是这样吗？城主眼眸也是一凝。不错，经本城主调查，青云村全村乃邪门天鬼门孽障，青云村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小据点罢了，杀邪门之人乃大陆所有武者之本。楚然看着城主，眼中闪烁着杀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城主淡淡的说道。而你终于承认李明是你杀的了。楚然咬着牙：我何时未承认？你何时承认过？楚然眼眸血红，带着无尽的杀意盯着城主，嘴角露出了一抹嗜血狰狞的笑容。城主，你猜猜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目击了全过程，但没有看到凶手的脸？城主眉头猛然一皱。楚然的眼神，他身上的气息，那一瞬间让他这个堂堂城主心中猛然一悸。没错，那一瞬他竟怕了。他堂堂天阳城城主，玄王境修为，竟然对一个小村落的少年产生了恐惧。而楚然，他早就通过线索查到了屠青云村的人是天阳城城主派来的，所以他杀了一个李明不够，他要杀天阳城城主，为村民们报仇。主动说目击全过程的是他，为的就是能够来到城主的面前。突然间，
楚然背后的那张净灵符飞了出去，而他的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灵力。他瞬间拔出身边一名士兵的剑，一剑刺向城主。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城主被楚然爆发出来的力量吓了一跳，但毕竟是玄王境强者。雕虫小技，城主玄王境威势释放出来，伸出手挡住了楚然这突然一击，而楚然用尽全身力量，却无法靠近分毫。随后，城主一掌拍在楚然肩膀上，噗！楚然一口鲜血喷出，飞了出去。城主拍了拍自己的衣服，冷冷地说道：“竟然还想杀本城主！这楚然也是天鬼门孽畜，杀了！”是。楚然趴在地上，满身是血，眼眸闪烁着阴狠。他失败了，一切都成功了。这最后一步，他还是没想到城主竟然是玄王境。他以为只有玄天境的。他听说是这样的，如果城主是玄天境，他就成功了。楚然咬着牙，死死地握着拳头。父亲、母亲、妹妹、村长，大家，楚然无用，不能替你们报仇了。就在众人准备动手杀他的时候，一股恐怖的气息突然爆发出来。神海境，城主露出一抹震撼的表情。小离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他看了一眼地上的楚然，松了一口气。还好，差点来晚了，阁下是何人？城主警惕地看着小离。哦，我来带他走。小离指着地上的楚然说道。楚然侧着头，艰难地看着身边的小离，那一瞬就好像是黑暗之中突然亮起的一抹光。姑娘，这小子是天鬼门之人，且身上有凶案。天鬼门之人，可他身上没有任何邪术的气息啊。小离说道。那是他隐藏了气息。小离眨眨眼睛。哦，你的意思是一个神通竟能在神海境面前隐藏气息是吧？城主脸色顿时难看至极。能起来吗？小离低头看向楚然问了一句。嗨。楚然捂着胸口慢慢站起身子。多谢姑娘好意。说着，楚然眼中闪烁一抹坚毅。请姑娘帮个忙，拦住其他人，我与这狗贼决一死战。不行，你打不过他。楚然握紧手中的剑。那我便死在这。小离有点急了。那你怎么才能跟我走？小离问道。楚然盯着城主。杀了他。说完，楚然身上黑色气息涌动，气势急速攀升。城主刚想说什么，小离直接对着城主隔空一掌拍去。这一掌把他拍出几十米远，显然是死的不能再死了。好了，能走了吧？小离说道。楚然，八重天，缥缈峰，女儿。宗主汪元宗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女儿汪芷英的尸体。大殿内那些强者也是一脸震撼，他们缥缈峰宗主的千金竟然被杀了。被杀的同时还有堂堂天道境的南山长老，那可是天道境啊，甚至是天道境10阶，半只脚已经踏入仙帝之境的存在啊。谁干的？汪元宗满脸杀意怒吼着。其他人都不敢说话。回禀宗主，在叶家的缥缈峰唯一活下来的那位强者道。许家，许风秋。什么？此话一出，众人皆惊。许风秋，他竟然杀了小姐，他疯了。这许家是很强，但我缥缈峰也不弱啊，他怎么敢的？简直是个疯子，真以为自己年纪轻轻成就仙帝就能为所欲为了，简直放肆啊！混账！这个许风秋，他甚至连叶枫都不如，他就是一个空有背景和修为的纨绔子弟罢了，无法无天。汪元宗死死地攥紧拳头，满脸的怨恨，然后看向那强者。你详细说来，前因后果。强者将前因后果说完，众人更是愤怒。只因小姐说了几句辱他的话，简直放肆啊！若是他人那没问题，但小姐是何人？他知道是我缥缈峰宗主千金，他还敢如此？堂堂仙帝去到一重天杀人，口口声声答应了饶他叶枫一命，却还是将其击杀，心胸狭隘，睚眦必报。此人简直是丢我武道界的脸，丢仙帝之境的脸，毫无格局，毫无仙帝之心性。不懂的人都觉得他28岁成就仙帝，此时逆天，但我们谁不知道这是许家倾注所有资源强行堆起来的结果，他不过是一个药罐子而已。汪元宗浑身颤抖，咬牙切齿问：他还说什么了？他说讲。汪元宗吼了一声，他说是小姐辱他在先，让宗主您带人3日内去许家跪地道歉，否则什么？否则他屠了缥缈峰。砰！汪元宗一掌拍碎了桌子。好一个许风秋，好一个许家，真以为还是万年前的许家吗？气煞我也啊！传天下令，3日内许家不交出许风秋的命，我缥缈峰举全宗宣战。这，众人对视了一眼。说实话，愤怒归愤怒，
但是他们真要跟许家开战，缥缈峰确实很强，许家也确实没落了。可缥缈峰对上许家，基本上确实也没胜算。宗主是否太过于草率？一位长老问。是啊，宗主，切勿意气用事啊，此事应当从长计议。此战事关我缥缈峰的存亡啊。汪元宗眼眸一凝，从长计议？本宗主的女儿被杀了，缥缈峰如果不拿出点说法，我等还有脸面，还有尊严，何人还有意义？说出来。没有人敢说话了。汪元宗，传我令，宣战许家。是。许风秋在一重天的事情也是传遍了整个大陆，整个九州震撼不已，各个宗门纷纷讨论的便是此事。天宇圣地，天人峰，柳云烟坐在院落喝着茶，他的一位男弟子走了过来。师尊。坐。是。弟子坐在柳云烟面前，然后道：师尊，叶枫被许风秋杀了。其实柳云烟先前最喜欢的便是叶枫了，因为他聪明，悟性高，未来的成就会在其他几位弟子之上，甚至叶枫未来可能站在大陆之巅。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也是让他很失望。本尊知晓了。柳云烟说道。师尊，这许风秋不能以看待先帝的目光去看待他，他不一样，堂堂先帝专门去一重天杀人，更是不守承诺。叶枫不是个好东西，他也不是。柳云烟抿了一口茶道。本尊倒是觉得他此举没问题，事实上他确实说的是那日饶叶枫一命，只是世人听来这个所谓的今日是从今往后的意思，倒是聪明伶俐。聪明伶俐，聪明伶俐，那就不会杀了缥缈峰宗主的千金，引来缥缈峰宣战了。此举让许家成为众矢之的，他许风秋贵为许家少主，先帝强者，在世人眼中却滥杀无辜，行事不过脑子，没有强者之风度。师尊，而且弟子听说了，大婚当日药皇宗被许风秋灭世，缥缈峰和药皇宗关系又是极好，此战缥缈峰更是可能联手药皇宗。还有医圣李千秋背后的九重天药神山，若是再出手，这许家没了。可笑他还让缥缈峰的人去给他跪地道歉。柳云烟抿了一口茶。云儿啊，弟子在。他站起身，负手看着远处的星空，美眸闪烁着一抹金光道：大鹏一日因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世人笑他许风秋无风度无格局，行事不过脑，但风度格局这只不过是一些所谓的强者为了凸显自己的高尚，凸显高人一等的表达而已。他许风秋啊，恰恰相反，聪明的可怕。弟子皱了皱眉，这恕弟子愚钝，不明白师尊您说的聪明指的是。聪明之处就在于所有人看的都是他的表面，也认为此人就是只有表面。本尊虽不知他许风秋有何手段，3日后缥缈峰大概率要在8重天除名。弟子震撼不已，不明白他的师尊为何会给许风秋这样的一个莽撞之人如此高的评价。许家确实比缥缈峰强很多，但此次绝对不止一个缥缈峰，缥缈峰是其他势力下场的导火索。看看桌上这封信。柳云烟道。男弟子看向桌上的信，信上的内容很简单，他许风秋可帮柳云烟大弟子冷凝修复残魂，重塑肉身。弟子一脸不敢相信。这师尊，大师姐的残魂已经濒临消散，回天乏术，您相信他？柳云烟淡淡的说道。这就是许风秋厉害之处。弟子突然领会到了什么。弟子明白了，其一，此事证明他许风秋行事虽然莽撞，但并非没想退路。其二，不论您信不信，就算不可能，他都料定了师尊您为了大师姐也会尝试，那就一定会出手助他。柳云烟看向自己这位弟子问，所以你还认为许风秋简单吗？弟子佩服。另一边，小离带着楚然也是回到了8重天。想吃东西了，你吃吗？小离看向楚然问。楚然眼睛赶紧闪躲了一下，随之抱了一拳。小离姑娘想吃什么？我去买。一起吧，我多买一些吃的，不然回到许家就不容易出来了。小离然后往一座城内走去，后面的楚然目光看着他，或许从他在城主府浑身是血趴在那里，小离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的一刻起，他就注定成为了楚然心中的一束光。小离开心的买了一些烧饼，楚然偷偷的看着他，捧着烧饼，脸上洋溢着笑容，去一个个数着的模样，微微有点吃了。你等我一下。小离突然说道。楚然回过神来。啊，是。小离随后走进了一家酒馆。小二，仙子醉还有吗？哎呦，姑娘好品味啊，喜欢喝仙子醉的人是真行家啊。咱们这8重天鼎鼎有名的许家少主许风秋偏爱这仙子醉，您稍等，还有2壶，我去给您拿过来。楚然走了过来，行了一礼问，小离姑娘喜欢喝这仙子醉吗？不是，少主喜欢。许少主吗？这酒很难买到的，今天运气好。小离露出了一抹笑容。
小黎接过了2壶酒，唉，你要尝尝吗？我拿着吧。他递给了楚然1壶。小黎随后走了出去。楚然握着手中的酒，然后露出了一抹笑容。他又看了一眼小黎的背影，他知道那不是他的月亮，但在某一刻确实有一抹月光照在了他的身上。多谢。楚然赶忙跟了出去。这时几个路人聊着天走过。听说了吗？缥缈峰向许家宣战了。听说了，许家少主杀了缥缈峰宗主的千金，他行事简直让人无法捉摸啊！堂堂先帝，甚至毫无风度的去意重天杀人。这倒不重要，此次他会付出代价的。药皇宗也宣布与缥缈峰联合了，若许家不交出许风秋的命，于3日后举全宗一同攻打许家。九重天的药神山似乎也是蠢蠢欲动，此番许风秋必是一死，说不定这许家也要亡了。这几日许风秋所行之事，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许风秋杀了汪元宗之女，还大言不惭让缥缈峰找他跪地认错，否则要灭了缥缈峰，可笑啊！最近这九州震荡不安，有好戏看了。听到这，小黎皱了皱眉，我们要快一些。是。许家，许风秋正在修炼，斩杀叶枫获得奖励混沌之体、不死之身、天一圣术。混沌之体乃顶级体质，最主要的效果可让自身释放的力量拥有混沌之力。混沌之力除增强力量外，可无视防御灵力。不死之身乃不死神族的体质，拥有极其恐怖的愈合能力，只要不被秒杀，即使是手臂断掉，也会在瞬间重新长出来。天一圣术融汇古往今来一切医术、炼丹之术。简单而言，他许风秋的医术无人能及。此时的大陆震动一片，即使此时此刻整个许家都已经焦头烂额了，即使世人都认为此次许家要覆灭，即使无数人在等着看这惊世一战，但一切都在许风秋的掌控范围之内。少主，楚然带到了。小黎声音传来。许风秋睁开眼睛，随后站起身走了出去。咔，房门打开。楚然看着眼前那尊贵的许风秋，赶紧低下了头。楚然见过许少主。许风秋则是先看向小黎，道：小黎，你先回去休息。是。小黎刚要走开，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拿出一壶仙子醉，双手递给了许风秋。少主，这是小黎买的仙子醉。毕竟小黎现在对许风秋的好感达到了2020，便是友好了。许风秋笑了笑，这么乖吗？少主对小黎最近也很好的。小黎小声嘟囔一句，先去休息吧。是。小黎然后离开。许风秋坐在院落的玉凳上，瞥了一眼楚然，道：过来坐。楚然走了过来，随之行礼道：楚然不敢，让你坐便坐。是。楚然坐在了许风秋的面前。许风秋倒着酒，尝尝这仙子醉。楚然赶紧站起身。楚然怎敢让许少主斟酒，我来。许风秋没有理会他，而是手指一弹，一杯酒推了过去。多谢。楚然惶恐地抿了一口，随之道：很香，入口很柔和，入肚香味绵延流长。许风秋笑了笑，抿了一口问：知道本地找你来作甚？不知。我问过小黎姑娘，但她似乎也不清楚。许风秋道：有什么志向吗？志向。楚然握了握拳头。我想，但说无妨。楚然看着许风秋，眼中闪烁着一抹坚毅。我想变强，如同许少主一般，如我一般。哈哈，本地在大陆的风评可不好啊。不。楚然赶紧道：许少主行事随心所欲，无惧风言风语，洒脱至极，有魄力，有胆识，比那些道貌岸然之人强何止100倍、1000倍。变强想做什么？许风秋又问。想。楚然握紧拳头，眼中满是坚毅。杀光那些表面为民时则如同恶魔一般的小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此等小人所迫害的人，一定比起那些大陆恶人，甚至妖族魔族多得多。还有呢？还有，守护我之所爱。本地可助你。许风秋说道。楚然震惊地看着许风秋，扑通，他直接跪在了许风秋的面前。若许少主不嫌弃，楚然愿拜您为师。楚然的命是您给的，这条命您随时拿去。许风秋抿了一口酒，师不必，为兄吧。啊！楚然震惊地看着许风秋，毕竟本地才28岁，比你之大10余岁，这个师倒是不必了。楚然内心猛地一颤，不，您为师，亦为兄。许风秋笑了笑，起来吧。是。楚然站起了身。此处以后便是你修炼之处，本地会经常过来，有不懂的也可询问小黎，等本地处理完一些事情，再去亲自传授于你。是。先休息吧。许风秋起身准备走开。许大哥。
楚然喊了一声：“有事。”楚然咬了咬牙，问：“我与许大哥素昧平生，而我也只是一介普通武者，为何您？”许风秋道：“你会比叶枫强。”说完，许风秋便走开了。楚然愣在原地。叶枫，他当然知道这个人，也曾经是他想成为的榜样，出身普通，一路逆天而行。虽然他死在了许风秋手中，但不是每个人在20几岁的年纪能够跟先帝叫板的。而许风秋却说他会比叶枫强。谢许大哥。楚然深深地鞠了一躬。另一边，许风秋正在往许家大殿走去。丁，楚然获得宿主为靠山，天命值加500000，当前天命值1390010，晋升为2阶气运之子。丁，你的系统值加500万。丁，由于楚然晋升为2阶气运之子，你获得奖励，开启第2系统商城独之秘宝库。身为气运之子的楚然，其气运之子级别每次提升，许风秋都能获得奖励。不是，我堂堂先帝，背后又是许家，我成了楚然的靠山，他就加了50万天命值啊！许风秋嘴角抽搐了一下。好吧，可能是他的天命值不高，现在不过111万而已。并且楚然背靠许风秋，不代表许家也是他的靠山。更何况现在的许风秋处境并不好，不仅仅是外面的压力，还有许家内部。看看第2系统商城都有些什么。开启第2系统商城，禁灵卡，可让范围内一名目标先帝5阶以下，让其20秒内无法催动灵力。消耗系统值1万，每天可用10张。反弹卡，接下来的30秒内所受到的一切攻击都将原封不动返还给攻击者。消耗系统值10万，每天可用1次。口是心非卡，对一名目标使用，接下来1个小时，他的所作所为所说将与内心所想截然相反。消耗系统值10万。火力全开卡，使用后，接下来3分钟内，宿主的所有攻击的力量将提升5倍。消耗系统值30万，每周可使用1张。仙人卡，萤石引来天地异象，作画可为具象现实，传到深入人心等等。使用后，宿主接下来1天内将处于仙姿逆天状态，具体只可意会。消耗系统值100万，终生可兑换2次。众生平等卡，接下来的3分钟内，宿主将与境界比自身高的所有武者实现众生平等，打谁都是5-5开，都有机会将其击杀。消耗系统值100万，冷却时间3个月。玄天毒气制作精通，兑换后，宿主将获得大陆玄天毒气的制作方法。消耗系统值3000万。复活币，若目标肉身完整，即使已无灵魂，也可将其复生。消耗系统值3亿，终生可兑换1次。许风秋，第1系统商城已然逆天，这第2系统商城，那最后的复活币是什么逆天东西？人死不能复生，即使修为再高也没办法做到，但这系统竟然可以复生死去之人。这玄天毒气制作精通，许风秋看到这个兑换内容，其震撼程度不比复活币低多少。玄天毒气是什么？大陆的灵气、天地灵物、功法、武技都是有品级之分的1品到10品，超越10品则为仙级，仙级之上为圣阶，圣阶之上的灵气为玄天圣气。大陆所有的灵气之中，最顶尖的则是10大玄天圣气，得其一便可无敌于世间。与10大玄天圣气对标的，则是10大玄天毒气，气为主，毒为辅，毒几乎是不可解的，但气赋予了玄天毒气逆天的能力。玄天毒气排名第5，名为咫尺天涯。何为咫尺天涯？以独特的释放手法和制作方法，被此玄天毒气锁定的目标跑至天涯海角，咫尺天涯也会不断追踪，直至命中引爆。传说中，玄天毒气排名第3，傀儡娃娃，以目标的一根头发、一滴血为引，制作出傀儡娃娃，然后将毒针刺入傀儡娃娃身上，目标远在天涯海角也会身中剧毒，这就是玄天毒气的逆天之处。当然，傀儡娃娃的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准确来说，10大玄天毒气也就有个别几个还被9重天唐门所掌握，也仅仅这么几个玄天毒气的制作方法被他们掌握，唐门成为了9重天霸主级的存在。当然，即使知道制作方法，想要打造也没那么容易，毒难配，气所需的材料更是需要极其罕见的各种顶级晶石，而现在许风秋只需要将其兑换，他能获得10大玄天毒气的制作方法，怎能不震撼？这系统太 bug 了，果然还是需要大量获得系统值，这系统商城内的道具太逆天了。许风秋沉吟了一声，兑换玄天毒气制作精通。丁，
确定消耗3000万系统值进行兑换。确定。许风秋露出了一抹微笑，开始期待第3系统商城又是什么逆天之物，毒之秘宝库又是什么。许风秋看着手中出现的一个空间袋，随之探查了一番，里面有一方小世界。这小世界中有着无数大陆百年、千年、万年级别的天地毒物。万年绝阴草、噬魂阴阳花、明血绝伤糖，这种级别的天地毒物，别说使用了，修为不高，只是靠近也会瞬间被毒成一滩血水。但他许风秋有万毒之体，这个地方是他的天堂，而且他刚刚兑换了玄天毒气制作精通，并且他还有天一圣术，这些毒可以让玄天毒气的上限提升数倍。爽！许风秋眼中金光一闪，随后他去往许家大殿。此刻许家大殿内应该很热闹。许家大殿内，许家一众强者汇聚于此，众人面色严肃，乍一看能看出来分为两派，因为许家倒也不是多么和谐。那么大的一个万年地族，许氏一族分为好多分支也是情理之中，但基本上是由2大分支主导，许天意、许风秋一脉，然后就是许不悔一脉。当年竞争许家家主，许不悔输给了许天意。要说血脉有多亲，还真没多亲。虽都是许家人，但万年时光啊，变化就大了，简直是胡闹。许不悔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然后看向许天意道：许天意，你就认由秋儿胡作非为是吗？一名和许风秋看起来年纪差不多的顶级天才坐在那里，嘴角露出了一抹弧度，阴阳怪气道：表弟这几日的行为跟那些目中无人、嚣张跋扈的纨绔子弟有何不同呢？堂堂先帝不信守承诺，还专门去易重天杀了叶枫等人，如此掉价，甚至完全不计后果杀了缥缈峰的汪芷英，我是真的不敢想他以后还能做出什么事情。他叫许长安，整个许家这一代天才，除了许风秋便是他了，而他自然是记恨许风秋的，因为原本所有资源最年轻的先帝都应该是他许长安的。如果不是许风秋的父亲许天意拿到了家主之位，现在全大陆在讨论的是他许长安。许长安最可笑的是，他杀了一宗之主的千金，还要让缥缈峰来道歉，这凭什么？缥缈峰确实不算什么，但要黄宗、缥缈峰联手呢？药神山可能也要出手，他一人之错，我整个许家要用多少条命来偿还？一位老者道：哎，说的是啊，现在我许家处境堪忧啊。少主这几日所作所为确实有些让人失望了，他丢的不只是他自己的脸，还有我整个许家的脸面。之前世人拿他许风秋与大陆当代洛琉璃、仙公君一尘等人相提并论，我许家也再一次被拿出来与那些势力相提并论，现如今呢，简直是个笑话，丢尽了脸面。许长安道：各位前辈，此战若是真的打了，我许家怕是要覆灭，即使不覆灭也要元气大伤，死伤更是无数，这一切是他许风秋的愚蠢导致的，我等为何要为此买账？我建议把许风秋交给缥缈峰即可，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够了！一位老者呵斥了一声：什么叫你许家？许家也是老夫的许家，遇到事情就要退缩，不怕被世人笑话。许长安抱了一拳：太上长老，关键在于我许家已经被笑话了，交出许风秋，起码世人还觉得我许家也是能明辨是非的，家规是严的，否则世人就该以为我许家之人都是他许风秋这等人了。许不悔看着许天意道：但凡有点脑子的都做不出来这种事情，更何况是我万年地主许家。许天意，你惯的好儿子，回来了，躲着就不出来了，让我们擦屁股，怎么解决？你说。还有，本尊要提醒一声，叶枫的师尊柳云烟，他可还没动呢，此番怕是沙楼也要来人，我许家甚至有覆灭的危机，你担得起？许天意坐在那里，右手有节奏地敲打着桌子，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这时许风秋走了进来。哟，这么热闹呢？众人目光齐刷刷地看向许风秋，看到许风秋，许长安眼眸就是一凝，冷冷道：呵呵，表弟，还以为你当缩头乌龟躲起来了呢，刚好，既然你来了，那就聊聊吧。许风秋眼眸冷冽地扫了一眼许长安。许长安，该叫什么还要本帝提醒你一声吗？咔咔咔，许长安握紧拳头。少主，他眼中闪着阴霾，咬着牙说道：马德，你狂什么？还以为自己能当几天许家少主，这次你能活着，他许长安还就不信了。许风秋一死，接下来许家少主就是他许长安的了。丁，检测到气运之子。气运之子，许长安，年纪29，天命值1887000，二阶气运之子，体质不灭道铁，境界天道境一阶，战力打分79。介绍：
万年地族许家之纯正血脉，拥有不灭道体，长血灵珠。丁，恭喜你触发任务许长安天命值清零，任务奖励天命值加500000，巅峰级剑意风尘剑诀。许风秋大概明白这系统触发任务的逻辑了。那些品性不是很好的，或者跟他有仇的，或者会阻挡他脚步的，大概率是要将其击杀；而品行好的，对他有帮助的，很大概率触发的是其他任务。小离、洛琉璃，包括楚然。这个许长安就算不触发任务，许风秋也必杀他。原因很简单，地球的许风秋穿越到了这具身体之中的前提什么？原主死了，堂堂先帝死了，谁害的？许长安一家人。至于弄死他的，那大概率是大陆顶级的毒。或许当他们看到大婚当日许风秋安然无恙的出现，他们也是一脸懵逼的。而许风秋要做的，他必然要统一许家势力。许不回抿了一口茶，道：许风秋，你来得刚好，此番我许家有覆灭之灾，为了整个许家，我们商量不得不把你交出去。许风秋眼睛微眯，看了一眼许不悔：你是家主，还是本地父亲是家主？你有资格做主？你……许不悔咬了咬牙，冷哼了一声：本尊只是代表诸多许家强者提个建议。许风秋，提建议便要有提建议的态度，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许家是您说了算呢。哼，还有……许风秋瞥了一眼许长安，问：许家高层会议，你凭什么坐在这里？你许长安什么身份？许家少主吗？还是先帝？你……许长安愤怒地指着许风秋，却无话可说。哼，我看你怎么解决，告辞。许长安一甩袖子，愤怒地走了出去。许不悔，包括他们这一脉的一些顶级强者，脸色都不是很好。父亲，诸位前辈。许风秋随后对着他们行了一礼。一直沉默不语的许天一点点头。秋儿，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即可。许风秋坐在那里看着众人，道：既然事情是本地做的，那么本地自然有解决的方法，诸位不必为许家担忧，这把火，本地保证，无论如何也不会烧到许家，无需诸位出手，诸位该做什么便做什么吧。说完，许风秋便走了出去。其他人面面相觑。呵，烧不到许家，你凭什么？凭你先帝一阶的修为能抗衡耀皇宗、缥缈峰和柳云烟沙楼，可笑药神山还不知出不出手呢。一位老者冷哼一声，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晋升到了先帝就能为所欲为，差得远呢。你把他们想得太简单了，年纪轻轻就是先帝，心境却达不到，不是好事啊。许不悔心中冷哼一声，装神弄鬼，还无需他们出手，除非你许风秋真的就是自己去缥缈峰以命换命，不然你他妈的凭什么抗衡？许天意也是皱了皱眉，说实话，不需要许家出手，自己这儿子有何本事？他这个父亲也越来越看不懂自己的儿子了。报！一个身影跑了进来，讲。许天意道：药神山告知天下，将与药皇宗、缥缈峰一同动手。哗！此话一出，大殿内顿时慌乱了起来。什么？药神山也要出动了？这一下怎么办？缥缈峰搁药皇宗，我许家还能打，再加一个药神山，甚至还有沙楼，许家王矣啊！家主，交出少主吧，不然我万年地族此战要在大陆除名了。老夫建议还是交出少主为妙，他闹出来的幺蛾子，我许家难道要用所有人的命来为他赎罪吗？许天意冷冷地扫了一眼聒噪的众人，道：诸位是听不到方才秋儿所说的吗？这把火烧不到你们，可以闭嘴了。说罢，许天意起身走开。许不回冷笑了一声，用着阴阳怪气的语气道：家主说的是，诸位别急，他许风秋不是说了他一人便能解决吗？那我们便看看他怎么解决的。第20章今日缥缈峰除名。药神山、药皇宗、缥缈峰三大势力联手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九州，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这种级别的宗门之战了。事实上，大家还清楚，沙楼势必也会加入其中。以柳云烟护犊子的性格，许风秋杀了叶枫，他势必不会善罢甘休。四大顶级势力围剿许家，纵然是万年地族，许家这次势必要覆灭。那就看这3天内许家是否要交出许风秋。若交出许风秋的命，那么许家可安然无恙。所有势力都在紧紧地盯着事态的发展。3日之后，很多强者、宗门宗主，他们已经来到了许家附近，准备观看这一场好戏。哈哈，杨兄，好久不见，你这逍遥天下的浪子也来看这场好戏？哈哈，九州多少年才能有一次这么大的震动，自然是要过来看一看的。司马兄有何见解啊？今日无非2个结局，许家交出许风秋的命，此事善终；其二便是许家誓死抵抗，那么这万年地族也要元气大伤。
许家许不悔一脉不可能为了许风秋而战的，那只有家主许天意一脉，更不可能抵挡得住了。许家这些年势力割裂严重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万年地族在走下坡路。这时，一个身影从许家踏着虚空离开。看到那个身影，众人一愣，那是许风秋吗？是他。这许风秋是什么意思？他要跑？不对，他若是要跑早就跑了，为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等等，他前去的方向是缥缈峰。本尊有些看不懂了，他不会要一个人去缥缈峰吧？哈哈，这还不懂吗？他要去缥缈峰赴死呢。这许家最终还是怂了，不过也合情合理吧。他们若打，许家今日要覆灭了，况且许家不团结啊。没劲，还以为今天会有一战呢。许家内，哈哈，许长安朗声笑道：“父亲，哈哈，许风秋去缥缈峰了，一个人。”许不回冷笑了一声，我还以为这许风秋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主意呢，还说他一人能解决，原来就是去以死谢罪呢，哈哈，可笑。他许风秋一死，即使家主是许天意，这许家少主也该轮到我身上了。许长安说道。许不回眼眸微凝，上次不知为何没有毒死他，不过无所谓，这样反而更好，以后这许家就是我们的了。哈哈。小黎坐在院子里，一脸愁容。楚然匆匆走了过来。小黎姑娘。小黎看了他一眼，我怎么听说许大哥他去缥缈峰赴死了？楚然表情焦急。小黎晃了晃脑袋，肯定不会的。小黎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他根本不在乎许风秋的死活，但是现在他的心跟着揪了起来，他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可是据小黎所知，以许家当前的情况和要面对的局面，似乎没别的可能了。楚然握紧拳头，对，许大哥一定是有办法的，一定会有的。许风秋一人前往缥缈峰赴死的消息也是很快传了出来。缥缈峰，宗主，据可靠消息，许风秋正在赶往我缥缈峰的路上。汪元宗问。一人？对，一人。既然是一人前来，那么没有任何的悬念，他就是过来以自己的命换取这次许家的安定。汪元宗冷哼一声，跳梁小丑，确实是个跳梁小丑，竟然还放出豪言让我缥缈峰过去道歉，哈哈，可笑至极。归根结底，这许风秋也就是一个28岁的青年一辈，虽然是先帝之境，但我们高看他了。宗主，此番要将许风秋折磨致死，公示天下，替只因报仇，一雪我缥缈峰之耻。汪元宗眼中闪烁着阴狠，那是必然。缥缈峰外也是聚集了各方势力之人，洛琉璃也是戴着面纱，与宗门安排给他的贴身侍女悄悄地来到了此处。圣女，你要帮他吗？侍女轻声问。洛琉璃黛眉微蹙，摇摇头，此事太大，怕是帮不了，宗门内也不允许。就是嘛，他答应你饶叶枫一命，但出尔反尔是他的过错，所以圣女你也不欠他恩情。洛琉璃道。虽是如此，但他说的也没错，他当时说的确实是当日饶叶枫一命，只是所有人包括我都下意识地认为这个说辞是从今往后皆饶过他了。但事实也证明他许风秋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反而是一个嚣张跋扈的纨绔子弟，虽是先帝却无先帝之格局，甚至屈尊去意重天杀人，完全不计后果，落得如此田地，也是咎由自取了。洛琉璃没说什么，侍女嘟囔一声，但他也还算是个男人吧，为了不让许家遭受无妄之灾，还是愿意过来交出自己的命。这时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虚空，许风秋的身影踏着虚空缓缓而来。来了，嗖！许风秋落了下来，周围的那些强者也是纷纷给他让出了一个巨大的位置。许风秋，你可算是来了！汪元宗居高临下的指着许风秋怒斥了一声。许风秋负手站在那里，淡淡的说道：“3日之约，本帝自然是要来的。”汪元宗冷声道：“哼，让你又活了这3天，倒也算是对你仁至义尽了。你想怎么死？求本宗主，本宗主或许还能大发慈悲的答应你。”许风秋眉头一挑，等等，汪宗主对本帝所说的3日之约，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汪元宗皱了皱眉，道：“我缥缈峰给你许风秋和许家3日的时间，交出你许风秋的命，你现在过来送死，有问题吗？”不。许风秋笑了笑，看来汪宗主还是误会了啊。我所说的3日之约，是3日内若你缥缈峰不来跪地道歉，缥缈峰从九州除名。什么？许风秋话一出，所有人震撼不已。汪元宗眼眸一凝，你的意思是，你不是来送死的，你是来灭我缥缈峰的？不，原本只有一个缥缈峰，现在还有药皇宗和药神山。许风秋风轻云淡地说道。所有人一脸懵逼，他们面面相觑地对视了一眼。随后
便是缥缈峰众强者和一些路人强者发出的嘲笑声。这许风秋是疯了吧？是，他确实说过缥缈峰3日内没去他许家跪地道歉的话，但他凭什么？哈哈，可笑至极！跳梁小丑，他竟然是来灭缥缈峰的，而不是来送死的。哈哈，凭他许风秋一人，一个先帝一阶，可笑啊可笑！一个先帝竟然如此可笑，还要灭了黄宗与药神山。哈哈，哈哈哈！汪元宗大笑了一声，道：“许风秋，临死之前，你还想要留你尊严？来送死就是来送死，何必说是来灭我缥缈峰？你以为这样的说辞，你死后就有尊严了？许风秋，起码你父亲多派一些人，还能像是来灭我缥缈峰的样子。”哈哈哈！许风秋负手淡淡的说道：“无一人可斩日月星辰。”哈哈哈！笑话！缥缈峰众人仰头大笑。汪元宗冷声道：“好了，不必与你浪费口舌，大长老，动手！”嗖！下一瞬，缥缈峰一位仙帝踏着虚空落在许风秋的面前。汪元宗道：“先将其废掉，本宗主要将他折磨致死。”随之，缥缈峰大长老眼眸一凝，仙帝4阶之威爆发而出，晴空万里，刹那之间，天地风云变色。他手指苍穹，漫天雷霆倾注而下，汇聚成9条硕大的雷龙，伴随于其身。许风秋，拿命来！9雷焚天！大长老伴随着漫天雷霆冲向许风秋，达到仙帝，每一阶的差距如天差地别，更何况许风秋才只是刚刚踏入仙帝之境，这一招几乎可废掉许风秋，没什么悬念。唰！许风秋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把剑，你还想反抗？可笑！大长老冷哼一声，禁灵卡，禁灵卡，可让范围内一名目标仙帝5阶以下，让其20秒内无法催动灵力，消耗系统值10000，每天可用10张。突然的力量作用在大长老的身上，他的灵力和那恐怖的9条雷龙瞬间消散，而这一切根本让他始料不及。什么？大长老愣了一下，属性翻倍，属性翻倍，兑换后3分钟内力量、速度、体魄翻倍，消耗系统值10000。唰！一道寒光闪过，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许风秋闪烁到大长老的身后，下一瞬，大长老的身体定格不动，啪嗒，他的头颅滚落了下来。什么？不，大长老，什么？这……众人瞠目结舌，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仙帝4阶被许风秋仙帝1阶瞬杀，这怎么可能？到了仙帝这个境界，4阶瞬杀1阶都不是特别容易实现的啊！他们不敢置信地看着许风秋的身影。好强！洛琉璃的侍女小嘴微张，震撼地说道。洛琉璃则是黛眉微蹙，禁灵吗？不然怎么解释缥缈峰大长老的灵力突然消失？只是能够禁仙帝4阶灵力的手段，这世上几乎不存在吧？仙帝4阶强归强，但无法释放灵力，就像是一把枪没有了子弹。原本他可以不死的，即使释放不出灵力，他毕竟是仙帝4阶，纠缠一下还是没问题的。可一切发生的太快，大长老完全没想到，再加上许风秋本身就已经兑换了全属性终生翻倍的效果，再加上刚才他兑换了属性翻倍，斩他合情合理。大长老的魂魄飞了出来，许风秋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随之一甩，一把由灵力汇聚成的剑直接穿透了他的魂魄，神魂俱灭。许风秋住手！汪元宗浑身颤抖，双眸血红地盯着许风秋，怒吼了一声：“仙帝4阶啊，就这么死了？这个损失可太大了！”许风秋嘴角微微一扬：“别急，这才第一个。”汪元宗怒吼一声：“你该死啊！来人，杀了他！给我杀了他！”嗖嗖嗖！随后，缥缈峰一群仙帝破空而出，齐刷刷地冲向许风秋。混沌之力，天眼混沌诀。许风秋气势涌动，以1人之力战8位仙帝，几个人的身影在虚空打得风云变幻。汪元宗咬着牙，方才让你阴了一下，你还真以为自己能逆天而行吗？许风秋毕竟是仙帝1阶，这8位仙帝普遍都是仙帝2阶、3阶。嗖！突然，许风秋瞬间对着1人扔出一枚银针，速度之快，无法想象，可笑至极。妄想以毒针暗算本帝。面前，一位仙帝冷哼一声，防御灵力释放。然而，银针却直接穿透了他恐怖的防御灵力，刺入了他的身体。什么？他瞪大眼睛，捂着胸口连连后退。许风秋拉开距离，咧嘴一笑，伸出手。什么？那仙帝诧异地看着许风秋。许风秋，4，
你休要装神弄鬼。3，拿命来！嗖！他再次冲向许风秋，然而刚冲过去的一瞬间，他的身体在虚空之上摇摇欲坠，面色难看至极。许风秋，2，扑通！那仙帝从虚空之上直接坠落在了地上。八长老，其他几位仙帝赶紧跑了过去。许风秋，1，我。那仙帝的身上透露出骇人的毒物，吓得几位仙帝连连拉开距离。然后在他们不敢置信的表情中，堂堂仙帝就这么化成了一滩血水。众人，这什么情况？简直骇人听闻！堂堂仙帝2阶，短短5息时间化为一滩血水，这是什么毒？毒是其一，为何这小小银针却能突破仙帝的防御灵力？这不可能，这是仙帝的防御灵力啊！等等，斩杀仙帝之毒，无视防御灵力，这是玄天毒气排名第10，天潜一针。这是天潜一针？什么？天潜一针？他许风秋怎么可能会有天潜一针？这不是唐门掌握的玄天毒气吗？难不成唐门在帮他？汪元宗浑身颤抖。死了，又有一个仙帝2阶死了。不是，一群仙帝杀一个许风秋，有这么难吗？还被他反杀了2个，怎么玄天毒气天潜一针都拿出来了？唐门，不，唐门绝不可能帮他。只有一个可能，他许风秋在什么时候无意间得到了一枚天潜一针？也不对啊，这是玄天毒气没错，但是唐门的玄天毒气也不至于说对仙帝能有如此致命的效果啊。一般仙帝中了玄天毒气的毒，再活几个月还是没问题的，这期间甚至有可能将毒解了的。怎么自己家的仙帝几秒钟化为血水啊？这是什么毒啊？天潜一针，其主要效果为无视防御灵力。一般武者遇到对手击射过来的银针，下意识的就会用防御灵力隔绝，或者释放力量将其打飞，但这对天潜一针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很多人非常容易被天潜一针给阴到。玄天毒气排名第10，虽然是末尾，但堂堂仙帝中招，5息时间化为一滩血水，足以见得玄天毒气的可怕之处。给我上！他也就这一枚而已。汪元宗吼道：“仙阶灵气，捆仙绳！”一道绳索冲向许风秋，而许风秋瞬间被捆住。仙阶灵气捆仙绳吗？他完了，被捆仙绳捆住，无法释放出灵力，他许风秋只能任人宰割了。呼，看得热血沸腾的，不过到此结束了。小子，拿命来！几位仙帝带着恐怖威势冲向许风秋，欲要将其直接斩杀。然而许风秋就这么伸出手，把捆仙绳拽开，然后收进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里。众人，这一幕简直比起许风秋斩杀了仙帝4阶还让人震撼。这可是10品之上的仙器捆仙绳啊！仙帝5阶之下被捆仙绳捆住，那就绝对是任人宰割了。这不是一根简简单单的绳子啊！他许风秋凭什么就这么把捆仙绳抽开的？就这么一会儿，许风秋带给了众人太多的震撼，甚至有些超脱了他们认知的震撼。嗖！随之，许风秋对着冲过来的那些强者扔出了一枚粉色的圆球。小心！他们下意识的躲避。然而，圆球在虚空旋转，无数银针不断四处击射出去。快躲！闪开！小心！银针太过于密集，速度太快，破空而来。躲开一片，还有一片，无处可躲。有2个仙帝反应快，如瞬一般拉开1000米之远，但其他几位下意识的是在躲避，躲避不开就释放武技轰击或者灵力防御。但银针轻松穿透他们，甚至可能随意涂灭半座城的恐怖武技，击射向他们。吃吃吃！一根根银针没入他们的体内。所有人瞪大眼睛看着眼前一幕。玄天毒气排名第8，落花泪。而许风秋伸出手，落花泪飞向他的手中。炼制玄天毒气的材料自然是世间顶级，但他毕竟是许家少主啊，许家资源之中找其一部分还是没问题的。再加上毒之秘宝库内的逆天毒物，让玄天毒气所蕴含的毒达到了顶峰。随后，许风秋一步一步往缥缈峰走去。你路过一位仙帝身旁，许风秋看都没看他一眼，他倒在了地上，化为一滩血水。众人，洛琉璃红唇轻启，震撼地看着眼前一幕。他是从来没见过数位仙帝死的如此轻松的画面。那可是仙帝啊！这就是玄天毒气的可怕之处吗？不，洛琉璃黛眉微蹙，玄天毒气是没错，但是其蕴含的毒比起唐门掌握的强何止100倍，短短5息能让仙帝化为血水的毒，不敢想象。缥缈峰的强者看着许风秋的眼神再也没有了刚才的轻蔑。短短时间，7位仙帝死于许风秋之手。就算今日许风秋死了，
他这一战也要扬名天下了。有什么办法能对付天谴一针和落花泪？汪元宗看着一步步接近的许风秋，沉声问道。天谴一针简单，躲开即可，是八长老拖大了才被命中。落花泪也简单，及时拉开距离即可。老夫只是担心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玄天毒气。那不可能了，唐门也仅仅掌握了玄天毒气其4，他许风秋总不可能都有吧？到底老夫都懂，他凭什么能挣脱捆先生？好诡异的许风秋。汪元宗眼眸一凝，休要自乱阵脚，他只是一个先帝一阶而已，注意玄天毒气，不用活的，给本宗主杀死即可。上。随之缥缈峰所有先帝拔天而起，只不过数量虽然有数十位，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先帝一阶、2阶。先帝虽不是烂大街，但一个厉害的宗门存在几千年、万年，自身家族强者成为先帝，自然也能吸引其他人的加入。天地黯然失色。汪元宗摊开手，捆仙绳不行，那本宗主的圣气镇天塔呢？一座塔冲向虚空，随之其力量将许风秋笼罩在里面。就是现在，给本宗主杀了他！汪元宗怒吼一声，众人看着这一幕更是震撼。先帝一阶的许风秋能让缥缈峰祭出数十位先帝和护宗圣气镇天塔，他许风秋已经赢了。镇天塔之下，先帝5阶也得盘着。怒海逐波诀，玄凤四方诀，剑斩九霄，九雷灭世掌，力量合而为一。众先帝同时凝聚强大的武技，汇聚于虚空之上。轰隆隆，天地黯然失色，雷霆在厚重的雷云中滚动。虚空之上，一只以恐怖力量凝聚出来的万米雷龙现世。吼！随着一声龙吟，万米雷龙冲向下方被镇天塔封锁的许风秋。快撤！远处看戏的众人纷纷瞬间离开万米之远。这些招式汇聚到一起，一座城也要瞬间灰飞烟灭啊！先帝5阶也要瞬间消散。许风秋完了。然而许风秋就站在那里，他举起了手。许风秋虽是先帝，但是此时此刻他一个人面对着落下的万米雷龙，显得何其之渺小。众人一愣，知道他许风秋被镇天塔束缚住，无法逃离，但是他理应用大招尝试着看看能不能去抗衡一下吧。他就举起一只手，是什么意思？赢！万米雷龙发出龙啸，从天落下。就在所有人以为许风秋会瞬间灰飞烟灭的时候，那万米雷龙触碰到许风秋手的瞬间，竟然无法撼动许风秋一丝一毫。恐怖的力量在触碰许风秋手的时候，往四周散去，摧毁着周围的一切。这视觉冲击是极其之夸张，但为何就是伤不了许风秋一分一毫？什么？看到这一幕，汪元宗等强者瞪大眼睛，他们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别说许风秋了，今天你就算是把一个先帝5阶放在这里，他也得灰飞烟灭啊！他许风秋抬起手，这逆天力量直接挡住了。不是挡住了，而是根本没给他造成任何的影响。看起来视觉冲击非常夸张，但是没用啊！真是见了鬼了！汪元宗咬牙切齿，什么情况？是什么玄天圣器吗？不然不能这么逆天啊！等等，突然很多人意识到了什么，是绝灵之手，叶枫的至尊骨。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绝灵之手灵力无效，这绝灵之手放在叶枫的身上看不太出什么，但是放到先帝的身上，就是眼前这逆天一幕了啊！至尊骨，绝灵之手，怪不得捆仙绳无用，原来是绝灵之手。众人眼神炙热地看着许风秋，这就是至尊骨，这就是世人都想得到的力量。许风秋的头发衣服狂舞，天地异象，一股让所有人窒息的气势从他身上爆发了出来。至尊先帝卡兑换后可获得先帝10阶至尊先帝之修为，持续3分钟，消耗系统值500万，终生可兑换次数1亿。什么？感受到许风秋的气息，所有人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至尊先帝，他怎么能爆发出至尊先帝之威？至尊先帝，那可是先帝10阶，大陆巅峰境界啊！强如缥缈峰、许家也是不存在至尊先帝的啊！至尊先帝，这是许风秋释放了体内某种被封印的力量吧？大概率是如此，但这种力量一般只能持续片刻的时间。他许风秋今天不会真能以一己之力灭掉缥缈峰吧？这不可能，至尊先帝的力量消散之时，他必死无疑。许风秋直接冲向缥缈峰，镇天塔固然逆天，可绝灵之手触碰一下，许风秋直接轻松地冲出其束缚。快！护宗大阵！护宗大阵！汪元宗大吼了一声，他怕了。宗主，护宗大阵是您才有资格开启的啊！啊，对，
随之，缥缈峰护宗大阵开启。对于一个宗门而言，护宗大阵是最大的底牌。一个护宗大阵能顶得住3、5个同级别势力联手。对于缥缈峰这样的宗门而言，这护宗大阵理论上也是有资格去抵挡至尊仙帝的力量的，就是能抵挡多久的问题。然而，冲过去的许风秋只是用手触碰了护宗大阵的防御结界，咔嚓，护宗大阵的防御结界瞬间溃散。防御结界溃散，意味着外面的人可以随意的冲进宗门内部了。管你护宗大阵的阵法是效果是什么，基本上意味着宗门的失守。绝灵之手，绝灵之手！啊啊！汪元宗怒吼了一声：“快跑！”纵然这里仙帝不少，可面对至尊仙帝的力量，他们依旧会被随意斩杀。当前局面，他们只能避其锋芒，等待许风秋至尊仙帝的力量消散，他们再进行反攻。但是许风秋怎可让他们如愿？啊啊！许风秋一个人的身影在仙帝之间闪烁，鲜血横洒缥缈峰。快，先撤！汪元宗吼了一声：“想跑？捆仙绳！”许风秋扔出捆仙绳，将其中一位仙帝捆住。一道寒光闪过，仙帝当场陨落。大空间之术，可怕的力量笼罩着整个缥缈峰。许风秋站在虚空，朝天一指，天地异象，天空仿佛被破开了一道口子。许风秋抬起右手往下拽，从这道口子中，一把万米巨剑的虚影缓缓落下。众人抬头看着这一幕，瞪大眼睛。本帝说了，无一人可斩日月星辰。呵！许风秋挥舞万米巨剑，一剑斩向缥缈峰。天地为之震颤，远处万米之外的人，他们都不得不释放力量去抵挡这一招的冲击。他们瞪大眼睛，露出震撼的表情。尘埃消散，偌大的缥缈峰被一分为二，斩出一道绵延数十万米的沟壑。而这一剑，不知有多少人丧生。咕噜！看戏的那些强者目瞪口呆。他不会真能以一人之力屠灭缥缈峰吧？啊！这就是至尊仙帝之威。不只是至尊仙帝的问题，正常而言，即使是至尊仙帝的力量，他们一群仙帝也能与之抗衡一些时间。这缥缈峰已经完全被许风秋打怕了，这群仙帝他们已经不敢出手了。还有一个宗门赖以生存的护宗大阵，却碰上了绝灵之手，否则的话，他许风秋至尊仙帝想要破缥缈峰护宗大阵，也并非易事啊。许风秋立于虚空之上，如王者般俯瞰着缥缈峰。二长老，太上长老，你们人呢？汪元宗浑身是血无助的站在那里喊着，没有任何的应答。扑通，几具仙帝的尸体被许风秋扔在了他的面前。汪元宗低着头，瞳孔一缩，他看着一步步走向自己的许风秋。许风秋。汪元宗战战兢兢地看着许风秋。缥缈峰真要亡了。看戏的众人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结束了，许风秋的修为恢复到了仙帝一阶了，但他已经斩杀了数十位仙帝，不计其数的天道境，这缥缈峰已经元气大伤了。什么时候仙帝可以死得如此轻描淡写了？许风秋手中的剑指着汪元宗。你选的。许风秋淡淡的说道。你没有了至尊仙帝的修为，你凭什么还如此嚣张？汪元宗浑身颤抖的盯着许风秋，仙帝之威也是爆发出来。杀你绰绰有余。禁灵卡。刹那间，汪元宗的灵力消散，他瞪大眼睛，不好，护我！汪元宗大吼一声。凤凰宋氏录第9式，凤凰9重天。银9道火柱拔天而起，9只凤凰被许风秋凝聚出来，发出凤鸣。嗖！随后9只巨大的凤凰虚影冲向汪元宗。小子，尔敢！法向天地！一声怒吼传来，虚空一个数以几万米之大的老者身影，只是一掌便拍碎了许风秋的武技。再然后，巨大的一掌拍向许风秋。老祖宗！见到来人，汪元宗喜出望外。缥缈峰的老祖宗，天虚仙帝，修为仙帝8阶，站在大陆之巅的存在。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位老祖宗坐镇，缥缈峰才能有如此地位。毕竟整个九州就没有几位仙帝8阶的存在。结束了。看到这一幕，众人感叹了一声。仙帝8阶，而他许风秋已经没有了至尊仙帝之威，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仙帝1阶罢了。这一掌他灰飞烟灭。可惜了，他许风秋若是能将至尊仙帝的力量留到现在使用，仙帝8阶的天虚尊者，他甚至都能斩杀的。没用，如果他留到现在使用，他也不可能做到将偌大的缥缈峰逼到如此天地。但今日他许风秋虽死，这一战也要让他彻底成为传奇了。以仙帝1阶28岁的年纪斩杀数十位仙帝，差
差点灭了缥缈峰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可惜啊！洛琉璃看着眼前一幕，也是震撼不已。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非常不舒服。他很不想让许风秋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此陨落，可他没有任何能帮得上忙的办法，就算有，他也不能出手。许公子，洛琉璃看着那个背影，喃喃自语一声：“他还会有什么底牌吗？应该没有了吧？等的就是你。反弹卡！接下来的30秒内，所受到的一切攻击都将原封不动返还给攻击者。消耗系统值10万，每天可用1次。轰！一掌落下，不知多大的范围被夷为平地，尘埃四起。大家都以为许风秋死定了，但是大家看不到许风秋。可下一秒，让所有人不敢置信的一幕发生了。那法相天地的天虚仙帝巨大的身影却一口鲜血喷出，随后法相天地消散。扑通，天虚仙帝的身影从虚空落下，重重地砸在了地上。老祖宗！汪元宗等人跑过去，赶紧扶起天虚仙帝，却见他脸色苍白，气息紊乱，鲜血不断从口鼻涌出。老祖宗！汪元宗一脸懵逼，不是，这一掌不是打在许风秋的身上了吗？怎么一副好像拍到你自己身上了一样？嗨，老夫怎么受的伤？天虚仙帝虚弱地说道。老祖宗，我也不知啊。汪元宗道。尘埃中，许风秋的身影缓缓走了出来。什么？看到许风秋，众人再次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那汪元宗等缥缈峰的人内心都忍不住开始恐惧了起来。这许风秋是什么啊？他们的认知都要被打破了。他这也不死的吗？凭什么啊？他现在不是至尊仙帝的力量了，他只是一个仙帝一阶啊！啊！你！天虚仙帝指着许风秋，浑身颤抖。你用的什么妖术？许风秋冷冷道：“贪生怕死之辈，任由自己缥缈峰之人死于本帝之手，直到本帝至尊仙帝之威散去才敢出来，可笑！受死！”大苍生之掌，天虚仙帝带着虚弱的身体爆发出最后的力气，一掌拍向许风秋。然而下一秒，他喷出鲜血飞了出去。许风秋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能说他急了。许风秋反弹卡的效果还没消失呢。众人看着眼前一幕，无法理解。老祖宗！汪元宗赶紧跑了过去，却发现他的老祖宗几乎已经断了气。此子，嗨，不是凡人！说完，天虚仙帝头一歪，昏死了过去。老祖宗！汪元宗双眸血红，吼了一声。他死死地盯着许风秋，我不信他还能有什么逆天的手段，他不过就只是一个仙帝一阶。所有人听令，给我杀！上！其他仙帝也是这么认为的。今日若不杀死许风秋，他们缥缈峰就完了，他们每个人的颜面也都没了。无敌卡！自身处于绝对无敌状态，持续30秒，无视任何境界的攻击，每天可使用1次。消耗系统值10万，火力全开卡。使用后，接下来3分钟内，宿主的所有攻击的力量将提升5倍。消耗系统值30万，每周可使用1张。许风秋嘴角一勾，来吧，九雷焚天！轰！天地异象，天雷滚滚而来。什么？九雷焚天？这不是缥缈峰的武技吗？他许风秋怎么也会啊？而且还掌握得如此程度。之所以许风秋能释放九雷焚天，因为许风秋之前获得的天赋无限大招，视线范围内的人只要释放他的大招，许风秋1天内就能无限制无灵力消耗的去使用。轰！九雷焚天呼啸而出，躲开！这种大招还是很容易躲的，但是九雷焚天，躲过了一个九雷焚天，许风秋还在不断的凝聚，这直接给他们看傻了。你妈，这种大招能这样放的吗？无所谓，大家别跟他硬碰硬，这种顶级武技即使是仙帝也释放不了几个，他灵力一会儿亏空就是我们的主场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许风秋的各种大招狂轰滥炸，打得他们是溃不成军。不对啊，宗主，他怎么还有灵力啊？是啊，根本近身不了他啊。不是，能这样的吗？缈峰要被他轰没了。宗主，我们顶不住。汪元宗，他也想知道为什么有人可以这么无节制的释放顶级武技，在这里狂轰乱炸。还他妈都是他缥缈峰的顶级大招，几个意思啊？啊！一个个仙帝惨叫声传来，根本就打不了。一些仙帝见状，他们知道缥缈峰大势已去。现在不说别的了，许家许天一卖蛋樊派过来一些人，
他们缥缈峰也没了。所以，嗖，很多先帝他们选择保全自己的性命，纷纷逃离缥缈峰。你们，汪元宗面色绝望地看着离去的那些先帝。完了，他在看向许风秋，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为什么许风秋一个人能把他缥缈峰灭了。面前，许风秋毫无阻碍地一步一步走向他。啊！汪元宗一声惨叫，震颤着所有人的内心。火焰在缥缈峰升起，缥缈峰已经没有先帝了，那么就是许风秋一个人的主场。借助先帝的强大结界，将偌大的缥缈峰封住，然后许风秋在里面屠杀着缥缈峰的汪家之人，惨叫不绝于耳。随着结界的打开，无数弟子和一些与汪元宗没太大关系的武者纷纷四散而逃，而缥缈峰沦为一片火海。众人震撼不已，面面相觑。缥缈峰没了，缥缈峰先帝被许风秋斩杀大半，老祖宗被杀，天道境更是死得不计其数，汪家之人似乎更是一个没留。谁能想到他许风秋一人将缥缈峰这等宗门灭了，这简直骇人听闻。此战是他许风秋扬名天下之战，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了。这怎么可能啊？大家都以为许风秋一人前来是来还命了，他竟然把缥缈峰灭了。许风秋从火海之中走了出来。许家少主，一位和缥缈峰关系还不错的强者站在那里喊了一声：“阁下有事？”许风秋问：“本尊承认你手段高超，一人灭缥缈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汪宗主一族孩童都杀，是不是有些过分了？”许风秋眼眸微微一凝。定身卡、禁灵卡。定身卡可定身视线范围内的一名目标，让其10秒无法动弹，无视境界，每天可使用1次，消耗系统值10万。禁灵卡可让范围内一名目标先帝5阶以下，让其20秒内无法催动灵力，消耗系统值1万，每天可用10张。九雷焚天。轰！那强者下意识的要动手，却发现自己动不了，灵力也催动不了，恐怖的武技将其冲飞了出去。许风秋闪烁到他的面前，一剑将其头颅斩掉，顺势掐灭魂魄。嘶！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许风秋扫了一眼周围众人，淡淡的问：“还有人要说什么吗？”没人说话。没人说话，那本帝说了，明日天明之前，药皇宗、药神山若不来本帝面前跪地道歉，缥缈峰便是他们的下场。嗖！说完，许风秋消失在了原地。许家，许天意和一众强者坐在大殿内，一片沉默。许天意，你怎么就任由秋儿一人去缥缈峰？纵然他不是去赔命，他也是一死。你这个做父亲的，怎么会让他一人过去？一位老者指着许天意，突然呵斥一声：“许不悔他们不出手，大不了我们拼死一战。你让我们等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时间不早了，再不出手，秋儿恐怕……老夫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想缩在这里当一只乌龟。”许天意呼了一口气，他又何尝不想？许风秋找他说的时候，他也是万般不信，万般阻止。他宁可豁出命，也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出事。他甚至愿意为许风秋赴死，可许风秋坚定不移，让他相信自己。直到许风秋告诉他柳云烟是他的人，他有计划等等，许天意才稍微选择信任自己的儿子。但是他也很是忐忑。诸位，许天意看向众人道：“秋儿是我的儿子，我许天意唯一的儿子。这天下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但有些事比起生命更重要，至少今日秋儿绝对不会死，这一点我能保证。家主，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一位老者问。许天意道：“我知道的并不多，但能保证秋儿此番不会死。”那就好，只要秋儿没事，之后的事情我们还可再做定夺。这时一个身影跑了进来。报！看到来人，许天意站了起来，看得出来他也很紧张。说：“缥缈峰，缥缈峰。”许天意皱着眉：“怎么了？你说。”他其实很怕来一句缥缈峰把少主杀了之类的话。回禀家主，缥缈峰被灭了，宗主、太上长老乃至他们的老祖宗天虚仙帝皆亡。哗！此言一出，大殿内众人瞪大眼睛站了起来。什么？缥缈峰被灭了？天虚仙帝也死了？秋儿这是动用了何方势力啊？如此短的时间灭了缥缈峰，难不成是九重天哪个顶级势力下场？许天意大笑了一声，道：“诸位，现在本尊告诉你们吧，秋儿有沙楼助阵，之所以不告诉大家，也是秋儿的意思，希望不要打草惊蛇，不让大家去现场，也是秋儿先前说的，此事是他惹出来的，他自己便能解决。”好，好啊。等等，沙楼，叶枫被秋儿杀了，
怎么叶枫的师尊柳云烟反而在帮秋？家主，这其中有何说法啊？许天意摇摇头，等秋儿回来再问他吧。家主，探子又道，还有什么消息吗？许天意爽朗地笑道，家主，有一事，便是缥缈峰被灭，没有沙楼等任何势力的下场，是少主一人所为。许天意，众人。另一边，父亲，方才我看到许天意的探子回来了，应当是许风秋死了。哈哈哈！许长安大笑了一声，许不悔心情悠哉地抿了一口茶。倒是死得挺慢，应当受尽了折磨吧。哈哈，那必然，就是可惜没能亲眼看到。确实可惜，但毕竟此事我们许家是众矢之的，还是不要出现在现场的好。我们的探子也来了。许不悔看向前方一舞者，问：讲。许风秋他。许不悔皱了皱眉，一脸慌慌张张，死了就死了，你慌张什么？不应该是好事。不，许风秋他以一人之力灭了缥缈峰，缥缈峰宗主、太上长老、天虚仙帝、汪家一脉全死了。蹭！许长安和许不悔脸上笑意瞬间消失，他们直接站了起来。什么？缥缈峰被灭的消息彻底震动了整个九州大陆，一个八重天的强大势力被一个人给灭了，这个人还是许风秋。此事许风秋之名响彻整个九州，任何一个势力，任何人查犯之后津津乐道的无不都是许风秋以一人之力屠灭缥缈峰的话题。轻纱掩面的柳云烟也是从缥缈峰现场离开，他本以为许风秋会让他出手相助，直到柳云烟收到许风秋一人前去缥缈峰的消息，他才觉得不对劲。按理来说，许风秋跟他说能重塑冷凝肉身，他的条件必然是让柳云烟出动沙楼强者，助他解决当前难题，但是并没有。所以柳云烟也不理解，他许风秋一个人去缥缈峰到底是干嘛的。看完全程他知道了，原来他是不需要，他许风秋本就打算一个人灭缥缈峰，斩杀20余位仙帝，其中有仙帝4阶、仙帝8阶。这时柳云烟目光注意到了不远处一个身影，女帝陛下。那一抹高贵的身影看了过去，清冷的美眸毫无情感波动。圣瑶女帝红唇轻启，柳云烟阁下，幸会。八重天共有5大帝国，这5大帝国的皇室的势力皆为八重天顶级存在，基本上是八重天所有势力中排名前10了，至少也是10几个缥缈峰吧。大陆势力分为灵级、仙级、尊级、皇级和神级势力，神级之上还有几个势力，那就不用分等级了。许家、缥缈峰、药皇宗皆为皇级势力，只不过同级别势力有3、6、9等之分。药神山为神级势力，凤凰台也是一个。八重天5大帝国皆是皇级势力，不过接近神级了。至于究竟有多强，那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是药皇宗、缥缈峰还是许家，都是在圣瑶女帝的圣瑶帝国境内。柳云烟淡淡的道了一句，看来这许风秋确实是名扬天下了，竟然将女帝陛下也惊动了。圣瑶女帝随后解释一声，毕竟是圣瑶帝国境内的大事，今日一见，许风秋颇有阁下曾经的风采。柳云烟道，本尊倒是不能跟他比较，都是灭一宗，本尊灭的是3位仙帝坐镇的仙级宗门，他灭的是几十位仙帝坐镇的皇级宗门。圣瑶女帝红唇轻启道，许风秋今日一战可谓是震撼九州，不过本帝有一些地方没看懂。柳云烟黛眉紧蹙，本尊也是看不懂的是许风秋哪来的玄天毒气，真是唐门给的。还有，明明是天虚仙帝攻击许风秋，为何受伤的反而是天虚仙帝自己？包括他强大的战力，他定住武者、禁灵武者的手段，其中一个出现在某人身上倒还能理解，当所有让他们不解的力量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就很奇怪了。许久未见了，女帝陛下来天人峰一叙。柳云烟问。圣瑶女帝微微说道，承蒙好意，本帝还有诸事繁身，慢走，后会有期。药皇宗，原本药皇宗已经集结大量的强者，他们准备联合缥缈峰去攻打许家，一个宗门颜面很重要。许风秋大婚，同为皇级势力的药皇宗来人为叶枫求情，被许风秋骂了回去，他们很丢面子，他们肯定是想找回场子的。真要跟许家打起来，如果有沙楼和药神山出手，他们也不怕了，他们至少要许风秋的命。许风秋死了，他们药皇宗的面子才能拿回来，不用出手，自是最好。报！药皇宗的探子疾驰而来，一群强者负手站在那儿。许风秋死了吧？药皇宗宗主淡淡的问。许风秋将缥缈峰灭了。众人那一瞬间，药皇宗强者们一脸懵。你说什么？
药皇宗宗主要吴尘瞪大眼睛。是的，他一人灭了缥缈峰，缥缈峰的天虚尊者也被他杀了。什么？这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想到的。怎么可能？他许风秋没死就算了，他还把缥缈峰灭了。黄极宗门说没就没了，他许风秋一人，不可能。整个许家来了也要跟缥缈峰打一打的。探子道：是真的，玄天毒气、绝灵之手、至尊先帝之威，还有一些说不白道不明的力量，打得缥缈峰几十位先帝毫无还手之力，整个大陆都震动了。众人，玄天毒气，唐门吗？药无尘震撼不已。许风秋还说了一句话，药无尘赶紧问：说？他说1日内若药皇宗不去许家跪地道歉，缥缈峰便是药皇宗的下场。混账！另一边，许风秋踏着虚空落于许家之中，许天意满面红光的与一群许家强者站在那里。父亲！许风秋落地后行了一礼。许天意大笑了一声，走过去用力拍了拍许风秋的肩膀。好样的！许不悔、许长安一脉的人脸色都很难看。许风秋这一战无疑是给他们这许家一脉莫大的压力。卧槽，一个人灭了缥缈峰啊，又是玄天毒气又是什么的，原本他们还想找机会夺许家掌控权的，这下好了，他们不敢动弹了，全被许风秋给威慑到了。真他妈吓死个人！一个人灭了一个黄极宗门啊，不管是用的什么手段，他许风秋都只是28岁的一个青年才俊而已啊，这先帝一阶也是被强顶上来的，理论上他和同境界打是要很吃力的才对啊，凭什么呢？一位老者道：少主一战成名，这一战怕是要奠定少主当代第一人的名号了。少主扬我许家之威，少主扬我许家之威。许天意拍了拍许风秋的肩膀道：为父给你准备了庆功宴。许风秋摇摇头：诸位吃好喝好，我还有事情。还有何事？许天意皱了皱眉问。许风秋眼眸微凝，淡淡的说道：药皇宗也该除名了。众人震撼的对视了一眼。许风秋回到了自己的少主阁，楚然和小离都生活在少主阁山峰之上。楚然正在修炼许风秋教给他的一些功法，他的天赋确实很强。而小离也收到了许风秋震撼大陆的消息，少主应该马上回来了。小离跑了出来，楚然睁开眼睛，然后深吸一口气，站起了身。小离姑娘，他抱了一拳。打扰到你了吗？少主说你可以去他修炼的秘境之中，那里灵力更加充沛，且那里10日只相当于外界的1日。小离道了一句。楚然说道：我也担心许大哥的消息。没事了，少主已经把缥缈峰灭了。小离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骄傲的模样。啊！楚然愣住了。许大哥一人吗？小离点点头。对，一人。楚然张大嘴巴，震撼不已。一个人28岁刚刚晋升先帝的青年才俊，灭了拥有几十位先帝的偌大宗门，这楚然根本想象不到究竟如何才能做到这一切。如此一看，叶枫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不及许大哥9牛1毛。楚然感慨了一声。这时许风秋踏着虚空落了下来。许大哥，少主。二人纷纷行礼。本地给你的功法修炼的可还习惯？许风秋看向楚然问。楚然尊敬地说道：许大哥的功法无不是世间至高，楚然愚钝，修炼起来有些难度，慢慢来。是。许风秋然后看向小离，你可不要被楚然赶上了。不会的，小离也会努力修炼的。小离怯生生地说道。许风秋点点头。是你本地侍女，本地没交给你事情的时候，你便自己忙自己的，无需听从任何人的话，至少在这少主阁，本地不在你便说了算。刷！小离的小脸一红。少主这是什么意思啊？她只是一个侍女，这话好像她是少主阁的女主人一样呢。听到了吗？许风秋问。啊，是。小离连忙说道。定，小离对你的好感加5，当前好感25。许风秋随后看了楚然一眼，他是能够知道气运之子的心声的，所以他清楚小离在楚然心目中的地位。但许风秋也清楚楚然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那就没关系了。丁，楚然天命值达到200万，成为3阶气运之子。许风秋给他修炼资源，给他功法，包括许风秋作为他的靠山，今日灭缥缈峰逆天而行，他楚然的天命值都会增加。许风秋的系统值也是在狂飙。丁，你获得奖励窥灵瞳，灵力永久提升10倍，9龙焚天炼丹术。窥灵瞳可探查境界不高于自身5阶目标的属性，可探查灵力走向、秘境、幻象。9龙焚天炼丹术
世间炼丹术之最。丁，获得属于气运之子楚然专属奖励杀神诀，境界提升为玄王境无尘剑法。许风秋微微颔首，楚然，你过来。是。楚然走到了许风秋的面前，许风秋伸出手按在他的头上。本地传你一套心法，一套剑法，这2套功法是你需主要修炼的。楚然明白。随后许风秋将奖励灌输到楚然之身，同时楚然的境界在飙升，从神通境跨越了玄天境，直接冲到了玄王境一阶。楚然露出了震撼的表情，扑通，他跪了下来。多谢许大哥。1月内，本地希望你将这2套功法修炼至小成，境界提升到法则境。许风秋道：炼气境、炼体境、明窍境、神通境、玄天境、玄王境、法则境、领域境、神海境、天尊境、神皇境、天道境，每个境界1到10阶，破天道则为先帝。楚然不会让许大哥失望。楚然眼神坚毅地说道。小黎在旁边看得羡慕不已，替楚然开心，但是也有些疑惑。楚然跟少主是有什么秘密的关系吗？少主对他怎么这么好呀？许风秋听到了小黎的心声，心中一笑。你先去修炼吧。是，许大哥。小黎姑娘，楚然告退。楚然随后便走开了。小黎啊，在。许风秋把自己的少主令放在了玉桌上，以后许家的藏宝阁、药园、藏经楼等一些出入，你随意出入，有想修炼功法武技，有需要的灵气、修炼资源，拿就行了。啊！小黎小嘴微张，抬头看向许风秋。少主，小黎只是您的侍女，您为何？许风秋站起身，揉了揉她的秀发。小黎害羞地低下了头，似乎少了之前的那种害怕。你也到了婚配的年纪了吧？许风秋说道。小黎一惊，赶忙摇摇头。不要，小黎侍奉少主，不要婚配。许风秋笑了笑。本地有说要把你许配给其他人吗？啊！小黎愣了一下，抬头疑惑地看着许风秋。唰！下一秒，他的小脸红得如同红苹果一般。令牌记得拿走。许风秋说完便走开了。少主慢走。小黎支支吾吾地说完，低着头愣了好久，然后他赶紧捂着自己发烫的小脸，可爱的不行。许风秋去到了少主阁的一个秘境内。丁，小黎对你的好感加15，当前好感40。丁，小黎对你的好感达到40，获得奖励已拥有的武技、功法、心法、炼丹术、剑法全部提升至巅峰。许风秋，顶级的武技或者心法、功法可能要花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去修炼，而现在直接就能达到巅峰。他作为许家少主，身上厉害的武技多了去了，全部提升至巅峰，这奖励省去了他千年万年的时间。只可惜还有很多很强的力量还未获得呢，不过足够了。而且还有太虚天眼诀。太虚天眼诀来源于至尊谷带来的功法，许风秋还没来得及修炼，现在直接就能修炼至巅峰。丁，凤凰宋氏录提升为9重天。丁，大天命之术提升为巅峰。丁，九龙焚天炼丹术提升为巅峰。丁，乾元苍穹诀提升为巅峰。丁，无虚剑法提升为大圆满。丁，太虚天眼诀提升至巅峰第5层。这奖励极其夸张。太虚天眼诀，许风秋催动这一功法，随之他的气息急速攀升，第5层释放，先帝1阶的境界直接强行达到了先帝6阶，提升了5阶境界。这什么概念？先帝啊，1阶之差，天差地别。大陆不是没有顶级的增幅心法，但能在先帝境界提升5阶的，这是真没有。还有一点，太虚天眼诀第5层，许风秋的灵力便提升至太虚。他暂且不好理解，大概的意思就是许风秋体内流动的灵力进化了。就比如第5世界，大家用的是真气，那所释放出来的武技的力量，因为催动武技的真气强度摆在这里，就注定不会太强。这个世界灵力能够催动出引发天地异象的武技，仙人用的是仙力，神用的是神力，可以这么理解，档次不一样。具体许风秋不清楚了，但这个太虚是灵力之上的力量，也就意味着他寻常以灵力催动的武技，现在以太虚催动，力量更恐怖。这是最浅显的理解。这系统的奖励太逆天了。许风秋眼神闪烁着金光，他手一抬，一尊药顶落在面前。九龙焚天炼丹术。银，许风秋掌控着9条火龙开始炼制丹药。为什么要炼丹？灭药黄宗，他这个反派得把威名彻底打下来，在其他人眼里不可能的事情。他许风秋有这种级别的外挂，
那完全没问题。深夜，许风秋悄悄离开许家，来到了八重天药皇宗所在之处的远处。他隐匿气息，这个位置必然不会被任何人发现。许风秋站在虚空之上，拿出了一个玉瓶，断伤绝灵伞。他手一甩，玉瓶内的粉末随风飘向偌大的药皇宗。做完这一切，许风秋直接离开。这是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炼制的断伤绝灵伞。断伤绝灵伞乃大陆已然绝迹的10阶毒丹的粉末。大陆丹药为1阶到10阶，10阶为传说中神丹。即使强如许家，手中的9阶丹药也并不算多，10阶丹药更是没有。9阶丹药其价值无法想象，炼制需要消耗的顶级1000年乃至万年级别的天地灵物太多了。而之所以没有10阶丹药，2个原因：其一，流传至今的10阶丹药药方几乎已经没有了；第二，没有能炼制10阶丹药的医师。为什么叶枫的师尊李千秋被称为医圣？为什么还有一位医仙、医神？因为他们3位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唯3炼制出过10阶丹药的医师。而许风秋他有天医圣术，他脑海中10阶丹药的药方都数不胜数，再加上他的9龙焚天炼丹术经过小离奖励的提升，直接巅峰了。他先帝境界也是有资格炼制10阶丹药的。断伤绝灵伞能被列为10阶丹药，那就有其逆天之处，倒没有什么夸张的毒性，其效果只有一个，让武者即使是先帝浑身虚弱，催动不出灵力。之所以它能成为10阶丹药，原因有3：其一，对先帝都能产生效果；其二，这一个玉瓶的断伤绝灵伞随风飘散，能让一个皇级宗门全员中招；其三，那就是断伤绝灵伞的逆天隐晦性。这粉末散落药皇宗，他们甚至发现不了。一个以医术闻名的宗门，他们却发现不了断伤绝灵伞毒性散落到自己的宗门内部里里外外。这就是断伤绝灵伞强大的地方。主要他们估计都不一定知道断伤绝灵伞。许风秋借助系统灭了缥缈峰，但在灭药皇宗没那么容易。虽然同为皇级宗门，但药皇宗比缥缈峰要强不少，可只是一位断伤绝灵伞便能灭一宗，可想而知这10阶丹药有多夸张。翌日，许风秋高调的离开。秋儿，许天意喊住了许风秋。父亲。许风秋行了一礼。你去哪儿？许风秋道。药皇宗。许天意一惊，自己这儿子还真要去灭药皇宗吗？你一人？许风秋点点头。一人足矣。许天意都有些不认识自己这个儿子了。这儿子什么时候有这么深的城府、底牌和心思了？为父虽然该相信你，但绝不能平白无故去相信你。你说说你的底气。许风秋道。我于昨夜将断伤绝灵伞散落在药皇宗。许天意皱了皱眉。断伤绝灵伞何物？10阶毒丹。许天意一惊。等等，断伤绝灵伞。他沉吟了片刻，古籍看到过，每一粒肉眼不可见的粉末都能让一片范围内呼吸到其毒性的武者丧失行动能力，无色无味无形，除非以特殊的手段，否则难以觉察。许风秋点点头。是的，你小子是遇到莫大的机缘了吧？许风秋点点头。好，好事。许天意拍了拍许风秋的肩膀。但药皇宗真正的强者，他们都是常年闭关不出的，他们不会被断伤绝灵伞所影响到，所以此行你一人不够，为父派人与你同行，将你的气势与我许家的威严打出来。许天意道也不怕什么了，许风秋一人灭缥缈峰，经此一战，世人无比忌惮许家的手段，就算会招惹到一些强大的势力，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而许家没落了这么多年，正需要这么一个契机重新崛起。许风秋点点头。好，多谢父亲，不过无需太多。药皇宗。此时此刻，药皇宗宗主药无尘等一众强者，他们坐在大殿内商讨着。昨日缥缈峰没了，许风秋撂下狠话，1天内他们药皇宗不去许家跪地道歉，便让药皇宗从9州除名。说句实话，很愤怒，但是也有点慌张，因为缥缈峰确确实实是没了。一夜之间，大陆少了20几位先帝。诸位如何看待这许风秋？药无尘扫了一眼众人，一位老者说道：缥缈峰被他一人所灭，确实出人意料，但根本还是他许风秋打了个出其不意。现在玄天毒气我等有防备，绝灵之手有防备，他也必然使用不出至尊先帝之威。理论上，除非他许家倾巢而出，我药皇宗才有覆灭的风险。他许风秋昨日所言，更多的应该是在吹嘘，以为他一人灭了缥缈峰，我药皇宗见状会怕，真的过去道歉。可笑，一个小子跟我等玩心眼。现在老夫担心的是，许家出动，他有绝灵之手，护宗大阵无用，而没有了护宗大阵，单单许天意一脉强者出手，
我耀皇宗便很难挡得住。他许天意一脉不敢的，想要灭我耀皇宗，他们损失势必惨重。而他们损失一旦大了，哼哼，许不悔便夺许家家主之位。所以不论如何，我耀皇宗都不会有事的。他许风秋只是放出豪言而已。老夫所想与三长老相同，他不敢来的。太上长老耀长风冷声道：“来了便杀。”报！一个身影跑了进来。讲！耀无尘急忙道：“许风秋带着许家数十位先帝正在前往我宗。”听到这话，耀无尘浑身一抖。你妈，他还真来了。没错，昨天缥缈峰被许风秋灭了，他真的很是震撼。听到许风秋正在过来，他还真的挺忌惮的。但是，耀无尘站起身赶紧问：“确定只有许风秋和数十位先帝吗？最强的何人？最强应当也只有先帝6阶，仅此一位。”砰！耀无尘一掌拍在桌上，面色愤怒：“真当我耀皇宗是好欺负的不成？所有人听令，今日让他许风秋和许家数十位先帝有来无回。”众人站起身。是。然而下一秒，扑通！耀无尘浑身突然泄力，瘫倒在了椅子上。宗主！众人大惊，纷纷前去欲要探查一番。然而，一个个身影却齐刷刷地软了下来。他们所有人脸上露出了震撼的表情。怎么回事？老夫为何浑身没有力气？老夫连站起身都困难，灵力催动不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毒，是毒！我等中毒了。耀无尘艰难地撑着筋椅站了起来，面色一慌。莫不是他，许风秋？快！来人去请老祖宗出山。此时此刻，许风秋带着许家12位先帝已然来到了耀皇宗外，而耀皇宗外已经有很多人等候于此。关注这一战的人比起缥缈峰那一战多数倍，因为昨日缥缈峰一战，许风秋带来的轰动实在是太大了。看到许风秋真的来了，他们也是一惊。这许风秋来真的啊！再一看前来灭耀皇宗的阵容，加上许风秋13位先帝，最强的不过先帝6阶，这阵容不是过来送死的吗？不过想想也是，许家目前的处境，许天意一脉也不可能出动太多强者。可仅凭眼前这阵容，怎么灭耀皇宗？第一，耀皇宗比缥缈峰更强；第二，耀皇宗此番已然有所防备了；第三，他许风秋不可能再使用出至尊先帝的力量了，除非有顶级宗门相助。有没有其他宗门集结的消息？还真没有。此番恐怕还真只是这10几位先帝。那凭什么灭耀皇宗？他们甚至要把命留在此地了。本尊还真不信他许风秋能把耀皇宗也灭了。柳云烟站在不远处的树下，看着缓缓落下的许风秋等人。一位许家强者走上前去，怒吼一声：“耀皇宗小儿，速速出来受死！”耀皇宗之上，耀无尘等一众身影走了出来。在其他人眼里看起来没什么，但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他们能站在这个地方就已经用尽了浑身的力气。现在整个耀皇宗几乎所有人全部是这番状况，没有中招的是那些一直在闭关的强者，10几位先帝，几十位天道境。天道境对这场战斗没有任何的作用。10几位先帝能挡得住许风秋在内的许家10几先帝吗？挡不住的话，他们就完了。耀无尘用尽全力喝道：“许风秋，本宗主给你一个机会，现在离开耀皇宗，饶你一命。”许风秋笑了一声：“耀无尘前辈，死到临头还要嘴硬，是不是站在此处便已用尽了浑身的力气？”你，许风秋！耀无尘指着许风秋怒斥一声：“果然是你！好卑鄙的手段！卑鄙！你们耀皇宗可真是丢脸啊！作为大陆数1数2的医师宗门，一群顶级医师却发现不了自己已然中毒，你们说这还能怪本地卑鄙吗？”哗！许风秋此话一出，众人哗然。什么？听许风秋的意思，这耀皇宗的人全都中了他的毒啊！这可是耀皇宗啊，他们全都是大陆顶级医师，全员中毒。这什么毒啊？他们发现不了的吗？不管是下到水中的毒，还是空气中的毒气，都能被发现的吧？怎么能做到耀皇宗全员中毒呢？这毕竟是耀皇宗啊，不管中什么毒，问题应该不大吧？哼，小子，靠卑鄙手段，你是走不远的。许风秋，本地只知道缥缈峰被灭，今日耀皇宗也要步缥缈峰的后尘即可。一声怒吼传来，耀皇宗之上10几个身影飞了出来。许风秋，受死！耀无尘大喊道：“老祖宗，拜托各位了，受死！”随后，耀皇宗安然无恙的10几位先帝冲了过来。许风秋道：“诸位，这2位先帝8阶交于我，其他人你们摆平。秋儿，
你解决2位先帝八阶？许家强者问。许风秋微微一笑，小问题罢了。先帝八阶固然站在大陆之巅，但许风秋的外挂实在是太猛。众生平等卡，众生平等卡。接下来的3分钟内，宿主将与境界比自身高的所有武者实现众生平等，打谁都是5-5开，都有机会将其击杀。消耗系统值100万，冷却时间3个月。所以别看现在许风秋是先帝1阶，但实际上他打谁都是同境界的力量。太虚天眼诀第5层，小子，不管你用什么武技，在绝对的境界差距之下都是没有用的。大千天罗掌，一名先帝8阶铺天盖地一掌拍向许风秋。众人看到这一幕，他们想不到这许风秋怎么才能活下来。反弹卡，反弹卡。接下来的30秒内，所受到的一切攻击都将原封不动返还给攻击者。消耗系统值10万，每天可用1次。这张道具卡可太好用了，基本上意味着对方100%会重伤。小子，你不躲！先帝8阶冷笑一声，这么大的境界差距，这一掌足以要许风秋的命。砰！先帝8阶的一掌稳稳当当地落在了许风秋的身上。然而许风秋身体甚至就只是往后退了一下，冲过来的那先帝8阶一口鲜血喷出，随之飞了出去。什么？见到这诡异的一幕，众人又是一惊。这一幕他们见过，缥缈峰的天虚仙帝就是攻击许风秋，受伤的却是自己。整个大陆都在讨论原因，但讨论不出来。没想到又出现了老祖宗！耀无尘全力嘶吼了一声，这一掌等同于先帝8阶的力量，稳稳当当地落在自己的身上。即使是先帝8阶，不死也绝对是重伤。无限大招大千天罗掌，许风秋催动了这先帝8阶同款大招。什么？我要黄宗的大千天罗掌！耀无尘瞳孔一缩，另一位先帝8阶欲要救人。小子，你敢！许风秋，定身卡，定身卡，可定身视线范围内的一名目标，让其10秒无法动弹，无视境界，每天可使用1次。消耗系统值10万。随后他定格在原地不动。嗖！许风秋闪烁到那飞出去的先帝面前，一掌拍下，不是先帝8阶太弱，是他根本始料未及，而一切都在许风秋的计划之内。许风秋太快了，又等同于先帝8阶的一掌拍在耀黄宗老祖宗的头上。这一掌致命！砰！一声巨响，二人落下，砸出一个大坑。万雷天牢影，滋滋滋，漫天天雷倾泻而下。先帝8阶斩杀！老祖宗！耀无尘大喊一声。嘶！众人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什么啊？凭什么啊？他许风秋凭什么先帝1阶斩杀先帝8阶？疯了！这个世界疯了！许风秋到底是什么手段？完全超出了老夫这1000年来的认知。以先帝1阶瞬杀先帝8阶，昨日一人灭缥缈峰，他许风秋是要逆天吗？这就是万年地族少主的实力。什么时候先帝8阶能死得如此轻易？此等人物，那是俯瞰世间的存在啊！这许风秋到底是何方手段？而另一个先帝8阶被定身10秒，定身卡无视境界，至尊先帝也要被困10秒钟。现在过去2秒而已，8秒斩杀他足矣。为何老夫无法动弹啊？他使尽浑身解数还是动不了。但是应该没事吧？他释放先帝8阶的力量进行防御，许风秋总不可能奈他何吧？许风秋伸出手，一枚天谴一针捏在手中。看到天谴一针，他瞳孔剧烈一缩。你麻痹！嗖！天谴一针击射而去。救我！先帝8阶大喊了一声。天谴一针，他本可以不怕。虽然天谴一针可以破0，但他境界毕竟摆在这里，天谴一针也是有极限的。唐门的天谴一针正常对先帝的效果不是特别大，但昨天许风秋在缥缈峰的天谴一针震战了整个大陆，让世人知道玄天毒气排名第10的天谴一针是能破先帝灵力的，毒力是能让先帝几秒内化为血水的。所以许风秋的天谴一针击射过来，这先帝8阶也是浑身一颤，立马求救。可已经没人能够救他了。寻常情况下可能有人以命替他挡，但现在每个人都有对手，剩下的人站都站不稳，谁给他挡？吃！天谴一针稳稳命中，随后恐怖的毒力在他的身上爆发出来。不，他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先帝8阶，他修炼了万年啊，他是有机会去冲击至尊先帝的，他不想就这么死在这里啊！老祖宗！耀无尘红着双眸嘶吼了一声。完了！
扑通，他坠落在了地上，发出了凄厉的哀嚎。但天谴一针不至于让先帝八阶化为血水，或者说他甚至还能有1-2个月可活，毕竟是先帝八阶。但他现在基本上是失去了战斗力了。其他人看懵了，2个先帝八阶就这么交代了啊！看到这一幕，许家强者惊喜不已。少主威武！So， 许家先帝6阶落在了许风秋面前。少主，外面这些先帝我等解决，您上药皇宗吧。许风秋不急，他们跑不掉，先把这些解决掉再说。是。许风秋眼眸一凝，手持神剑，禁灵卡，每天可以用10张，禁灵20秒，剩下9张，许风秋直接对着其他9位先帝使用了出去，无法催动出灵力。药皇宗的这些先帝瞬间被瓦解，伤的伤，跑的跑。So， 随后许风秋冲向药皇宗。宗主，不好！药无尘瞳孔一缩，立即开启护宗大阵。然而许风秋手一伸，大阵结界瞬间消散。因为没有了结界将人拦在外面，剩下的那些阵法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许风秋手持神剑，今天一剑斩向药皇宗那些强者。轰！一声巨响伴随着漫天尘埃，周围众人看的是瞠目结舌，震撼不已。药皇宗要没了！这什么时候一个如此宗门会显得这么的脆弱不堪？什么时候先帝八阶会被人随意抹杀？这还是老夫所认识的那个九州吗？这许风秋当真逆天！药皇宗内全是中毒之人，行动堪忧。许风秋堂堂先帝进入其中，那岂不是屠杀吗？除非这药皇宗能解毒，否则的话，几十位先帝、上千天道，他们皆如蝼蚁了，药皇宗便没了。这许风秋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啊？尘埃散去，一片尸体躺在那里，不计其数的强者躺在地上重伤哀嚎。许风秋抬起手，原本属于缥缈峰的震天塔飞了出来，强大的力量将药皇宗笼罩了起来。万影，唰！随之数以万计的许风秋的分身出现在了药皇宗之上。许风秋眼眸微凝，药皇宗之人不论男女老幼，皆杀之。药皇宗弟子，凡抵抗者，亦杀之。So， 数以万计许风秋的分身进入药皇宗内，开始了屠杀。啊！惨叫声不绝于耳，浓重的血腥味充斥着药皇宗上空。众人，宗外众人看的是胆战心惊，而许风秋看着面前那些药皇宗强者，嘴角露出了一抹嗜血的笑容。So， 啊！一个个曾经睥睨天下的强者死于许风秋剑下。扑通！一位先帝强者恐惧地跪在许风秋的面前。许少主，许少主，老夫并非药皇宗药家之人，老夫只是加入了药皇宗的强者罢了。老夫从未对许少主出过手，还请许少主饶命啊！又是一个老者爬了过来。许少主，在下也是，在下愿为许少主效犬马之劳，还请许少主饶命啊！许少主饶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万剑凝聚，将大片强者纷纷诛杀。好狠的许风秋！柳云烟沉吟了一声，他是在立威。一位强者道。柳云烟看了一眼，凤凰之主，幸会。太多传说中的人物竟然都被吸引过来了。本座倒是奇怪，他许风秋杀了叶枫，以阁下脾气，为何迟迟不动？还是说阁下早知他许风秋如此手段？凤凰台之主淡淡的问道。柳云烟平淡的说道，本尊说若他许风秋一声令下，本尊也要派人助他，阁下可信？凤凰之主暗暗一惊，然后红唇轻启，看来他许风秋逆天之处不止如此，这九州要大变天了。柳云烟看了一眼洛琉璃，琉璃见过柳前辈。洛琉璃行了一礼，琉璃倒是对许风秋颇有兴趣，本尊缥缈峰也见到你了。凤凰之主说道，本座带琉璃前来学习学习。不久，许风秋的数以万计分身将药皇宗屠戮个遍，广场之上数万药皇宗弟子战战兢兢地缩在一起，这些都是各城池各帝国进入药皇宗的天才，他们本质上是无辜的，所以许风秋自是不会伤害于这些人。除此之外，还有被许风秋大量分身带来的上千药皇宗药师一族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绝望的哭喊声响彻在天空，他们全部虚弱无比，动弹不得。许风秋拎着剑走向一位老者，咯噔，那老者如同坠入冰窖一般，扑通，他跪在了许风秋的面前。许少主，许少主别杀我，从今日起，在下不再是药家之人，愿为许少主效犬马之劳。二弟，你……药无尘浑身是血，愤怒地指着自己的亲弟弟。许风秋冷笑一声，态度不错。老者露出一抹惊喜，
那便送你个痛快。下一瞬，许风秋将其头颅斩下。许风秋，药无尘竭力嘶吼一声。丁，检测到气运之子。气运之子，药无忌，天命值88001010，一阶气运之子，年纪8，血脉人族，体质天阳之体，境界玄天境一阶，战力打分44。介绍：药无尘的孙儿，未来可期。丁，你触发任务天命值归零，任务奖励天通阵法图大成。天通阵法图，融会贯通于世间一切阵法，获得后将熟悉设置，解开所有阵法。许风秋随后手一抬，8岁的药无忌飞了起来，无力地蹬着腿，哭喊着：“爷爷，爷爷救我！爷爷！”药无尘瞳孔一缩：“许风秋，你要干什么？放了我孙儿！”咔嚓，随后许风秋手一捏，药无忌脖子被拧断。丁，斩杀气运之子药无忌，获得奖励天通阵法图大成。咕噜，众人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而周围那些人的哭喊声更甚。许风秋，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啊！药无尘血红着双眼嘶吼一声。许风秋然后走了进去，拎着一个女人的头发把她拖了出来，让她看着药无尘。父亲。女人哭泣看着药无尘。许风秋淡淡的说道：“玩个游戏，本帝给你1炷香的时间，将你药皇宗的秘宝库尽数打开，不过要快，每时息本帝会杀你药家1人。”说完，许风秋将女人一剑斩杀。现在开始。不，女儿！药无尘嘶吼一声：“许风秋，你残忍至极，你会遭报应的，你会遭报应的！”药无尘嘶吼着，许风秋则是没有任何的反应。药无尘，你连孩童、女子都不放过，你所作所为比魔教之人还要残忍，你一定会遭报应的。许风秋一伸手，一个小男孩飞了过来。许风秋站在那里，手揉着他的头发：“爷爷，爷爷救我！爷爷！”男孩哭泣着，一动不敢动。许风秋微微一笑，咔嚓，扑通，男孩的尸体无力地倒下。实息了。药无尘浑身猛地一颤，一个男人飞了过来，许风秋的剑抵着他的脖子。大伯，大伯！男子无助地看着药无尘。药无尘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不要，我去，我这就去，你千万别动手。然后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赶紧走开。刚走没几步，又是实息了。许风秋淡淡地说道：“啊！”一声惨叫，男子被许风秋诛杀。药无尘浑身一抖，不敢回头看，只能是2行血泪落下，赶紧加快脚步。远处那些人看着许风秋的暴行，说实话，即使对于一些强者而言，他们的内心也是忍不住发毛。许风秋，一个28岁的青年才俊，他竟然可以如此狠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道理他们也懂，但他一并杀了即可。而现在许风秋的所作所为，让这些人下意识地对他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这手段，许风秋这一代中找不到第2人了。凤凰之主道。说完，他看向洛琉璃问：“琉璃，你觉得他之手段残忍与否？”是有些残忍了，可也没问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自古成王败寇。若许公子没这些手段，被杀的就是他和许家众人了。而此举也是在震慑九州和他下一个目标药神山。只是洛琉璃黛眉微蹙。只是什么？洛琉璃说道。不知为何，琉璃觉得许公子犹如有2副面孔。前几日，琉璃还听说许公子带着侍女游山玩水，好不快哉，不知究竟哪个才是他了。很快，药无尘跑了回来，而他面前那一个个熟悉的药家人的尸体躺在地上，后方是其他药家人，包括他的10几任小妾、妻女无助的哭喊声：“爷爷救我啊，爷爷！父亲，父亲救我！夫君，救救我们的孩子！”许风秋，你会遭报应的。药无尘血泪落下，指着许风秋嘶吼道：“事情办好了吧？”许风秋淡淡的问。药无尘咬着牙：“都开启了，里面我要黄宗的资源全都是你的了，我可以死，但是他们都是无辜的，饶他们一命。”许风秋道：“一条手臂换1命，你选吧。”说完，许风秋将一把剑扔到了药无尘的面前。药无尘将剑捡了起来，低着头，唰啊，他的一条手臂直接飞了出去。然后药无尘捂着断臂处，面色煞白。许风秋问：“选哪个？”药无尘目光扫了一眼众人，血泪落下。他指着一个13、14岁的少女。许风秋看了一眼，眉头一挑：“哦，
看来这丫头对你很重要，你的孙女。是。药无尘咬着牙说道。出来吧。许风秋对那少女道了一句。爷爷，呜，爷爷。少女腿软，哭泣着爬向药无尘。就在她快爬到药无尘面前的时候，唰，一剑穿透了她的身体。药无尘浑身一哆嗦。不，他嘶吼了一声。许风秋，你言而无信。许风秋。许风秋大笑了一声。药宗主，方才本帝都说了，玩个游戏而已，您还当真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道理，您不会不懂吧？说完，许风秋转身看向那群人，这里还有数百位强者，他们并非药家人，只是加入了药皇宗的强者。许风秋看着他们说道：30息的时间，凡是手中有药家之人头颅者，可免一死。这不是游戏，是本帝定的规矩。听到这话，那些强者一个个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嗖，他们纷纷冲了过去。都别跟本尊抢，谁抢本尊杀谁。本尊活下来了，哈哈哈！别抢，混账东西，我来杀，我来向徐少主明志，药家还活着的人不多，他们人更多，总有很多人30息内手中拿不到头颅，如果不快一点，死的就是他们自己。不，药无尘绝望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周围那些强者也是内心震颤不已。好狠的许风秋，好狠的手段，他明明可以直接杀了这些人，为何还要如此？他是在立威啊，他是在震慑那些觊觎他性命，他身上至尊骨，对许家有觊觎之心的人啊！走好！许风秋道了一句，一剑将药无尘斩杀。随后，一群拎着头颅的强者跑到了许风秋的面前，他们露出惊喜的表情。许少主，许少主，老夫手里有头颅。许少主，还请许少主饶命。许少主饶命！许风秋朝天一指，漫天雷霆倾泻而下，将那些没有夺得头颅的强者尽数诛杀。随后，许风秋手一甩，一些丹药飞了出去。服此毒丹者可活，休要给本帝玩什么小动作。他们为了活下来，也只能赶紧将毒丹服下。此乃绝命断魂丹子丹，母丹在本帝体内，本帝可斩尔等生死。若本帝死，汝等亦死。他们瞳孔一缩扑通，一个个身影纷纷跪下，愿为徐少主效犬马之劳，愿为徐少主效犬马之劳。许风秋满意的点点头，这些人应当有数十位先帝，100多位天道境，也是一个不小的势力。许风秋手一挥，震天塔落了下来。随后他看向那些弟子道：你们离去吧，寻其他宗门再做修炼。是。数以万计的弟子们纷纷逃走。许风秋随后又扔给了那些人一些丹药，此为解药，服下后再去搜寻药皇宗，凡是发现药皇宗有残余药家之人，杀之。是。随后许风秋便走向了药皇宗的秘宝库和药园，这里是一个1000年级别皇级宗门的资源底蕴所在，天地灵物、武技、功法、心法、灵气、丹药、灵石、修炼用的元灵镜等等，都是无价之宝。其他人震撼地看着眼前一幕，药皇宗没了。谁能想到，昨日缥缈峰被灭宗，今日他许风秋就能直接灭药皇宗，某种意义上几乎也是相当于他一人灭了药皇宗这等皇级宗门啊！近100位先帝，2位先帝8阶的至强者，犹如蝼蚁。他许风秋简直逆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今一代无人可比肩许风秋。这两战震撼九州，许风秋扬名，许家怕是要重回巅峰之途了。收集走所有的资源，许风秋踏着虚空走了出来。本帝在许药神山1日，明日午时，9重天药神山若不来许家，亦灭之。说罢，许风秋扬长而去。许不悔坐在院落中不断的徘徊，他很着急，他很希望许风秋失败，死在药皇宗。他没有去现场看，因为他作为许家人，他去现场很危险，也没这个必要，他只需要等消息就行。这时他的面前飞出来一张传音符。父亲，许长安震撼的声音传来，说许长安是经过了乔装打扮，去到了药皇宗那边，药皇宗被灭了，药无尘等人皆被杀尽。什么？徐不悔瞪大眼睛，他失神地坐了下来。缥缈峰、药皇宗，8重天的2大皇级宗门，不说最强吧，但都是皇级啊。先帝几十位的恐怖宗门，昨日灭了缥缈峰，今日灭了药皇宗。关键在于，这不是许家干的，这是许风秋一个人干的，几乎是许风秋一个人，他能灭2大皇级宗门，这说出去没人相信的。你让一位至尊先帝，他都不一定一个人能做到的。护宗大阵，几十位先帝，各种逆天灵气、手段、
都能让至尊仙帝喝一壶的了，他许风秋凭什么？但是事实发生了，这让他们很忌惮啊！一个人都能做到这种程度，手段辈出，他们怎么反？还怎么夺权？这许风秋怕是得到了莫大的机缘了。你先回来，我们先探探他的底，切勿轻举妄动。是。九重天，药神山。无数的弟子们在聊着许风秋的话题，听说了吧？八重天许家少主许风秋，昨日灭缥缈峰，今日药皇宗也没了，太震撼了。谁能不听说啊？之前我只是听说许风秋28岁晋级仙帝，虽然震撼，但也没太当一回事。毕竟咱们药神山圣子也是29岁的仙帝，他前几日的事情我还瞧他不起，但是这2日，我的天，太夸张了！我怀疑这许风秋是不是某位神明转世，还是获得了莫大的机缘。2大皇级宗门被他一人灭掉，叶枫至尊谷的绝灵之手给他提升太大了，一个强大宗门千年护宗大阵全然失效。现在压力给到了我们药神山了，不知药神山会是如何决定的？他总不能真把我药神山灭了吧？他只不过是在装腔作势罢了。我不信他能。药神山大殿内，一群顶级强者坐在奢华高贵的大殿内，面色凝重。他们自然也是知道了药皇宗被灭的消息，现在他们的心情很沉重。进来以后，他们便沉默不语。宗主李百山扫了一眼那些强者，道：“说话。”大长老干咳一声，道：“这几日缥缈峰药皇宗覆灭，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许风秋的手段无不逆天，有些力量，甚至老夫迄今为止也无法理解。”另一位老者点点头：“仙帝一阶斩杀仙帝8阶，仙帝8阶莫名其妙负伤，极强的玄天毒气之毒、净灵、定身等力量更是神乎其技。说句实话，不管是缥缈峰还是药皇宗，我们药神山出手也要花费不小的代价的。他许风秋将这一切做得太轻易了。”李百山眼中带着怒意，问：“所以诸位的意思是，我药神山要为宣布攻打许家一事前去道歉？”宗主，大长老严肃道：“药皇宗全员中毒，这毒您应该知道是什么吧？”李百山沉思道：“应当是传说中的10阶断伤绝灵散。”没错，断伤绝灵散，我药神山也无探毒解毒之法，兴许我等现在已经中毒了。众人嘈乱一片，他许风秋哪来的这些手段？李百山面色凝重道：“8成是得到了众神时代顶级的机缘。”大长老点点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断伤绝灵散我等解决不了，倘若现在已然中毒，明日怎么战？他许家若是倾巢而出，要神山必灭。说的是啊，他许风秋有绝灵之手，时间太仓促，我等暂且应对不了啊。老夫觉得还是避其锋芒比较好，毕竟在此之前谁也不相信他能灭缥缈峰和药皇宗，大家都当成一个笑话，但结果大家也知道了。宗主不是怕，放眼全局考虑，他许风秋的锋芒太盛，要避啊。”李百山叹了一口气：“什么时候我堂堂神级势力药皇山会被一个区区小辈逼成如此田地了？我要神山跺一跺脚，大陆都要颤上一颤。而如今，哎。”众人沉默，李百山看着众人道：“若是道歉，我要神山的脸面荡然无存了。脸面是一时的，我等有充足时间能够应对他许风秋的手段之时，再灭他许家找回颜面也无妨啊。”李百山是看出来了，许风秋在药皇宗的惊天手段残忍至极，他们都怕了。哎，李百山重重的叹息了一声，然后目光扫向众人：“诸位都是这个意思？”没人说话，他们不敢赌。本宗主知道了，大长老、二长老，随本宗主去一趟许家吧。是。缥缈峰药皇宗被许风秋灭掉的消息刚传出去不久，大家都在等待药神山态度的时候，一个惊天消息再次传遍大陆，药神山示弱了。宗主李百山携诸位强者前往许家公然致歉，堂堂9重天神级势力，整体实力要远高于许家的药神山，向许家致歉。再加上许风秋的雷霆手段，逆天事迹，他把好多强大的势力都给打怕了。许家一时间如日中天，许风秋的名字响彻9州。夜晚，月光洒在许家，许风秋站在崖边，负手看着远处的星辰，也算是告一段落了。这件事，他许风秋的名声和凶名是彻底打出来了，暂且可以不用管了。那么，现在他眼前的事情，小离的任务，洛琉璃的任务，这急不来；楚然的任务也急不来。许长安，气运之子。许长安，年纪29，天命值1887000，2阶气运之子，体质不灭道体，境界天道境1阶，战力打分79。介绍：万年地族许家之纯正血脉，拥有不灭道体，长血灵珠。任务：
许长安天命值清零，任务奖励，天命值加500000，巅峰级剑意，风尘剑诀，直接杀死也没问题。但毕竟还有接近200万的天命值，对应着近2000万的系统值。这系统造就了许风秋传奇事迹，没有系统，他怎么可能灭朴秒风和耀黄宗？而许长安的生平，许风秋可以随意查看，也大概清楚他天命值的来由。许家给予他的背景，他的体质提供的天命值并不多，10几万而已。他天命值来由的重点是一个女人，类似于医圣李千秋和叶枫一般的关系。但为什么大婚当日许长安也在许家？这距离足够近了，许风秋却没有触发他的气运之子任务。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许长安不算是气运之子，他的天命值10几万而已。碰巧许风秋去一重天杀叶枫的时候，他遇到了机缘，遇到了那个女人，增加了100多万的天命值，成就2阶气运之子。而许风秋要做的很简单，瓦解他和那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小黎，许风秋道了一句。不远处正在斗一只灵狐的小黎听到后，赶忙抱着灵狐跑了过来。少主，想出去吗？许风秋问。想。小黎连连点头。许风秋摸了摸他怀中的灵狐，道：天亮本地带你去柳州城。翌日天明，柳州城。柳州城是离许家最近的一座城池。许长安一大早带着一堆吃的就来到了这边。等本少拿下千雪，许风秋，你又算是什么东西？许长安眼眸微凝。前2日许风秋意气风发，许长安心情不好，去了一趟妖神森林屠杀妖兽泄愤。在中途，一个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落在他面前不远处。许长安走过去，发现深坑之中有一名昏迷的女子，那是他这一生见过的最美的女子。即使是他曾经有幸见过仙子榜前20几位仙子的真容，他认为都稍逊于这位姑娘。她身上有一种即使是圣鸟女帝可能都稍逊一筹的优雅与高贵。一开始许长安以为她陨落了，说实话，即使陨落了，许长安也想来一发。太美了，太高贵了。当他准备脱衣服的时候，女子睁开了眼，吓得许长安差点废掉。不过幸好他还没脱。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后，许长安知道这位女子记忆全失，只记得名字叫做黎千雪。黎千雪极其强大，举手之间她竟暂停了方圆10里的时间流动。许长安知道他的机会来了，因为黎千雪记忆全失，许长安便骗他说他许长安是他的夫君，然后随便编了一些理由，大概就是他于5年前离奇失踪，他许长安找了5年，没想到再见他竟然记忆全失，那演技也是无敌强，声泪俱下的。黎千雪半信半疑的跟他走了。许长安也算是个聪明人，虽然暂且这个夫君身份坐实了，但他也不会去轻易尝试牵他的手。许长安知道当务之急，他需要慢慢跟黎千雪把关系打好，再一步一步真正的进入他的内心，让他成为自己的人。他将黎千雪安排在了柳州城，派了几位侍女贴身照顾他，而他自己也算是使出浑身解数的展现他的绅士和男人魅力。呼，许长安呼了一口气，随后敲了敲门。一位侍女打开门，恭敬地行了一礼。少爷。千雪在吧？在的。许长安随后微笑着走了过去。院内一处特别漂亮的后花园，后花园还有一处小湖，湖中有个亭子，亭中一位女子站在那儿看着美丽的风景。她身穿一袭蓝色仙裙，裙摆随风轻轻摇曳，气质高贵优雅，像是冰山上绽放的雪莲，高洁而不可攀，红唇粉嫩，眼神清澈如水，仿佛从不曾经历过生活的波澜，只是站在那儿，仿佛跟周围美丽的风景融为了一幅画。许长安走了过来，看着那个背影，一时间吃了。千雪。许长安笑着走了过来，黎千雪听到声音转过身，随后微微一欠身，红唇轻启，声音几乎毫无波澜。许公子，方才只是见到千雪背影，便让我灵感迸发，即兴做出了一句诗：神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许长安哪懂什么诗词文赋，他是特地学的一句，让自己显得更有魅力。黎千雪倒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微微说道：许公子乃有才之人。哈哈，多年前你我相识，便是因诗结缘，我给你带了一些吃的喝的，都是以前你爱吃的，桂花糕、枣花酿。黎千雪坐在那里，青眸之中露出一抹微微的迷茫。我以前爱吃的。许长安笑道：哈哈，对，尤其是这桂花糕，我一大早让下人做的，还热乎着呢，你尝尝。许长安当然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但这桂花糕女子基本上都爱吃，准没错。反正他什么都不记得，他只要也爱吃，不就能凸显出自己说的话的真实性了吗？黎千雪捏起一块桂花糕，端详了片刻，然后缓缓放入红唇中。
许长安看着他娇滴滴的红唇，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说实话，只是看他竟然就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马德，一定要得到他的人，想想就受不了了。如何？许长安问了一声。黎千雪微微点了点头。不错，许公子费心了。哎，千雪，以前你都是叫我长安哥哥的，现在这称呼，哎，很是陌生，还请许公子理解。许长安笑道：哈哈，没事没事，能找到你就是我最大的福气。黎千雪放下桂花糕，随后摊开手，一株七彩的圣莲呈现在掌心。七彩圣莲，许长安内心一惊，这东西许家都没有啊，整个九州可能100年才能出现一株，其价值无法想象。天道境石阶若是有七彩圣莲，几乎可以说一定能够晋升仙帝之境，对他而言这是至宝。果然跟他打好关系没错，虽然他什么都记不得了，还不能接受他们曾经是仙侣的事实，但是因为这层关系，他也是蛮用心的，给他许长安强大的武技、功法和心法，还教他顶级剑法。许长安毕竟是许家之人，这功法剑法竟然让他觉得超出了许家很多。千雪也不可白白承受许公子好意，还请收下。许长安伸出手，那我也就不和千雪矫情了。应当的。黎千雪款款道。许长安随后叹息了一声。许公子因何事叹息？许长安道：说实话，当年也算是我高攀了你，也不知为何千雪会倾心于我，到现在我也才只是刚刚踏入天道境，天道之后便是仙帝，许公子应当用不了几年便成就仙帝之境，此等傲人天赋也是世间罕见了。跟千雪你还是比不了啊，你不知何原因修为被封都有仙帝之境，也难怪现在千雪你难以接受于我。黎千雪看着许长安，黛眉微微轻蹙。许公子不必贬低自己，若你我曾经是仙侣，那你必有过人之处，我只是记不得，但能感受到许公子对千雪的真情，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许长安心中一喜，这神女子虽然高贵倾国倾城，但似乎很是单纯啊。应当真用不了多久便能拿下她了，不用太着急。哈哈，没事，只是有些感慨。哦对了，有几件事想要询问一下千雪。黎千雪微微颔首。许公子请讲。有一当代的青年才俊，28岁被以各种资源强行提升到了仙帝之境。黎千雪道：如此一来，根基不稳，虽有仙帝之境，但若是遇到强悍的天道境，甚至不一定能敌。奇怪就奇怪在这里，他确实不是很强，可最近不知遇到了什么机缘，以一人之力竟灭了有几十位近100位仙帝的2座皇级势力。黎千雪黛眉微蹙，陷入了沉思。他有何手段？许长安，他夺了其他天才的至尊骨，得到了绝灵之手。黎千雪，如此护宗大阵之结界全然无效，但远远不够。他还能爆发出至尊仙帝之威，应当是强者传承的力量，今生怕也只能用这一次。许长安道：这一点我也理解，有一点很奇怪，他以仙帝一阶却轻松斩杀数位仙帝8阶，也没有玄天圣器级别的灵气加持，也没有逆天武技。这黎千雪陷入了沉思。千雪你也不理解吗？黎千雪微微摇摇头，若真没有顶级灵气加持，很难理解，所以许公子说他能以一人之力灭皇级势力，千雪也是不太相信。许长安，但事实便是如此。还有他会用玄天毒气，这玄天毒气的毒让仙帝之境几息之间化为血水，这倒是很正常。玄天毒气难在气的炼制，毒是辅助作用，若能自行配出更加强大的毒，玄天毒气的杀伤力大大增加，能让仙帝5阶以下几息化为血水的毒很罕见，但不是没有。许长安点点头。还有他被仙帝8阶攻击，他毫发无损，反而仙帝8阶自己却伤了，这是？黎千雪黛眉微蹙，莫非是某种逆转乾坤的功法？许长安眼睛一亮，有吗？黎千雪点点头，有，催动后可将自身收到的攻击逆转乾坤到目标身上，极为高深。千雪只记得有，但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了。原来如此，玄天毒气，千雪这里倒是有天潜一针、落花泪、咫尺天涯与傀儡娃娃的炼制之法，许公子要吗？许长安，什么？他竟然有玄天毒气的炼制方法，傀儡娃娃的炼制方法都有，那可是玄天毒气排名第3啊，唐门都没有，无敌了。他许长安要无敌了，可以吗？黎千雪点点头，自是可以，只是炼制玄天毒气所需要的材料皆为世间之最，许公子可能要自行寻找了。没关系，且给千雪几日时间。当然可以，我就先不打扰你了，有任何需要但说无妨。好，许公子慢走。许长安伸出手想要牵一牵他的手，被黎千雪躲开。我们何时可以牵手？
许长安问：“请给千雪一些时日。”没关系，那我就先回去了。过些日子，我带你去我家族。许公子慢走。许长安随后便激动地离开了。许风秋，真以为你无敌了？本少界时传说中的玄天毒气排名第3的傀儡娃娃都能炼制，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本少才是真要无敌于世间了。另一边，许风秋带着小离也是一起来到了柳州城。柳州城人很多，毕竟8重天的城池，厉害的武者世家也是很多的。随随便便一座城池都是卧虎藏龙。他们走在柳州城内，随处都能听到大家在讨论许风秋的事情。只是大家真正见过许风秋的没有多少，所以许风秋带着小离走在城内，也就是会被当成是一个宗门少主、圣子或者家族少爷之类的角色，因为优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少爷，你吃过冰糖葫芦吗？小离俏生生地问。吃过。许风秋微笑着回答道。那你还想吃吗？许风秋笑了笑，如果是小离给本地买的话，便想吃。刷，小离小脸一红。定，小离对你的好感加1，当前好感41。小离拿着银子跑了过去。大叔，要2串冰糖葫芦。随后小离拿着2根糖葫芦开心地走了过来。少主，给您。许风秋微笑着接了过去。小离期待地看着许风秋说道。很甜的。许风秋吃了一口。好吃吗？小离期待地问。不错。定，小离对你的好感加1，当前好感42。小离真的很开心。以前许风秋对他很不好，他很害怕这个性格暴力的少主，但最近他变得好温柔。尤其是小离最近很崇拜许风秋，再加上许风秋还跟他说过小小的情话，小离这么一个16岁情窦初开的少女，哪能顶得住吗？许风秋带着小离来到了一处府邸前。许风秋是能够探查到许长安生平的，所以对于这2天发生的事情，他的所作所为许风秋是一清二楚。只能说瓦解他跟这黎千雪之间的关系太简单了。咚咚咚，许风秋敲了敲门。咔，大门打开，一位婢女诧异地看着眼前的许风秋。少主，说实话，他们虽然都是许家人，但这位婢女侍奉的是许不毁一脉，不过她必然是认识许风秋的。许长安在吗？许风秋淡淡地问道。少爷他刚刚走。婢女赶忙说道。她也不敢对许风秋说谎，毕竟这几日许风秋的势头太猛了，他杀伐果断，手段更是残忍至极。她就是一个侍女，听话办事就行。过来游玩，方巧听说这里许长安有一府邸，便来瞧瞧。是。许风秋一边走进去一边道。本地进去歇息歇息，过来沏杯茶。是。许风秋进入府邸中，便往黎千雪所在的后花园走去。少主，后花园不太方便。侍女说道。哦，为何？许风秋明知故问。这侍女眼神闪躲，道：少爷有重要的客人在。许长安的客人便是我许风秋的客人，更是我许家客人，那本地更要去瞧瞧了，带路。是。黎千雪正坐在后花园欣赏着一些文人的诗词文赋，她倒是很喜欢诗词的世界，很美，有时候一句话能让她眼前一亮。其实不只是现在，她记忆中诗词文赋、琴棋书画她都爱，因为对于一位强者而言，这些都是磨练心境的一种方法。黎千雪听到动静，抬头看向，随之看到几个身影走了过来。许风秋随意瞥了一眼后花园，道：许长安倒是有闲情逸致，一个后花园如此漂亮，不错。黎千雪看到来人，黛眉微蹙，站起了身。许公子不是说不会有人来打搅他的吗？再看一眼许风秋，似乎与许长安有些许的相似，年纪也不大，但眼前男子气息更为内敛，较之许长安似乎多了几分沉稳。许风秋目光也是看到了眼前的黎千雪，虽然他现在戴着面纱，但依旧难掩其旷世容颜，惊为天人。如何去形容他？倾国倾城，沉鱼落雁。不够，似乎那些所谓的成语难以去形容他的容貌，尤其是那种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的气质。操，这许长安哪来的运气，遇到个这样的神仙姐姐？丁，检测到气运之子许风秋，他的定位应该是类似于李千秋，他竟然也能触发气运之子吗？看来这气运之子并非只有青年一辈才能触发，很多活了100年、1000年的人，他们依旧是气运之子，因为他们一直都是气运之子。黎千雪，天命值980-1312，九阶气运之子，年纪5500，血脉9尾天狐，体质冰神体，9重圣灵体，
神魔3000道。境界：先帝5阶，残。战力打分95。介绍：世间至高血脉之一九尾天狐一族，绝对的妖族至尊，来自于八荒的妖神。16年前，灾厄之女问世，八荒生灵涂炭，黎千雪联合八荒人族、妖族、魔族鏖战灾厄之女，终斩杀灾厄之女。后封神时刻，度99灭世雷劫失败，修为暴跌至先帝之境，失去记忆，散落于九州大陆。看到这个介绍，许风秋一个哆嗦。9阶气运之子，先帝5阶，5500岁，妖神。什么叫修为暴跌到先帝5阶？八荒又是什么地方？许风秋一脸懵。还有灾厄之女，小离是灾厄之体，这灾厄之体跟灾厄之女有联系吗？小离16岁，她也是16年前和灾厄之女鏖战，有联系吗？应该没有，巧合吧？本来许风秋是挺有信心的，但说实话，当看到这黎千雪的介绍后，许风秋感觉自己在他面前就是个喽啰。境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似乎是某种认知以外的存在。丁，恭喜你触发任务，收服黎千雪。当黎千雪对你的好感达到20、40、60、80，均可获得奖励，达到80可获得属于黎千雪的终极奖励。原本许风秋没有什么想法的，只是单纯的过来瓦解他跟许长安之间关系的。但是现在触发任务了，那不一样了。探查过许长安的生平，这许长安对黎千雪的做法倒是提点了他倒是可以效仿许长安所为，也去饰演这神仙姐姐曾经的仙侣，这样便能快速拉近跟黎千雪的关系，快速刷好感。虽然做法确实无耻，可他毕竟是反派啊，而且他许风秋不至于猥琐到觉得一个女人死了还想要轻薄人家。想当一个合格的反派，还是得跟许长安这等人学一学啊。许长安啊，许长安，泡妞你确实还可以，但还是得小爷教教你到底怎么泡才行。只能说好惨的小姐姐，谁让你撞上门来了？好高贵。小黎小嘴微张看着黎千雪，而黎千雪此时此刻的注意力反而是落在了小黎的身上。她黛眉紧蹙，似乎感受到了什么让她不安的感觉。许风秋看到了她的注意力在小黎身上，对着黎千雪抱了一拳。在下许风秋，这是小黎。黎千雪回过神来，微微欠了一身。黎千雪。这时一群飞鸟从树上飞走，许风秋看了一眼，随后微微一笑。沉鱼落雁鸟惊轩，闭月羞花花愁绽，千雪姑娘真是让本帝惊为天人啊。黎千雪听到许风秋的诗，倒是来了一丝兴趣。许公子谬赞了，这2句诗我似乎未曾听过。许风秋道：方才即兴有感而发。许公子大才，二位请坐。许风秋坐了下来。小黎，你也坐。小黎懂事的说道。少主，小黎去给你买仙子醉吧。也好，注意安全。是。小黎随后走开。黎千雪轻眸看着小黎的背影，随后问：小黎姑娘是？许风秋算是发现了这黎千雪相较于自己，似乎对小黎更感兴趣。本地侍女，小黎姑娘似乎并不简单。黎千雪道。许风秋笑了笑，那是自然，不知千雪姑娘为何在此。许风秋开始下套了。黎千雪反问一句：许公子与许长安是何关系？许长安乃本地旁系表兄。黎千雪恍然大悟，对于许风秋的到来也并不感觉冒昧了，反而黎千雪有很多事情想跟许风秋了解。许长安公子说我与他是仙侣，于5年前走散。许风秋露出了诧异的表情。本地怎么不知道？黎千雪黛眉微蹙。许公子的意思是？许风秋道：本地乃许家少主，自幼算是与许长安一同长大，可千雪姑娘跟他，会不会只是许公子不知情而已呢？黎千雪问了一声。许风秋笑道：哈哈，倒也有这个可能吧，不过虽是一家人，但我与他关系极差。关系差？对，许家乃万年地族，目前由我父亲一脉和许长安一脉主导，本地是许家少主。明白了。黎千雪点点头。千雪姑娘，在下有一事相求。许风秋突然道：许公子请讲。许风秋看着黎千雪问：不知千雪姑娘可否拿下面纱？黎千雪黛眉微蹙。许风秋解释道：是这样的，其实方才听到千雪姑娘的名字，我便感触颇深，因为本地曾经有一位红颜知己，也叫黎千雪。黎千雪，说来惭愧，剧情与许长安所说的差不太多。黎千雪道：那应当不会的，我虽然失忆，可还能记得一些事情，应当不是一个人。许风秋点点头。也是，我的那位红颜知己是九尾天狐一族，不过和你一样，他很单纯，很容易被骗。黎千雪。黎千雪摇摇头，淡淡道：我并不单纯，更不会被骗。许风秋感慨道：
哈哈哈，那是他呢，来自于八荒。虽然现在本地甚至不太清楚八荒到底是什么地方，但他是这么说的。黎千雪，他实力很强，本不可能倾心于我，但也是因为一些特殊的缘分吧，还是走到了一起。哦对，他眼角那里有一颗泪痣，很美。黎千雪，许风秋，他屁屁那里有一处浅粉色的胎记，很漂亮。黎千雪，他还是冰神体，也是因为这冰神体，我俩一直没有到最后一步，因为那时的我太弱了。黎千雪，许风秋微笑着看向黎千雪。对了，他很不喜欢吃桂花糕，但是最开始我给他的时候，他还是会说喜欢。而千雪姑娘桌上有桂花糕，所以更不可能是他了，方才冒昧了。黎千雪，许风秋心中一笑。许长安，这就是有卦和没卦的区别，只教一次，下辈子好好学。黎千雪面纱之下，面色微微一变，美眸微微闪动地看着许风秋，为何他所说的一切自己都有？难不成这世上还有如此巧合之事？绝无可能了。而他记忆中似乎也确实是来自于八荒那个地方，他就是九尾天狐，他有冰神体，他屁屁上有浅粉色胎记，他确实不喜欢桂花糕。那许长安是千雪姑娘。许风秋道了一句。黎千雪回过神来，许风秋这名字我似乎听说过。黎千雪美眸看着许风秋道，本地这段时间倒是灭了2个宗门，可能名气稍微大了点吧。许风秋道，以先帝一阶斩杀8阶，玄天毒气。许风秋点点头，对，正是在下。说来惭愧，这玄天毒气天潜一针，落花泪，咫尺天涯和傀儡娃娃，还是他教我的。黎千雪，是自己，他就刚好只知道这几个玄天毒气的炼制方法。那你们为何分开？许风秋叹息道，他要回八荒了，说有重要的事情，让我等他，我会等到他的。黎千雪转了个身，美眸之中微微闪动。可他若是不记得你了怎么办？黎千雪问。许风秋说道，能相爱一次，那若再见也必然能相爱第2次。然后许风秋道，那便不打扰了，告辞。说罢，许风秋离去。黎千雪缓缓转过身，看着许风秋的背影。许长安匆匆赶来，他得到了侍女的消息，说许风秋来到了他这座府邸。这把许长安吓了一跳。你妈，这许风秋来这里干嘛？要出大事。千雪，千雪。许长安一边喊着，一边跑到了后花园。黎千雪负手站在湖边，犹如和天地融为了一体。千雪，方才我那表弟许风秋来了吗？黎千雪不为所动。许长安皱了皱眉，感觉不对劲。千雪。黎千雪点点头，聊了会儿，他没说本少什么坏话吧？说了。许长安内心一个咯噔。千雪，他说的话你不要相信，我与你为仙侣一事是秘密，这大陆都没什么人知道的，但我父亲是知晓的，他许风秋不清楚的。黎千雪点点头，怎么感觉你有点不对呢？许长安问。黎千雪道，只是似乎想起了一些事情。哦，是吗？黎千雪看向许长安道，我记得我们以前去过北极之洲，那里风景很美。说着他拿出一条漂亮的项链，这是你送予我的。许长安，啊，对，这条项链是我挑了许久，浅蓝色很适合你的气质。黎千雪秀发飞舞，美眸闪烁着妖异的紫色，她身上一股令人如坠冰窖的寒冷爆发了出来。许长安吓了一跳，千雪。随之黎千雪伸出手，隔空捏住了许长安的脖子，将其拎了起来。你为何骗我？黎千雪语气毫无情感。我没有啊，他许风秋说了什么？黎千雪道，这项链是你侍女之物，并非是你赠予我的。许长安，他慌忙地说道，啊，我记错了吧，毕竟我送你的东西太多了。千雪，我们真的是仙侣啊。黎千雪，桂花糕我并不喜，那可能是你失忆了，口味变了。黎千雪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怒意。许长安，这世上无人能骗得了我没骗你，他许风秋说了什么，你不要信他，他是一个手段残忍、卑鄙无耻之徒。许长安惊慌失措地说道。黎千雪美眸瞳孔彻底化为妖异的紫色，怒意涌现，红唇轻启，一字一句冷冷道，不许你说他。许长安真的要崩溃了，他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一个厉害的人，这么大的一个机缘，凭什么啊？许风秋，你他妈的该死啊！黎千雪手一甩，将许长安扔到了100米之外，砸倒了一片房屋。念在你这几日帮本尊的份上，本尊饶你一命。黎千雪说完便走了出去。哗啦啦，
许长安灰头土脸的从废墟中爬了起来，满脸的怨恨。许风秋，许风秋，咔咔咔，他握紧拳头，本少一定要杀了你，把你碎尸万段，碎尸万段啊！啊啊！许长安咆哮一声。另一边，许风秋跟小黎买了一堆好吃的，正在往许家赶去。丁，黎千雪与许长安关系破裂，许长安天命值1500000，你的系统值加1500万。丁，黎千雪对你的好感加10，当前好感10，爽，系统值再次高达5000万了。看看后续第3系统商城还会有什么。总之，系统值越多，肯定是有好处的。以后你想出许家就随意出，不用顾忌太多，但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毕竟本地现在树敌不少，难免有人可能会打你的主意。许风秋提醒了小黎一声，小黎摇摇头。小黎是少主的侍女，要常伴少主左右照顾照顾，不会轻易离开的。许风秋微微一笑，揉了揉她的秀发。不过小黎不太理解。小黎突然说道：何事？小黎有些气鼓鼓地说道：许长安比少主差那么多，为什么他可以遇到那么美丽优秀的仙子？许风秋笑出了声。小黎看了许风秋一眼，说道：少主才是与他更般配的，何以见得她如此美丽啊？许风秋笑问：虽然轻纱掩面，但气质惊为天人，一定很美的。少主都因为她的美丽即兴而发作了一句诗。许风秋笑道：吃醋了啊？小黎眨眨眼睛，赶紧摆摆手：没有没有，少主误会，小黎只是少主的侍女，怎敢吃醋？她确实没有吃醋，或者说小黎一直都能够拎得清自己的身份。那你怎么知道本地没给你作诗呢？小黎眨眨眼睛。许风秋一边往前走一边说道：众里嫣然通一故，人间颜色如尘土。小黎顿了顿，小脸唰的一红，他可爱的跺了跺脚，娇嗔一句。少主又拿小黎寻乐了。哈哈，跟上。柳州城，轻纱掩面的黎千雪走在繁华的街道之上，无数人的目光纷纷落在她的身上，却又不敢多看一眼。许长安这事倒是对黎千雪内心没什么影响，但许风秋对她内心的冲击就大了。黎千雪基本上可以认定，她与许风秋必然有仙侣之名在。原本她就有些怀疑自己真的和许长安是仙侣吗？因为她看得出来许长安似乎确实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可许风秋有。28岁的仙帝，纵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很弱，但是他很亮眼，以一人之力灭2大皇级宗门，英俊潇洒，颇具风度，又有才华，温柔的时候无比温柔，杀伐的时候又果敢至极，而且还特别痴情。黎千雪记不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但他认为这样的一个许风秋，即使是他，若是缘分已至，再加上一些相处和经历，他们相爱似乎不无可能。现在黎千雪纠结的是，他是否要去寻许风秋。本意是不想的，可许风秋一句我会等到他的，让黎千雪那冰封的内心最柔软的一处被触动了。或许这也是他曾经会倾心于许风秋的原因之一吧。姐姐，要吃冰糖葫芦吗？一个小女孩艰难地抱着一个满是冰糖葫芦东西，抬起头怯生生地问。黎千雪停下了脚步，目光看了女孩一眼，又看向眼前的冰糖葫芦。好吃吗？黎千雪问了一声。姐姐没吃过吗？丫丫可以给你一个尝尝，给姐姐尝尝。黎千雪接了过来，拿在手中端详了一会儿，似乎是在考虑怎么吃。她微微掀起面纱，试探性地伸出粉舌舔舐了一下。好甜，姐姐要咬的。哦，黎千雪微微咬了一点点。好吃吗？丫丫期待地问。黎千雪，好吃。那姐姐要买吗？黎千雪点点头。要。西，要一根吗？全要。丫丫。黎千雪拿出一株紫色的天地灵物，问：但是我没钱，这个可以吗？周围一些舞者一片哗然。天玄紫堂，这至少是1000年级别的天玄紫堂。这，老夫也仅只是从拍卖会上见到过一次天玄紫堂，这女子是何方神圣？什么？天玄紫堂换一些糖葫芦啊？丫丫有些局促不安。嗨，一位老者走了过来，道：阁下，天玄紫堂老夫可以收。黎千雪摇摇头，我给他的。老者然后对着丫丫挤出笑容。女娃娃，老夫用1万两银票跟你换好不好？黎千雪则是抱着一大捆冰糖葫芦离开了采花贼。终于让本少带到你了，本少打不死你。一名男子在街道上对着身下的采花贼一顿暴打。打得好，打得好。周围一群百姓围在那里纷纷叫好。与此同时，黎千雪背着一大捆冰糖葫芦，腰间还有一袋烧饼。
双手捧着一个大大的椰子，椰子上面还插了一个类似于吸管的东西。黎千雪小嘴轻轻地吸着，默默路过人群。有一说一，一个高贵冰冷的仙子，却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走到城外，黎千雪晃了晃椰子，发现里面已经空了。她伸出手，手心又出现了一个椰子，然后她又捧着喝了起来。此时，一名男子方巧要进城，而他的目光顿时被黎千雪所吸引。好美的女子，顾长生眼睛一亮，未曾想到下山一趟，竟能遇到如此惊为天人的仙子。顾长生露出了一抹绅士的笑容，然后走了过来。突然，黎千雪顿住了。唉，他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了？想起来了，许风秋。黎千雪走向前方的一位要进城的老人面前。老人家，您知道许风秋在哪儿吗？啊，许风秋啊。说着，黎千雪打算拿出点什么好处给他，却腾不出来手。美丽的姑娘顾长生微笑着走过来搭讪。黎千雪听到动静，将椰子顺势递给了他。给啊！顾长生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接了过去，随后心中一喜，莫非这美丽的姑娘对他一见钟情？然后黎千雪手中出现一枚金石，递给了眼前的老人家。老人家接了过去，指着一个方向，那里50里路的万年地族许家。多谢。顾长生失神地站在旁边，他脑海中在想着接下来该怎么跟他搭话。姑娘。顾长生回过神来，突然发现手中的椰子不见了，他赶紧看过去。黎千雪双手一边捧着，一边吸着，往许家走去。顾长生，有意思。顾长生嘴角微微一勾。许风秋坐在少主阁院内，击杀了药皇宗气运之子药无忌所获得的天通阵法图大成。许风秋现在医术是世间之最，阵法也是世间之最了。那么接下来该找个机会除掉许长安了。许长安这种气运之子属于是随手可灭的，并不会耗费许风秋多少精力，比起叶枫还要容易很多。与此同时，许家之外，黎千雪来到了此处。她双手捧着椰子，抬头看着恢宏的万年地族许家。黎千雪似乎又更加确信了她和许风秋的关系。纵然他们相恋的时候许风秋不强，但身份毕竟也不简单啊。许家之人自然看到了黎千雪，如此不凡的仙子却背着那么多的糖葫芦，捧着椰子，有点格格不入的样子。姑娘，找谁？许家守卫走过来，好奇地问了一声。咕噜。黎千雪吸了一口椰子水，道：许风秋公子。不知姑娘和我家少主是？黎千雪美眸微微眨了眨，犹豫了片刻，道：朋友。姑娘请。多谢。黎千雪拿下一根糖葫芦递了过去。给。他愣了一下，接过去后行了一礼。多谢。许家会客大殿，黎千雪坐在这里，侍女给她倒上了茶水和灵果。许天意得到消息，匆匆走来，听许家人说来了个奇怪的女子找他儿子，也不知到底危不危险。许天意打算在许风秋来之前先看看。许天意走进大殿，然后看到了黎千雪，仅一眼他便能看出黎千雪的不同凡响，甚至他许天意可能都有一种自己不敢喘大气的感觉。尽管旁边立着的一根木头上面插着一堆糖葫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觉。黎千雪站起了身，许天意做出手势：姑娘请坐，我是秋儿的父亲。黎千雪微微欠了一身。许家主。哈哈，客气客气，姑娘这是。许天意诧异地看了一眼那些糖葫芦，黎千雪拿下一根递了过去。好吃的。好好好。许天意笑着接了过去，然后咬了一口，笑着迎合道：哎呦，真不错，请坐。二人坐了下来。听闻姑娘与我是好友。黎千雪思索了片刻，应当算吧。应当。哈哈，我已经派人去叫他过来了。黎千雪点点头。多谢许家主，您稍等。随后他伸出手，一株天地灵物呈现在掌心之中。许天意一惊，通天奇容之。黎千雪说道。千雪突然拜访，叨扰了您，还望许家主不嫌弃。不必不必，千雪姑娘客气了，你是秋儿好友，那就是我许家的客人，何须如此？小小礼数，还请许家主收下。许天意笑了笑，好，那我也不推辞了。许天意一眼就认定了黎千雪了，虽然不知道他跟许风秋什么关系，但这要是能成他许天意的儿媳妇儿，他做梦都能笑醒。得帮帮这小子，万一能成呢？千雪姑娘跟我是如何相识的？许天意问。黎千雪犹豫了片刻，红唇轻启，如实道：曾是仙侣。卧槽！许天意一惊，卧槽，自己这儿子能泡到如此神女啊！等等，什么叫曾是仙侣？也就是说因为某些矛盾他们分开了。
不行不行，就算许天意不知道黎千雪什么身份，这么出众的女子得替他儿子挽回一下啊。且他都已经主动来许家找许风秋了，证明有的挽回。原来如此啊，直至这一刻，我似乎才明白一件事情。黎千雪认真地看着许天意。许天意道：之前秋儿说他遇到了这世上他最爱的女子，看来便是千雪姑娘了。黎千雪内心一动。许天意道：具体呢，我倒是不了解。千雪姑娘啊，趁秋儿不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您说。许天意道：我这儿子啊，哪都好，天赋强，做事果敢，思维缜密。说实话，作为他的父亲，我很骄傲能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秋儿也是琴棋书画诗词文赋样样精通，也算是大才子了。当然了，这就是许天意在吹牛比了。这个我略有了解，毕竟许风秋即兴就做出了一首诗。许天意，自己这儿子之前到底是怎么把他骗到手的？什么琴棋书画诗词文赋，他儿子一点不懂啊。许风秋是根本不学的，他竟然说略有了解。许天意心里想到，这小子肯定是偷别人的诗说是自己做的了。然后许天意继续道：哎，就是有一点，我特别担心他，这小子实在是太重感情了。太字还加了个重音。许天意道：重感情不是不好，可越重感情越会被人抓住软肋啊。黎千雪赞同的点点头，在他看来，许风秋确实极其重感情，所以为什么他即使不记得了，他也要来见许风秋？他不想伤害他。你别看秋儿杀起人来杀伐果断，那都是他在守护自己的挚爱，其实他也有柔软的一面。平时看到一只小动物受伤，他都会心疼半天，见到城中一些乞丐，他都会施以援手，所以我是真的害怕他受伤害。黎千雪说道：如此之才，德品行能之人，实属罕见了。是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女子对秋儿倾心，各宗门圣女、帝国公主、各路仙子无不向他示好，可是这些年他都未曾答应一人，可他唯独如此倾心于千雪姑娘，可见千雪姑娘比起那些圣女仙子要好上不知凡几啊。这时许风秋走到大殿门口。丁，黎千雪对你好感加5，当前15。哈！许风秋一愣，他推开了门，看到许天意在，又是一愣。父亲。许天意赶忙站起来，笑呵呵地说道：那你们聊，我不打扰了。路过许风秋身边的时候，许天意挤了一下眼睛，小声道：为父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这是为父对你浓浓的父爱。许风秋。哈！许风秋走到了黎千雪的面前，对于他能到来，许风秋倒也是挺意外的。千雪姑娘。许风秋抱了一拳，黎千雪微微欠了一身。许公子，我父亲没说什么坏话吧？许风秋笑道。黎千雪微微摇摇头，自是没有。然后他拿了一根糖葫芦递给许风秋，很好吃。许风秋接了过去，哈哈，你们真像啊，他第一次吃到糖葫芦也很喜欢。黎千雪微微有些动容。许公子。黎千雪美眸看向许风秋，千雪姑娘请讲。黎千雪缓缓摘下面纱。说实话，许风秋看到这一副容颜，一时间也是有些失神了。许风秋目光如炬地看着黎千雪。千雪。黎千雪红唇轻启，或许我便是你说的那个人，但是什么都记不得了。许风秋微微一笑，其实在许长安的府邸，本帝便已经觉得是你了，只是害怕有些太冒昧。千雪不傻，其实许公子说出那么多的细节，千雪能听得出来，便是说与我听的。许风秋笑了笑道：不过没关系，正如我所说的，既然能相爱一次，便能有第二次，我们重新再来，好吗？黎千雪点点头，多谢许公子理解。走，我带你去熟悉一下许家，你暂且就留在这里。好。另一边，许长安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许家，一路去到了许不悔一脉所在之处。少爷，您怎么了？一些人看到许长安的灰头土脸，纷纷震惊。现在这个局面，还有人敢动他许家人，更何况是许长安。闭嘴！许长安没好气地呵斥了一声，然后去到了他父亲许不悔所在之处。许不悔近日寝食难安，许风秋的突然崛起，而且崛起的有些夸张，让他接受不了，想要去想办法去杀了许风秋，可是又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父亲。许长安走了过来。许不悔皱了皱眉，怎么这副模样？发生何事了？许长安握紧拳头，双眸满是怨恨。父亲，孩儿真想杀了他许风秋啊！父亲。然后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许不悔。你就不怕那女子记忆回来，一怒之下杀了你？许长安道。那时孩儿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即使他记起来了，也已经来不及了，我俩已经有了感情了。父亲，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他许风秋坏了我的好事，
父亲您有所不知，他甚至能给孩儿玄天毒气的炼制之法，他随手便能拿出七彩圣莲瓷等神物。什么？你说什么？孩儿没有半句假话。许不悔皱着眉。等等，黎千雪。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是，他叫黎千雪。许不悔站起身，皱着眉道：方才不久，似乎就有一个叫做黎千雪的女子来了。啊，她来了。来找我的吗？不，找许风秋的。许长安。他找许风秋作甚？似乎他们是仙侣。什么？许长安一愣。父亲，您确定吗？许不悔点点头。确信。许长安大笑了一声。许风秋啊，许风秋，你与本少不过一丘之貉罢了，见本少手段颇具成效，你竟然也玩起了这一套，趁虚而入是吧？呵呵呵，你完了，你他妈完了。许长安兴奋地离开。他许长安攀不上黎千雪这尊大佛，你许风秋也休想。此时此刻，许风秋和黎千雪坐在少主阁院中，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找小黎也行。许风秋看着他说道。小黎连连点头。黎千雪微微点了点头。这时许长安也是走了过来，他看到了黎千雪。许风秋跟他坐在那里，好像一副关系很好的样子，竟然在喝茶。黎千雪听到动静，目光看向许长安，随之身上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气质微微涌现。哈哈哈哈！千雪姑娘何须如此啊？许长安一脸嘲弄地走了过来，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一饮而尽。许风秋淡淡地说道：滚！许风秋，怎么？怕本少坏了你好事，急着赶本少走？许长安大笑了一声。许长安坐了下来，翘着二郎腿，一脸轻蔑地看着许风秋。许风秋啊，许风秋，效仿本少。笑死了！怎么叫效仿你？许风秋淡淡地问了一声。许风秋，本少问你，你与千雪姑娘是何关系啊？许长安冷笑问。曾经的仙侣，现在是挚友。许风秋道。许长安大笑了起来。许风秋，你不会不知道本少用过这一招了吧？许长安看向黎千雪。千雪姑娘，本少承认确实用了卑劣的手段，但他许风秋相同的手段，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他许风秋也不过是趁着你记不得一切，欺骗于你，说他是你曾经的仙侣。这一招本少是用过了，多的不用本少再提醒你了吧？滚！黎千雪冰冷的声音传来。许长安的表情一僵。滚！什么意思？不是，千雪姑娘，你相信许风秋是你曾经的仙侣？许长安一脸懵逼地问。是。黎千雪道。许长安，啊，不是，凭啥？凭啥他就能相信许风秋啊？他许风秋能说什么甜言蜜语骗过他？不可能啊！尤其是有他许长安的前车之鉴，许风秋更不可能成功的啊！那为什么呢？许长安有些急了。不是，千雪姑娘，你在开玩笑吧？不管他说了什么，他都是欺骗于你的，你凭什么能相信他说的话呢？那你为何又不信我呢？小黎，送客。许风秋淡淡的说道。小黎，许少爷，请回吧。许长安一边被小黎赶着走，一边懵逼的喊道。千雪姑娘，他是骗你的，相同的手段，你不能受2次骗啊，你为何会信他啊？千雪姑娘，许风秋心中一笑，有挂和没挂，那是2个结局。许长安满脸阴狠的走在许家，他不理解。黎千雪，他清楚此女绝非凡人，说不定是至尊仙帝，说不定是九州传说中的8位至尊之一，九州的天花板存在，毕竟他随随便便都能拿出许家都拿不出的东西啊。所以他就算技艺全失，他不傻的，自己欺骗他能成功，那也是演技好，又碰巧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识破了自己的诡计。这时冒出来了个许风秋，又说自己是他以前的仙侣，这不是炮灰吗？这不是找死吗？对啊，没问题啊。那为什么黎千雪会相信许风秋啊？他许风秋能说出什么让他相信的话来呢？更何况都有他许长安的前车之鉴了啊！不理解，不可能的，这一切不合理，这到底是为什么？许长安崩溃的长啸一声。黎千雪和许风秋在漂亮的湖边走着，没说什么话。许公子，黎千雪声音传来，我需要闭关一些时日，短则1月，多则半年。许风秋道，有地方的，多谢。无碍，你修为暴跌，体内还有伤，气息紊乱，确实需要好生调养一番。你放心，我也会想办法的。黎千雪微微欠了一身，多谢。许风秋笑着摇摇头。许公子，许风秋看向他，若许公子有其他心爱的女子，不必考虑千雪的感受。许风秋摇摇头，
那怎么可以？黎千雪则是说道。对于此事，千雪本就看得淡，而有能力的男子三妻四妾实属正常，否则千雪内心有救。那好，我答应你。太好了。哎呀，通情达理的 简直不要太香。我去给你安排地方，放心休养，不会有任何人打搅你。多谢。许风秋道，毕竟你是我的千雪。黎千雪没有说什么，二人间并着肩往前走去。许风秋的手则是悄悄地伸向黎千雪纤细的腰肢。许公子，黎千雪突然开口，让许风秋动作一顿。能再过些日子吗？许风秋自然明白黎千雪是发现了他的动作。好。许风秋点了点头，收回了手，道：事不宜迟，我去替你安排。劳烦。黎千雪行了一礼。许风秋离开，黎千雪则是回到了院中。千雪姐姐，少主呢？小黎乖巧地问了一声。许公子去替我安排闭关之处了。哦。小黎点了点头。小黎妹妹。唉。小黎小脑袋意外。黎千雪，不知可否麻烦小黎妹妹一件事？千雪姐姐请讲。此番闭关，少则3月，多则半年，可我会担心，若许公子有何大事发生，或者需要我的时候，不知小黎妹妹能否传消息于我？小黎点点头。当然没问题。多谢。父亲，出事了，出事了。许长安匆匆回来，说。许长安道：父亲，那许风秋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让黎千雪相信他们曾是仙侣了。他手段惊人，甚至玄天毒气傀儡娃娃的炼制方法都有。这许风秋一脉若得他相助，怕是挡不住了。许不回眼眸微凝，抿了一口茶，所以该出手了，否则没机会了。显然许不悔已经做好了打算。父亲，您的意思是？许不悔淡淡的说道。其实这几日为父一直在偷偷与药神山联系，而方才也是确定了动手的消息。许长安眉头一挑。许不悔，这药神山找到了叶峰师尊李千秋曾经留下的一味9阶丹药的药方。是何药方？许不悔说道。几乎已然失传的9重血息散。9重血息散有何效果？许不悔，与那许风秋对付药皇宗的断伤绝灵散差不多，极难被发现，一旦中毒将会快速失去战斗能力，仙帝5阶之下也难幸免，仙帝8阶中毒短时间对战力的影响也会很大。许长安眼睛一亮，所以他们如果全部中毒，也就只能苟延残喘一番了。我等出手便能将他们尽数斩杀，夺取许家大权，成为许家掌舵者。闭关数百载的几位老祖宗，若没人提前通知他们，即使我许家灭了，他们对外也全然不知。等到他们出关，这许家风已经变了，他们再说什么也已然晚了。许长安激动不已，突然他皱了皱眉，可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中毒呢？许不悔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2天后是什么日子？2天后。许长安眼睛一亮。孩儿30岁的生辰。许不悔，虽然许家不和，但至少明面上没有撕破脸，也不好撕破脸。你30岁生辰，如此重大的日子，他许天意一脉等人必然会来赴宴，想不来都不行。正如许风秋登帝，属于我们一脉的几千天道，近百仙帝不都去了？父亲，高啊！许长安大笑一声。许不悔冷笑一声。有药神山相助，此战我们赢定了，不用管他许风秋什么手段了，无用。许长安，到时候我要折磨死他，要在他面前杀了他的家人。哈哈哈！只是父亲有没有意外？许不悔道。没有意外，9重血息散不会被发现，我许家医师能比药神山他们厉害。他许风秋虽然拿出了断伤绝灵散，但此物是他从机缘中得到的，并不是说他医术能炼制出此物。而他许风秋能灭朴秒风，靠的是至尊仙帝之威和打了个措手不及。灭药皇宗本质上靠的是断伤绝灵散，他本质就是仙帝1阶，纵然有一些逆天手段，但他底牌尽出。我等做足准备，一个仙帝1阶翻不起风浪的。可黎千雪，他纵然他不凡，他的修为能有仙帝几阶？你也说了，他的气息紊乱无惧。许长安，孩儿要想办法把他也喊到后日生辰宴之上。父亲，希望能留他一命。孩儿见过他的模样，惊为天人，孩儿倒是不舍得杀他。届时废弃他修为，这具皮囊你便留着用吧。许长安一喜。是。许风秋走在偌大的许家，他准备去药园采集几味药材，给黎千雪炼制一枚丹药，有助于他平息体内紊乱的血气。许家有8座峰，每一座峰上都有大量的强者，其中4座峰主要是许风秋一脉的人，另外4座主要是许不悔一脉。少主，少主。所及之处，一些人也是纷纷行礼。许风秋点了点头，方巧看到了前方的许长安。哈哈哈，
要来啊？许长安笑道：“30岁如此重要的生辰，自然自然。”一位老者说道。许长安点了点头，然后看到了许风秋。哼！许长安冷哼了一声，不表现出他现在的得意，避免让许风秋起疑。许长安走了过来。许风秋，2日后本少30岁生辰，你来吗？许风秋道：“可以。”许长安冷笑道：“还以为你不来呢。你我关系虽然不好，但毕竟都是许家之人，该去还是要去的。你我20岁生辰，本地登地不都来了吗？来不来随你，反正本少也不是很欢迎你。”许长安欲擒故纵道。许风秋笑了笑：“还有，你究竟是怎么欺骗黎千雪的？他信你，我可心知肚明。你坏我好事，我会记住的。”许风秋眉头一挑：“说起此事，本地还没找你麻烦，本地的女人，你竟然差点趁虚而入，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啊？”“放屁！”许风秋淡淡的说道。“跪地道歉，本地既往不咎。”“你……”许风秋，你别太放肆了。”许风秋先帝之威爆发出来，扑通！许长安被强大的力量压迫着跪了下来。“3夕内道歉，否则本地让你少一臂参加2日后的生辰。本地说到做到。”“3……你……”许风秋。“2……”许长安面色狰狞，咬着牙：“是我的错。”许风秋冷笑了一声，转身走开。许长安站了起来，眼眸阴狠：“许风秋，再让你活2天，这一切本少要千百倍让你奉还。”而另一边，许风秋眼眸微微一凝。作为触发任务的气运之子，许风秋能探查到许长安的平生，包括当面的时候能听到他的心声。许风秋冷笑一声：“九重血息散是吗？”2日之后，大量的许家之人齐聚于许不悔一脉峰顶，偌大的广场，几百张桌子摆在那里。许风秋、许天意等人也是坐在高位，这边一片都是许家先帝，两脉加起来接近200位先帝。黎千雪也来了，就坐在许风秋的旁边，看起来一切其乐融融。其实许家内战，包括任何强大宗门的战斗，归根结底是强者之战，强者之间的战斗，哪一方赢了，基本上就意味着谁赢了。后面一些许家人也是窃窃私语：“许长安生辰，今日这阵仗有些大了，不太对劲。”“是啊，理论而言，许长安生辰何须有如此多的先帝前来呢？各方派一些代表即可，又不是少主登地。虽然道理上没问题，可许长安毕竟没有那么大的牌面，也合理吧？近日家主和少主风头太盛，许不悔将这生辰宴办的隆重了一些，参加的人多了，也是提升一番自己的地位与颜面吧。那家主他们如此多的先帝，为何要给他许不悔面子呢？毕竟现如今我许家是众矢之的，许家内部不和大家心知肚明，家主恐怕也是希望用他的态度让许家安定一些日子吧。”“有道理。少主身边的女子是何人？”很多人也是注意到了黎千雪。不注意不行，大家都是强者，甚至一众先帝，大陆顶尖。黎千雪坐在那里不说话，也没什么动作，但就是能感知到他的不同凡响。一老者皱着眉：“此女深不可测。”与一众先帝坐在一起，可为何老夫总觉得他却并非融入到这场景内，更像是一人独在一幅画卷之中？此女莫非是至尊先帝？奇怪，老夫倒是见过至尊先帝，可依旧觉得不如这女子的气息内敛，怪事怪事。许不悔端着酒走了出来：“诸位，哈哈，今日本尊很是开心，我的儿子长安也是迎来了他30岁的生辰，本可以低调设宴，但近日我许家又是声名大噪，本尊就想双喜临门，何不趁着这次机会诸位聚一聚呢？也是承蒙诸位给我许不悔面子，今日我许家各脉来了如此多的人，这场面与秋儿登地都不遑多让了。”哈哈哈！一堆侍女也是在这个时候给众人倒酒。许天意站了起来道：“本家主呢，借着这个机会也说2句吧。”“家主您请。”许不悔道。许天意道：“得知长安30岁生辰，本家主也甚是开心，为此昨日临时召集了大家，说的就是这件事，也有了今日我许家近200位先帝齐聚一堂的隆重场面。”“是的，当时许天意将他们一脉的先帝全部召集起来了，还真就只是说了许长安生辰，大家一定要参加的事情。之所以不跟他们明说知道了许不悔的阴谋，那也是担心有内鬼。实际上在那场宴会中，他们喝的酒中已经放了许风秋炼制的9重血息散的解药。没错，今日他们就是要将计就计，顺势一统许家。”许天意道：“世人都说我许家内乱，今日长安生辰，200先帝，数千天道，各脉各支齐聚一堂，谣言不攻自破。”许不悔大笑道：“哈哈，我儿生辰，家主带这么多先帝来庆生，此举足以见得我们之间的情谊之。我等都是许家人，是一家人，即使万年过去了，
但我等体内流淌的是相同的血。黎千雪坐在许风秋身边，掩面优雅地抿了一口茶。这人族之间的勾心斗角，场面话可真是让他大开眼界了。许天意道：“我提议众人举杯，祝贺长安早日登帝，踏上九州之巅。我许家未来可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众人纷纷端起酒杯，站起身。许不悔大笑道：“来，这一杯，诸位干了。”随后，许不悔、许长安头一仰，将酒一饮而尽。所有人也是纷纷干杯。看到众人喝完了酒，许不悔内心冷笑一声：“许天意、许风秋，今日你们完了。”许天意大笑了一声：“哈哈，今日开心，来人！”两位许家之人抬了一口几米大缸走了过来。“哦，家主，这是何意啊？”许天意笑道：“不悔，你应当知道君子笑吧？那是自然，九州爱酒之人眼中的最爱，酒仙前辈最爱的酒啊！秋儿登帝那日喝过一杯，流连忘返啊！”许不悔笑道：“许天意，今日这君子笑就在眼前。”“哦，家主竟然还私藏如此大一缸君子笑。”许不悔笑着说。许天意看向众人大声道：“这些年私藏了一些，秋儿登帝用去一缸，而近日也是一个好日子，这最后一缸，诸位一人半杯，多了可没有了。”“多谢家主。”众人齐声道：“哈哈，来分下去吧。”许天意道。而许不悔心中冷笑一声，这许天意看来是示弱了。现在他是万万不敢让许家内乱爆发，所以又是给面子派来那么多先帝，又是拿出君子笑，不就是为了让他许不悔心情好，短时间内安定下来，绝对不叛吗？呵呵呵，晚了。许长安内心也是冷笑了一声，他看了一眼许风秋，尤其是看到了许风秋身边坐着的那耀眼的黎千雪，用不了多久，他让许风秋后悔。不愧是君子笑啊！家主，这半杯老夫宁可不喝啊，只怕喝了以后每天日思夜想啊！哈哈，岳山长老不喝给老夫吧？哎呦，那不行！哈哈。许风秋抿了一口君子笑，也是露出了一抹笑意。黎千雪举起酒，欲要浅试一口。他不知道酒仙是谁，但似乎这君子笑很出名。千雪，这酒便别喝了。许风秋道了一句。黎千雪放下了玉盏。为何？许风秋，有毒。黎千雪，只是一瞬，黎千雪便似乎明白了一切。过了一会儿，许不悔站了起来。诸位，今日本家主有一事要宣布。此话一出，很多人纷纷哗然。家主是许天意啊？这许不悔自诩家主，什么意思？许天意嘴角微微一勾。许不悔冷笑一声，大喝道：“从今日起，我许不悔便是许家家主，许天意大长老。尔等可有异议啊？”许不悔话音落下，属于他势力的近100位先帝也是一惊。许不悔终于要反了，可为何不事先通知一下他们？没错，许不悔一脉的这些强者，他们是不知情的，因为许不悔怕走漏了风声。这事情只有他儿子和2位他绝对信任的先帝知晓。许不悔话音落下，一位老者站起了身。许不悔，怎么忍了这么多年，今日你终于忍不了了？许不悔大笑一声，哈哈，对，今日本尊不忍了。可你又凭什么呢？许不悔露出了一抹小人得志的表情。大长老，这些年你为我许家兢兢业业，本尊都看在眼里。你与许天意一脉相隔1000年，血缘关系倒也没有那么亲近了，本尊可以接纳你，今日饶你一命，日后你还是许家大长老。大长老，许不悔，按照我许家家规，今日此举，你要被废掉修为，逐出许家。哈哈，许家家规，从今日起，我许不悔一脉定的家规才叫家规。诸位忍了这么多年，今日诸位随我一战，夺走许家之权。话音落下，许不悔一脉先帝力量爆发而出，而许风秋一脉先帝们也是瞬间释放出力量。远处那些天道等人，他们虽然不明所以，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是在第一时间便针锋相对了起来。他们脚底偌大的山巅，强大的阵法力量开启，此乃9重封神阵。此阵开启，今日所有人不分个胜负，谁都别想出去。你许风秋绝灵之手面对此阵也毫无用处。许不悔冷冷地说道。然后他看了一眼许天意、许风秋，你们倒是还有心思坐在这里喝酒。许天意抿了一口酒，淡淡的说道：许不悔，今日你许不悔的人比我许天意的人要强吗？哈哈，倒是差不多，但如果你们全都中毒了呢？许不悔大笑道。什么？此话一出，许天意一脉强者们纷纷一惊。许天意一脉的近100位先帝，他们并不知道昨日已经喝下了解药。许不悔，你卑鄙！
你在酒中下毒了！大长老指着许不悔怒斥一声。秋儿给药皇宗下毒没问题，本尊下毒便是卑鄙了。许长安大笑道。许风秋，今日本少便把失去的一切全部都夺回来。许风秋手帕擦了擦嘴，站了起来，眼睛半眯着看着他们。今日便算了，下一世再试试吧。许长安大笑了一声，然后指着许风秋道：许风秋，你知道本少最厌恶你的是什么吗？就是你这副不管身处什么险境都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呸！你装什么？还有黎千雪。许长安盯着黎千雪的背影，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黎千雪背对着许长安，坐在那里微微品着茶。本少不是没给你机会，虽然你确实不凡，但你的处境自己也清楚，你并非全胜，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先帝5阶罢了，再不凡又岂能翻了天？今日过后，做什么便由不得你了。许长安眼眸微凝，你不是高贵吗？你不是圣洁吗？你不是清高吗？那本少就让你沦为枯艾下玩物。好了，长安，说出来总归是有些失体面的。许不悔小人得志地说道。黎千雪没有任何回应，平淡地喝了一口茶。看到这一幕，许长安怒道：真是膈应，一个许风秋，一个黎千雪，都是这副风轻云淡的模样，本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个风轻云淡。许不悔这时道：诸位，想必你们现在应当已经毒发了，本尊只杀他许天意3代之族人，其他若是不想死的，我许不悔自是不杀，毕竟是一家人。那些强者对视了一眼，眉头紧皱。毒发了吗？没有吧，好像没什么感觉啊。许不悔眉头也是一皱，不对劲啊，怎么感觉他们好像没什么事的样子？一个个脸色只是皱着眉，但并不痛苦啊。噗！突然，许不悔身边几个先帝一口黑血喷了出来，身体连连往后踉跄。许不悔一惊，许北冥、长天先帝，你们二人面色痛苦，中毒了？什么？许不悔震撼不已。不是，怎么自己的人中毒了？他们吃过9重血吸散的解药了？怎么许不悔他们反而没事？噗！同一时间，许不悔一脉的那些强者纷纷吐出黑血。你们！许不悔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唉，许天意叹了一口气。许不悔生的都是儿子，只能说我这儿子继承的全都是他这优秀父亲的优点，而你这儿子继承的全是你的缺点，儿子之间的差距啊。许风秋嘴角抽搐了一下，自己这爹脸皮是真厚啊。噗！许不悔一口黑血也是喷了出来，他颤颤巍巍地指许天意。许天意，你卑鄙，你这君子笑，有毒，你也下毒了。他们只吃了自己下的9重血吸散的解药，但没想到许天意的君子笑之中，他们也下了毒。许天意将许不悔的话原封不动地还回去，你们下毒就没问题，本家主下毒就是卑鄙了。不可能，不可能！许长安一脸不敢相信，为什么他们的计划会失败？许风秋他们为什么没有中毒？除非他们提前吃了解药，可吃了解药的前提是他们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才行啊。他们怎么会知道？而且许天意一脉有几位先帝其实是他们的人，他们没有传来消息说吃过解药啊，也没有消息说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计划，怎么会这样啊？许天意道：诸位，昨日大殿讨论前来参加许长安生晨宴之时，给诸位喝的酒中便有今日9重血吸散的解药。众人恍然大悟，纷纷大喜家主英明。家主英明，许天意说道：倒不是本家主，是秋儿。少主英明。许天意道：本家主知道你们中有以叛向许不悔之人，很正常，站对站错了而已，但终究是我许家人，故此番既往不咎。既然许不悔一脉不念同族之情，那本家主也便趁着此次彻底肃清这些许家蛀虫。嗨，一中毒的老者站了出来：家主，老夫站错了队，还请家主宽恕，从今往后许家一统，我等齐心协力为许家崛起而战。家主，我等为许家崛起而战。家主，他们都是许家人，血缘其实都很远了，万年时光，世世代代也已经100代了，近亲3代之后便能成婚，这100代之血缘早就太远了，只是战队不同而已。有人认为许家就是现在的许天意说了算，有人认为许不悔迟早能夺走许家之权，终有一战。现在这局面，为谁战不是战，都是许家人。许天意眼眸微凝，道：许不悔3代之内，今日皆杀，3代至10代逐出许家，其余若无二心者，从今日起，我许天意给你们同等待遇。许不悔、许长安等人瞳孔一缩。许天意，众人听令，杀！是！一众先帝气势爆发，准备冲过去。突然，虚空之上飘下鹅毛大雪，
地面迅速被冰封住，恐怖的威势让上百位仙帝纷纷大骇。几位仙帝6阶，他们也是忍不住震撼。众人的目光看向那个一直坐着的黎千雪。此时此刻，黎千雪秀发缓缓飞舞，她的背后9条巨大的虎尾虚影在舞动，绽放出耀眼的白光。见状，众人一惊，好恐怖的威势，好可怕的力量！这股威势似乎只有仙帝5阶，为何给老夫一种至尊仙帝都不能拥有的气息？此女究竟是何方神圣？九尾，莫非她是传说中的9尾天狐神族？这世上竟然还有存世的9尾天狐神族？等等，怎么隐隐有10尾的虚影？黎千雪的气息让近200位仙帝都忍不住骇然，她一人之息竟压制住了几百位仙帝，简直离谱！许风秋看着黎千雪，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好夸张啊！卧槽，一人的气息把近200位仙帝的气息给盖住了。仙帝已然傲视群雄，而他似乎并非是一个层级的存在了。此时此刻的黎千雪是许风秋眼中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神仙姐姐。虽然她会很萌，那是因为她确实挺单纯，而且记忆不在，但是她是妖神啊！这要是让她知道自己骗她说他们是仙侣，乖乖，不得把她皮包了。黎千雪站起身，瞳孔闪烁着妖异的紫色，尊贵、优雅、冰冷到不可方物。黎千雪那空灵、高贵，仿佛来自于缥缈的声音传来：“许家主，若千雪杀他们，应当无过吧？”许天意被吓了一跳：“妈妈呀，自己这儿子啥时候泡到这样一位神仙姐姐啊？这是他儿子能泡得到的。”许天意早就感觉黎千雪不同凡响，他本以为是某个强大宗门的圣女，或者是封主、长老一类的，再高点，那搞不好是柳云烟类似的女子，不能再牛了吧？现在看来，我的妈，别说是他儿媳妇了，搞不好这9尾天狐比他许天意太太、太爷爷年纪都大，这是真正的神仙姐姐啊！这儿子牛逼！无过。许天意道。许风秋问：“你要出手？”黎千雪语气平淡：“早就忍不住了。”许风秋心中一笑，这黎千雪真可爱。她高贵、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她又会突然流露出单纯、很萌的一面，而且她很耿直，有什么说什么。正常谁会现在来一句早就忍不住了？而黎千雪本来被许长安骗，她就想下杀手的，但还是忍住了。可以不杀，但是方才这许长安对她口出不敬，竟然打算连同她一起下手，还要让她成为扑爱下玩物，简直可恨。倘若她没有实力，倘若今日许风秋失败，她的后果可想而知。这一些皆是可杀。黎千雪看着眼前30几位仙帝问向许风秋。许风秋点点头：“是，但你要小心，他们虽然中毒，可拼死反抗依旧是仙帝之威，无一人足矣。”黎千雪淡淡道。下一瞬，一道寒光闪过，许风秋等人头发衣服被猛地吹动一下，再一看，衣服头发全部染上了一层冰霜。这股寒力，许风秋只是远远地感受了一下，便有一种来自于灵魂的恐惧感。许不悔怒吼道：“诸位，今日终是一死，倒不如拼死一战，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随我杀！”许天意皱了皱眉，对许风秋说道：“秋儿，为师必却，穷寇勿迫，千雪姑娘可能会有危险。”许风秋点点头：“可千雪要上，我也拦不住。为师必却，穷寇勿迫，意思是对敌人即使有100的把握能赢，也要留有缺口，给敌人留下一条逃走的生路，亦或者失生的希望，以免敌人顽抗或被敌人反咬一口。”许风秋也担心这个，虽然中毒了，虽然局势已定，但30几位仙帝若是以死相拼，他们也要被咬下来一块肉。可是下一秒，许风秋张了张嘴，黎千雪面对30几位拼死血战的仙帝，他竟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易。那凝聚的大招，他冲过去的途中，只是一伸手全然挡住。绝灵之手，他也有至尊骨，而且也是绝灵之手。黎千雪所及之处，不管对手是仙帝几阶，不管力量多强，他一个照面便将其冰封住。那些仙帝本来要负隅顽抗，然而此时此刻却彻底站立了。黎千雪背后9条100米之长的巨大虎尾虚影飞舞，恐怖的寒力爆发出来，一步一步走向那些仙帝，而那些仙帝他们惊恐的下意识地往后退。给本帝杀！怕什么？一位仙帝8阶怒吼一声，风云变幻，电闪雷鸣，可怕的力量对着黎千雪狂轰过去。而黎千雪如入无人之境，迈着优雅冰冷的步伐缓步走向他们。那些力量在轰过来的途中皆被冰封。老夫不信这个邪！
你不过是仙帝5阶。仙帝8阶怒吼一声，持剑带着9条火龙冲了过来。然而在快接近黎千雪的时候，9条火龙变成了冰龙，那仙帝8阶丝毫无法往前逼近1分了。相反，随着黎千雪一步一步走过去的步伐，仙帝8阶的剑手臂被快速冰封，啪嗒，他的身体化为冰雕坠落在了地上。许风秋，这特喵的也太猛了吧！你至尊仙帝也不能这样，更何况他是仙帝5阶啊！啊，难道你也有系统吗？太夸张了，这就是9阶气运之子吗？仙帝真的是很难达到的。许家有100多位仙帝，但许家是万年帝族啊，而仙帝也分3、6、9等，1阶之差，天差地别。到了仙帝，提升1阶可能就要数千年时光，所以任何一个宗门可能仙帝有数位，但基本上都是仙帝1阶罢了。唰，黎千雪一个闪身，瞬间穿梭到了一群仙帝的背后。那一瞬，所有人定格不动，然后他们的身体被快速冰封住。下一秒，黎千雪高贵地站在那儿，背后9条狐尾猛地绽开，哗啦，众被冰封的仙帝皆化为粉碎，化为虚无。叮，气运之子许长安被斩杀，你获得奖励：天命直加500000，巅峰级剑意风尘剑诀。众人震撼地看着眼前一幕，怎么感觉这女子一人能把他们许家给灭了啊？黎千雪瞳孔的紫色消失，狐尾收起，一切归为平静。不平静的是众人的内心。这时黎千雪的身体踉跄了一下，嗖，许风秋冲了过去，立即扶住了她。没事吧？许风秋赶紧问。黎千雪虚弱的摇摇头，晕在许风秋怀里。父亲，这边交给您了。许风秋道。无碍，你赶紧照看千雪姑娘。许风秋抱着黎千雪离去。许风秋抱着昏过去的黎千雪，进入到了许风秋自己修炼的秘境。这具娇躯微凉、柔软、滑嫩，微微的馨香。许风秋略显不舍地将黎千雪放在了一张寒玉床之上，然后将其鞋子脱了下来。那是怎样的一双完美无瑕的玉足啊！哎呀，受不了！许风秋赶紧挪开了眼睛。虽然这具娇躯完美无瑕，不过许风秋现在也没有什么邪念。许风秋在一旁给黎千雪把了一下脉。许风秋的眉头皱了起来，如此严重吗？许风秋一直都知道黎千雪气息紊乱，体内有伤，但感觉并不是特别严重，因为她的面色倒不苍白，感觉对她的影响似乎并不大。现在一探查，这不只是伤那么简单了。许风秋想起来了，他是所谓的灯神失败，被雷劫所伤，修为倒退，身负重伤。伤势虽然痊愈了，但是他因为这伤势带来的无数的暗疾，还在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他，脉象虚弱，气血翻涌。方才为解一时之气，出手让他气血更加翻涌，所以才昏了过去。影响倒是不大，不用管一会儿也醒来了。只是他会经常性的处于比较痛苦的状态之下，黎千雪自身必然也是清楚的，只是他从未表现出来罢了。这么看来的话，至少也需要天心血灵丹才能比较有效的压制住他翻涌的气血。天心血灵丹9阶丹药，整个九州估计也没几个人会炼制。许风秋自是会奖励的天医圣术，他已然是绝无仅有的医师，但其所需的天地灵物皆为绝世罕见。其他的倒还好，仙阶的菩提灵果，圣阶的凤凰灵火糖，圣阶的造化仙灵参，这倒是难办。许风秋沉吟了一声，1阶到8阶天地灵物倒还算是常见，达到9阶、10阶、仙阶和圣阶，那几乎就是罕见或是绝技了。凤凰灵火糖、凤凰台兴许是有的，毕竟是他骗回来的未来媳妇儿，上点心准没错。许风秋在一旁直接炼制起了丹药，根据现有的天地灵物，炼制点能暂时帮他压制气血的丹药。没一会儿，黎千雪清醒了过来，他坐起身，看着不远处正在炼丹的许风秋。9条火龙盘旋在药鼎四周，9龙焚天炼丹术。黎千雪黛眉微蹙，虽然什么都记不得了，但失忆部分仅限于他自身的经历。也是我教的吗？黎千雪自言自语了一声，毕竟按照许风秋说的，他的玄天毒气就是他教的。9龙焚天炼丹术乃大陆炼丹术之巅峰，他也会。无数医师拼了命想要得到的丹药有1阶到10阶之分，10阶为神丹。同一种丹药，不同的医师炼制出来，其品质也有分别，品质越好，药效越强，1分之差便也天差地别。这就跟医师的炼丹水平有关了。而9龙焚天炼丹术可以大大增加丹药品质，同时更有助于炼制一些强横的丹药。黎千雪站起身，远远地看着许风秋，他的医术竟然也这么强，怪不得自己曾经会青睐于一个人类的少年，他确实很优秀。
丹雷落下，许风秋一掌挡住，也就意味着丹药的炼成。药鼎打开，一股天地灵力和药香喷涌而出。许风秋拿着里面几枚丹药走了过来，这是7阶大归元丹，对你目前情况有暂时的压制作用，要想比较有效的治愈，需要天心血灵丹才可。黎千雪接过丹药，黛眉微蹙道：天心血灵丹，似乎无人知晓此丹的丹方了。我方巧知晓。黎千雪看了许风秋一眼，但其药材实属罕见，其他还好，菩提灵果、凤凰灵火糖、造化仙灵参已经很多年未曾在大陆出现了。黎千雪伸出手，一枚金色的果子呈现在掌心。我只有菩提灵果。许风秋，也好，你先收着，这几个月先稳定一下气血，期间我再替你去找找看。劳烦了。黎千雪微微行了一礼。许风秋笑了笑，你我便不必客气了，你便留在此处，这是我修炼之处，只有我一人可进出。黎千雪欠了一身，那便不打扰了，你好好休养。许风秋说完便转身离开。许公子，黎千雪突然叫了一声，还有事随时与我说。许风秋看向他道。黎千雪缓步走到许风秋的面前，唰，下一秒他背后9条虎尾须银猛地张开，再然后虎尾须引合起来，将黎千雪与许风秋包裹在一起。这一幕别提有多美了。虎尾消散，黎千雪纤玉指点在许风秋的额头，一股圣阶之光缓缓消散。千雪，你为何把9重圣灵体的力量传于我？许风秋微笑着问。9重圣灵体是黎千雪的体质之一，除了其他的一些效果之外，9重圣灵体乃世间至洁之体，世间一切之污秽皆不可伤及9重圣灵体。禁灵、精神一类的瞳术、魅术、魂术、诅咒之力等等，尤其是那些邪术炼制出来的鬼婴之类的力量很强大，但不敢靠近9重圣灵体分毫。简单而言，这世间邪恶的力量确实很强，也很难去防备，但皆不可伤及9重圣灵体。而黎千雪将他9重圣灵体的力量传输给了许风秋，这力量1000年可传一人，也算是许风秋面对未知邪恶力量的一大护身符了。黎千雪收回手，没有直面回答许风秋的话，而是淡淡的说道：小心危险。黎千雪承认，这短短相处，再加上本身便认为许风秋是自己曾经的仙侣，他尘封的心有过几次波澜了。放心，你好生休养。许公子慢走。许风秋随之离开了秘境。丁，黎千雪对你的好感加15，当前好感30，友好。丁，黎千雪对你的好感达到20，获得奖励天谴诀。简简单单的天谴诀，却透露着不寻常。许风秋知道，这好感奖励通常都是比较强的。天谴诀，因其逆天之法，故名天谴诀，以杀戮迎天谴，以天谴正天道，运转天谴诀，可吸收周围一切刚死之武者的力量，用于提升自身修为，武者实力越强，提升则越多。许风秋眉头微微一皱，按照这天谴诀的介绍，这不相当于是一种邪功吗？寻常邪功靠吸食他人的精血、精气、修为来提升自己，甚至吞噬灵魂，总之代价就是杀人。天谴诀表面上也确实是一个以杀人提升自己的功法，确实会很强，也很无脑。但不同的是，这天谴诀应当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是系统奖励的一种提升境界的方式。可惜来晚了，这天谴诀来早点，一个缥缈峰，一个药皇宗，那么多强者乃至先帝，许风秋不知道要提升多少境界，倒也没太大所谓了。许家已然肃清，许天意接下来一段时间会很忙。许长安、许不悔3代强者皆被杀，妇女儿童或者一些不重要的，则是逐出了许家。许不悔一脉的资源也是全部被许天意归到一起，外加缥缈峰、药皇宗资源，许家短短几日收获颇丰。接下来让许家变得更强，就靠其他强者的投靠了。这几日除了许风秋收服的药皇宗一些强者外，倒没有其他强者投靠，因为大家都觉得许家目前是众矢之的，虽然强横，但太过于照耀，保不齐哪天说没就没了。他们暂且也不敢轻易加入许家势力。许风秋坐在小离的院内，巅峰级剑意风尘剑诀，这是许长安的奖励。对于一个用剑的武者而言，剑意是重中之重，风尘剑诀更是一强大的剑法。许风秋的实力再一次得到了不小的提升。药神山，许风秋手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内心在盘算着什么。这件事其实还要感谢药神山，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许不悔一脉也不会动手，更不会促成许家一统。但他们的本意是要铲除他许风秋的，这药神山倒是要留一些日子了。毕竟神级势力暂且确实还不是特别好动。不急，许风秋可以着手准备些什么了。就在这时，丁，
检测到气运之子。哦，许风秋眉头一挑，气运之子，顾长生，天命值6890000，六阶气运之子，年纪29，血脉人族，体质天绝神脉，境界天道境8阶，战力打分88。介绍：六阶气运之子，天绝神脉，武道之神脉，万年地族顾家少主，修炼神速，被世人誉为九州4大才子之一，未来的九州文圣，背景超群。顾长生这个人名气很大，许风秋和他甚至还算是比较熟了。可以这么说，他们属于是同一代的青年才俊，也属于是同一梯队的天才。之前即使许风秋晋升了仙帝，大家依旧把他们放在同一梯队，因为顾长生已经是天道境8阶了，他晋升仙帝之境必然用不了多久。顾家和许家都是8重天的万年地族，但这些年来顾家一直在走上坡路，而许家一直走下坡路，导致他们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哎呀，想触发一些叶枫这种类型的气运之子啊！许风秋吐槽了一声，开局被退婚啊，开局废柴流之类的。不知道为啥，许风秋感觉对付这种小说男主角类型的气运之子更爽。丁，恭喜你触发任务，顾长生天命值归零，任务奖励天命值加100万，系统值加5000万，随机一件玄天圣器。玄天圣器，许风秋眼睛一亮，大陆传说中有10大玄天圣器，皆是逆天存在，对标玄天毒气也大概能想到究竟有多么夸张。但这10大玄天圣器半数皆散落于天下，不知在何地，只有几件掌握在顶级势力手中，这奖励竟然可以让他获得一件玄天圣器。这时小黎抱着灵狐，眼眶有些红红的走了过来，他远远的看到了许风秋竟然在他住的小院子里坐着，小黎也是没想到。小黎赶紧转身准备走开，过来，许风秋声音传来。小黎放下灵狐，低着头慢慢的走到了许风秋的面前。小黎柔柔的说道：少主。许风秋站起身走到了小黎面前，伸手抬起了他精致的下巴。许风秋坐了下来，说：就是一点点小事情，少主不必担心。小黎说道。小黎不说，许风秋也知道什么原因，毕竟可以听到他的心声。顾长生吧。许风秋道。啊，少主您怎么会知晓？许风秋眼眸半眯。走，本帝替你讨回公道。许风秋道了一句。小黎慌张地说道：少主不必，又没有多大的事情，真不用了。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侍女，又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他只是受一点点委屈而已，他本不打算跟任何人说的。小黎也是没想到许风秋会在自己的小院里，而且小黎知道顾家是很强大的，他又知道许风秋的性子，他怕因为自己一个小小侍女惹来什么麻烦就不好了。许风秋没有说话，而是径直走开。少主。小黎赶紧慌张地追了上去。许家大殿内，顾长生坐在那里，侍女上了茶，大长老许天海正在招待他，毕竟是顾家少主，身份确实高，但轮不到许天意招待。许天海应付算是可以了，长生小友来我许家也不提前打声招呼，不知所谓何事啊。顾长生笑了笑说道：天海前辈，晚辈就是过来与许兄叙旧的，也是有1年未见了，近日听闻许兄的传奇事迹，特来表达一番敬佩之心。原来如此，老夫也不知少主有无时间，这样老夫派人去问一问。不必，本身就是晚辈突然到访，倒是怕打搅了许兄。对了，听闻前2日有一位奇女子进入到了许家，不知可有此事啊？许天海明白了他的来意。长生小友与离姑娘认识，哈哈，一面之缘，打听打听而已。顾长生风轻云淡地说道：老夫知晓的也并不多，长生小友还是去询问少主吧。咔，许风秋推开大殿的门走了进来。顾长生看到许风秋后也是笑着站了起来，随之抱了一拳。许兄，好久不见。然后顾长生眉头猛地一皱，因为他看到了许风秋后面跟着的小黎。顾长生在柳州城外见到了如同神女般的黎千雪，纵然她轻纱掩面，但顾长生也深觉此女不凡。一个女人仅凭那浅浅的气质，便让他顾长生内心荡漾。随之顾长生也是见到了黎千雪来到了许家，他在许家外等候了2、3日，却并未发现黎千雪出来。期间他还似乎看到了许家内部爆发出了什么强大的战斗力量。今日顾长生也是实在等不及了，心痒痒，于是打算拜访许家，看看那女子究竟是何人。他想认识。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少女，穿着倒是朴素，可是未曾想到走近后竟然如此之美。即使还未展开，即使没有华贵的服饰，但在顾长生看来，
这少女的容颜那也是惊世啊！但凡稍微打扮一番，你说她是仙子榜前多少名都有可能的。顾长生就过去搭讪了，竟然得知这少女是许家一位侍女，这让顾长生很是震惊。既然知道对方是一个小小的侍女，顾长生也就暴露了真面目。他明确说了，打算去与许家要人，让小离来做他顾长生的侍女。甚至顾长生还直接伸手想要摸摸小离的脸蛋。小离害怕的躲开后，就赶紧往许家走。顾长生看到小离如此怯生生的模样，心中更是舒爽，在后面用着猥琐的语气说了句由不得你的，一个小小婢女，本少与许家一说，他们才不会管你，届时把你带回去当本少主的暖床丫鬟，好好疼爱你，哈哈哈。毕竟只是一个侍女，他顾长生真面目暴露也无所谓，没人会注意一个侍女，也没人会听侍女的话，一个小小侍女更是没有话语权。小离就是感觉自己被羞辱了，又委屈又害怕，再加上她本身就柔弱，忍不住红了眼眶，然后被许风秋看到了。顾长生却没想到许风秋竟然带着她来了，难不成她是许风秋的侍女？顾长生眉头随后舒展开，那又如何？一个侍女而已。顾长生打招呼，许风秋没有理会，而是径直一步步走向顾长生。许兄，这么久没见，本少与你说话怎么不理会？顾长生笑了笑道。许风秋走到顾长生面前，随后反手一巴掌，啪！清脆的巴掌声传来，顾长生直接被许风秋扇飞了出去，一口血也是吐了出来。啊！小离捂着小嘴儿，一脸震惊和害怕，然后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许风秋，美眸闪烁。少主竟然为了他打了顾长生。大长老许天海也被许风秋吓了一跳。我靠！少主这是什么情况啊？许风秋！顾长生站了起来，面色愤怒地指着许风秋，你什么意思啊？许风秋露出了一抹冷笑，被称之为九州四大才子，仪表堂堂，绅士风度的顾兄，竟然下贱到对一位少女满口污秽了。这顾长生在九州是出了名的绅士风度又低调，还没有多少架子，甚至他还会收养一些流浪的小动物，把他们养在自己的少主峰上，很多女子倾慕于他，认为他就是完美男神。顾长生眼眸一凝，怒视了一眼小离，这丫头竟然敢把事情告诉许风秋，他怎么敢的？他就不会想一下，他瞎说出去，败坏他顾长生的名声，万一自己杀他灭口呢？顾长生眼眸微凝，看着许风秋，再怎么样，许风秋与你无关吧？这一巴掌，本少记住了。顾兄调戏本少的侍女，顾兄说与本地无关，一个小小侍女罢了。你许风秋若是对本少主有意见，大可找个别的理由。这个理由，呵呵，许兄虚不虚伪？啪！许风秋又是一掌扇飞了顾长生。顾长生吐了一口带血的牙，指着许风秋怒斥道：许风秋，你究竟要做什么？许风秋淡淡的说道：小小侍女，那本地明日便与小离成婚，顾兄还觉得是小小的侍女吗？小离眼眶通红，小嘴微张看着许风秋的背影。许天海张了张嘴，啊，这！顾长生瞳孔一缩，什么？这丫头竟然是许风秋的女人吗？不，意思是许风秋要娶她的侍女。等一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小离就是许风秋的仙侣了，即使是妾位，那也是仙侣啊。消息要是传出来，他顾长生要被整个九州嗤笑，沦为笑柄的。许风秋道：你顾长生调戏的是我许风秋的仙侣，这两巴掌顾兄还有异议？顾长生阴沉着脸道：许兄娶一个侍女，不怕世人笑话？许风秋笑了一声，顾兄要试试吗？顾长生深知许风秋的意思，随后他一咬牙，心一横，忍着怒火对许风秋抱了一拳。许兄，这两巴掌本少应得的，顾兄是认识到不妥了。顾长生咬着牙，是，还请许兄理解，毕竟在下并不知情，多有冒犯，这就告辞。说罢，顾长生准备走开。许风秋负手站在那儿，本地让顾兄走了吗？顾长生停下脚步，皱着眉。许兄还有事？许风秋道：这两巴掌本地自是还未解气，接下来是顾兄自己动手，还是本地来？你！顾长生指着许风秋，狠狠地咬着牙。许风秋，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许风秋嘴角微微一扬，手一挥，一炷香插在了墙壁之上，目光紧逼顾长生。一炷香的时间，本地若是气还不解，那本地便只好通知顾家来收尸了。大长老许天海一惊，顾长生刚想来一句你算什么东西，你许家比得上顾家，你敢杀我之类的话，突然一想近日许风秋的所作所为，他不敢说出来了，因为他还真怕许风秋会动杀手。好，顾长生握紧拳头，本少自己来。
许风秋一笑，请。啪！随之顾长生对着自己就是一耳光，这力度还是可以的，血都打出来了。啪！啪啪啪！啪！他左右不断扇着自己。许风秋坐在那里抿了一口茶，淡淡的说道：顾兄，灵力都不释放出来，本帝很是怀疑顾兄道歉的诚意啊。咔咔咔！顾长生握紧拳头，随后释放出灵力。啪！这一巴掌直接给他差点干晕过去了。他看了一眼许风秋，而许风秋在微微吹着茶。啪！顾长生又是一巴掌，牙又掉了几颗。许兄可解气了？顾长生问。许风秋没有回答，而是看了一眼香。顾长生一咬牙，啪！啊！啪！这一巴掌给他自己干飞了出去。小黎站在那里低着头不敢看。嗨嗨！顾长生咳出血，爬了起来，看着许风秋。许风秋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顾长生握紧拳头，一咬牙，力度又加大了一分，一巴掌扇向自己，身体旋转十几圈，重重地砸在了大殿墙壁之上。顾长生满脸是血地爬起来，艰难地睁开眼睛看向许风秋，却发现许风秋还是没反应。他又看了一眼香燃烧的位置，啪嗒，许风秋扔过去一把剑。你！顾长生咬紧牙关，颤颤巍巍地拿起了剑，心一横，对着自己大腿一剑刺去。啊！他惨叫一声，看向许风秋，还是无反应。许风秋！顾长生死死地攥紧拳头，然后他又拿起了剑，对准了自己的肚子。吃！剑穿透了他的小腹。噗！顾长生吐出一口血，连连往后踉跄。死是不会死的，他自是能找到不是要害的地方。小黎啊，本帝问你，那地方是要害吗？许风秋淡淡地问了一句。啊，不是。小黎摇摇头。许风秋点了点头。而许风秋的意思，顾长生怎能不理解？他要让自己对要害来一剑，虽他能确保自己不会死，但那便严重太多了。咔咔咔！顾长生握紧拳头，拿起剑，右手微微颤抖，随之对着内脏位置猛地插进去。啊！许风秋笑了笑，然后站起身走了过去。顾兄诚意，本帝看到了，起来吧。许风秋对他伸出手，顾长生虚弱地举起了手，许风秋一拉，却突然松开了手。扑通！顾长生摔倒。啊！一声惨叫再次传来。抱歉，手滑了。许风秋说道。顾长生艰难地站了起来，服下一枚丹药，踉踉跄跄的，浑身是血往外走去，头也变成了猪头，肿大了一圈。顾兄慢走。许风秋带着笑意道了一句。大长老许天海不敢吭声。正常而言，他这个大长老在许家的话语权、地位等等要比许风秋高的，但因为最近许风秋太猛了，导致他这个大长老下意识的也不会去阻止。虽然他认为许风秋刚才的行为太过于鲁莽，但他就是有点不敢去阻止。嗨嗨，秋儿啊！大长老，许风秋抱了一拳。多的呢，本长老也不说了，相信你自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有什么事多和家主商量。许风秋点点头，请大长老放宽心。许天海看了小黎一眼，随后便走出了大殿。许风秋揉了揉小黎的秀发，没事了，以后谁欺负你记得与本帝说，如若你自己能解决的，杀了便是，你身后有本帝呢。小黎柔柔的带着微微颤音，谢谢少主，走了。小黎乖巧的跟在许风秋的后面。小黎是真的万万没想到，许风秋竟然为了他会如此教训顾长生。顾长生可不是什么小人物啊。许风秋的做法让小黎受宠若惊，又极为感动，尤其是许风秋来了一句明日便可成婚，让他内心如小鹿乱撞一般，又羞涩又紧张。丁，小黎对你的好感达到50，暗生情愫，好感越高，提升起来便越困难。而许风秋对小黎好，并非只是单纯的为了刷好感，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想法。许风秋，一处山洞里，浑身是血的顾长生睁开眼，满是怨恨。他顾长生论身份地位和许风秋相同，论背景他顾家比许家要强很多，然而他却被许风秋如蝼蚁一般对待，这本是他顾长生对许风秋才能有的做法。他半条命落在了许家，可他顾长生受如此欺负，甚至还不能跟别人说，也不好与顾家去说，至少明面上还不能去找许风秋报仇。为什么？他的把柄在许风秋手里，顾长生在世人眼中就是一个完美的绅士，若彻底撕破脸，许风秋将此事公告于天下，他顾长生便沦为顾家之耻，世人之笑柄，他的光环便没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许家大殿要顺应许风秋意思的原因之一。咔咔咔，顾长生握紧拳头，你给本少等着，本少自有办法将今日之耻千百倍还回来的。不行，伤势太重了，他必须回顾家，不然恐怕要死。万年地族顾家，一群强者纷纷来到少主峰。顾长生的父亲顾家家主顾方舟匆匆赶来。家主，众人行礼。长生伤势如何了？顾方舟焦急问道。一位老者摇摇头，性命倒是无碍了，只是什么？老者，少主的伤势应当是遭受到了长时间的暴打，对方不打算要少主的命，只是想折磨少主，看来是一个极其痛恨少主或是我顾家之人干的。顾方舟眼中杀意涌现，他赶忙走进房内。长生，父亲。顾长生面色苍白虚弱的道了一句。谁干的？顾长生问。顾长生好想说是许风秋干的，但是他不敢，他的羽翼，他的名声，他太在乎了。顾长生微微摇摇头。孩儿不认识。你为人正直，匡扶弱小，心地善良，从不树敌，绝不可能是你招惹的敌人。顾方舟沉吟了一声。如此折磨他，且不是为了杀他，目的何在？目的是威胁他顾家，给他顾家下马威，或者是给他顾家某个人，比如他顾方舟下马威。此人有何特征？顾方舟又问。顾长生随便编道。穿着黑袍，戴着面具，孩儿实在不知，不敢以真容示人，那便是你我熟悉之人了。好生歇歇。顾方舟说完便走了出去。顾长生握了握拳头，他父亲就算花费人力调查也无碍了，这件事情他会自己找机会报仇的。顾方舟走出去后满脸怒意，传本家主之命，集结顾家，灭石家。万年地族石家是他顾家多年的仇人，恩怨很多，资源争夺，世俗恩怨，还有石家家主当年跟他顾方舟追求同一位女子，也是成为死敌。最终这女子被他顾方舟追求到，生下了顾长生。但这些年他们为了发展，自然是不会硬碰硬。就在前几日一次拍卖会中，顾方舟与石家家主13刀争夺一件宝物，频频叫价，最终还是被他顾方舟拿到。拍卖会结束后，顾方舟带人羞辱13刀，说曾经争夺女人他争不过，孩子都生下来了，争夺资源他争不过，拍卖会中争夺拍卖品他自是争不过。然后13刀恼羞成怒，两家10几个强者也是打了起来。打完后13刀恼羞成怒，要让等着。现在想来，这他妈的不就是13刀在报复他吗？不敢杀了他儿子顾长生，生怕他顾方舟不顾一切直接动手。但是现在顾方舟要让13刀知道他惹错人了。石家家主，不好了，这顾家疯了。顾方舟带着上千天道100多位先帝，连顾家老祖宗都出山了，直奔我石家而来。什么？13刀站了起来。他顾方舟疯了。两家虽然有仇，但他们也都清楚，一旦打起来对谁都不好。发生什么事了？13刀皱着眉，这顾家怎么会突然对我石家动手？他们就不怕两败俱伤吗？到底怎么回事？有谁知晓？顾方舟带着顾家100多位先帝，气势汹汹来到此处，也是引起了大陆的震颤。许风秋刚把八重天搅得天翻地覆，怎么这顾家和石家又要打起来了？13刀，给老子滚出来！顾方舟怒吼一声。石家护宗大阵已然开启，13刀带着一众强者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顾方舟，你又他妈吃错什么药了？13刀怒斥道。13刀，好名字，两面3刀的13刀，你还要脸吗？把我长生打得半死不活，你以为不杀我，本家主便不动你石家了？老子今天让你们后悔！13刀眉头一皱，顾方舟，你什么意思？老子何时对长生出手了？你休要血口喷人，敢做不敢承认是吧？今日我顾方舟是要洗你石家。13刀一咬牙，好你个顾方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打我石家，你起码找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拍卖会一事，你在老子面前嘲讽，老子还没消气，你现在倒好，又要来打我石家，真当老子好欺负？听到这，顾方舟怒火中烧，果然是拍卖会，老子就知道，给我杀！杀！八重天顾家石家一战打得昏天黑地，天地异象就没停过，打了2天2夜，最终的结果是双方死伤严重，石家损失更大一些，但顾家也并未将石家攻下来。即使顾家更强，可石家有万年护宗大阵的存在，1打1，正常手段确实难以攻下来。作为进攻方的顾家能让石家损失更大，这一战已经赢了。也是因为八重天的天宇圣地下场说和，再加上因为损失太大，双方冷静了下来。这场双族大战
也是仓促收场，同时也让所有人再次认清楚一件事，那就是这种级别势力的大战，想要打出胜负，没有特殊的手段确实很难。先帝确实很恐怖，很难陨落，而同时也证明许风秋以一人之力灭黄极宗门到底有多么逆天。丁，顾家元气大伤，顾长生天命值50万，你的系统值加500万。正在修炼的许风秋睁开眼睛，顾家元气大伤，顾长生天命值损失是合理的，损失不多也正常，毕竟只是元气大伤，并不是被灭掉。不重要，因为许风秋还没有正式对顾长生出手，着手去一趟凤凰台了。给黎千雪炼制的天心血灵丹所需凤凰灵火糖，可能只有他们有，另一位造化仙灵参还需再花些时间寻找。许风秋站起了身，小黎，小黎跑了过来，俏生生的站在许风秋面前。少主，随本地去个地方。是。许家安宁峰一处木林前，许天意坐在那里喝着酒，双眸微微泛红。雅儿，许天意轻抚着墓碑，仿佛在抚摸着一个女人的头发一般。最近许家的事情多，来的次数少了。上次跟你说我们的秋儿晋级先帝了，这次还有好多好消息要告诉你。咱们的秋儿长大了，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以一人之力可灭黄级势力，更是挽救于无脉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家一统了。你知道吗？哈哈，秋儿这臭小子竟然看上了小黎。你还记得小黎吧？16年前你我抱回来的那个被遗弃的女婴，这丫头长大了，可漂亮了，也怪不得秋儿会看上她。笑着笑着，许天意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可是为何秋儿偏偏会对小黎倾心？其实对小黎我一直都有恨，我知道不该有，可是雅儿，雅儿。许天意抱着墓碑瘫在那儿，借着醉意抽泣着。你为何如此狠心？16年了，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心修炼，每日天黑酗酒入眠，只想再见到你。你为何从未出现在我的梦中？求你，你来我梦中看看我好吗？雅儿。此时此刻的他哪里还有那副许家家主独当一面的模样？过了一会儿，许天意呼了一口气，站起了身。秋儿这混小子可一点都不像我，别看他至今未娶，但似乎也是个多情之人，倒也好，倒也好。等秋儿接手许家，真正能独当一面，我来陪你。快了。远处，许风秋和小黎站在那里看着许天意。小黎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他大概也能猜出什么。家主他。许风秋看着前方说道，这些年父亲一直都未曾从母亲离开的阴霾中走出来，可家主他平日看起来……许风秋苦涩道，那是因为他是一家之主，是一个父亲，是一个男儿，他背后有一群人要守护，他若倒下，本就觊觎许家之权的许不悔怕是早就动手了，他只能在世人面前强撑着一副强大的模样，实则每夜父亲都要以酒入眠，翌日再以灵力催发酒劲。许风秋，这也是本地无意间发现的。许风秋抱着花走了过去，小黎跟在后面。许天意听到动静，他站起了身，赶紧擦了擦眼睛。许风秋和小黎将花放在墓碑前。今日这风可真大，逮着沙子往魏父眼睛里吹。小黎，你这丫头也被沙子吹了眼了。许天意看向小黎，小黎大眼睛通红的看着许天意，小嘴一撇，眼泪夺眶而出。家主，小黎本就感性，一些小小的事情就容易哭鼻子，哪有个神海境强者的样子。他也是被许天意的痴情所感动。秋儿，赶紧安抚安抚小黎。许风秋点点头。许天意摆了摆手，然后便走开了。许风秋将小黎搂到了怀中。少主，主母她为何会离去？16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本地并不在场，我父亲说是被仇人所杀，他也已经报了仇。可……许风秋摇摇头，总觉得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许风秋露出了一抹微笑。记得父亲说，母亲可是曾经公认的九州第一仙子，记忆中她确实极美。一定是的，少主也要找现在的九州第一仙子成婚，主母一定会很开心的。小黎柔柔地说道。许风秋捏了捏小黎的脸蛋，你这是在变相的拒绝本地？没。小黎赶忙摇了摇头。小黎又岂能配得上少主？小黎只希望可以侍奉于少主身侧，便心满意足了。可本地不知足。小黎害羞地低着头。许风秋看向墓碑，母亲，您放心，孩儿自是会想办法让父亲走出阴霾的。1月后，许风秋将境界巩固了大半，之前境界提升太快，剩下的可能需要靠一些顶级的天地灵物或者丹药才能弥补了。丁，楚然境界提升为法则境、杀神诀、无尘剑法皆已小成，天命值加1000000，你的系统值加1000000。系统提示传来，许风秋满意的点了点头。1个月，楚然成功提升到法则境，天命值也在提升，等待提升到4阶气运之子，
许风秋又能获得奖励。许风秋走出秘境，来到少主阁院落中。许大哥，楚然跑了过来，连忙行礼。楚然晋级到法则境，杀神诀与无尘剑法皆已小成。许风秋点了点头，不错，境界巩固住了吧？已然巩固。法则境也算是初步踏入小强者之境，但在这8重天不够看。炼气境、炼体境、明窍境、神通境、玄天境、玄王境、法则境、领域境、神海境、天尊境、神皇境、天道境，每个境界1到10阶，破天道则为先帝。去一趟4重天磨砺一番，本帝给你1年时间，这1年本帝希望能在这8重天听到你楚然的名号。他的杀神力量也逐步觉醒。许风秋给他合适的剑法与杀神诀，剩下更多的还是要靠他自己。是，即刻出发吧。楚然犹豫了一下，有话便说。没有，楚然这就启程。许风秋点了点头。许家外，楚然回头不舍地又看了一眼。此行为期1年，他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临走前还是未见到小离姑娘，或许是这最后一面也未见到。楚然拿出那壶小离送他的仙子醉，小心翼翼地放进空间戒指内，必不能辜负许大哥。楚然转身启程。楚然，一个声音突然从后方传来。楚然一颤，转身看去，小离从虚空落了下来。这是少主托我给你的东西，不多，就只有寥寥几枚丹药和符篆，以备不时之需，还有一套武技，剩下的便靠你自己了。楚然接了过去，随之行了一礼。多谢小离姑娘。无妨，一定要小心，1年后我们再见。楚然用力地点了点头。对了，仙子最好喝吧？小离露出一抹笑颜。楚然挠了挠头，好喝，很好喝。喝完了吗？小离问。楚然拿出那壶仙子醉。没呢。小离接过来晃了晃。呀，怎么就少了一口？你是不太喜欢喝吗？没关系，还有很多好喝的酒。那我回去了，等你的好消息。小离将仙子醉递给楚然，摆摆手便走开了。楚然握着手中的仙子醉，看了一眼小离的背影，喃喃自语一声，并非不喜，而是太喜欢了。这是全天下最好喝的一壶酒，仅此一壶。楚然收好，随后对着许家鞠了一躬，便向着远方疾驰而去。翌日，柳云烟来到了许风秋的少主阁。许风秋也是提前跟许天意通过气，不然许天意哪敢让柳云烟去找自己儿子，让整个许家乃至是九州一直都奇怪的地方。柳云烟的弟子叶枫被许风秋所杀，一向以护犊子著称的柳云烟竟没有任何的动作，很是奇怪。更让许家震惊的是，柳云烟竟然来拜访了许家。其实这是这1月来的第2次了。第一次柳云烟前来找许风秋，许风秋在闭关，今日又来了。轻纱掩面的柳云烟款款走来，即使许风秋见识到了离千雪之仙姿，见到柳云烟还是不免为之惊艳一番。云烟前辈，请坐。许风秋坐在那儿倒着茶，打了个招呼。许风秋一句云烟前辈，让柳云烟黛眉也是微微一蹙。许风秋怎么这也是他弟子的年纪，却称呼他为云烟前辈，怎么感觉他这个前辈都不太想家的样子呢？但他倒也没说什么。柳云烟坐在了许风秋的面前，接过茶水。相信徐少主应当知晓本尊来意，自然与云烟前辈说过的事情，本地又岂能出尔反尔？冷凝的魂体如何了？柳云烟在养心玉内状态极差，若非养心玉早就支撑不住了，所以徐少主所说之法为何？许风秋伸出一根手指，指尖凝聚万千天地符篆，天地符篆成一张符纸。不知云烟前辈可否听说过天地聚灵阵？柳云烟微微颔首，自然，可若徐少主所说之法为天地聚灵阵，那本尊只能认为是被骗了。自是没有如此简单，若以天地聚灵阵聚灵，9天还魂阵聚魂，再加以圣气天魂灯呢？9天还魂阵已然失传万年。许风秋微微一笑，将符纸推了过去，此乃9天还魂阵法图。柳云烟黛眉紧蹙，天魂灯在我许家之手。柳云烟看了一眼阵法图，然后站起身，多谢。柳云烟转身离去，然后想到了什么，声音传来，许家与顾家一战时，本尊可出手相助。说完，他消失在了许风秋身边。聪明人真是可怕啊，他竟能看出顾家和石家一战有他许风秋的关系，这柳云烟理论上也一定会被触发气运之子任务的。许风秋倒是不知道为何并未触发，也好，他现在倒也没这么多的功夫。小离拿着一张请柬走了过来。少主。许风秋看着他手中的请柬，问何物？小离说道。小离回许家的之时遇到了圣瑶女帝的人，这是女帝陛下送来的请柬。许风秋接了过去，将其打开。诗会。哇！
女帝陛下邀请少主去参加诗会吗？小离眼睛一亮问道。这诗会并非是寻常诗会，否则也不可能邀请他许风秋了。虽然许风秋28岁，为青年才俊，但毕竟是先帝，寻常诗会，堂堂先帝何须前去？这诗会是4年一度，几乎可以说是9州最瞩目的诗会，因为大陆诗圣会来。诗圣多年前以诗入道，真正意义上的强者，吟诗之时伴有天地意象，高深莫测，逍遥于天地之间，传闻境界可能达到了至尊先帝，也就是先帝10阶。就算未曾达到，他应当也是凤毛麟角的一位先帝9阶。先帝9阶是什么概念？整个8重天所有的宗门与5大帝国皇室之中，先帝9阶可能不超过2手之数。即使是9重天，强如凤凰台，先帝9阶恐怕也只有2-3位吧。而至尊先帝，整个9州明面之上只有8位，再多也应当不会超过20位。所以先帝9阶基本上便是巅峰了，因为达到先帝之境，一阶之差真的便是天差地别。尤其是到了先帝5阶之上，许家最强的是2位先帝8阶。先帝同境界也有3、6、9等之分，有的先帝他能跨级战斗，有的先帝他只能打自己境界之下的。天才也分3、6、9等，有人被称为天才，这一生却无法踏破先帝之境；有人用了万年成就先帝，而有人100年、几十年则是先帝。几十岁的先帝一阶和万岁的先帝一阶，那也不是一个概念了。所以有2句话很现实，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天赋就不是努力能弥补的了。用尽一生，好不容易得到成仙，脱离凡尘，以为无敌于世间，以为自己是超凡脱俗的天才，却不过是天兵天将的一个小卒，被孙悟空追着杀。诗圣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最关键的是什么？顾长生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天命值来自于诗圣，因为在4年前的诗会上，顾长生一举成名，甚至诗圣动了收他为徒的心思，并且拜访了一番顾家。也正是这一心思，直接让顾家这4年内平步青云。诗圣豪言，下一届诗会若顾长生还能惊艳于他，他将收其为徒。所以基本上这一届诗会大家都已经认定了诗圣将收顾长生为徒了，所以顾长生一定会参加的。这1个月他的伤估计也已经好了，本帝倒是还挺感兴趣。许风秋露出了一抹笑意，少主也很有才华的。小离带着一丝崇拜道。许风秋捏了捏他的小脸蛋，要随本帝一同前去吗？小离摇摇头。小离愚钝，如此盛大的场合，小离不敢去。许风秋揉了揉他的秀发，留在许家好生修炼，本帝倒也1、2日便回来了。是，诗会是明日一晚，地点在圣瑶帝国的圣瑶天城内，圣瑶女帝地宫之中。看来这圣瑶女帝似乎是有意拉拢于我啊。许风秋沉吟一声，他许风秋从未传出过喜爱诗词文赋，这诗会就不是他许风秋去的场合。即便如此，还是邀请了他，只能说明圣瑶女帝想在这诗会之中认识他，甚至是有事找他。这个场合不过是一个跳板而已，倒也无所谓。顾家少主峰院子里有很多的小动物，灵狐、灵猫、小狗，这些都是顾长生收养的。顾长生看着手中的请柬，激动不已。顾长生看着手中诗会的邀请函，4年前诗圣对他顾长生青睐有加，动了收徒的念头，甚至诗会结束后前来拜访了一番顾家。这4年不知多少势力主动与顾家交好，顾家仅仅4年的发展堪称之前100年。这就是一个大陆先帝9阶的能量，他什么都不用做，只是一句话、一个行为便牵动8重天。先帝8阶和先帝9阶1阶之差，悬殊就是如此之大，或者说先帝之境1阶之差相差就很大。这次我顾长生是必要成为诗圣前辈的弟子，只要能成，本少便再上一个台阶。虽然他贵为顾家少主，这个身份、地位、天赋和实力已经是世人仰望的存在了，但在他之上还有那么寥寥更强的存在，仙宫圣子、凤凰台圣女等等。如果能成为诗圣弟子，他也算是接近他们了，至少以后出席一个场合，差不多要跟他们坐在一起了。因为诗圣本人的背景也是极强的。许风秋什么狗屁，先帝也没用，他顾长生用不了多久也一定能挣到先帝。论真实实力，许风秋绝对比不过他，还有诗圣的传承力量，他的地位也非许风秋能及了。许风秋想到这个人，顾长生便一脸狰狞。顾长生顺势将不远处的一只灵狐抱在了怀中，轻轻地抚摸着他柔顺的毛发。
而灵狐却并未表现出任何温顺的模样，反而眼睛里充斥着恐惧，在顾长生怀中一动不敢动。顾长生很受大陆姑娘们的喜爱，因为他是出了名的心善，他是唯一一个会去收养那些流浪小动物的顶级天才，大家就觉得他和其他人很不一样，绅士，一表人才，还那么的心善。顾长生一边抚摸着灵狐，一边轻声说道：小家伙，你说许风秋这个杂碎该不该死？灵狐被顾长生抱着，一动不敢动。你为什么不回答本少？顾长生停下了抚摸的动作，灵狐在他怀中挣扎着要跑出去，然而顾长生的手却死死地遏制住了灵狐。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挣扎？为什么？本少收养你，给你吃，给你喝，让你留在这灵气浑厚的顾家，你还有什么可跑的？顾长生阴沉着脸，他的手握着灵狐，力气越来越大。我要杀了许风秋，我要把他千刀万剐，我要当着他的面蹂躏他的女人。他许风秋为什么敢对本少不敬？他凭什么？顾长生面目狰狞，手中的力气越来越大，灵狐挣扎的四肢力气越来越小，顾长生的手已经嵌到了灵狐的肉中，鲜血顺着顾长生的指缝流下来。顾长生仿佛没有任何的觉察，咬牙切齿：许风秋，你给本少的羞辱，我必千百倍奉还。灵狐的尸体已经被他的双手捏成了扭曲状，鲜血把他的衣服也完全染红，血腥味让顾长生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灵狐的尸体，然后满是鲜血的轻轻抚摸着：下辈子乖一点。随后火焰燃烧起来，灵狐尸体化为灰烬。翌日，夕阳西下，许风秋低调地来到了圣瑶女帝所在的圣瑶天城。作为八重天圣瑶帝国的帝都，这座城可谓是巨大繁华至极。这城内强者与武者家族也是无数，许多受邀前来的人，他们都是高调进入城内，甚至各种灵兽从虚空飞向地宫之中，还有强者御剑而来，坐着圣轿前来。整座城皆是张灯结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百姓们热闹的对诗、对对子、对词，写对联，就像是过春节了一样。在九州，武道永远是为尊的，但诗词文赋、琴棋书画这些也很有人气，因为有人能以诗入道，能以画入道。一旦入道，修为暴涨，必能成帝。虽然数以万年间就没几个人以这些入道，但起码是有可能的。对于一些武道天赋不高的人，他们从文也是一条路，入不了道，至少有可能混个小官做一做。而许风秋就低调地走在街道之上。爷爷，今年好热闹哦，人好多呀。今天是圣瑶帝国4年一度的诗会，圣瑶帝国每一座城内都是这番情景。女帝陛下最爱诗词文赋，与诗圣前辈关系甚好。哇，诗圣前辈是不是也要来啊？对，应当已经在地宫之内了。你看，天上这些都是各方受邀前来的势力，有顾家少主、九州4大才子顾长生，有要神山圣子。爷爷，那近日轰动九州的许家少主许风秋会来吗？他啊，从未听说过他对诗词文赋有兴趣，应当不来吧，更应当不会被邀请来，也只是一个看戏的。毕竟地宫的诗会全都是各方才华横溢之人啊，此场合与他不符。前方有一个巨大巍峨的高楼，如同许风秋记忆中小一点的黄鹤楼一般，高楼坐落在一条巨大的江上，无比漂亮。楼内灯火通明，进进出出的才子甚多。此处叫做天下诗楼，路过此处可随意在里面留下自己的作品或是对子，若写得好，五湖四海有才者自是能够看到。圣瑶女帝甚至会经常收集这里好的诗词，有人在天下诗楼内随意留的诗词，无意间便一举成名，传遍九州。许风秋饶有兴趣地走了进去。今日来诗会，他主要目的是断顾长生天命，只需断他成为诗圣弟子的可能，天命值就会暴跌。同时许风秋便随便玩玩吧，诗词文赋他这脑子里可太多了。天下诗楼内空旷一片，只有无数的诗词文赋贴在墙壁之上，大量的人在观赏着诗词文赋。2楼、3楼，楼层越高，上面诗词水平越高。随后许风秋便向楼上走去，一个伙计皱了皱眉，也是跟着许风秋上了2楼。上2楼后，许风秋直接往3楼走去。哎，少侠！天下诗楼的伙计拦住了许风秋，道：“2楼便可以了，3楼都是一些诗词，大家留下来的。”许风秋笑道：“本地写完，你再瞧瞧能否留在3楼。”说完，许风秋走了上去，自诩为帝。那伙计脸色一变，赶紧跟了上去。来到3楼，许风秋道：“伙计，拿笔来。”伙计双手恭敬地递给了许风秋笔。许风秋接过笔，纵身一跃，站在10几米高的墙壁前，对着空白的一处纸卷上快速写下一句对子。给许风秋将笔递给天下诗楼的伙计，便扬长而去。
方才是何人？留下什么诗？不是诗，是一句上联：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下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好句，恰好又与这天下诗楼所处江上对应，是何人啊？他忘记留下名讳了。那天下诗楼的伙计愣住了：少侠，您忘记留下名讳了。他赶紧追了出去，却已然没了许风秋的身影。许风秋径直走到了地宫之外，偌大恢宏的地宫之上，还有一处悬浮在虚空的天空之岛。这座美丽的小岛才是真正圣瑶帝国皇室所在之处，那是禁地了，只有女帝和皇室核心成员才能去，他们休息修炼之所。拿出请柬，许风秋便成功的进入到了地宫内。有人引他入宫，地宫硕大恢宏，也是处处张灯结彩，灯火通明。今日似乎比较特殊，许多宫女们也都在嬉戏玩闹。来到诗会之处，前方一座巨大的大殿屹立在那儿，天已经黑了，但此处如同白日一般明亮。几排古树一直通往大殿门口台阶处，古树之上挂着无数诗词文赋的卷章，散发着光芒。一些身影一边看着诗词，一边讨论着往大殿内走去。哈哈，季兄，好久不见啊！一位穿着白衫、英俊潇洒的身影一边扇着扇子，一边与前方身影打着招呼。季伯昌笑着抱了一拳：皇兄，幸会幸会。李胜脸上露出笑意，甚是羡慕季兄以一首《咏长安》，甚得女帝陛下欣赏。季伯昌回复道：李兄谦让了，武道天赋不够，便也只能以才华寻求出路，倒比不上李兄，年仅25便夺得去年诗考状元，佩服佩服。李胜摇了摇头，感叹道：但今夜你我终究只是边缘人物，如此盛会，传说中诗圣前辈亲临，女帝陛下亲临，来的都是些什么人物？顾家少主顾长生此等大人物，你我季伯昌则是反驳道：不，虽然他们都是我等无法企及之存在，但诗会便是以文会友，以文切磋。今日诗会，所有人平等，没有高低之分，即使他们身份非凡，但只要你我诗词卓越，依旧能够傲然全场。我呢不求多大的境遇，只求能得到女帝陛下等人欣赏，谋求一条路，飞黄腾达。李胜也是点了点头。许风秋从他们身边走过，这位兄台甚是陌生啊，不知兄台是？李胜好奇地问了一声。许风秋抱了一拳：许家，许风秋。他们二人内心一颤，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妈！先帝许风秋，这种传说中的大人物，也跟他们一样从这里走进大殿。二人立即弯腰行了一礼：许先帝，客气。许风秋说完便走进大殿内，留下一头冷汗的二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的，论实力不是，论背景更不是。虽说今夜诗会不论身份如何，大家都一样，但李胜叹息了一下。季伯昌则是面露不悦：凭什么我们见到他便要低头哈腰，如此卑微，真不公平。这世上本就是不公平的。背后一个声音传来，二人扭头看去，顾少主。他们立即行礼。顾长生眼眸微凝看着走进大殿的许风秋。许风秋既然来了，他也是在城内闲逛，看看能否遇到漂亮姑娘的时候，无意间竟然看到了许风秋的身影，便一路悄悄跟过来了。虽然顾长生看到许风秋便恨得直咬牙，但今天这是什么场合？这是诗会啊，如此大雅之堂，他许风秋懂个狗屁的诗词文赋。今日他顾长生要让许风秋颜面扫地。二位本少都有所听说，大作也拜读过《咏长安》《江雨月》，对吧？季伯昌抱了一拳：早就传闻顾少主天人之姿，却温文尔雅，不拘一格。今日一见，果真如此，竟有闲情逸致与我等小人物对话。顾长生微微一笑：天下生灵皆是平等，可有强弱之分，未有卑贱之别。今日诗会有诗圣前辈、女帝陛下此等人物，又有你们这些颇具才华者，足以见得女帝陛下与诗圣前辈用意。是，女帝陛下也说了，今日不论是何身份，大家皆是一样，以诗会友。哈哈哈，对。顾长生笑了一声，然后道：有一件事，本少想与二位聊一聊。顾少主请讲。顾长生叹了一口气：本少品性太过于温和，而这许风秋手中罪孽深重，更是对诗词文赋一窍不通，与这大雅之堂颇有违背。二人不敢回应。顾长生继续道：这许风秋品性恶劣，目中无人，嚣张跋扈，本少与他有仇。二人更是不敢说话。许风秋什么身份？如果不是这诗会，他们这一生可能都无法见到一面的存在，包括顾长生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哪敢大喘气啊？他许风秋竟抢我顾长生心爱的女子，以卑劣的手段将其贞洁夺去，
引来我爱之女蒙羞自杀。二人一惊。顾长生，我欲报仇，可受种种限制，无能为力。今日他许风秋既然来了，想请二位多加刁难，让他颜面尽失。如此一来，本少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了。二人更是一惊。扑通，纪伯昌直接惊恐地跪了下来。顾少主，我二人只是寻常武者，20几岁，修为才刚到玄天境，也无背景，怎敢去刁难许少主啊？若不是今日诗会，许风秋那是他们倾尽一生都没资格见上一面的存在，让他们去刁难许风秋，那不如直接让他们死算了。顾长生将其扶起来，说道：知晓二位难处，二位放心，本少定保全二位。事成之后，本少接二位回顾家，给你们强大的功法、武技与修炼资源，从此顾家是二位靠山，我三人可为兄弟。他们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做了这件事，就能攀上顾长生，甚至与他兄弟相称。这兄弟情可能没多少，但也算是攀上了。万年地族顾家的修炼资源不敢想象，他们虽有才华，但也是没办法才走文路。若能走武道之途，谁想从文？谁不想成为一方强者？退1万步来讲，境界便意味着寿元。顾长生也是没办法，世人对他的印象便是翩翩君子，他总不可能去不停地刁难许风秋吧？他也不敢啊。许风秋还有他把柄呢，找其他身份高贵之人，他们凭什么要去招惹许风秋？他们就算厌恶许风秋，但也不愿平白无故跟许风秋作对啊。除非身份完全不怕许风秋，这样的人顾长生不知道今日诗会有没有，他也不一定认识，即使认识，顾长生身份也比不过人家，也不敢轻易请他帮忙，所以让这2个人充当他的棋子最好不过。二位拜托了。顾长生抱了一拳，这等身份的人都如此说了，再加上这是板上钉钉很容易实现的事情，他们怎能顶得住如此诱惑？而且他们并不敢保证今日诗会能攀上某些人，就算攀上，也绝对比不过攀上顾长生1%。纪伯昌犹豫了许久，然后一咬牙抱了一拳。这许风秋简直卑劣至极，顾少主，这个忙在下义不容辞。李胜，顾少主且宽心，我李胜今日势必要让他许风秋颜面扫地，替顾少主解气。多谢多谢。顾长生笑着说道。许风秋，今晚你就等着贻笑大方吧。许风秋走入地宫大殿之中，这大殿内已经不是认知中的模样了，整齐地摆放着很多张桌子，桌上都有笔墨纸砚，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放大了数十倍的学子求学之所，充满着书生气。一张龙椅在大殿最前方的中央两侧各摆放几张桌子，龙椅自然要做女帝陛下，身侧几张桌子，那应当坐着的本次诗会的重磅嘉宾。墙壁之上挂着一些有名的诗词，大殿内人恐有200-300之多，才子们长衫折扇，才女们大家闺秀。前方一处座位围着很多身影，好诗好诗啊，不愧是林姑娘的著作，太美了。那毕竟是林姑娘4大才女之首，女帝陛下的弟子，我父亲都在拜读林姑娘的诗词。上一届诗会，诗圣前辈本想收林姑娘为徒的，但林姑娘早就拜入女帝门下，诗圣前辈也暗道惋惜。林姑娘真可谓是无数人梦中仙子啊，今日终于有幸一见了。许风秋走进来，倒是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但是他们没人认识，只觉得不凡。许风秋进来后也没见到熟人，这里大多都是一些才子才女，身份厉害的也就是武者家族的，跟许风秋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许风秋进来后，目光也是注意到被围起来的一个身影，穿着倒是简单，一袭白色仙裙，轻纱掩面，秀发精致的扎起，一个似乎像是自己手工刻出来的木簪穿过秀发。他坐在那儿，一举一动尽显大家风范。丁，检测到气运之女，气运之女，林青竹，天命值6900190，六阶气运之女，年纪26，血脉人族，体质天仙菩提心，境界天道境一阶，战力打分80。介绍：拥天仙菩提心者，为世间最为纯净的存在，不被一丝污浊所污染，天赋极强，恐能成为最年轻的以诗入道的存在。丁，恭喜你触发任务林青竹的芳心，当林青竹对素竹好感达到20、40、60、80，皆可获得奖励，达到80可获得属于林青竹的专属奖励。林青竹，许风秋眉头一挑，非常有名的一位当代仙子，仙子榜排名前10。如果说冰山是男人最想要征服的对象，那么林青竹是任何男人都想要娶回家做正妻的存在。风华绝代，国色天香，知书达理，大家闺秀，温柔贤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为爱诗，极具才华。年纪比许风秋还要小2-3岁，
他写的诗，一些爱好诗词文赋的顶级强者都会去读，更是得到了诗圣的称赞。诗圣4年前还留下一句话：林清竹与顾长生是他狭隘眼光中迄今为止认为唯二有可能是继他之后以诗入道者。许风秋坐在不远处，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林姑娘，在下有一首诗，想让林姑娘点评。林清竹优雅地放下毛笔，红唇轻启。沈公子谦逊了，青竹何来资格点评？倒是可以欣赏一番沈公子大作。然后林清竹接过诗，很认真地通读了好几遍。沈公子大才，此诗意境极美。哎呦，林姑娘过誉了，不知林姑娘有何建议呢？林清竹站起身，微微行了一礼。青竹冒昧，认为若这关青秋字改为锁青秋，是否会更好呢？周围一片赞叹。听到这话，沈公子眼睛一亮。好，好啊，仅仅只是改一个字，便让在下这首诗更美了，多谢林姑娘。青竹冒昧。林青竹微微欠了一身。许风秋身边一些人也是忍不住感叹，林姑娘太优秀了，如此风华绝代，大家闺秀，她与顾长生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气质也相近，身份都不凡。诗会中前辈们都哪儿去了？怎只有我等年轻一代？各大势力爱诗的前辈们，比如九重天天机阁大长老、九重天仙一门魏长老、诗圣前辈等，他们应当是先去与女帝陛下叙旧了，毕竟诗会还未开始。顾长生走了进来，目光一眼看到了那个被围起来的身影，林清竹，他最倾慕的女子。她的那种纯净、优秀、知书达理、大家闺秀，他顾长生简直太爱了。顾少主，在下见过顾少主，今生能有幸见到顾少主，蓬荜生辉，方才还读到了顾少主的作品，惊为天人。顾长生笑了笑，诸位谬赞了，能来参加诗会的，无不都是极具才华之人，大家都一样。纪伯昌说道，顾少主太谦逊了，虽然大家都来参加诗会，但这才华还是有高低之分的，毕竟我等可谓得到过诗圣前辈、女帝陛下赞赏啊。李胜也是附和道，是啊，顾少主与林姑娘已经是我等望尘莫及的存在了。装逼的话顾长生不好说，但别人帮他说，他还是很爽的。哈哈，诸位言重了。他悄悄看了一眼坐在不远处品茶的许风秋，随后顾长生走向林青竹。林姑娘。林青竹站起来，微微欠了一身。顾公子。哈哈，许久不见了，但这些日子本少还是经常能读到林姑娘的作品，受益匪浅啊。林青竹。顾公子客气了。顾长生刚想说什么，这时从大殿尽头一侧走进来了一些身影，众人瞬间注意力集中过去。许风秋目光也是看去，为首出来的是一位轻纱掩面、这低调蓝色仙裙的高贵女子，圣瑶帝国女帝。今日是诗会，圣瑶女帝也是一切从简，但依旧难以掩盖其惊世容颜。那高贵的气质让众人根本不敢抬头去看，即使是顾长生，他都不是特别敢，更别说这里的一些普通的才子才女了。圣瑶女帝身后，数十位仙风道骨、儒雅不凡的老者一起走出。九重天天机阁大长老诸葛晨，九重天仙一门大长老魏延年，大陆诗词大家黄景山，诗词大家曹乔人等，参见女帝陛下。见过诸葛晨前辈，见过魏前辈，见过黄老、曹老。众人纷纷行礼。圣瑶女帝坐了下来，微微点点头。诸位不必客气，今日为诗会，今夜诸位以文会友，施展才华，除所谓礼仪之外，其余身份一概不谈。说完，圣瑶女帝那平淡的青眸扫了一眼许风秋，是。不知今夜诸位才子才女们能给我等多少惊喜啊？魏延年摸着胡子笑了笑说道。顾长生站出来的道，晚辈不敢，只愿能从诸位前辈这里学到一丝半点，便已知足。魏延年笑着看向顾长生，顾长生，顾小友，老夫很期待你，多谢魏前辈。圣瑶女帝扫了一眼众人，红唇轻启，看来诗圣阁下又是喝多了。诸葛晨坐下来笑了笑，这诗会还有一炷香方才开始，不急的，诸位随意聊聊吧。大家聊天的声音比较小，动作也是比较轻。此时此刻，顾长生对着纪伯昌使了个眼色。纪伯昌心领神会，虽然有些害怕，可是他也已然想好了。许风秋少主，在下有一首诗想请您点评一番。他的声音故意大了一些。此话一出，全场连同台上诸葛晨等强者都是一愣。许风秋、诸葛晨、魏延年等人，他们也并不知晓具体会有什么人参加本次诗会，但总的来说，能够来参加诗会的一定是有才华之人，除了他们已知的一定会来的一些人外，具体是圣瑶女帝的邀请，毕竟他们也都是被圣瑶女帝邀请过来的。但许风秋，什么？许家少主许风秋吗？他竟然也来诗会了？从未听说过这位尊贵的许少
主对诗词文赋有研究啊，反而我听闻徐少主对诗词文赋并不感兴趣。他们那种存在，在这个年纪，全部精力都在武道之上，除了顾少主、林姑娘、凤凰圣女等寥寥几人外，又有几个有精力去研究诗词文赋的？即使有，能有才华参加这诗会的，更是少之又少了。莫不是来杀人的吧？他的兄命近日可没少听说啊。如此大雅之堂，他为何会来呢？好多人小声的窃窃私语。顾长生内心冷笑一声，这就是他要的效果。许风秋必然是不懂诗词文赋的，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兴许是与女帝陛下、诸葛前辈、魏前辈等人有关。但既然在这个场合，顾长生就必然要把握住羞辱他的机会。赵姑娘，是那位许风秋公子吗？林青竹小声问向身边一才女。正是他。林青竹好奇地看向许风秋，作为圣瑶女帝的弟子，更是千年世家林家林将军之女。林青竹身份并不凡，林家是帮助圣瑶帝国皇室打天下的，可以说圣瑶女帝能坐上今日地位，林家几代功不可没。而林家天才也是辈出，林家之血脉几乎生下来的都是男儿，身具战神之血脉，他们的战斗力是极其夸张的，所以林青竹极其被林家所宝贝，尤其是林青竹的几位兄长更是把他当宝。林青竹也是当今这一代青年才俊中的佼佼者了，几乎也是见识过了8重天、9重天各种顶级天才。许风秋也是这些天才中其一。林青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的，但最近许风秋的风头太盛了，逆天事迹谁人不知，他的师尊圣瑶女帝更是几番亲自前去看他的战斗，所以林青竹对许风秋是有好奇心的。他觉得许风秋和其他的天才不一样，至少不一样在于他更加逆天，他能打破世人之认知。许风秋自然知道顾长生的心思，喜欢玩，那就慢慢玩。许风秋抿了一口茶，淡淡的问：这大殿内有如此多的诗词大家，本少倒是不值一提，为何要找我点评呢？纪伯昌也是赶忙解释道：徐少主第一次来诗会，必然是有您过人之处，所以在下想找您点评。圣瑶女帝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她邀请许风秋前来，是为了拉近与许风秋的关系，因为她需要许风秋的帮忙，并非是希望他遭受排挤与羞辱。理论而言，许风秋什么身份？就算大家觉得他对诗词文赋不了解，但也绝对没有人敢说出口的。谁能想到，竟然有人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显然不合理，其中必有人作梗。圣瑶女帝从容自若地说道：诗词拿来，本帝与诸位诗词大家瞧瞧。许风秋站起身抱了一拳：多谢女帝陛下，倒是不必劳烦了。那许公子请。许风秋接过诗词看了一眼，顾长生心中冷笑一声：真能装啊，一副好像看得懂的模样。你懂什么啊？许风秋随后递给了纪伯昌。许少主，您觉得如何？许风秋漫不经心地道了一句：倒是寻常吧。听到后，好多人想笑，但是他们不敢笑，这要是笑了，怕是活不过今夜了。嗨嗨！顾长生用一声干咳赶紧掩盖住自己差点忍不住笑出的声音。李胜走了过来，接过诗词，小生倒是觉得季兄这首诗让我有些眼前一亮啊。许少主，您再仔细看看呢。他们知道惹不起许风秋，但他们也知道顾长生能护他们周全，更是清楚这样的一个场合，许风秋就算心中有怒，也绝不会出手。即使出手，这么多强者在，也有人阻拦的。一个身影扇着扇子走进了大殿，有必要为难许兄吗？众人目光看去，李沐风要神山圣子，丁检测到气运之子，气运之子，李沐风，天命值7101023，七阶气运之子，年纪35，血脉人族，体质无上帝体，圣火灵窍，境界先帝一阶，战力打分90。介绍：七阶气运之子，无上帝体，医术逆天，被称为唯一有可能超越医圣、医神和医仙3位医术的天纵奇才。丁，恭喜你触发任务李沐风天命值清零，任务奖励天毒珠，天命值加100万。许风秋一愣，七阶气运之子只奖励个万毒珠，这天毒珠是什么？许风秋还真不知道，看起来应该不简单。李沐风收起扇子，对着圣瑶女帝众人抱了一拳：晚辈李沐风见过女帝陛下、魏前辈、诸葛前辈。他们点了点头。李沐风然后看向许风秋，也是抱了一拳：许兄。说完他看向纪伯昌：这位兄台，不知你是有意为难许兄呢，还是真不知小许兄不懂诗词文赋，故才要给许兄看诗？只能说
这李牧风大概是许风秋遇到的最有脑子的气运之子了。看起来他似乎客客气气的，说的话没有任何的毛病，也没有言辞犀利的针对许风秋，反而是去质疑纪伯昌找许风秋看诗的动机，看起来似乎是站在许风秋这一边的。实则他把该说的、该点破的全部都点破了。顾长生心中是一喜，没想到这药神山的李牧风竟然来了。许风秋和药神山的恩怨，他太清楚了。药神山示弱，他李牧风肯定是不爽。这话内之意，顾长生怎能听不出来？李牧风是他这一头的，太好了，有这么一位身份不比许风秋差的李牧风帮他，今天这许风秋废了。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敢站出来，看来药神山经过这1个多月，不怕他许风秋了。这纪伯昌赶忙对许风秋行礼：“许少主，在下真以为您此等存在，又来到了诗会，理应与顾少主、药神山圣子殿下一样，实在是不清楚您不懂诗词文赋，还请许少主恕罪。”李牧风看向许风秋道：“许兄，他说的似乎也合理，倒是也不必动怒。”圣瑶女帝黛眉微蹙，药神山前段时间向许家示弱，理论上他们现在应该避免与许风秋的碰撞。他是没想到，这李牧风竟还公然想要羞辱许风秋。许风秋笑了笑：“为何要动怒？今日来到诗会的不都是懂诗之人？我倒是也点评了，李兄不会觉得本少点评是在不懂装懂吧？”顾长生、李牧风心中不屑一笑：“是不是不懂装懂，你自己心里不清楚。行，顺着你来，诗会还没开始呢，不着急的，看你接下来怎么装得下去。”李牧风：“哈哈，自然不是，看来许兄这些日子没少钻研诗词文赋，敬佩敬佩。”说完，他拿过纪伯昌的诗看了一眼，这首诗倒还算是有亮点的，许兄应当不至于只是寻常水平吧？说完，李牧风眉头一挑，笑道：“当然，有可能是许兄实在是太有才华，故觉得这首诗比较寻常了。”许多人听到后，心中暗暗感叹，这诗会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啊。许风秋，今日诗会怕是要丢尽颜面了。纪伯昌点点头，必然是如此了。不知许兄这些日子有何大作，可否与诸位分享一番？本少也想见识见识。李牧风微笑着看着许风秋说道。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大殿外走了进来。实在抱歉，老夫来晚了。众人目光纷纷看去，诗圣前辈。诗圣看起来是60岁老头的模样，穿着不太合身显大的白衫，手中拿着一个酒葫芦，走路有点轻飘飘的，眼神都微微有些迷离，身上一股酒气，看起来是喝多了。对于很多强者来说，不想喝醉那是永远都不会醉，但他们享受这种喝醉的感觉，而即使看起来喝醉了，其实可以瞬间清醒过来。即便如此，依旧给人一种超脱于凡尘的高深莫测。诗圣前辈，众人纷纷行礼。诗圣一摆手：“不必多礼，不必多礼，今日老夫只是一个过来欣赏诗词的看客。”哈哈哈。诗圣潇洒一笑，仰头喝了几大口美酒。顾长生小友，幸会，喝酒。诗圣有些摇摇晃晃的来到顾长生面前，带着笑意，眼神迷离问。顾长生行了一礼：“晚辈便不喝了。”哈哈哈。青竹女娃娃在哪呢？林青竹欠了一身。诗圣前辈：“哈哈哈，好，好啊。”So， 他随后纵身一跃，来到了前方圣瑶女帝他们的面前。女帝陛下，魏老儿、诸葛老儿，幸会幸会。诸葛臣，诗圣阁下，这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哈哈，不瞒诸位，路过天下诗楼，老夫上楼看了几眼，有一上联倒是让老夫眼前一亮，花了一些时间对了几副下联，故来晚了些。圣瑶女帝黛眉一挑：“诗圣阁下，不知是何上联啊？”诗圣站起身，手一抬，眼神从迷离瞬间变得清澈深邃起来，手对着空中不断挥舞，一行以灵力汇聚的飘逸绝美字迹显现出来。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下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许风秋。此联一出，众人眉头紧锁。绝美，大才，此联落比于天下诗楼吗？当真绝美，这天下诗楼便坐落于江面之上啊！由此可见，此联应当是作者见到天下诗楼之后，有感即兴而作，如此才华，令人钦佩。好联啊，优美至极。诸葛臣摸了摸胡子，感慨了一声：“诗圣前辈，不知此联是何人落笔？”顾长生行了一礼问。诗圣摇摇头：“此联倒是未落款。”圣瑶女帝询问道：“此联短时间内若想对出下联，难度可想而知，不知诗圣阁下所对下联为何？”诗圣大笑一声，在空中上联之下快速写下他所对的下联：“赛诗台，赛诗才，赛诗台上，赛诗才，
诗才绝世，诗才绝世。好一个诗才绝世，不愧是诗圣阁下，佩服佩服。魏延年站起身，面色激动地赞叹一声，因为他们这些极具才华的人，在看到上联后，自己已经心里开始对下联了。对了一会儿，发现好像真没那么容易。又看到诗圣的下联极其工整，忍不住赞叹。诗圣摇摇头，工整倒是工整，可上联如此之美，它是一幅让人一眼便能联想到的美景，且诗才与千古并不对仗，所以老夫所对这下联还是差了。诸葛臣道：既然如此，那今日诗会便从这幅望江楼上联开始，如何？妙哉妙哉！但此联当真是不好对啊。老夫苦思冥想了一会儿，难。诗词大家曹老感慨一声，诗圣阁下都被难到了，我等只会是更难。集思广益吧，大家都是大才之人，今日总能有一人对得出吧。李牧风笑着看向许风秋，许兄，你对诗词了解颇深，如何展示一下？众人目光抱着看好戏的心态看向许风秋，不敢惹，不敢说，还不敢看好戏吗？顾长生心中一喜，这李牧风来得太是时候了。刚才诗圣突然来了，打断了他们让许风秋丢面的进程，现在又来了。许风秋没有回应，只是左手背于身后，举起右手对着空中快速挥舞，一个个字逐渐呈现在上联之下。映月景，映月影，映月景中映月影，月景万年，月影万年。众人本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看向许风秋的下联，然而下一秒他们的表情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那诗圣仰头喝了一口气，半眯着眼瞧了一下许风秋的下联，迷离的眼神瞬间再次变得严肃了起来。他的动作定格住了，忍不住念了一声：映月景，映月影，映月景中映月影，月景万年，月影万年。随之他眼中金光一闪，此下联绝妙啊！哗！众人瞪大眼睛，一片哗然。诸葛臣站了起来，忍不住感叹：这下联当真绝妙啊！江楼与月景，这千古与万年全都对上了。这便是诗圣前辈所说的一眼看去即是一幅画面啊！这什么？本想看许风秋笑话的李牧风震撼不已。什么情况？他能对得如此工整？怎么可能？他许风秋不是不懂诗词文赋吗？他还能如此短的时间对出如此工整唯美的下联啊！顾长生眉头紧皱，真的假的？这个莽夫他有这才华，诗圣对出来的都没有如此工整啊！那纪伯昌和李胜二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顾长生，意思很明确啊，这是顾少主你所说的毫无才华的许风秋吗？林青竹抬头看着许风秋的下联，忍不住轻声感叹：江楼千古，月影万年，好美。丁，林青竹对你的好感加5。好啊，好一个映月景，好一个月影万年。诗圣眼中闪烁着金光，随之看向许风秋。许小友，不知来自何方？许风秋抱了一拳，晚辈许风秋见过诗圣前辈。许风秋，诗圣看着许风秋微微点了点头。一直听闻许小友天赋卓越，从未听说许小友还有如此之才华，倒是让老夫眼前一亮啊！不知你能否再对出一副下联？老夫满怀期待。顾长生一咬牙，马德，今日诗会他是要成为诗圣弟子的，反而给这许风秋抢了风头了，真假否？他许风秋能有如此才华？许风秋道：晚辈不才，这上联便是晚辈所出。哗！现场一片哗然。什么？望江楼这让诗圣忍不住沉迷的上联是许风秋所出，他同时还写出了月影万年的下联。众人纷纷露出震撼的表情。不是传闻许风秋不喜爱诗词文赋，也并非是一个才华横溢之人吗？这一手简直惊艳众人啊！顾长生眉头紧皱，他许风秋做的上联……等等，顾长生和李牧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们很确定许风秋是一个并不爱好诗词文赋之人，他绝无多少才华，对出下联确实让他们震惊。但是现在上联原来是他出的，那就很简单了，他许风秋还是那个没有才华的许风秋，他只是提前准备好了这副上联和下联而已。这下联也并非他方才在现场看到上联即兴做出来的，他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而这上下联大概率也不是他许风秋自己做的，搞不好是知道自己要来诗会了，请其他有才之人做出，而他只不过是背下来罢了，这才合理嘛。如此一想，方才的震惊全然消失。这么玩是吧？搞弄虚作假这一套，自己没才华就算了，还想在诗会大放异彩。没有才华
终究是要败露的顾长生内心冷笑一声，这反而是个好消息。原本只能稍微羞辱一番他，但若许风秋毫无才华却弄虚作假，这事情一旦被大家发现，呵呵，他要彻底丢尽颜面了。原来这上联是你做的。诗圣看向许风秋道。许风秋点点头，也是第一次来到天下诗楼，有感而发，倒是忘记署名了。李沐风鼓了鼓掌，许兄厉害。这么说来，许兄便是见到天下诗楼坐落在江上一幕，即兴而发作出望江楼、望江流这一绝句了。又是方才即兴对出月影万年，诗圣前辈都未做到啊！许兄如此大才，怪不得方才说这位兄台是诗只是寻常了，那也合理。这李沐风话中有话，诗圣和这么多诗词，大家短时间都对不出来下联。你倒好，上联自己看到天下诗楼即兴写的，下联也是方才即兴想的，那你真厉害哦，比诗圣、女帝陛下、诸葛臣、魏延年都厉害哦。所以听到李沐风这句话，众人也大概明白了什么意思。这许风秋显然是在装腔作势啊。诗圣自是听出李沐风话中之意，他挑了个不重要的问：哦，哪首诗寻常啊？纪伯昌双手将自己的诗呈了上去，诗圣接过看了几眼，才华是有的，但若以徐小友这上下联的才华去看待，却是普通了。诗圣点评道：多谢诗圣前辈。纪伯昌恭敬地说道。诗圣回到台上坐下，女帝陛下，诗会可以开始了。诗圣道。圣瑶女帝点点头。许公子一连开了个好头，那么诸位，今夜诗会正式开始。众人纷纷行礼。诗圣道：老夫也说一句吧，今年诗会老夫也已经有了收徒的想法，故今年诗会表现最好者，老夫希望能收其为徒。很多人目光看向顾长生，诗圣也是看向顾长生。长生，希望今年你能给老夫带来4年前的经验。顾长生行了一礼，晚辈不会让诗圣前辈失望。他顾长生确实有才华，但是上一届惊艳诗圣的那首诗，实则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准确而言，是他无意间发现俗世中有一穷秀才，他是个诗狂，他竟写下了诸多震撼千古的好诗。顾长生将其杀了，将他的诗全部收起来背了下来。其中一首，上一届诗会中让诗圣为之惊艳。他认为他背的那么多首各种题材的诗词，今夜一定能派得上用场。先成为诗圣弟子再说。虽然他知道自己此举和许风秋相同，但许风秋是众矢之的啊，没人去质疑他顾长生啊。而且他顾长生却有才华。诸位，那今日第一轮以何为题材，交流诗词呢？诸葛臣问了一声。圣瑶女帝看向窗外，感慨一句：今晚月色很美。诗圣朗声一笑。女帝陛下赞悦，方巧徐小友来了句月影万年，那这第一轮以月为题，诸位意下如何啊？自是没有问题啊。自古以月为题的诗词文赋何其之多，正因为有太多流芳千古以月为题的诗词，所以想要做出让大家惊艳的诗词难度更大。所以诸位才子加油吧，一炷香的时间，诗词不限。众人有的直接落坐在座位上，拿着毛笔正在构思，有的则是走到大殿一侧，看着外面的风景和圆月在思索什么，有的则是相互在小声讨论着。许兄，没曾想到你竟有如此才华，佩服佩服。李沐风笑呵呵地说道。李兄言重了，回去替本地向药神山李宗主问好。李沐风自知许风秋话中之意。许兄，你我之事一定要上升到宗门之间吗？李沐风问。只是单纯的问个好，李兄为何如此说？许风秋微微一笑。李沐风笑了笑，随后眼眸一凝。许兄，药神山随时恭候你的到来。李沐风是许风秋触发任务的气运之子，李沐风既然现在敢正面硬刚许风秋，那自然也有药神山的授意。简单而言，药神山前段时间示弱了，但现在他们不怕许风秋了。至于原因，很简单，药神山的老祖宗晋级至尊仙帝了，这就是底气。但他们自然也不会有绝对的把握主动去打许家，但绝对不怕许风秋打他们了。会去的，许风秋说道。恭候。另外许兄，李沐风嘴角一勾，提醒一声，今夜诗会都是大陆诗词大家，更有女帝陛下、诗圣前辈在场，一时的小聪明可很容易被戳穿的。说完他也是走开了，他不装了，直接跟许风秋摊牌了。许风秋心中笑了一下，随后坐下来落笔。不远处顾长生看到这一幕，心中不屑一笑，这就落笔了，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牛鬼蛇神。随后顾长生也是落笔。乐词，这副词我势必会成为今夜诗会惊艳全场的存在，拜入诗圣名下，势在必得。顾长生自信满满。第55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底下众才子才女们基本全部开始创作。
诗圣阁下。身旁曹老小声道了一句。诗圣豪迈地擦了擦嘴角，发出有些微醺的声音。曹老请讲。阁，这许风秋我是了解的，他从未钟情过琴棋书画，诗词文赋。28岁的先帝，他的所有精力都在修炼之上。言外之意，许风秋有没有写出的那附上下联的才华，从何而来，都存疑了。诗圣只是含糊地答应了一声，倒也没说什么了。他不在乎，在下只是认为如此行为有辱大雅之堂，却不敢。罢了罢了。曹老叹了一口气，他是极其痛恨这种做法的，可是他又不敢站出来说什么。毕竟许风秋什么身份好在，这场中还有李牧风和顾长生，迟早能把许风秋点出来。一炷香后，众人纷纷署名，将自己的作品呈上。女帝陛下。林青竹优雅地欠了一身，双手将自己的作品呈给圣瑶女帝。本帝很期待你的作品，希望不会让女帝陛下与诸位前辈失望。说完，林青竹便走开了。走下去，他看到了迎面走来的许风秋。林青竹微微行了一礼，声音很温柔：许公子。许风秋停下脚步：林姑娘，幸会。许公子方才的上下联极美，青竹佩服。许风秋笑了笑：林姑娘难道不会与其他人一般，觉得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吧？许风秋这话把林青竹问住了。林青竹如实说道：青竹听说过许公子似不爱诗词文赋，但真正有才之人，仅需极短的时间便能妙笔生花，或许公子便是如此呢。青竹期待许公子的高作。多谢。说完，许风秋便走了上去，将诗词呈给圣瑶女帝，便走了下来。而顾长生瞥了许风秋一眼，则是把诗词给了诗圣。众人纷纷走下去，坐在位置上。圣瑶女帝道：那好，各位稍等片刻吧，我们各自选出几篇手中自认为水平比较高的诗词，与大家一一展示。是。众人行了一礼。嚯，李牧风小友的这首《天下月》写得好生豪迈啊，好诗好诗。黄老赞叹了一声。李牧风嘴角一勾，随之抱了一拳。黄老站起来：老夫与诸位朗诵一遍。随着黄老将一首诗念完，现场响起了掌声。不错不错。诗圣喝了一口酒，赞叹了2声。这首诗可成为今日第一首难得的佳作。李牧风。诗圣前辈谬赞。这第2首也来了。诗圣拿着手中纸张，踉踉跄跄站起身，带着一抹醉意念道：乐词顾长生。顾长生一喜，众人目光纷纷看向他。月映百川流。一首念完，众人再次响起掌声。不愧是顾少主啊，简直太有才华了，好美的一首乐词，佩服佩服。这首乐词似乎比起李牧风圣子的那首还要高上几分，看来今日诗圣的弟子还是非顾少主莫属了。好好，顾长生，你果真没让老夫失望啊。诗圣看向顾长生，赞叹一声。顾长生能让前辈们认可，长生无憾。不过长生认为林仙子等数位才华横溢者的诗词不会比长生差，心中则是一喜。虽然诗会才刚刚开始，但他这诗圣弟子基本上已经稳了。顾公子大才，青竹不敢。林青竹欠了一声说道。圣瑶女帝面纱之下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青竹这手倒还真是能与顾长生一比。哦，哈哈，请女帝陛下展示。诗圣说，玩笑着好饮2口。圣瑶女帝手对着面前一首诗呈现在了空中。顾长生看去，随之眉头紧皱。这林青竹的才华好生夸张啊，不愧是让诗圣毫不犹豫想要收为徒，甚至说出他是最有可能以诗入道的存在。顾长生自认不及，幸好林青竹已拜入圣瑶女帝门下，且无心随诗圣逍遥天际。女帝陛下，女帝陛下。诗圣目光炯炯地看着这首诗，感叹道：老夫可真是羡煞于你啊，老夫是多想让收青竹丫头为徒啊，这首诗老夫恐也需花些功夫才能写得出啊。林青竹。诗圣前辈谬赞了，青竹一直以您为榜样，行文之中总有您的影子。不，你便是你，这首诗是今日之最。诗圣感慨道。不错，今年好诗真多啊，看看能否还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诗词。圣瑶女帝拿出下一篇，当他看到是许风秋所作的时候，格外留意了几分。此番诗会，许风秋处境并不好，然而当他看到许风秋这诗的内容后，面纱之下不免一惊。诗圣阁下请过目。圣瑶女帝将诗词递了过去。诗圣一手拿着酒葫芦，一手接过去，随意瞥了一眼，随之便定格住了。蹭。过后，诗圣站起身，目光灼灼地看着许风秋。众人一愣，是什么诗能让诗圣露出如此神情？顾长生眉头紧皱，
顺着目光看向许风秋，随后心中一笑，他写的诗不会让诗圣觉得太过于垃圾，忍不住想要动怒了吧？李牧风扇了扇扇子，等着看好戏。旁边诸葛晨好奇拿起桌子上的诗看了一眼，念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刚开始这2句让他愣了一下，随之忍不住继续念：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看了许风秋一眼，随后又看向诗词，语气凝重了几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嘶！众人忍不住倒吸一口气，震撼地看向许风秋。什么？顾长生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许风秋。怎么可能啊？那诸葛晨也是一愣，又看向了许风秋。旁边先一门大长老魏延年从他手中把词拿过去，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他皱着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华，全场一片哗然。大家都是有才之人，都爱诗词文赋，即使是诗会中水平再差的，放眼九州，那也是极具才华的。他们当然极为懂诗，只是听了一遍，他们便大概明白这首诗是什么水平。你到外面说这诗是诗圣所作，大家都是相信的。这竟然是出自许风秋之手，这怎么可能？这是徐少主一炷香即兴所作，此乃流传千古之佳作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徐少主他不是不爱诗词文赋吗？他有如此才华，这甚至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可能最让我惊艳的一首词了。林青竹面纱之下，小嘴微张，好美的词，好美的意境，好恢宏的画面。他美眸流转，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许风秋。许公子好有才华。他极爱诗，有才华的人他会特别欣赏。许风秋这一首让林青竹为之惊艳。定，林青竹对你的好感加5，当前好感10。李牧风眉头紧皱，这许风秋准备的还挺充分。他眼眸微微一凝，无所谓，今晚他终究会有暴露的时候。不可能的。顾长生内心一冷，许风秋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懂诗词文赋的人，他绝不可能做出如此佳作，这绝对是他剽窃的。真能装啊！凭什么他能剽窃到如此水平的千古之作？马德，他不会靠剽窃把自己那定诗圣弟子的身份抢走吧？那不可能，他要看许风秋丢尽颜面啊！一定要做点什么。这首词，魏延年站起来，震撼地看着许风秋。这词意境绝美，水平奇高，未曾想到能在诗会中见到如此之千古之作啊！简直不敢置信。更不敢置信的是，这是一首即兴创作出来的作品。就这首词，完全可以放到书籍之上，供无数学子反复阅读，流传千古。而一直不吭声的曹老脸色并不好看，他不喜欢许风秋。第一，他认为许风秋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才华的人，这些都是他剽窃来的，只不过打上了他自己的名号。其二，许风秋所杀的药皇宗药家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一直不站出来，只是不敢针对许风秋。可是他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徐小友能够在诗会见识到如此一副词，超出老夫之预料，你之才华恐不比青竹丫头差。林青竹轻声道，仅此词，青竹便自知与许公子之间的差距。畅快，畅快啊！诗圣大笑一声，绝对是抄的或是提前准备好的。众人心里几乎都是这么想的。一炷香写出这样的词，也就诗圣等寥寥几人能做到吧。但是大家不敢说。顾长生赶紧给身旁纪伯昌和李胜使了个眼色。纪伯昌与李胜浑身一抖，他们本以为自己的事情差不多了，毕竟有李牧风刁难许风秋，没想到顾少主还让他来。说实话，他们真不敢啊。许风秋若没这个诗会，是他们这一辈子都望尘莫及，甚至连见他资格都没有的存在。现在他要去刁难许风秋，即使有顾长生的许诺也好难啊。那是一种来自灵魂骨子里的恐惧和自卑。刚才让许风秋读他纪伯昌的诗，他都咬着牙硬着头皮墙上的，但是都到这一步了，他们能怎么办？只能继续硬着头皮拼了，不然前功尽弃啊。李胜一不做二不休，他随之站了出来。诸位，在下有话要说。众人目光看向他，李胜随后说道，是这样的，有些话其实放在心里很久了，一直都不敢说。曹老直接道，有什么但说无妨。是，也是因为想到女帝陛下说今日不论什么身份大家都一样，只是单纯的以诗会友交流才华，加以作为一名自认为还算是有嫉恶如仇的人才敢站出来，
当然只是在下的质疑。曹老，你说。李胜道，徐少主这手词的水平，燕京四座，意境之美，境界之高，无法想象。一炷香内写了如此一首词，字数也甚多。若是诗圣前辈、女帝陛下、各位前辈，在下觉得实属正常，所以在下有一些质疑。徐少主，真是一炷香即兴做出如此天作吗？李胜不敢看许风秋。纪伯昌站出来，其实晚辈也有所疑惑，当然并不否认徐少主的才华逆天，可据我所知，徐少主年仅28岁，便入先帝之境，今为天人，所有精力都用于修炼。徐少主平日里不喜爱诗词文赋，这应当是许多人都清楚的，因为徐少主从未做出诗词，也从未出入过文人之所，可却拿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作，实在是有些不合理了。顾长生心中一笑，爽了爽了，现在这一点被完全挑明，许风秋已经难堪了。他顾长生真是个天才，爽啊！李沐风看了一眼顾长生，心里已然明了，这许风秋打肿脸充胖子，那谁惯着你呢？徐小友是否要解释一番呢？曹老看向许风秋问，还是有明辨是非之人的。众人目光看向许风秋，等待他的解释。说实话，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即使是台上的诸葛晨、魏延年，乃至是圣鸟女帝、诗圣，他们也是如此认为的，至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许风秋风轻云淡道，倒无需解释吧，本少每日如何生活，要去哪儿，又不是谁都知道，正如有人无法理解20几岁成帝是如何做到一样的道理。顾兄，你说呢？许风秋突然点了一下顾长生，让顾长生浑身一抖。啊，对对对。顾长生站了出来，然后道，嗨嗨，有些人就是井底之蛙嘛，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便觉得其他人也做不到，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许风秋一笑，纪伯昌、李胜，不是，铁铁，啥情况啊？你让哥们去帮你刁难许风秋的，然后你特喵的替他说话，你不是说你很恨许风秋的吗？就算有担忧，你至于帮他说话吗？啊，哥们是小丑。顾长生难受死了。许风秋有他的把柄啊，许风秋都点他了，他没办法，他只能帮许风秋说话。不过无所谓了，纪伯昌和李胜他们已经把许风秋这件事情给挑明了，只是没做到一锤定音罢了。接下来还有大量的机会，让这许风秋暴露他的诗词都是剽窃的，一旦戳穿他，他彻底颜面尽失，会沦为大陆笑柄的。圣瑶女帝及时道，既然是误会，那便过去吧。纪伯昌和李胜恭敬行礼，是女帝陛下。哈哈，不过今日能见到徐少主的这副词，此次诗会之行已经值得了。诸葛晨摸了摸胡子笑道，魏延年也是笑了笑，这才到哪儿，说不定后续还有更惊喜的呢。也是也是，诗圣阁下，这第二题以何为题啊？诗圣目光不舍地从许风秋的这首词中挪开，诸位说吧。曹老平复了一下自己不爽的心情，道，老夫有一妙想。圣瑶女帝，哦，曹老请讲。曹老道，在座的都是年轻的才子才女，几乎都没有婚配或仙侣吧？众人摇摇头。所以诸位对于情爱的表达应当是有憧憬，但却很少去尝试，对于描绘异性的诗词应当是极少的。老夫提议，此轮就以倾国倾城女子和气宇非凡男子为题。黄老大笑道，曹老妙言。老夫对诗圣阁下当年醉酒挥笔为红颜所作《红颜序》一幕记忆犹新啊，那是何等潇洒，意气风发，张狂于世啊。诸葛晨笑道，不错，是个好题材。诗会中男儿便以美女为题，姑娘们以俊朗的男子为题，表达欣赏与情爱吗？哈哈哈，很好。诗圣大笑一声，踩着椅子道，那不如再疯狂一点，就以诗会中之人为参考去做诗词。哈哈哈，妙哉妙哉。然后诗圣仰头豪饮，然后猛地一擦嘴角，爽啊！曹老也是回应道，如此甚好，今日诗会青年才俊何其之多，男儿有响彻九州的要神山圣子、顾家少主等，女子有青竹、赵姑娘，乃至是女帝陛下，男子携场中女子，女子携场中男子，甚好。说完，曹老心中也是冷笑一声，对于这些年轻人描写情情爱爱和异性的诗词，他们大概率不擅长。这个题材倒不冷门，但在这样隆重盛大庄严的诗会中，这个题材那就太冷门了。你许风秋剽窃他人，或是提前找人写下新诗，自己背下来说是自己所做，那么你怎么可能能想得到今日诗会会有这一题材呢？你肯定是没准备的吧？哼，等着原形毕露吧。实在不行，姑娘们倒也能以老头子我为参考去写诗作词吗？倒不一定是情情爱爱，对吧？哈哈，
若是参考老头子，我去情情爱爱，那也未尝不可。哈哈哈！施胜放声大笑。嗨嗨，施胜阁下，您喝多了。圣瑶女对道了一句。失态了。施胜笑着坐了下来。这便是施胜阁下吗？不拘一格，畅所欲言，好一个潇洒快活。诸葛澄感叹一声。随后曹老又说，诗词创作完毕后，署名前请诸位加上这首诗词描写的是谁。是。许风秋的目光看了一眼场内，场内最好写的无疑是2个人，林青竹与圣瑶女帝，而林青竹则是看了一眼场中男儿。好男儿能写的人也多，甚至他确实可以写诗圣，那种逍遥于天地，豪迈于世间，倒不一定是情情爱爱，但他鬼使神差的将目光落在了许风秋的身上，就突然觉得似乎许公子身上有着某种他很想写的东西。而许风秋与此同时也看向林青竹，二人四目相对，林青竹面纱之下俏脸微微一红，他远远地对着许风秋点了点头，礼貌地示意了一下。顾长生心中一喜，这个题材好，刚好可以写林姑娘，他最爱的就是林青竹，仙子榜排名第6，还不知该如何跟他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呢，刚好用这首诗来做表达。至于许风秋，呵呵呵，不用管了，这个题材尤其是还要以场中某人为原型去即兴写诗作词，他许风秋提前准备的诗词里面绝对没有描写女子的，因为这种诗会谁能想到竟然要以女子男子为题材去写呢？所以他许风秋接下来描写女子的这首歌就会暴露出他真实的水平了。上一首流传千古之水平，他自己说的即兴写的，这一首若是平平无奇，也已经坐实他是剽窃的了。反而顾长生认为许风秋连写出一首平平无奇的诗都难，他根本就不懂的。场中安静了下来，众人都是在不停地看着某个人，然后想着如何下笔。这便动笔了。顾长生瞥了一眼许风秋，心中一笑，可笑至极，还挺能装的。一炷香的时间很快便到，众人也是创作完成。随后他们将诗词交给圣瑶女帝等人。魏延年翻了翻道，果真你们对于这些描写的水平略显不足了，不过也好，如此之情若能脱颖而出的诗词便会更加优秀。哦，顾小友这诗写的还是不错，写的是青竹丫头。林青竹对着顾长生礼貌性的行了一礼。顾长生抱拳道，林姑娘若是不喜，还请见谅。其实他心里面认为林青竹大概率写的是他顾长生，要么就是诗圣，但晚辈写长辈，即使表达的是崇敬，也确实不太好。顾公子哪里的话？林青竹轻声道。曹老随后将顾长生的诗词念了出来。好诗，好诗，即使不知道顾少主所写何人，单听这诗也能听得出来便是写林姑娘的，栩栩如生啊。顾少主这诗可谓是满满的对林姑娘的倾慕之情啊。好诗，顾公子大才。诗圣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老夫这弟子似乎应当是可以定下来了，哈哈哈。顾长生大喜，林青竹则是欠了一身，多谢顾公子。小事小事，期待林姑娘的诗。顾长生露出一抹绅士的微笑。圣瑶女帝看了一眼，面纱之下倒是露出了一抹耐人寻味的浅浅笑意。青竹的诗写的也不错。诗圣笑道，哦，让老夫看看这二人是否有些许的心有灵犀啊。心有灵犀倒是有些可惜。顾长生皱了皱眉，没写他吗？那能写谁啊？许风秋。别逗了，林青竹对许风秋应该不会有好感的，他肯定也怀疑许风秋的诗词是剽窃或者提前准备好的。圣瑶女帝看了许风秋一眼，倒写的是许风秋。顾长生啊，他也成小丑了。顾长生那叫一个恨啊。许风秋，又是许风秋。所有人都觉得林青竹写的一定是他顾长生，顾长生也是这么以为的，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包括大家心中也明白，他顾长生对林青竹芳心暗许，他的表情，他的眼神都在等待着宣布林青竹写的是他。现在好了，不是写他顾长生，反而写的是许风秋。顾长生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实则怒不可遏。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写我？为什么？我顾长生与你林青竹金童玉女，天造地设，这世上再无你我如此般配的了，为何你要写许风秋？我顾长生与你相识数年，曾数次一同探讨诗词，你明明对本少也有倾慕之情，为何你要写许风秋？好好好，你就是如此对我的，所有人都知晓你我之情，你倒是把本少的真心喂了狗，让本少在大家面前丢尽脸面。他许风秋跟你不过第一次相见，你却移情别恋。好，林青竹也不过是一个贱女人罢了，你给本少也等着。顾长生内心愤怒地咆哮着。
许风秋看了一眼林青竹，林青竹则是微微行礼。青竹对许公子了解不多，也是仅凭第一印象所作诗词，若是许公子不喜，还请见谅。不如青竹你自己念吧。圣瑶女帝纤纤玉指一弹，纸卷飞向林青竹。林青竹接了过去，有些不好意思，就觉得好尴尬呀。自己写许公子的诗，自己要念出来，好像有些难以做到。林青竹手对着空中一抹，灵力涌动，他的诗词呈现在了空中。顾长生表面平静，内心咬牙切齿地看过去。马德，写得真好啊！曹，许风秋，林青竹，写得真好，用词唯美又豪迈，将许兄刻画的可是栩栩如生啊！可惜本少是个男儿，倘若我是个女儿身，无意间读到这首诗，怕也是要爱上诗中这位男子了。李沐风赞叹了一句，他自然是故意拱火许风秋和顾长生的。顾长生，你爱你麻痹，你现在也能爱。曹，众人也是忍不住感慨，好诗，真是好诗。青竹的才华当真是天下这一代中一绝啊！哈哈，诗圣阁下又要感慨收不到这位好徒了。不过李沐风，你这话说的也是有误的，这首诗通篇并不是倾慕之情，而是赞赏之情。一位天才，如入无人之境，豪迈杀伐，却又有其柔情之面。多谢林姑娘了。许风秋抱了一拳，林青竹微微行了一礼。许风秋道：方巧，我所作之诗也是送给林姑娘的，其实很正常。场内200男子，超过95%写的都是林青竹。女帝陛下，他们没人敢写。林青竹隐隐有些期待，而顾长生看着眉来眼去的二人，心态要炸了。好好，这么完事吧。那本帝看看许风秋之作。圣瑶女帝将许风秋的诗词拿了出来，看了一眼，圣瑶女帝面色又是一惊，看来许风秋这诗不简单啊。诗圣道了一句，曹老阴阳怪气道：那自然不简单，因为他是剽窃的，亦或者是提前请别人写好的。当然，这句他只敢放在心里面说。圣瑶女帝摊开右手，对着面前空中一抹，一个个震颤人心的字符现在空中。众人赶紧抬头看去，林青竹也是带着期待看去。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访废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安静的诗会中传来了很多人下意识的倒吸凉气之声。诗圣浑浊的目光瞬间再次变得清明了起来。访废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他的身体微微颤抖，那是一种来自于克制内心的激动，又似乎是一种画面涌上心头，也像是一种未完成的夙愿。似乎在这一刻，他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了。这魏延年、诸葛晨等人看着诗词，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好美，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诗词了。访废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这是何等才华才能写出来的绝句啊！好美，真的好美。徐少主乃大才啊！当今这世上，别说这一代了，放眼100年之前，徐少主这才华也要排在前列吧。此时此刻，若有人与我说这是徐少主提前准备好的诗词，他提前请其他人写好，我都有些不相信了。这世上还有什么人能写出如此之美的诗词？众人震撼地看着备受如入无人之境站在那儿的许风秋。林青竹美眸微微闪烁，看着许风秋的诗词，好美，这恐是他近些年来读过的最美的诗词了吧。没想到这竟是许公子写给他的。那一瞬间，林青竹的内心被猛地触动了一下。这些年他经历过很多次大陆极其优秀的男儿表白，从未有过心动，他也不懂何为心动。但是看到这首诗，他一瞬间似乎有些许明白何为心动。一首诗撩拨心弦，可以见得这诗究竟有多美。林青竹对你的好感加5，当前好感15。咔咔，顾长生握紧拳头怎么会呢？李沐风也是皱着眉，他觉得就算提前准备，也准备不出来这样的一首诗词吧。林姑娘可还喜欢？许风秋看向林青竹问。林青竹对着许风秋微微一欠身，许公子大才，青竹自是喜欢，只是深觉面对如此美的诗词自愧不如。许风秋微笑道：林姑娘谦逊了。诗圣阁下。这时圣瑶女帝看向诗圣，众人纷纷看去。诗圣抬头看着诗，一动不动，只有2行清泪缓缓流下。诗圣抬起手，似乎想触摸什么只有他能看到的东西，看出来了，他似乎是在抚摸一名女子的脸颊。诗圣嘴唇微动，情到深处，那是我一生挚爱，随这首诗回来了，你们看到了吗？诗圣着泪无声流下，眼神略显迷离，嘴角露出了一抹幸福的笑容。她好美。
众人无声。过来良久，施胜回过神来，他目光看向许风秋。施胜目光灼灼地看着许风秋。施胜前辈。许风秋抱了一拳。好小子，好小子，好一个许风秋，好一个文武双全才绝天下的许风秋啊！施胜感慨道。顾长生浑身一抖。不是，施胜前辈，您不会信这是他自己做的吧？退一万步，就算是他自己做的，您不会真信他是以这么短的时间即兴做出来的吧？他是许风秋，他又不是施胜。一首诗让老夫竟似乎具现出了离去多年的挚爱，如此的话，在老夫狭隘眼光中，似乎便多了一位能有机会以诗入道的有绝世之才者了。哗！此话一出，众人哗然，看着许风秋的眼神又羡慕又嫉妒。不过想想也是啊，就今天许风秋拿出来的这2首诗，包括一对上下联，哪个拿出去都是要流传千古的啊，简直惊艳众生。这真是许风秋即兴创作的吗？他堂堂先帝，如此武道天赋，还能有如此才华？施胜一脸严肃地看向许风秋，问：许风秋小友，老夫倒是真心实意想要收你为徒，不知你是何想法？众人。顾长生。华？什么？施胜前辈要收许少主为徒？这不应该是顾长生吗？嘘，从一开始，施胜前辈也只是看好顾长生顾少主而已，大家也确实以为今日顾少主必然是施胜弟子了。那是因为在此之前，整个诗会年轻一辈中，也唯有林姑娘才华能比兼顾少主。但现在许少主这2联，这2首诗还不够惊艳，远超顾少主啊！羡煞我等啊！什么？顾长生一脸懵逼。他施胜弟子的身份没了？不是，今天只有他顾长生才能成为施胜弟子啊！怎么被这许风秋截胡了？许风秋，你该死啊！顾长生满脸怨恨。不行，施胜前辈。顾长生实在忍不住站了出来。哦，长生啊！施胜道了一句，顾长生指着许风秋道：施胜前辈，或许您被他许风秋欺骗了。许风秋他绝无如此才华，晚辈确信他就是一个对于诗词文赋毫无兴趣之人。毫无兴趣，那他何来的才华？哦，顾兄与本地很熟吗？许风秋嘴角一勾问。熟不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许风秋没有这才华。顾长生情绪激动，看向众人道：诸位，许风秋的2联不过是提前准备好的而已，没有任何的说服力。踊跃的诗与这首写给林姑娘的诗，要么是提前请人写好，他背下来，要么便是剽窃他人的，诸位心中应当是很明了的吧？顾长生眼眸微凝盯着许风秋。许风秋，你不要装神弄鬼了，你根本就没有才华，大家心知肚明，只是大家碍于身份不敢站出来而已。但本少不怕于你，忍了这么久，本少见你拿着别人写的一首首诗词，宣称是自己所作，骗过施胜前辈，本少必须要站出来点破于你了。这诗会如此大雅之堂，也不是你许风秋能来的。别忘了，你都做了些什么人神共愤的恶事。你这样的人，能写出如此美的诗词文赋？哈哈，可笑，可笑至极。顾长生不能再忍了，再忍，他这施胜弟子的身份就没了，什么把柄都不重要了。众人面面相觑。是，他们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不能说啊。顾少主，方才我也说了，但是您却反驳了我啊。纪伯昌道。顾长生道：那是因为本少与许风秋怎么也算是老相识了，毕竟也是不想挑明，让他留一些面子。但发现这厮变本加厉，作为一名喜爱诗词之人，有文人风骨的我，良知告诉本少，不能再视若无睹了。李沐风站出来。顾兄所说，我也是同意的。从未听说过许兄喜爱诗词文赋，每次所听都是在闭关，在修炼，在历练。别说诗词文赋了，连他与什么人下棋都未曾听说过。退一万步，假设许兄确实也喜爱诗词文赋，但这2首诗的水平真不是他能写得出来的。还有，诸位别忘了，这是即兴，本少是不信有人即兴能写出这样诗词的。说完，李沐风又看向施胜。施胜前辈，若是您，晚辈是相信的。随后他又看向魏延年、诸葛晨、圣鸟女帝几位前辈们，也是才华横溢之人，或许你们也是不信的吧，至少是存疑的。魏延年他们倒是没说什么，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虽然确实有些不信，但万一呢？谁能说得准？李沐风又看向许风秋。许兄，在这诗会中，面对女帝陛下、施胜前辈等人，你还以这样卑劣的手段展示自己，不觉得羞愧吗？众人对视了一眼。确实啊，其实他们也不信许风秋真能写出这样的诗词来，更别说是即兴了。许风秋笑了笑，好，那本帝说2句吧。但说无妨。
一面之词，如此大雅之堂，全凭猜测去说，毫无证据，每句话都是听说，从未见过。二位便觉得这是什么高雅之事？本地承认不是我做，那你们现在说是谁做的？嗨嗨！曹老这时干咳了一声，站了出来。老夫说2句吧。众人看向曹老，曹老目光看向许风秋问：徐小友，访废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这2句老夫见过。哗！此话一出，众人皆是哗然。那甚至已经相信许风秋的诗圣，眉头也是猛地一皱。什么？林青竹黛眉微蹙，看向许风秋。难道许公子真的都是抄来的吗？顾长生、李沐风心中一喜，果然。什么？曹老见过这2句，那么也就是说许风秋确确实实是抄来的了。好可恶啊，简直卑鄙，下作，简直有辱大雅之堂，简直不将诸位前辈放在眼里，可恨至极啊。曹老扫了一眼众人，随之说道：访废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这2句初见之时，老夫才不过10几岁，是我的老师曾经的圣尧帝国文圣周文书留下来的沧海遗珠，这2句从未流传出去过，老夫也从未对外说过，因为这是老师的绝笔，老夫也是碍于徐小友身份，一直不好说什么，直到看到他竟然说这2句是他所作，老夫再不站出来，有愧于恩师他老人家，所以徐小友。曹老盯着许风秋，不知你是从何得知的这2句，你又为何说是自己方才即兴所作？其实曹老所说的根本都是假的，他编的而已，他早就想站出来了，而现在顾长生、李沐风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他出来再添一把火，不是刚好？虽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但现在这局面，他说是，那便是，因为他确定这绝对不是许风秋自己所做，那就行了。此话一出，一切都被挑明了。许风秋，哈哈哈，简直可笑至极！堂堂先帝，堂堂许家少主，却搞这些偷鸡摸狗之事，简直是丢万年地族的脸。顾长生指着许风秋冷笑一声说道：爽了爽了，这下看你许风秋怎么办。许风秋却大笑了一声，众人是眉头一皱，这许风秋是被戳穿了，用笑容来掩盖自己的心虚吗？几位这简直是嫉恶如仇，说的本地都一度怀疑自己了。许风秋确实是抄来的，文抄功倒也无妨的，但这诗又成了曹老恩师绝笔了。呵，你还要狡辩？顾长生问。许风秋没有理会他，看向曹老问：曹老，你说访废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这2句是贵恩师所作？正是。曹老点了点头道：就只留下这2句。许风秋戏谑一笑问：他老人家只写了这2句，然后被你拿出来添油加醋乱改一通，说成是自己所作，有何问题？许风秋随后一笑，负手往前缓缓踱步。访废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众人疑惑地看着他。许风秋声音传来：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浊若芙蕖出露波。听到这句，众人一愣，诗圣更是眼睛微微一亮。许风秋继续踱步，声音继续传来：龙仙的钟，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严谨秀相，好志成路，方则无家，铅华浮玉。曹老脸色微微一变。许风秋走到林青竹面前，看着他，柔情绰态，媚于语言。随之许风秋继续踱步，披罗衣之璀璨兮，而摇臂之华居。众人面色一惊，那曹老脸色更加难看。圣瑶女帝面纱之下也满是惊艳。许风秋继续道：微幽兰之芳霭兮，见焦涂之欲裂，不横不而流芳，体迅飞浮，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众人瞠目结舌，诗圣眼中闪烁着震撼。好一个体迅飞浮，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林青竹美眸之中甚至流露出了一丝仰慕。尽管许风秋有些诗句已经不一定适用于此时此刻的他了，但是好美。顾长生脸色难看至极，而更难看的是曹老。许风秋目光看向曹老：动物长则，若微若安；静止难期，若往若还。转冕流金，光润欲言，含辞未吐，气若幽兰。曹老坐在那里低着头，手中握着茶杯在微微颤抖。许风秋走到曹老面前，目光紧紧地盯着他，忽不误其所舍，畅神消而避光。曹老，难道说您的恩师将后面部分告知了我，而未告诉你？那时本地还未出事，那真是奇怪了。还是说这后面皆是本地乱改一通？曹老低着头，面色惨白，根本不敢看许风秋。许风秋随后扫了一眼众人，所有人他们全部震撼地怔在原地。这是什么？一步一成诗，每一步
对应着的都是那么美的一句。莫不是这许风秋，他每一步都即兴信手拈来如此美的一句诗？这还是人吗？总而言之，大家似乎知道，这绝不可能是曹老恩师所做了。因为许风秋，他仅凭这一会儿，他用最牢不可破的方式，证明了访废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并不是曹老口中周文书所作。许风秋随之看向林青竹，道：“林姑娘，那首诗后面还有一首。”啊！林青竹一愣，赶紧将纸翻了过来。许风秋对着圣瑶女帝抱了一拳：“这首是送给女帝陛下的。”圣瑶女帝一愣，林青竹红唇轻启，念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她面色微微震撼，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华。众人再次露出震撼的表情。他竟然在一炷香的时间做了如此两首惊世骇俗之作，简直太令人震撼了。从方才徐少主一步一成诗来看，这似乎又是合情合理了。普天之下竟有如此才华之人，他们不敢置信地看着许风秋、李沐风、顾长生面色铁青。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圣瑶女帝似乎还沉浸在方才那首诗之意境中，她回过神来看向许风秋：“许公子大才，令本地大开眼界。这首诗对本地自身而言，是近些年来最爱的一首。好一个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好一个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本地钦佩。”诗圣身体微微颤抖，眼中带着光看着许风秋：“这小子简直震撼于他。”许风秋对着圣瑶女帝抱了一拳，随之目光看向曹老：“曹老，现在您还说方才那两句是贵恩师之作吗？”曹老低着头，眼睛微微睁大，身体微微有些颤抖，嘴唇动了动，却没敢说出一个字来。那好。许风秋手对着台上一壶未开封的酒伸出，酒壶飞到了他的手中。许风秋仰头好饮两口。笔来。林青竹主动递给了许风秋一支笔。纸来。一位才子递过来了纸。不够长，老夫这有。诗圣说完，手一挥，一张长数10米，宽也有1米多的纸卷打开，立在空中1米多高的位置。许风秋又饮了一口酒，随后对着面前立在空中的纸卷大笔一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部，复回。”卧槽！众人纷纷围了过来。许风秋这上来第一句，就犹如一记拳头，狠狠地对着他们心脏打了过来。许风秋一边写着，一边豪迈道：“君不见，高堂明镜杯白发，朝如青丝暮。成学。”诗圣往前走了2步，震撼地看着这首诗。众人咽了一口口水。那曹老坐在不远处，下意识地抬头看去。人生得意须尽欢。写完，许风秋仰头将酒壶中的酒一饮而尽，随之扔了出去。莫使金尊空对月。轰隆隆。与此同时，大殿之外虚空缠绕着雷霆，在黑夜的云雾之中，似有神龙虚影在翻腾。许风秋的头发衣服在狂舞。仙人卡吟诗引来天地异象，作画可谓具象现实，传到深入人心等等。使用后，宿主接下来1天内将处于仙姿逆天状态，具体只可意会。消耗系统值100万，终生可用2次。众人瞪大眼睛看着外面。天地异象，龙凤呈祥。这是以诗入道。咕噜，我有生之年竟能亲眼所见如此震撼人心一幕，这还能是假的吗？这便可以完全说明一切都是真的了。而外面天地异象，龙凤在云中翻腾，震撼着整个圣瑶天城。黑夜灯火通明的是城内，而现在黑暗的虚空也闪烁着龙凤的金红之光。所有的百姓们抬头看着这震撼的一幕。哇，爷爷，这是怎么了？莫不是诗圣前辈正到至尊仙帝了？此乃天地异象，龙凤呈祥啊！好壮观，好震撼！来自许风秋虚无缥缈的声音从虚空响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哗！整座圣瑶天城的人听到许风秋的诗，陷入震撼之中。这不是诗圣的声音。烹羊仔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诗会中，诗圣震撼不已地看着眼前的许风秋。顾长生、李沐风他们咽了一口口水。许风秋扔掉毛笔，拿过一壶酒扔给诗圣：“诗圣前辈，女帝陛下，诸葛前辈，魏前辈，青竹。”许风秋将酒一一扔给他们，嘴角一勾，大笑一声：“诸位，将进酒，杯莫停。”诗圣接了过去。好一个将进酒，杯莫停。许风秋打开一壶酒，仰头好饮：“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亲耳听。天地异象，龙凤呈祥，整个圣瑶天城上空响彻着许风秋的声音。不知多少人，他们有条件的下意识地举起了手中的酒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每一句都震颤着所有人的内心。许风秋，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许风秋喝光最后一口酒，然后将酒壶摔碎，眼神微凝看向曹老。曹老和许风秋对视了一下眼神，浑身一抖。许风秋看着曹老，一边走过去一边念：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砰！许风秋双手撑在曹老面前的桌子上，眼睛盯着他，一字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随着最后一个愁字落下，不知凡几的雷霆闪电炸开，扑通！那曹老浑身一抖，直接从凳子上摔倒在地。哈哈哈哈！许风秋大笑了一声，整个诗会现场鸦雀无声，所有人似乎只能听到自己狂跳的心跳声。许风秋一手将进酒，其洒脱豪迈、极具想象力的意境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内心。最离谱的是，天地异象，许风秋的头发长衫狂舞，他的境界在飙升，先帝2阶的桎梏直接突破，甚至还未停下，那恐怖的威势冲击着每一个人。先帝3阶是已施入到了吗？某种意义上算是吧。仙人卡使用后会有无法想象的仙姿逆天的事情发生，至于究竟会发生什么，不得而知。而就刚才许风秋这首诗得到的是，他许风秋仙姿已施入道，境界在先帝之境飙升2阶，这是无法想象的。即使许风秋在许家先帝之境提升2阶，也恐要几十年。其他人若无机缘，若天赋不是最顶尖，甚至1000年、万年不一定能提升1阶。但这仙人卡的效果是不定的，再来这么一次，可能就没效果了。需要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情况、合适的状态之下，发挥出合适的效果。圣瑶天城内，众百姓满脸震撼。这诗是有人以诗证道了，会是谁？顾长生吗？唯有他了吧？不，这诗是他写不来出来的。这意境也非顾长生所有，这豪迈更非他所有。诗会内，诸葛臣站起身，激动的胡子乱颤。以诗入道，以诗入道啊！诸位，方才展现在你们眼前的是当今九州继诗圣阁下之后第2位以诗入道者，28岁登第，28岁以诗入道啊！没想到老夫此生竟有幸能见到如此一幕，足以啊！魏延年震撼地看着许风秋，惊世骇俗。这首诗可以说是老夫迄今为止见过的最豪迈、最潇洒的诗。徐小有如此豪情逸致，方才现场此诗的诞生，同时意味着九州第2位诗圣，不，我愿称之为诗仙的诞生啊！这任何一句拿出来都能让人品味数年。这一整首，哈哈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好啊，好啊！这就是近日来震战九州的许风秋。好啊！诸葛臣看向许风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当着所有人的面以诗入道，这是世间最牢不可破的证明。老夫对之前有所怀疑，向许小友表以歉意。李沐风和顾长生犹如小丑一般站在这里，怎么会这样？这许风秋，许公子。林青竹美眸异彩连连，仰慕地看着眼前的那个身影，他好惊艳。林青竹啊，林青竹，你也该有愧，因为却有那么几个瞬间，你怀疑过许公子啊。丁，林青竹对你的好感加15，当前好感30。丁，林青竹对你的好感达到20，获得奖励天逆阴阳诀。许风秋看向爬起来的曹老，问：曹老，本帝再问你一遍，方才那2句是贵恩师所作吗？扑通，曹老直接跪了下来，战战兢兢。不，许小友，许师仙，是老夫错了，是老夫错了。2位呢？许风秋看向顾长生与李沐风，2人面色难看的行礼。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目光短浅了，还请许兄原谅。圣瑶女帝看着许风秋，内心也不知究竟在想些什么。今日之震撼，惊世骇俗，更是要震撼九州。许风秋一甩衣袖，目光看向诗圣。诗圣站在那里，身体逐渐的变得虚无缥缈了起来。此景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这是……他们瞪大眼睛，露出震撼的表情。诗圣豪迈一笑，朗声送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绝啊！
师圣张开双臂，抬头看着上方，仿佛在享受着什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亲耳听。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啊！唰，师圣消失在了他们的眼前。众人跑了过去，虚空之上，师圣身影站在那里，漫天雷霆倾泻而下，连接于师圣。这么多年了，老夫一直等的便是这一手啊！师圣大笑，响彻黑夜。虚空一对巨大的眼睛呈现了出来，仿佛天道的眼睛在注视着师圣一般。天道之眼正道至尊先帝，众人震撼不已。师圣站在虚空，张开双臂，感受着万千雷霆的倾注而下。而此情此景，自是被九州所见。诸多九州顶级强者、顶级势力的存在，他们站在山巅、宗门之巅，看着那天边的天道之眼。凤凰之主走了出来，身边跟随着洛玲珑。八重天，天道之眼，又有一人证到至尊先帝了。洛琉璃道：“师尊，这八重天有何人能证到至尊先帝呢？”凤凰之主说道：“八重天最强者便是先帝八阶了，应当是从九重天下去的。而据本尊所知，这个时间、这个位置，师圣，九州数以几十万年来，先帝确实不算少。当然，相较于数以千亿武者而言，自然是少的。但先帝每提升一阶，其数量不只是腰斩那么简单了。先帝一阶之差，几乎可以相当于是天道境和先帝之境的差距。先帝一阶之差，便是一个大境界的差距。达到先帝五阶，整个八重天也能没多少了。先帝八阶更是八重天所有顶级势力天花板的存在，在九重天差不多也是如此。先帝九阶更是凤毛麟角，而至尊先帝整个九州最多10余位吧。现在又有一位至尊先帝问世了，方才似乎还有天地异象，那是入道一个位置，看来有人以师入道了吗？今年这师会究竟发生了什么，竟然如此震撼九州？明日应当便知晓了。是。嗖，师圣落下，他整个人的气质已经完全升华了。许小友，师圣大笑着跑过来，随之抱住了许风秋。你一手将进酒，以师入道，老夫借此证道至尊先帝。师圣他本就是以师入道的，他对于师的感悟更上一层，那也代表他的道更上一层，他的心境更上一层。本就一直停留在先帝九阶那么多年，无法踏出这最后一步。师圣也在寻求突破，寻求这么一个契机。这个契机或许在一瞬间，或许在100年、1000年，甚至可能终其一生，但师圣是万万未曾想到。他与一众志同道合、颇具才华、喜爱诗词文赋之人举办的诗会中，一个当代青年才俊以一首《将进酒》，竟然助他突破至尊先帝。这首《将进酒》其中的洒脱、豪迈、意境等等，就是他一直想要写出来的。他师圣都能通过这首诗证道至尊先帝。许风秋以诗入道，又有何奇怪的呢？许风秋抱了一拳，恭喜师圣前辈证道至尊先帝。魏延年、诸葛辰也是抱了一拳。从今往后，这九州便多了一位至尊先帝啊！师圣阁下，恭喜了，畅快，畅快啊！师圣朗声笑道。魏延年目光看了一眼许风秋，又问向师圣：“师圣阁下，今夜可谓是双喜临门啊！徐小友以诗入道，阁下证道至尊先帝，但还有第三喜，这世间唯2位以诗入道者，或成师徒了。”顾长生握紧拳头，面色阴沉，低着头。嗨嗨，师圣则忍不住咳嗽了一声：“使不得，使不得，魏老儿，你这话说不得啊。”哦，魏延年眉头一挑。师圣看向许风秋：“老夫这至尊先帝都是徐小友帮忙证道的，你让老夫收他为徒，原本是想，但现在老夫何来的资格收他为徒啊？”听到这，顾长生心中又是一喜。难道说，虽然他羞辱许风秋失败了，甚至他顾长生沦为了笑柄，但只要还能让师圣收他为徒，其实一切还算能接受。师圣拍了拍许风秋的肩膀：“徐小友年仅28岁便证道先帝，又以诗入道，这未来成就比老夫只高不低，甚至今日入道之时，天地奥义让他晋升2阶，28岁的先帝3阶啊！”李沐风一脸愤恨，他李沐风也是先帝1阶，35岁其实差不多，但是他要想晋级先帝2阶，即使他天赋惊人，若无机缘，可能还要10年；晋级3阶要30年。虽然10年弹指一挥，可许风秋28岁，先帝3阶了啊！为什么啊？
干！施胜接着说，论才华，老夫还真不一定比得过徐小友，所以你们让老夫收徐小友为徒，也不怕折杀了老夫啊。那这第三喜，今夜终是没有了。诸葛臣问。顾长生内心咆哮，有啊，那就是施胜收他顾长生为徒啊。圣瑶女帝，这第三喜便是今夜见识到了几首如此惊艳苍生之作。女帝陛下此言有理。顾长生握紧拳头，那施胜阁下今夜收徒一事？魏延年问。施胜摇摇头，不收了。见识到了青竹丫头的才华，老夫激发起了收徒之心，却无能为力。又见到徐小友，可他已师入道。诸位说，见识到了这两位，老夫还有心收徒吗？顾长生心中一沉，大家也都是千年老狐狸，既然施胜都这么说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就代表他已经不想收顾长生为徒了。尽管顾长生也很有才华，所以也没有人提这一茬。丁，顾长生与施胜师徒关系进度切断，天命值减少100万，你的系统值加1000万。他甚至跟施胜还没有师徒关系，仅仅斩断了这个可能，便降低了100万天命值。倘若他已经是施胜弟子，那得降低多少？爽！689万天命值降低100万，直接从6阶气运之子降级为5阶。慢慢来，才刚刚开始呢。还有一个李牧风呢，也慢慢来。诸位返回大殿，诗会继续。圣瑶女帝道。大殿内，曹老的尸体趴在了桌子上，很显然他是自我了结。至于原因，一来作为一个文人，他坏恩师名声诬陷许风秋的事情让他名声败劣，未来传出去他无地自容；二来他诬陷许风秋，如果不主动点以死谢罪，怕是要连累到家人。看到这情景，那些才子才女们一个个面色一惊，倒是其他人都很平静，甚至似乎在意料之中。来人！圣瑶女对道了一句。一名武者进入大殿。女帝陛下，带出去。是。咕噜。李胜与纪伯昌看到这一幕，恐惧地吞了一口口水。强如曹老这等身份，他都自杀在了大殿之内。他们两个，完了！他们虽然帮了顾少主，但是最终失败了，反而顾长生丢尽了脸面。他还能应诺吗？会不会杀他们灭口啊？不过顾长生是一个绅士，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吧？不，顾长生再绅士也不会把他们二人的命放在眼里的啊！怎么办啊？二人绝望地对视了一眼。许风秋已经被几乎所有的才子才女们围起来，顾长生眼神阴狠。完了，没成为师圣弟子，反而因为恼羞成怒站出来诬陷许风秋，让他在师圣心中印象一落千丈。许风秋也没被羞辱，他跟许风秋也彻底撕破了脸，他的把柄还要被捅出来了。李沐风走了过来，这许风秋坏了你成为师圣前辈弟子的好事，林姑娘又似乎对他青睐有加，你能够善罢甘休？咔咔，顾长生握紧拳头，那本少能怎么办？天下之大，什么办法不能有，便要看决心有多大了。拱火大师李沐风说完便走开了。顾长生怎能不知道李沐风在拱火，但是他确实忍不了。他看了一眼人群中的纪伯昌和李胜，这两个人诗会结束要除掉了。半夜诗会也是圆满结束，期间李沐风找了个理由提前离开了。顾长生为了除掉纪李二人强忍着留到了最后。圣瑶女帝看向众人，本帝在地宫为诸位留好了歇息之处，那就多谢女帝陛下了。师圣勾着许风秋的肩膀，老夫与徐小友畅聊人生了，便不留了，后会有期。圣瑶女帝微笑道。师圣阁下，青竹倒也很想与许风秋聊一聊。林青竹一愣，虽是如此，但不至于要打断许公子与师圣之意。他明白女帝陛下其实是拿他留许风秋一日，应当是女帝陛下与许公子有事要谈。林青竹微微行了一礼，师圣自是听出了圣瑶女帝另一面的意思。也好，徐小友，过几日老夫再去你许家，与你彻夜畅谈。许风秋抱拳，恭候前辈光临。好。师圣大笑着离开大殿。许风秋，青竹姑娘，那我便歇息一晚，明日再谈。多谢许公子。青竹引许公子去休息之所，请。纪伯昌与李胜二人，他们不敢离开地宫，随众人也是去到女帝陛下给他们在地宫内安排的住所。天欲要亮了，二人坐在院内却面露绝望。顾长生方才找他们来了，意思是天一亮他便带他们二人回顾家。尽管事情没办好，但他们毕竟也是尽力了。顾长生自会允诺，他们表面答应，但心中知晓天一亮，大概率便是他们的死期了。跑不了的。顾长生什么存在？他们虽然有些境界，但在这8重天
犹如草芥。现在跑，反而死得更早。李兄，你我二人怕是死定了。顾长生失败了，脸面还尽失。你我还知晓他肮脏的手段，必然要灭我们口的。许风秋也绝不会让我们活着。纪伯昌苦涩地说道。不，有一个办法。李胜说道。什么？快说。李胜看向纪伯昌。投靠徐少主。啊，你我帮助顾长生去刁难他，他不杀你我便是好事了。投靠他，那不是去送死吗？我不如去相信顾少主真是一个言而有信之人呢。李胜摇摇头。顾长生让你我去刁难许风秋，这等做法像是翩翩君子吗？所以跟他走必是一死，不如赌一手。怎么赌？李胜将顾长生所为公之于众，以此来向徐少主表明诚意。这纪伯昌皱着眉。李胜，横竖都是一死，不如赌了吧。纪伯昌一咬牙。好，赌了。天明，李胜与纪伯昌出了宫，来到了主街道。路上行人很多，谋求生活的百姓们，来自于五湖四海行走九州寻求历练的武者，各大宗门下山历练的弟子们。二人在做心理建设。此时此刻，地宫中，顾长生焦头烂额。人呢？这俩人哪儿去了？不是让他们等自己的吗？顾长生暗觉不妙，赶紧出了宫。他走在街头，发现前方围了一大群人。顾长生眉头紧皱，他赶紧走过去，还未看到人，便听到了声音。诸位！纪伯昌大喊一声。在下纪伯昌，这位是李胜李兄，相信诸位有许多人听说过我二人。众人指指点点，好奇不已。纪伯昌大喊道。是这样的，昨夜宫中诗会十分成功，有幸见到了女帝陛下、诗圣前辈、许风秋少主等，也有幸见识到了诗圣前辈正道至尊先帝。徐少主一手将进酒，豪迈奔放，洒脱以诗入道，成就诗仙之名。哗！众人皆惊。什么？昨夜天地异象，竟是许风秋以诗入道？这传闻许家少主许风秋天资聪颖，28岁成就先帝，但那是武道方面，他竟然还如此有才，以诗入道。今早所流传出来的那首《将进酒》，竟是出自许风秋之手。天哪！我还以为这是昨夜诗圣所作，并以此正道至尊先帝呢。纪伯昌喊道。而昨夜诗圣前辈正是感受到了许风秋少主这首《将进酒》之意境，故而正道至尊先帝的。众人再次震撼不已。那你们想说什么呢？有个路过的武者问道。纪伯昌道。昨夜诗会虽然精彩，但也是发生了不少不愉快，尤其是我二人听信他人谣传，对徐少主百般质疑与刁难。顾长生。不是，这俩人什么情况？啊，你们倒反天罡，被许风秋威胁了吗？李胜大喊道。徐少主以诗入道，在下也是如梦初醒，本着文人之风骨，内心不安，故今日向诸位说明情况。纪伯昌咬着牙，心一横。万年地族顾家少主顾长生与徐少主有恩怨，诗会前已将我俩带回顾家培养为由，诱惑我二人诗会刁难徐少主。顾长生。李胜。我二人被一时的利益蒙蔽了双眼，并且担心若不同意会被他灭口，故百般刁难于徐少主，悔不当初。哗！什么？顾家少主顾长生，他不是一位翩翩君子吗？甚至会收养流浪动物，心地如此之善，竟会做如此阴暗之事。虽许风秋凶名传遍九州，杀伐无情，但他所做也都是光明正大之事，这背后玩阴谋诡计却未听说过。此等之事实属正常，但若落在顾长生身上，便可见他是一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啊。还有这种事吗？这顾长生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是啊，他顾长生的美名太完美了，此事虽然很常见，可他既然做了，便代表他绝非第一次，看来这世上终究没有如此完美之人啊。呵，如此一看，虽许风秋凶名大盛，但起码不是小人啊。我一直都觉得顾长生是个伪君子，他表现得太完美了，完美的有些让人觉得太做作。对，尤其是收养流浪动物一事，尤为做作。听到周围那些人的讨论，顾长生面色难看至极。纪伯昌喊道。诸位说的没错，以此来看，顾少主绝无表面上那么翩翩君子。你们毫无身份背景，如此诋毁顾少主，便不怕他杀人灭口？纪伯昌义正言辞地说道。我纪伯昌虽无背景无天赋，但有文人之傲骨，死算什么？在这强者为尊的九州，我纪伯昌说不定明日便死了。不过有一句话倒是要说一下，倘若我二人失联，亦或者被杀，那么一定就是顾少主所为了。顾长生一咬牙，好好好，玩这一套，威胁起他顾长生了是吧？操，那好像还真不能杀啊，不然绝对会有很多人怀疑就是他干的。为什么不会是许风秋呢？毕竟你们刁难他了，他睚眦必报的，
甚至都不惜去一重天杀人的。顾长生暗暗连连点头，对啊对啊，为什么不能是许风秋呢？纪伯昌道，徐少主虽睚眦必报，但他昨夜以尸入道，豪迈至极，我想他不会的。李胜，即使他杀了我二人，我们也绝无怨言了，毕竟是我们先对他不敬的，且我认为他杀我们也必然会光明正大的杀，光明正大的承认，所以我们若死，死的光明正大便是徐少主所为，死的不明不白，只能说顾长生了。在此真切地对许少主报以歉意，也希望徐少主能宽宏大量。许风秋与林青竹从旁边路过，二人刚好看到了他，二人的目光带着期待，带着翘首以盼看着许风秋，希望他能够走过来说句什么，能保全他们。然而许风秋便这么路过了，头也未回，甚至看都未看一眼。二人心中一凉，丁，顾长生名声有损，天命值20万，你的系统值加200万。正常而言，一个人的名声对天命值影响并不大，但这些年顾长生的名声太好了，许多人乃至是一些势力对他对顾家友好，也是因为顾长生风度翩翩，包括他的名声好，会让一些强者对他下意识的印象很好，从而在一批人里有些机缘和帮助，更容易去选择到他，这也是天命。所以他名声有损，对他气运的影响是有的，并且还不小。林青竹面纱之下，红唇微微轻抿，轻语一声，他二人倒也算是尽力补过了，也怕难逃一死。许风秋轻飘飘说道，做一件事情之前便要考虑到后果，他们方才所为只不过能让本帝饶一命，否则顾长生不杀，本帝也不会放过的。林青竹不知为何听到许风秋这话，莫名反而没有一种反感。正常而言，一个先帝去与他们这种近乎于凡人去计较，确实有损地威了。可许风秋丝毫不加掩饰自己的想法，即使确实有损地威，可他就觉得甚是真性情。定，林青竹对你的好感加1，当前好感31。许公子真性情，青竹佩服。许风秋负手往前走道，这有何佩服的？林青竹，这么多年来很少能遇到许公子这般洒脱不惧世俗眼光之人了，怪不得能写出《将进酒》，如此惊为天人豪迈洒脱之作，与许公子脾性很是契合，也怪不得能以此诗入道。本帝也想做翩翩君子啊。许风秋笑了一声。林青竹坦言道，在青竹眼里，许公子便是翩翩君子。哦。许风秋看了他一眼。林青竹，青竹看来并非顾公子才是翩翩君子，此刻的许公子，昨夜吟诗的许公子都是翩翩君子。哈哈，开玩笑的，本帝可不想做君子，小人多好，恶人更好，不用有束缚了，见谁不悦便杀谁，对谁倾慕便直说，何须遮遮掩掩，考虑名声。林青竹，青竹也是未曾想到顾公子竟是这般，可仔细一想，这天底下又有几个圣人呢？你猜这顾长生会杀他二人吗？许风秋问。林青竹端步走着，微微思索一下，若是真君子，应当不杀；若是伪君子，也应当不杀，至少短期内不杀，之后等风声过去再杀。许风秋一笑。林青竹好奇地看了一眼许风秋。许公子因何而笑？3、2。林青竹一愣。1。后方突然传来了嘈杂一片。林青竹扭头看去，顾长生走进人群，将二人当街杀死。混账！本少主与你二人素不相识，更谈何做过这等卑鄙无耻之事？如此污蔑本少主，该杀！顾长生愤怒地说道。随后他看向四周，这二人污蔑本少主，天地可见，本少主怀疑他们现在此举才是受人指使，污蔑本少主名声。哼，死不足惜。顾长生没办法，他只能现在以他们二人污蔑他为由，光明正大地杀了他们，这样反而更好，不然之后他们再死，反而还会把锅甩到他头上。现在这么做了，倒也算是合情合理。林青竹愣了一下，他跟上许风秋的脚步。许公子为何会知晓顾公子会现在杀了他们？许风秋笑了笑，想人之所想，思人之所思，本帝也不是什么好人，自是能想到他何为。青竹姑娘要小心了。青竹倒是不怕。那便好，哈哈哈。林青竹带着许风秋来到了地宫之上那座地狱，这才是圣瑶女帝平时待的地方，也是圣瑶女帝皇室强者所在之处。下方地宫内不过是宇文500关，处理圣瑶帝国内大大小小正式会去的地方。这里风景很美，灵力极其浑厚，人倒是不多。在许风秋窥灵童之下，看似这些侍女，但一个个都是神皇境、天道境的修为。此处我也是成为了女帝陛下弟子，才有资格踏入的，平日便是在此修炼。许公子请。林青竹将许风秋带到了一片湖边，侍女端来水果并沏上茶。许风秋抿了一口茶问：
女帝陛下找我何事？林青竹端坐在许风秋面前，微微摇摇头，青竹也不知，但青竹确实也想与许公子以诗相谈。青竹想请许公子点评一番前些日子所作诗词。许风秋道：借诗我不会。许风秋目光看向林青竹，林青竹一愣，但抄诗我会。许风秋笑了笑，林青竹微微说道：许公子取笑青竹了，昨夜青竹却有那么几次瞬间也怀疑过许公子，但……许风秋问：无碍无碍，不知青竹姑娘可否摘下面纱？许风秋问。林青竹略显歉意，是青竹有些不尊重许公子了。然后他缓缓将面纱摘下，一副绝世容颜呈现在许风秋的面前。许风秋赞叹一声：倾国倾城，非花非雾，春风十里独步。林青竹一惊，许公子之才华震撼于他，真就出口便是如此之美的诗句。许公子谬赞了，许公子大才。林青竹优雅地拿起毛笔，然后情不自禁又很兴奋地将许风秋这诗词抄了下来。哈哈哈，我看看吧。是，多谢许公子。林青竹将他写的几首诗递给了许风秋，皆是上乘之作啊。许风秋赞叹道：不过也有几处可改。远处，圣瑶女帝看着许风秋与林青竹谈诗论道，微微点了点头。本就想找许风秋帮忙，经昨夜诗会，他便知道更是没错了。圣瑶女帝转身离开，先给他们一些独处的时间吧。1个时辰后，翻阅古籍的圣瑶女帝突然黛眉一蹙，她往窗外看去，后花园湖边之处竟有隐隐天地异象。圣瑶女帝黛眉微蹙看去，湖边2人坐在那里，而此时此刻，林青竹的上方竟有一只凤凰虚影缓缓张开双翼，绽放光芒，但林青竹却浑然不自知。这是……圣瑶女帝一惊，她弟子林青竹跟许风秋聊了一会儿诗词，他隐隐要以诗入道了啊！而许风秋是能够发现这一点的，不是林青竹发现不了，而是他进入到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林青竹极其投入于许风秋方才创作的诗词中，还有给他改完以后的诗词中，他都没发现自己的秀发在隐隐舞动。为什么他能这么简单的就要以诗入道了？其实很简单，第一，他确实是难得的妖孽级别的天才；第二，仙人卡。许风秋的仙人卡效果持续1天，还没结束呢。仙人卡并非只是作用在许风秋身上的，对于周围的人也是有效果的。归根结底，其效果是要让许风秋变得像是仙人一般。吟诗天地异象，作画具象现实，传道众人皆突破，进阶悟道。一切的一切都是展现许风秋的，让世人觉得许风秋是仙人，超越认知的存在。诗圣为何能晋升？不只是将进酒对他的师徒影响，也有仙人卡的作用。许风秋一首诗引来天地异象，诗圣感悟之后晋级至尊仙帝成功，这不都是为了凸显许风秋牛逼的吗？这才是仙人卡的精髓。而现在仙人卡效果还在，林青竹对于许风秋没有恶意，而且钻研其中，仙人卡在帮他入道，从而在他心中提高许风秋的地位，展示许风秋的不凡。圣瑶女帝远远看着许风秋和林青竹，作为大陆顶尖强者的他，曾经那一代的巅峰存在，可以说相当于是现在的落琉璃。300年来，他见识过无数的天才崛起，天才陨落，许风秋基本上是他见识到的最夸张的一位。现在林青竹跟他探讨诗词文赋，竟然要以诗入道了，这是什么概念啊？整个九州几十万年，也只有2个人以诗入道，一人以琴入道，为当代秦帝；3人以画入道，棋圣以棋入道，命圣以天命入道等。满打满算加起来，这些在成帝之前便早已入道的，也不过几十吧。这是几十万年来啊，他亲眼见到了许风秋入道就算了，自己这弟子竟然能在许风秋帮助下即将入道。林青竹现在是26岁天道境一阶，他一旦入道成功，今日怕是直接要入地境了。好恐怖的许风秋！等等，更恐怖的是，他远远看去也不知为何自己怎么隐隐有突破的感觉了啊！他这仙帝7阶有些年日未曾突破了，他也挺急的，但没办法，到了仙帝之境，提升1阶太难了。他300岁的仙帝7阶，放眼九州也没多少个，他可以自傲的。之所以现在年轻的仙帝挺多的，原因是据天机阁所言，九州要迎来第2个众神时代了，现在便是黄金时代，10年前才刚刚开始的，有望重现几十万年前各神族鼎立的繁荣。但他与柳云烟很有名气，为何？其一就是他们是在黄金时代前
为数不多的寥寥100年内晋级先帝之境的。没办法，天赋有时候真的要向大环境低头。他要是生在当代，不说超过许风秋吧，30岁入帝境应该也没问题。圣瑶女帝坐在那里看着前方，真的要突破了？什么鬼？他一脸震撼。之所以他要突破了，其实还是仙人卡。某种意义上，一些天赋极强的人，他们只是看所谓的认知之外存在的强者一眼，感受其气息，便能得到收获，乃至是悟道。仙人卡赋予许风秋的大概就是这种能力。此时此刻，许风秋对于林青竹撤去了仙人卡的效果，可不能让他入道了。入道没成功，以后才能有更多相处的机会去刷他的好感。这要是让他入了，以后就没理由见面了。这时，一股恐怖的威势使得天空黯然失色。林青竹回过神来，与许风秋一同看去，似乎是女帝陛下晋级了。林青竹露出了惊喜的表情。许风秋，肯定是圣瑶女帝看到他们这边的情况，看到他跟林青竹坐而论道。仙人卡的作用之下，他突破了。这仙人卡真猛啊！还有一次使用机会，以后再说吧。他此行从先帝1阶晋级到3阶，也是收获颇丰。过了良久，天地异象消散，气势也散去。圣瑶女帝呼了一口气，晋级了。她只是看了一会儿许风秋和林青竹坐而论道，晋级了，这是什么说法？难道这许风秋是什么传说中的存在？否则本帝为何只是看他一会儿，看青竹即将入道之景便突破了？圣瑶女帝心中一惊，若是如此，他许风秋的是什么身份？传说中的神明转世？圣瑶女帝黛眉微蹙，她晋级了多久？青竹那边为何没了动静？难道青竹入道成功了？圣瑶女帝走了过去，没有，她除了天资上面似乎有所提升外，其他的倒没有太大的改变。青竹恭喜女帝陛下晋级成功。林青竹行礼说道。许风秋也是抱了一拳。圣瑶女帝点点头，负手款款道：看来青竹你入道失败了啊。林青竹一愣，疑惑地看向圣瑶女帝。入道？青竹你不自知？圣瑶女帝问了一声。我？林青竹疑惑地看向许风秋。许风秋点了点头。方才青竹你确实进入入道状态了。圣瑶女帝坐了下来，也是点点头。本帝亲眼所见，天地异象即将形成，但期间本帝突破了，便没有观察到。林青竹恍然大悟，青竹方才似乎确实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忘我状态之中。随后他一惊，原来方才他是差点已失入道了。他美眸流转，震撼地看向许风秋。他只是与许公子论诗，看了一会儿许公子新作的诗词，然后便差点入道成功了。啊，传说中的以3000之法入道，能如此轻易的吗？许公子，这诗仙之才简直骇人听闻，这说出去谁能相信？圣瑶女帝看了一眼桌上的诗词，内心无比震撼。这便是方才这会儿许风秋所作新诗：落霞与鼓舞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满堂花醉3000客，一见霜寒14周。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圣瑶女帝震撼不已，她是怎么做到写出如此狂的诗句的？又是怎么做到狂完之后又做了一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如此意难平的诗句的？她不愧是诗仙，她不愧28岁以诗入道，不愧让青竹差点入道，甚至这一瞬她活了300年的圣瑶女帝，莫名的内心都是一颤。她真是一个28岁的青年才俊吗？许风秋心道，不是哥哥不帮你啊，实在是还没到时候啊。林青竹对你的好感加4，当前好感35，只能说怪不得教别人泡妞要从他兴趣爱好下手，这林青竹简直是将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好感提升的还真是快啊。主要林青竹太欣赏许风秋了，甚至是仰慕，超越了他认知的仰慕，已经带滤镜了。林青竹看向许风秋，美眸带着丝丝仰慕，是青竹不才了。圣瑶女帝抿了一口茶，开口道：本帝倒是有个突发奇想，就是不知许公子愿意否？女帝陛下请讲。许风秋道。圣瑶女帝看了一眼林青竹，然后对许风秋道：既然青竹差点因许公子入道，那么不知可否让青竹随阁下回许家？本帝想如此一来，或许青竹入道指日可待了。许风秋，你真是小爷肚子里的蛔虫啊，亲手把自己爱徒往虎坑里推是吧？太妙了。圣瑶女帝想法很简单，其一，刚才那一会儿自己弟子林青竹都差点入道了，跟许风秋回去多接触接触，真有可能短时间入道。其二，
以林青竹去打好和许风秋之间的关系。毕竟他很明显能看出自己这弟子对许风秋是有些许情愫的，即使不多，但他二人绝对是有机会去培养一番的。许风秋故作沉吟了一番，如此不太好吧？圣瑶女帝点点头，是有些唐突了，毕竟许公子还有诸多事情要做，不过哪怕闲暇之余也可以。林青竹美眸略显期待地看了一眼许风秋，他想去吗？当然想。其一，女帝陛下同意了；其二，他很欣赏许风秋，很喜欢他的诗词；其三，若能入道，他的提升太大了。可许风秋作为当代天才，又是万年地族少主，近期他的事情那么多，似乎确实有些打扰。许风秋摩挲着下巴，故作在思索，似乎也是看出了许风秋有所思。林青竹微微说道：“许公子不必顾虑，青竹不打扰，日后有机会，青竹再向许公子请教。”那便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许风秋开始了欲擒故纵，一味的去迎合人家妹妹，那也不行的。好，林青竹微微点了点头。圣瑶女帝道：“其实青竹倒也可以去许家做一段时间许公子的侍女呢。”许风秋：“诺，欲擒故纵的效果不就来了吗？”圣瑶女帝继续道：“如此一来可磨练一下她的心境，二来也能顺势请教诗词文赋，三来呢，若是侍女，那么其身份便不一样了。许公子倒不需要招待什么，忙的时候便把青竹搁置一旁即可。”说完，圣瑶女帝看向林青竹，问：“青竹如此会觉得委屈了自己吗？”林青竹摇摇头，青竹能与许公子坐而论道，便是一种幸事，只怕许公子会嫌弃。许风秋抿了一口茶，道：“既然女帝陛下与青竹都如此有诚意了，我也不好再拒绝了。方巧我也有一位侍女，名为小离，闲暇之余，青竹倒是可以帮我点拨她。青竹听许公子的。”定。林青竹对你的好感加1，当前好感36。圣瑶女帝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那二位若无事，倒可以启程了。青竹，你家里本地会派人去通知的。多谢女帝陛下。许风秋也是抱了一拳。女帝陛下，告辞。慢走，青竹便麻烦许公子了。好说。随后许风秋带着林青竹直接离开。圣瑶女帝本是找许风秋有事的，但现在看来倒不用急了。希望青竹这丫头能够跟许风秋关系处好点吧。他们关系若是好了，也相当于是他圣瑶女帝和许风秋之间多了一条关系的纽带。许风秋与林青竹在赶往许家的路上，许公子，青竹会不会麻烦你？林青竹小声问了一句，他心里其实是不安的，因为前面能看出来许风秋并不是很想让他去许家，至于原因，他作为许家少主，最近事情那么多，不管什么原因都很正常，但他还是跟着去了。倒也还好，多一位侍女，能有何麻烦呢？林青竹款款说道。只是青竹倒不熟悉侍女内容，但青竹会尽力而为。倒也不难，不过本地的侍女是需要暖床的。许风秋故意打趣了一声。啊！林青竹一慌，怪不得许公子对小离姑娘如此之好。乍一听，他的语气没有什么变化，但许风秋明显听出来了他的一丝慌张。许风秋停下脚步看向他，很奇怪吗？许风秋问。林青竹小声嘟囔一句，倒是有些出乎意料。青竹对侍女的工作倒是不了解，但似乎又合情合理。这不就是女帝陛下想要达到的吗？以青竹你的聪明，应当能猜到吧？女帝陛下应当是找许公子有要事相谈，可并未谈及，而让青竹做许公子侍女，更多的应当是希望通过这道桥梁与许家、许公子建立起良好的联系，近似于联姻。许风秋不知道圣瑶女帝有没有这种让他们二人关系成为仙侣程度的想法，但根本的意思是希望许风秋跟林青竹关系好，以后他需要许风秋帮忙，有这道关系，许风秋可能会出手相助，或者比较容易谈合作。现在还能反悔？许风秋淡淡的说道。林青竹根本没怀疑许风秋所说的真实性，他觉得一个侍女其身份确实是家族中的最低，虽说不是所有丫鬟都是暖床丫鬟，但倘若少爷要他这么做，他能反抗吗？这么说，他几位兄长说不定也对自己的漂亮侍女做过一些坏事。林青竹很纠结，许公子已经如此真诚与坦诚不公了，事前他从未想过还需要这样的一个环节，他以为只是照顾生活起居、沏茶什么的即可，所以现在反悔应该也没问题吧。可他已经答应了圣瑶女帝，也答应了许风秋。林青竹是从不做这等言而无信之事的，因为这种事情他自己心里是过不去的，可毕竟事关他的贞洁啊，他不可如此儿戏。虽然他很是欣赏与仰慕许风秋，可这是两码事，且并未达到能做到如此程度的地步。
女孩子的贞洁是一定要留给未来的夫婿。许风秋见他如此纠结，感觉他真要后悔了。说实话，很正常，这又不是现代，这里的女孩子极为保守，而且林青竹又不是什么身份卑贱的人。仙子榜第6，女帝之徒，圣尧帝国林将军之女，天赋异禀，冰清玉洁。许风秋道：开个玩笑，走吧。林青竹跟上许风秋的脚步。许公子，他喊住了许风秋。许风秋停下脚步看向他。林青竹微微欠了一身，此番青竹叨扰了，事前未考虑到这一点，是青竹自己的问题。林青竹，此番不论是青竹自己的私心，还是为女帝陛下建立与许家的关系，都会叨扰许公子。若青竹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请许公子不必留情面。至于暖床一事，林青竹咬了咬红唇，青竹不做不讲信用之事，只是确实难以做到，还请许公子见谅。无碍，走吧。许公子，林青竹又喊住了他。青竹会尝试努力，但无法保证。许风秋心中一笑，说完许风秋走开。但林青竹性格使然，他会当真，并且他会认真。至于能不能，他不好说，只能和许风秋提前说明。另一边，顾长生也是经过调查，来到了一处小镇之中。怨念怒火横生的他，只是杀了一个纪伯昌还不够解气。他顾长生什么身份？竟然被一个蝼蚁威胁了。许风秋都还没做什么呢，他的名声竟然先被一个蝼蚁给败坏了。顾长生走到了一家镇中院内，院内一位看起来40岁左右的美妇正在晒着玉米准备午饭，内屋有孩童玩耍的声音。见到顾长生进来，妇女擦了擦手。公子找谁？顾长生看着他，眼眸微凝。你是纪伯昌之母？正是，昌儿去参加诗会了，不在。顾长生眼眸闪烁一抹邪念，这纪伯昌之母竟然还颇有几分姿色，倒是有些韵味。听到这话，女人露出一抹惊恐，她下意识地往屋内跑去。顾长生手一伸，女人飞了过来。女人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他捏着女人的脖子走进了屋子里。屋子里，一个14、15岁的少女和一个2、3岁孩童正在玩乐。突然看到这一幕，少女惊得愣住了。娘亲，娘亲！孩童似乎不懂什么，奶声奶气地喊着。哟，还有个妹妹呢。顾长生露出了一抹冷笑，他对着小孩伸出手一捏，孩童化为虚无。聒噪！顾长生冷冷道了一句。不，号儿！女人悲痛的惨叫一声。啪！顾长生反手一巴掌将其扇飞在地，然后一股力量让二人动弹不得。知道本少为什么要来吗？少女和女人惊恐地哭泣着。纪伯昌对本少不敬，已经被杀了，要怪就怪你生的好儿子吧。叉儿，我的叉儿！女人悲愤地哭泣着。顾长生露出了一抹冷笑。不错，大的小的长得还都不错，刚好本少一肚子火没处释放，只是单纯杀你们却又不解气。说着，顾长生一边解着裤子，一边走向惊恐的他们。娘子，娘子，看看我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男人拎着一条大鱼，一脸开心地跑了回来。当他看到院子里洒落的玉米粒的时候，眉头猛地一皱。娘子，女儿！他把鱼扔走，急忙跑到屋内。屋内，一个女人衣不蔽体靠在墙边，睁大眼睛，已经没有了呼吸部。娘子！男人惊吼了一声。谁？谁？他拎着刀跑了出去，发现此时院中坐着一个男人。我杀了你！他提着刀愤怒地冲向顾长生，然而他怎么可能是顾长生的对手呢？啊！惨叫声传来，顾长生斩去了他的手臂和双脚，然后顾长生蹲在男人的面前，把手伸进他的嘴巴里，一脸狰狞。这就是招惹到本少的下场。然后他将男人的舌头拽了下来，男人疼得不停地呜呜叫。顾长生随后手一挥，他的断臂和断腿伤势恢复。你娘子和女儿的真不错，越是挣扎，本少越是喜欢。顾长生舔了舔嘴唇。男人绝望地哭泣着。你女儿已经被本少割去舌头，送到青楼中了，这辈子也休想离开那里。男人爬到顾长生面前，不停地磕着头，鲜血不断从嘴中流出。你呢？从今日起只能在青楼附近乞讨为生，每日看着那无数的男人进出青楼。顾长生站了起来。本少会派人暗中盯着，你若看不下去寻短见，那你女儿便别想活着了。喜欢吗？你好儿子纪伯昌为你们努力争取来的。顾长生狰狞一笑，便走了出去。走出去后，他进入人群之中。许风秋！顾长生眼眸闪烁着阴狠。本少绝不会放过你，绝不会。迎面，顾长生见到了一青纱掩面的女子，从她腰间玉佩，他认出了此人身份。洛姑娘，竟然能在这偏远小镇见到你，
顾长生一副翩翩君子的模样，抱了一拳。顾公子，幸会，路过此处而已。顾公子为何在此？骆琉璃问了一声。顾长生微微一笑，在下方才参加完一场拍卖会，也是途经此地。如此，告辞。骆姑娘，顾长生喊住了他。顾公子还有事？顾长生问。不知骆姑娘可否听说诗会一事？诗圣前辈正到至尊仙帝，许公子以诗入道，惊艳世人。唉，在下倒是成了跳梁小丑了。顾长生叹息了一声。骆琉璃自是听说了。骆姑娘，你是聪明人，在下也不必多说什么了。顾长生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再给他们10000个胆子，纪伯昌、李胜也不敢造谣他顾长生。这背后是许风秋搞的鬼，清者自清，时间会证明公道。骆琉璃道。说的是。顾长生笑了笑。这时院子中失去手臂和脚的纪伯昌父亲满嘴是血的爬了出来，也是引起了诸多百姓们的注意。骆琉璃也是看了过去。顾长生感叹一声，唉，人世间疾苦啊，这也是你我武者努力需要去做的事情，希望这世间少一些疾苦。顾公子说的是。骆姑娘，走吧。骆琉璃道。清风镇盛产天然碧根茶，我想取些回去，顾公子先回吧。也好，那本少告辞了。顾公子慢走。顾长生随后便离开了。骆琉璃往前走去，路过之时，他拿出一枚丹药交给了纪伯昌父亲手中，随后便走开了。等到骆琉璃又回来的时候，他碰巧在一个青楼附近又看到了那个身影。真惨，不知道招惹到了什么人。老纪这家伙一辈子勤勤恳恳的培养出了一个那么优秀的儿子，却被杀了。哎，你说老纪这情况是不是顾？嘘，小心祸从口出，不一定的，不好说，我们就当不认识他好了。骆琉璃黛眉微蹙。纪伯昌，他似乎听说诗会中刁难许风秋的便是这纪伯昌，也听说纪伯昌就是受顾长生指使。他不清楚始末，但他是纪伯昌父亲。又刚好顾长生奇怪的来到了清风镇，这一切不会是顾长生干的吧？人面兽心的顾长生做了什么，许风秋不需要知道，他也不在意，反正只需要见他一面，他的一切许风秋全部了如指掌。许家，许风秋将林青竹安顿在了自己的少主阁，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呢。顾长生天命直要夺要杀，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李沐风。通过系统得知这李沐风所在的药神山有了至尊仙帝，那现如今的许风秋还真不好做什么。本地要去闭关一些时日，青竹你便先熟悉熟悉环境。林青竹欠了一身。是。许风秋随后去闭关了，他境界提升到了仙帝3阶，2阶的提升需要巩固一下，本身他根基就不稳，还需要找一些方法稳固，现在更是迫在眉睫了。对了，许风秋差点忘记了，林青竹好感达到20，他得到了天逆阴阳诀，还不知是什么了。天逆阴阳诀，顶级双修之功法，可男女互修，双方均可带来快速提升。许风秋，擦，是这样的一个功法，是个好东西。这年头双修之法不在少数，但真正厉害的没有副作用，效果还强的双修之法凤毛麟角。系统奖励的这个绝对没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他找谁？这种功法是相互的，他许风秋找那些普通女子可没什么用处，越优秀天赋越高的女子效果自然越强。骆琉璃、林青竹、黎千雪、小黎，实在不成柳云烟、圣瑶女帝。哎呦卧槽，这他妈好尴尬啊。很显然，目前而言，许风秋认识的这些优秀的女子都未到时机啊，唯有小黎还可以，但小黎现在修为又不高，跟他一个仙帝双修，对许风秋自己的效果倒是不会太强。不是吧，小爷堂堂许家少主，仙帝3阶，突然发现还没个修成正果的红颜知己。许风秋抓了抓头发，这特喵的好惨，早知道把那个江清雪留下来算了。江清雪，叶枫的红颜知己，天兵之体，但是被他给废了，他还是失策了，就应该秉承着好女人不辜负，坏女人不浪费的态度，不然现在多香。不行不行，许风秋在秘境中缓缓踱步，得想个办法。穿越过来这么久了，他还真没碰过妹妹啊。黎千雪还不行，骆琉璃更不行，林青竹倒是在正轨上了，但短时间似乎也不行。小黎的话，行尸行效果不会太大，而且灾厄之体，血冥杀体，42的好感不太够啊。咱实在不行，找一些挺厉害的宗门，宗门圣女是仙子榜有名的，过去联姻吧。许风秋这么想了一下，算了算了，再说吧，倒也不是很急，先巩固境界再说。外面
林青竹在少主阁走了一圈，熟悉了一下，没见到什么人。唉，小黎走过来，看到一个超级漂亮的身影。一开始他远远看去以为是黎千雪，但走过来发现并不是。林青竹也看到了小黎，怪不得许公子会如此在意小黎，确实好漂亮，年纪看起来还不大，少女模样，过几年她会更加漂亮。是小黎姑娘吗？林青竹微微欠身问了一句。啊对，不知姐姐是。小黎有些惊艳地看着林青竹，好漂亮，好温婉的气质，好让人舒心。并不认识，并不了解，但是仅一眼和那种气质就让人觉得很舒心。林青竹，哇，你是林仙子吗？真的好美。小黎惊呼了一声。林青竹莞尔一笑，你也很美啊，怪不得许公子那么倾心你啊。小黎俏脸一红，哪有。林青竹伸出手拉着小黎的手，真的能感受到许公子对你的关心，他还特地吩咐我要照顾你呢。小黎心里面满满的小窃喜，如果我是许公子也一定会对小黎姑娘好的，因为真的很漂亮。青竹姐姐才漂亮，青竹姐姐来这里是找少主的吗？她去诗会了，应当回来了吧。林青竹点点头，我与她一并回来的。那青竹姐姐来议事？小黎好奇地问。跟你一样啊，今后一段时间还需要小黎妹妹多教教我了。啊，小黎一愣，我是少主的侍女。对啊，我也是来做许公子侍女的。小黎小嘴微张，大名鼎鼎那么厉害的林仙子竟然来做少主的侍女。不过想想也是哦，听说少主已师入道了，师圣前辈都是因为少主而晋级至尊仙帝的，整个九州因为这件事情现在无比震动。那林仙子应该是喜欢少主的，那可能是少主对林仙子没有那么喜欢，林仙子主动追求少主，因为喜欢少主愿意来做她侍女了吗？哇，不过少主确实很优秀呢，青竹姐姐那么优秀，少主肯定也会喜欢她的。小黎心里想到，小黎会帮青竹姐姐的。小黎认真的说道，好，那我就跟小黎多学学武道方面，有许公子教导，小黎妹妹定然没问题。但许公子繁忙，我可以经常与小黎妹妹探讨，小黎妹妹有不懂的可随时找我，我们住在一起呢。小黎也在这个院子呀。小黎突然想到了什么，怎么了？小黎小脸通红，那没事没事。他赶紧摇摇头。林青竹拉着小黎的手道，小黎妹妹，你有什么都可以与我说的，就是我们一个院子，若是少主去青竹姐姐房间，小黎是不是不太方便啊？对不起，小黎可能有些冒昧了。林青竹听到这话也能提取出来一个消息，那就是在小黎眼里，侍女是要暖床的，她肯定也是经常如此的。但实际上小黎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他小脑袋猜测林青竹是喜欢许风秋，喜欢的不得了，主动追求，甚至不惜来做侍女。那么许风秋肯定随时可以跟他同房吗？而他若住一个院子，哎呀，无碍，虽然还没做好准备，但有心理准备了。林青竹微笑着说，嘻嘻，少主人很好的。这时许天意走了过来，家主。小黎赶忙起身行礼，小黎啊，这位是。林青竹赶忙起身，许前辈，小女子林青竹，许公子侍女，冒昧了。许天意，这小子去一趟诗会，整个九州搞出来那么大的动静不说，竟然把林仙子拐来当侍女了。你确定这是正经当侍女的吗？臭小子，真不及他爹一根毛，如此多情。也罢，这小子也算是给他许天意长脸了。林青竹都骗过来当侍女了，这传出去，九州又要震动了。毕竟林青竹背后又是林将军，又是圣瑶女帝，这小子什么手段？原来是青竹啊，哈哈，我与你父亲关系可不简单啊。许天意笑道。林青竹行了一礼，似有听说，但青竹了解的并不多。哈哈，以后你就知道了，真是个好消息。在许家有任何不适应的随时说，我倒是要去找你父亲叙叙旧去了。许前辈慢走。哦对了，小黎在。小黎赶忙回应。许天意递给了他一枚空间戒指，里面有不少修炼资源，还有给你定制的几件衣裳，以后不必穿得如此朴素。说罢，许天意走开了。小黎愣了一下，然后他打开空间戒指，拿出了几件极其漂亮的仙裙，甚至是用金丝与极其昂贵的灵丝编织而成。小黎小嘴微张，很显然这不是一个侍女该穿的。林青竹内心也是微微一惊，小黎是许风秋的侍女，但现在甚至许家主送来了如此珍贵的仙裙，这种级别的仙裙甚至是洛琉璃等人才会穿的，甚至已经得到了许家主的承认。他有所了解过，小黎似乎是多年前收养的，看来当童养媳了。随后微笑道，
如此华贵的仙裙，莫不是不日之后我要参加小黎妹妹的大婚了吧？哪有？小黎受宠若惊，这很能表明了哦。林青竹微微一笑，小黎摇摇头，没有的，听少主说他是打算去凤凰台提亲的呢。洛仙子，而且少主有千雪姐姐了。千雪姐姐？林青竹一愣，好美的，是小黎见过最美的女子了。千雪姐姐应该会是正室。小黎小声说道，她在哪儿？许家闭关呢。林青竹点点头，是他所没想到的，但又是情理之中。许公子如此优秀的男子，身边红颜知己必不会少。怎么办？正是若是小黎所说的千雪姐姐的话，若他还要娶洛琉璃，他似乎要尝试不能地位低于洛琉璃吧。呀，林青竹啊林青竹，你在想什么呢？许风秋诗会以诗入道，甚至助诗圣晋级至尊仙帝的消息响彻九州，而圣瑶女帝更是高调宣布林青竹暂且成为许风秋侍女，为期不定。这几个消息轰炸了九州，震撼，不可思议。最直白的信息，许风秋前途无可限量。许风秋背后可能多了一位至尊仙帝作为靠山，同时圣瑶帝国皇室、圣瑶天成灵府跟许风秋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全部串在一起会发现，许家现在似乎不简单了，再重回曾经八重天霸主的地位。顾家？什么？顾长生听到侍女传来的消息，瞪大眼睛。林青竹，他的挚爱竟屈尊成为了许风秋的侍女。顾长生做了个手势，侍女赶紧离开。哗啦，他将桌子直接掀飞。这圣瑶女帝，这林家，他们在搞什么？顾长生咬牙切齿。林青竹，他就算不像是洛琉璃如此高贵的身份，但也绝对不差啊。战神一脉，宝贝千金，圣瑶女帝唯一弟子，甚至她可能是下一代的圣瑶帝国女帝啊！不然圣瑶女帝收她为徒做什么？圣瑶女帝又没有族人，孤家寡人一个罢了。她就是为了将林青竹培养成她的接班人的。这样身份的林青竹做了许风秋的侍女，不怕天下人笑话吗？不对，顾长生皱着眉，这圣瑶女帝定有其他想法。自是有。一个声音传来，父亲。顾方舟点了点头，看了一眼被掀飞的桌子。为父知道诗会此行，你受了莫大的委屈。顾长生握紧拳头，诗圣弟子无望，名声被坏，心爱女子却成了他人侍女。为父知道你并非是传闻那般背后小人，这等是你这一辈子，至少在此之前你绝不会做。我的儿子我还是了解的。顾长生点点头，都是他许风秋的阴谋诡计，孩儿被害惨了。顾方舟，不用说，为父也知晓是他许风秋所为，此人手段高明毒辣，你又单纯无邪，你自是斗不过他，但这件事也能让你成长。你该明白，这世上偏偏君子不长久，许风秋这等才是聪明人，你要做出改变。孩儿明白，孩儿不会再如此心善了，心善被人欺的道理，孩儿现在也切身明白了。顾方舟点点头，倒也不必担心，顾家与石家虽然一战元气大伤，但无伤大雅，他许家、顾家不怕，老祖宗也晋级先帝9阶了。可许风秋背后有诗圣啊。诗圣？诗圣一生浪迹天涯，过些日子兴许便在万里之外了，不必考虑。圣瑶女帝也不必考虑。为何？顾长生好奇地问。顾方舟，你知道为何圣瑶女帝要让林青竹做许风秋侍女吗？必是想要与许风秋达成合作。对，因为圣瑶女帝自身处境岌岌可危。顾方舟副手道，近年来八重天圣瑶帝国与北冥帝国战火不断，不为人所知的是，圣瑶帝国皇室半数强者皆被北冥帝国皇室拉拢。竟有此事？顾方舟点点头。她圣瑶女帝是个人物，可终究只是个300岁的年轻人罢了，还是一介女辈，这地位她做不长久，所以她独许风秋能拯救于圣瑶帝国。可笑。顾方舟一笑，确实可笑。长生，失去的我们便一件一件夺回来，这许风秋、许家倒是无惧，可如何夺呢？顾方舟摊开手，一张精致纸卷呈现在掌心。这是？顾方舟道。婚书。顾长生一愣。婚书？是孩儿的吗？对，你与林青竹的婚书。顾长生震撼不已。还有这种事？顾方舟淡淡的说道。青竹还未记事，我与林将军便替你二人定下了娃娃亲，这件事情多年来都未提起了，为父本意。你二人若能情投意合，倒也最好不过了。我与青竹必是情投意合，之前我们相谈甚欢，孩儿能感受得出来，只是被他许风秋害了。顾方舟，不重要了，婚书上写的明明白白，25岁便成婚，今年你29，青竹26了，
既然你还未与他修成正果，那么便把他从许风秋那儿夺回来，断不可能让许风秋坏你好事。顾长生眼睛一亮，多谢父亲，不过父亲为何会有这婚书呢？顾方舟道，那就要提及林青竹的父亲林将军了，他与许天意有仇，而我顾家又与许家不和，为父呢早年间与林将军关系不错，参加同一场九州比武，惜败于他，算是不打不相识了。近些年接触少了，但情谊还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林战一言九鼎，这婚事不成不行了。顾长生点点头，太好了，父亲，许天意和林将军有什么仇啊？4个字，红颜祸水。林府，马德，老子剥了他许风秋的皮，许天意的也一起剥。操！林战一个人喝着闷酒，骂骂咧咧，老子的宝贝女儿给他许风秋当侍女，我他妈，哎呦卧槽，头疼！林战捂着额头。这时，一个英俊的男子走了进来，父亲，滚滚滚，别烦老子！林战一脸不爽地说道。父亲，许天意来了。啥？林战站了起来，赶紧一摆手，不见不见，让他滚，他还有脸来见老子？林兄，如此不待见我，不就是青竹这丫头当了我儿子侍女吗？不丢人！一声大笑传来，许天意出现在了院内。你他妈的，都给老子滚，谁都别过来，老子弄死他！林战身上先帝的气势爆发了出来，二话不说直接冲向许天意。许天意气势也是爆发出来，直接迎了上去。林府众人纷纷跑开，林战的2个儿子也是赶紧跑开。过了良久，大哥，话说里面怎么没动静了？会不会出事了啊？二儿子林健小声问。大儿子林叔摇摇头，应该不会，他们有数的。万一嘞？本来父亲与许天意就不和，小妹又被女帝陛下喊去当了许风秋侍女，我就想不明白了，女帝陛下就不知道我们2家关系差吗？为何要让小妹去啊？林叔道，没办法的事情，你我为臣，父亲亦为臣，听命便是了，女帝陛下自有她的见解，但是里面已经许久没动静了，我真怕。林叔皱着眉，走，进去看看。二人悄悄地走了进去，眼前一幕却让他们愣住了。林战和许天意2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此时此刻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坐在地上抱在一起，就像是2个委屈不已的小孩一样。林战一边哭着，一边不停地捶着许天意的肩膀，你他妈的真是畜生啊！啊，当年雅儿若跟了我，也必不会出事啊！许天意眼泪鼻涕也全流出来了，懊恼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我后悔啊，兄弟，我这些年没有一天不是买醉度日，每一天每一天我都想随雅儿同去。林战踢了许天意一脚，老子真看不起你！许天意哭着摆了摆手，别说了，哼！林叔和林健2人懵逼地对视了一眼，啊！林叔和林健默默地退下去了。林战与许天意也逐渐地发泄完了，2人坐在那里。说真的，林兄，青竹跟着我家秋儿肯定不差，滚一边去！老子死也不可能让青竹嫁给你儿子的，你们2个都不是个东西。若不是女帝陛下，我告诉你，你儿子这辈子也别想跟青竹有什么接触，他不配。是。许天意喝了一口酒，28岁的先帝3阶不配，一人灭朴秒封不配，灭药黄宗不配，以师入道不配，助师圣晋级至尊先帝还不配是吧？林战啐了一口，老子管你呢，你怎么10几年境界没一点精进？许天意苦笑了一声。林战皱了皱眉，你方才醉酒所说若为真，那老子就更看不起你了。许天意自嘲一笑，然后看向林战，怎么，林兄莫不是担心我？开什么玩笑，老子恨不得杀了你。还有青竹的主意你别打，这丫头有婚约在身，等过2天老子去找女帝陛下说一声，让她从你儿子身边离开。这丫头有婚约了，何人啊？许天意问了一声。顾家顾长生。林战说道。许天意皱着眉，这顾长生有秋儿一半好。林战仰头狂灌了一口酒，目光看向许天意。许天意，我问你，雅儿究竟是为何陨落的？这么多年了，你该告诉我了吧？许天意低着头沉默不语。许天意，他若是被强大之人所杀，那豁出去命拼了，我们至少咬他一块肉下来。多年来你不作为，老子一直觉得你怕是个懦夫，老子瞧不起你。现在你告诉我到底为何？许天意还是沉默不语。林战情绪激动，许天意，你知道外面怎么评价你的吗？懦夫！堂堂万年地族家主，自己心爱的女人陨落，连个说法都没有，是谁干的你都不敢说出来。你要是不敢，老子来行不行？许天意叹了一口气，老子是喜欢他，但也祝福你们。退1万步来讲，老子跟雅儿也是多年挚友，你是怎么做的？林家不待见你。
林战指着外面怒吼一声。许天意站起身，保重！林战把桌子掀翻。当年林青竹和顾长生还小，林战与顾方舟酒后替他们定了娃娃亲。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是不想让许天意爽，他就是要跟许天意作对。顾长生很优秀，顾家比许家牛逼，顾家又跟许家关系不好，他又痛恨许天意，他跟顾家联姻肯定是好事，自己女儿嫁给顾家怎么也不会差的。现在许风秋如日中天，他其实打心底里是开心的，因为许风秋是他的孩子。而林战与许天意不和是因为女人，但仅仅只是不和，大打出手过，没争过就是没争过。他难过，但也祝福。痛恨是因为许天意没有照顾好他，害得他离开人世。更加痛恨许天意，是以为许天意没良心，没把他的死太当回事。为什么？这么多年他的死都是一个谜，许天意从未对他的死做出任何的解释。若是被人杀，就算豁出命，是不是也该去报仇？他本以为许天意就是如此，可今日与许天意掏心掏肺，有些事情他才第一次明白，原来许天意这些年过得如此痛苦，这家伙到底有什么苦衷？想想这许天意也绝非是如此懦弱之人。阿林战喝了一口酒，抬头看向天空，自古红颜多薄命，雅儿，但你生了个好儿子啊！5年前我曾偷偷看过一次他，跟你长得真像。父亲，顾家家主来了。林叔走了进来。林战皱了皱眉道：请。顾方舟大笑着走了进来。哈哈，林兄一个人喝起来了。林战道：顾兄坐。顾方舟坐了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林兄这是。他自是看到了林战通红的眼眶。前几日是他的忌日。顾方舟叹了一声，林兄乃真性情，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念念不忘。他许天意确实不是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不知道安仙子是为何陨落。若是被人所杀，至少要表明态度吧。此事就这么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了。顾方舟随后小声道：我是听说这许天意可能是因为其他女子悄悄联合他将安仙子害死了。林战握了握拳头。顾兄此行前来所为何事？哦，是这个。顾方舟笑着将婚书拿了出来。青竹丫头和长生关系不错，年纪也到了，我就想这个婚也是时候了，你我两家联姻，强强联手，岂不美哉啊？林战说道。可青竹现在是许风秋的侍女了，此事与女帝陛下说一番不就好了？我为臣。顾方舟思索了片刻。那依林家主之见呢？作为青竹的少爷，许风秋现在是有资格决定青竹的去留，我说了反而不算了，要过了那一关才行。要么顾家主让女帝陛下收回成命，要么让许风秋同意。哎，能明白林家主的怒火，本就是最厌恶的许家，自己女儿还屈尊做了许风秋侍女，还有第三个方法。顾家主请讲。顾方舟，灭许家不就能让青竹解脱了吗？那若顾兄能做到，自是最好。若林兄与我联手。林战摇摇头。女帝陛下对许家示好，作为臣子，我怎么可能联手？若青竹能里应外合的话。林战皱了皱眉，他不能，他对许风秋是有仰慕之情在的。明白了，那我便回去再想想办法。林家主应该会全力支持我的所有做法吧？毕竟我们是亲家。这话里面其实有着些许威胁的意味。自然，顾兄慢走。顾方舟离开后，林战叹息一声：哎，青竹，为父不是一个好父亲，没想到当年酒后的一时冲动，竟造成了如今的后果。这顾长生怕不是一个好人啊。显然林战后悔了，许久之前就后悔了。今日许天意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他见面，也说了一些掏心掏肺的话，他更后悔当年的举动了。叔儿。林叔走了进来，派人去一趟许家，通知一番许天意，小心顾家。还有，哎，请许天意帮个忙。是。一晃便是7日，而秘境之中过去2个月之久了。许风秋睁开眼睛，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小黎对他好感暴涨10点，达到了52。许风秋出关，来到了院中，本想着去凤凰台提亲，大概率会成功。为什么？虽然许家和凤凰台的地位并不匹配，但他系统商城有个东西，口是心非卡，先把美女搞到手再说，不管用的是什么手段。不过林青竹的到来暂时打断了许风秋的计划。家里一个小黎，一个林青竹，还有个黎千雪，再多个洛琉璃，他这好感刷不过来啊。慢慢来吧。黎千雪对他的好感才11，以后找机会再说，毕竟人家是9重天的，先把眼前的搞定再说。林青竹坐在院子里发着呆。发什么呆呢？有心事。许风秋道了一句便走了过去。林青竹听到动静，赶忙站了起来。许公子。许风秋坐了下来。
林青竹给许风秋倒了一杯茶。作为许风秋的气运之女，她的心事许风秋了如指掌，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青竹不太清楚该如何是好了。讲，林青竹道：昨日顾家一纸婚书公示天下，青竹才知道，原来早年前父亲与顾家便定下了我和顾长生的娃娃亲，退婚不就行了？许风秋淡淡的说道。可没有理由事关父亲与林家的颜面，顾家似乎也是担心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才将这一纸婚书公示天下，愿天下人祝福，实则可能是切断林家的路。道理很简单，若是无故退婚，那就是顾家会以林家看不起他们，戏耍他们为由对林家出手。林家虽是战神一脉，但势力并不大，比不过顾家，也比不过许家，只是一个强大的武者家族，而强大的也是林战这几代人而已。底蕴太差，单论个人战力，他们很强，在战场上帝国级别的战争能所向披靡，但真要是单论个人势力打起来，林家是要被顾家吊打的。少主，少主！小黎跑了过来。哟，许风秋看着小黎，眉头一挑，露出了一抹笑意。父亲给你准备的衣裳。许风秋笑问。小黎穿着合身的仙裙，别说侍女了，说她是什么宗门圣女都有人信的，太漂亮了。小黎赶紧道：少主，顾家来人了。本地去一趟，你们留在此处即可。许公子。林青竹担心地看着许风秋。放心，此事交于本地摆平。许风秋随后去往许家大殿。许家大殿内，顾方舟等10几位顾家强者光临，林战也带林家几人来了。他现在挺后悔的，可是权衡利弊，他不能跟顾家撕破脸啊，所以得舔着脸请许天意帮忙了。许天意等人也是与礼仪招待着他们，虽然与顾家不和，但至少没撕破过脸。许家主，此番来意你也了解了，长生与青竹两情相悦，自幼又有娃娃亲，此番我顾家与林将军喜结连理，许家也一定要去啊。顾方舟笑道。事情许天意都知道了，林战派人告诉他了。简单来说，这件事情林战后悔了当年冲动定下婚事，他请许天意帮个忙，就是暂且不要让许风秋放手林青竹，这样的话这个婚事暂时能搁置，后续如何他再想办法。这件事情是女帝陛下下旨，若秋儿解除与青竹的关系，女帝陛下那边不好解释啊，岂不是我许家坏了他的面子？许天意一副为难的模样。哎，是这个道理。林战叹了一口气。顾方舟，无需解除关系啊，青竹还可以是许风秋的侍女，只需要许风秋点头答应，长生与青竹的婚事照常举办，这样的话我们3家倒也算是一家人了，哈哈哈。林战，也是这么个道理。许家主，秋儿会同意吗？啊，嘿，不好说，不好说，还是一定不会同意。林战又问，兴许一定不会同意吧，秋儿性格大家也是清楚的。许天意道。林战看着许天意，好兄弟啊，但一码归一码，这件事老子欠你人情，账个算。顾方舟道。长生与青竹两情相悦，又有婚书，还有林兄的支持，此事总不能因为许风秋一言决定成与败吧？说不过去的。一位顾家老者道。是啊，此事已经公示天下，于7日后在顾家大婚，请柬都下发出去了，倘若7日后这婚未成，顾家的脸面，所以许风秋那里劳烦许家主了。林战皱着眉。秋儿在来的路上，一会儿听听他的意见吧。许天意说道。顾方舟道。或者有什么条件随便提。许风秋推门进来。本地的条件顾家主给不起怎么办？众人目光纷纷看去。林战也是看着许风秋。像，真像啊。许小友，什么条件？但说无妨。顾方舟微笑着说道。许风秋对着林战抱了一拳。林叔叔。林战赶忙点点头。许风秋看着顾方舟。条件便是顾家依附于许家，成为许家势力，顾家主能做到吗？许风秋的话让许天意都大惊失色。我勒个去，这小子说话是真吓人啊。顾家人脸色一变。许风秋，你在开玩笑吗？许风秋问。做不到。看来许家是不打算好好谈了是吧？顾方舟眼眸微微一凝。那就不谈了。许风秋道。好。顾方舟站起身，目光看向林战，语气带着威胁。林兄，准备与许家开战吧。林战眉头一皱。哦，顾家主确定？许风秋问。顾方舟道。许家不顾及我顾家与林家脸面，甚至为难羞辱我顾家，执意不交出林青竹，于情不忍于理。你许风秋也没这个资格，有这一纸婚书，这婚我顾家成定了，谁也拦不住。顾方舟随之道。你许风秋近日确实震动九州，
但你该用的手段也已经没了吧？许家内部之乱虽平定，但势力大不如前，我顾家真不怕你们，我们走。等等，许风秋道了一句，后悔了。顾方舟冷笑一声。许风秋问，只是再确定一下，顾家主确定要与许家开战？自然。诸位也都听到了对吧？林叔叔听到了吧？林战皱了皱眉。那既然开战了，现在我们可是敌人了。顾方舟等人眉头紧皱。随后许风秋身上灵力涌动，右脚在底下微微一踩，整个大殿瞬间被掀飞出去。他们身下巨大的一片范围，一个阴阳两极图在旋转。阵法开启，所有人全部在阵法之中。这，在场的许家人一愣，这里什么时候有的阵法？许风秋获得过天通阵法图大成，万千阵法他都会，只能说总有人来许家装逼。正如这顾家，明明知道他们不和，还来装逼。许风秋这大阵就是为顾家这种做准备的。许风秋、许天意，你们什么意思？顾方舟指着他们怒斥一声。许风秋道，不是顾家主说开战吗？那你们现在便是敌人了，那本地要把敌人放回去。开什么玩笑？顾方舟，不是，没有这样的呀，自古以来都不能这样。开战归开战，你们把我放回去，然后再打，哪能这样呢？啊，这不是耍赖吗？许风秋不按常理出来，直接要在许家弄他们。顾家人显然慌了，而许家人其实也慌。打完了缥缈峰打药皇宗，打完了药皇宗肃清许家内部，还没喘口气呢，又要跟顾家打了。这顾家比药皇宗要强很多啊。这年头这种级别的大战，一步错要万劫不复的，能如此草率的吗？但是没办法，许家现在许天意说了算，而许天意又放权任由许风秋胡来，所以算是许风秋说了算。毕竟许风秋的战绩太辉煌了，许家没人说不。许风秋，你到底什么意思？顾方舟指着许风秋怒道，开战啊，不是顾家主要的吗？能不能有点强者风骨？他许风秋胡来，你许家也胡来吗？顾方舟怒道，哪有这样的？你们还讲不讲武德？不嫌丢人吗？传出去，你许家的脸面往哪个？要打那便真刀真枪的打，这样算什么好汉？许风秋，谁跟你好不好汉的，还讲武德？过家家呢？顾方舟，卧槽，这许风秋，这林战看着许风秋，像，真像啊，长得像，这脾气也像，他母亲不就是这种不按常理出牌、调皮、鬼点子多吗？许风秋身上气势涌动，阵法力量开启，迎9条黑白相间的神龙虚影拔天而起，搅动着风云。这是阴阳龙神阵。本来还有一些侥幸心理，看到这个阵法，顾方舟直接绝望。阴阳龙神阵乃9阶阵法，9阶阵法若是不会破阵，是先帝6阶、7阶都要死在里面的。它带来的最强的就是先帝7阶，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先帝7阶怎么也够了，但是谁能想到这许家如此不讲武德啊！迎，9条神龙冲向他们，一起上！许天意一声令下，那许家强者也是纷纷冲了过去。阵法外的许家人，他们一脸懵逼。啊，怎么在许家里打起来了？这相当于什么？有点类似于两国开战，不斩来使的感觉。林战一脸懵，卧槽，一言不合真就开打了，这不是过家家啊，这是要经过慎重考虑的啊。长老会那边也要通过才行啊。这打起来就是整个九州关注的大事啊，又不是万年地族随手灭一个小宗门这等简单的事情，这数十年也难出一次这种级别势力大战啊。这许家，这许风秋，9阶阵法的威力可想而知。他们虽然都是强者，可毫无防备进入9阶阵法之内。即使今天阵法中没有其他人干涉他们只是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罢了。因为这阵法，他们大概率不会破的。噗！顾家一个个身影鲜血狂吐，境界稍低一点的已经变成尸体躺在地上了。强大的阵法连接天地，虚空风云被搅动。迎！9条神龙冲向天际，随后猛然落下。啊！那些先帝尽全力是能挡住，但周而复始，他们根本顶不住了。家主，若不想办法，我们真会死在此处的。顾家强者浑身是血闪到了顾方舟身边。顾方舟咬着牙，许风秋，方才是我与你开玩笑的，哪能说开战便开战？许风秋负手淡淡道，但本地当真了啊。顾方舟焦急道，两族开战，势必两败俱伤，我也只是方才一时恼羞成怒说的气话，切勿当真啊。啊，你说什么？
许风秋一副装作没听到的模样。我说切勿当真啊，你说就是认真的。好好好。许风秋手朝天一指，银9条神龙虚影随着许风秋的手落下，猛然冲了下来。顾方舟瞳孔一缩，少主阁，许家怎么了？林青竹看着不远处虚空的天地异象，黑白9龙的翻腾，黛眉紧蹙。不是顾家来人了吗？怎么许家打起来了？没谈拢也不能打吧？就算打，也是回去以后两家开战，而且两家开战稍有不慎，万劫不复。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强大的势力即使有仇，但也很少会打的原因。许风秋打的这几场，这种级别的10年来都没有过了。林青竹和小黎赶忙跑去现场，然后林青竹惊呆了，真的是许家和顾家打起来了，而且估计好几位先帝已经陨落了。顾家家主看起来情况也不妙。林青竹小嘴微张，怎么会这样啊？即使一言不合，即使双方矛盾激化，也不能在这里打的啊，也不能如此草率就打起来了啊。许风秋，顾方舟指着许风秋，嘴吐鲜血，你疯了吗？许风秋手指苍穹，顾方舟瞳孔一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许小友，错了，本地真的错了，你当本地没来过行不行？顾方舟惊恐地喊道。那这婚还结不结？许风秋问。不结了，不结了。还结？都如此局面，你还结？许风秋手臂落下，顾方舟9条神龙倾注而下，将顾方舟吞没。啊！许风秋，许家，你们不讲武德，不讲道义，你们愧为名门正派，你们皆是反派之举，你们会遭天谴的。啊！林青竹，尘埃散去，顾方舟已经化作一具尸体，魂体飞出，被许天意直接剿灭，死完了。而与此同时，10几道红光飞向许风秋，被许风秋所吸收。系统奖励的天谴诀，死在自己周围的人会被许风秋所吸收，从而提升境界。这数位先帝给许风秋提供的大概是30年的修为。至于许风秋先帝3阶晋级到4阶需要多少年修为，他也不知道，但理论上很难很难。可是有这天谴诀，似乎变得简单了许多。丁，顾方舟陨落，顾长生天命值50万，你的系统值加500万。丁，顾家8位先帝，4位天道竟陨落，顾家实力降低，顾长生天命值10万，你的系统值100万。顾长生还剩下513万天命值，再来10几万就要降低到4阶气运之子了。许天意随之说道，将尸体送回顾家，许家进入备战状态，随时准备与顾家开战。是。许家众人也是懵逼的走开了。林战张了张嘴，不是，他本意是过来跟许天意配合一下，演一出戏，把婚约这件事往后拖一拖，怎么就成这样了？这小子可真是个疯子啊！这许天意是把亏欠眼的纵容全给了许风秋了吗？不是，许天意。林战走向许天意，问：这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林家许家联手对抗顾家呗，你还想怎么办？林战，许天意，我儿子为了你女儿，不惜让整个许家与顾家开战，你还问我怎么办？林战，啊这行，我这就回去召集林家。林战带着林家人匆匆走开，哪里有点不对劲，就打起来了。卧槽，这许家一群无赖啊，人家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许家倒好，下梁不正，把上梁给带歪了。林青竹虽然不知道始末，但是他大概清楚发生了什么。顾家来找许家，让许风秋同意自己这个侍女嫁给顾长生，许风秋没同意，他们就闹翻了，然后许风秋就把顾家家主等人弄死了。可理论上闹翻了就闹翻了，也不能把顾家人在许家内杀了啊，这个行为说出去要被九州所鄙弃的啊。同时也意味着许家和顾家这一震动九州的大战拉开帷幕了，而一切的根本是他，是许公子为了他不惜与顾家一战。这林青竹很慌，他自认为自己根本不值得如此。许家和顾家2大万年地族，不知道许风秋有什么手段，但正常而言，对于任何一个势力来说，都一定要避免和同级别势力发生大战的，谁都不想两败俱伤。怎么办啊？林青竹美眸看着许风秋，许公子，他为何愿意为了他？许公子，当真如此在乎他吗？少主一定特别心爱青竹姐姐。小黎小声地说了一句。林青竹看了小黎一眼，这似乎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事情太大了，大到他心慌。可林青竹看向许风秋的背影，他真的很不一样。有哪个女孩子不喜欢这种被人保护的感觉呢？甚至不惜与天下为敌。
哪个女孩子又不会心动呢？此事深深地触动着林青竹的内心。丁，林青竹对你的好感加10。丁，林青竹对你的好感达到40，获得奖励大到天命书。许风秋扭头看了一眼林青竹，林青竹带着担心的神情，微微行了一礼，留在少主阁即可，剩下的交给本地。许公子，青竹不值得许公子如此，许公子又为何？林青竹话未说完，许风秋伸出手指，轻轻按在了他的红唇之上，然后许风秋便走开了。这似乎比千言万语更加震动着林青竹的内心。顾家，顾长生坐在少主封院内，7日之后便是本少大婚。林青竹，你逃不出本少的手掌心的。哼！虽然林青竹是许风秋侍女，这一点让顾长生很是膈应，但世人也都清楚林青竹的身份，他倒不是很在意。此番唯一的意外便是那许风秋，他若不同意，那该如何是好？但顾家告知天下，7日后便是大婚之时，他许风秋也很清楚，若是不同意，等于打了顾家的脸，后果他也很是明白。虽然这许风秋逆天，但对付缥缈峰、药皇宗，他手段用尽，否则他真有逆天本事，又岂会放药神山一马？对，许风秋真要还有本事，药神山他也不会放过的。所以现在的许家其实就是正常实力的许家了，可能有点玄天毒气，但不足为惧。他只是通过那2场大战，把名声和气势造出来了，导致现在没人敢招惹许家，即使是比许家强的。但他顾家就不信这个邪。少主，少主！一个侍女匆匆跑了过来。如何了？顾长生问道。家主等人，他们……顾长生皱着眉说：“他们被许家杀了。”顾长生浑身一抖，什么？啊！顾长生瞪大眼睛站起来，惊愕失色。是，顾家和许家不和。是，今天很可能会谈崩。但是他父亲、顾家家主等数位先帝去拜访许家谈事情，这种情况下，许家能动手杀人的，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了？这许家还要不要脸面？要不要威严了？这年头，那些魔门势力都不能做这种事情。假设某个宗门强者去魔门，双方是敌对势力，跟他们进行谈判，即使谈崩了，这魔教之人也不会把他们杀了的呀，最多杀2个不重要的人威慑一下。许风秋把他爹万年地族顾家家主都杀了，他疯了吗？混账许风秋！顾长生咬牙切齿，面目狰狞，吓得面前侍女浑身发抖。顾长生走过去，双手捏着侍女的肩膀，用力摇晃。为什么？许风秋，为什么？侍女吓得哭了出来，却不敢发出声音。顾长生捏着她的脖子，用力一掐，将其杀死，然后将其甩到地上，一脚一脚狠狠地踩踏着。许风秋，许风秋！顾长生仿佛将那侍女当成是许风秋在践踏他的尸体，发泄了很久。顾长生双眸血红地呼了一口气，他手一挥，将现场清理干净，赶紧离开少主阁。而这个消息也再次震动了九州。听说了吗？顾家家主顾方舟带着数位先帝去许家谈大婚之事，被许家当场全杀了。自是听说了，这许家许风秋简直是疯了。他们便不考虑后果是什么吗？这么多年来，即使是名门正派去魔教宗门，也不会发生这等事情啊，简直骇人听闻。这许家真就丝毫不顾及脸面吗？许家就任由许风秋胡来，这下好了，万年地族顾家与许家之战，许家能抗衡的了吗？直面实力，许家绝不是顾家对手，变数就在许风秋了。他许家敢这么做，那必然是有底气的。是啊，缥缈峰、药皇宗的前车之鉴摆在这里，就看这次许风秋能拿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手段了。药神山，宗主，这许风秋真是疯了。他许风秋毫无先帝之脸面就算了，这许家也胡来，人家顾家的人去他们许家谈事情，被杀了。宗主李百山点点头，这简直就是九州的搅屎棍。这样的一个人，毫无格局，毫无强者风度，他是怎么以势入道的？宗主，顾家这次，我要神山是否下场？李百山摇摇头，不必，顾家也不弱，让他们试试许风秋的手段，我倒要看看这次许风秋还有什么手段能对付顾家。许风秋所做之事过于逆天，但逆天之事本就是少之又少，同一个人短时间内不断行逆天之事，怎么可能呢？这许风秋几件事，搞得大家对于先帝和万年地族、黄极宗门的判断都出了问题。怎么先帝这种级别的势力，面对跟自己差不多的存在，能灭得如此简单，就仿佛是一个万年地族对寻常武者家族出手一般的简单。以前不能这样的啊！顾家大殿，顾家大殿，顾家家主顾方舟没了。此时此刻，暂时由顾家太上长老顾景和主持大局。大殿内，众人看着那些尸首，
面色沉重，愤怒。顾长生跪在那里，眼泪纵横。太上长老，宣战吧！这许家简直无法无天，我顾家去和他们谈长生与林青竹婚事，谈不拢就算了，竟然把家主他们杀了。此事必须让许家付出代价，引起九州之公愤。许家所作所为，魔门都不如，哪有这样的？他们简直是蔑视九州一切，更是蔑视我顾家。此番必要灭他许家，以立我顾家之名，为家主等人报仇。宣战吧！其实大殿内很多人面露愤怒，但听到宣战一事，他们眼神多多少少有些露怯。是，顾家确实强于许家，理论上打起来，虽然顾家要损失惨重，但许家必灭。可问题就出在许风秋的身上。这些日子许风秋太逆天了，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九重天神级宗门药神山都被许风秋给吓住了，难保许风秋还没有什么逆天的手段。若是有呢，那不就是用在他们顾家身上了？盟友们也没啥动静，因为他们其实也忌惮许风秋的，嘴上说着怎么样，关键是心里怎么想。许风秋他用一次次事实完成了大家认为的不可能。简单而言，许风秋把大家全部都震慑住了。那些气运之子、叶枫一类的，他们一路逆天而行，确实能让很多远超他实力的强大势力忌惮。但许风秋这种更夸张，再加上许风秋他真就不按常理出牌，没人能猜得透他的想法。关键以前也没人跟他一样疯狂啊，现在他杀了顾家人，他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吗？那他还敢杀，只能说明他不怕。所以顾家很多人心里面其实是忌惮的，总感觉要完犊子。而且顾家跟许家也是一样的，万年地族，大家血缘虽是顾家，可都隔了上百代了。其实有人也没那么在意顾方舟的死，没啥感情，更多的就是面子问题。太上长老眼中闪烁着怒火，咬紧牙关，不计代价让许家所有人以命祭家主等人亡魂。传我令，顾家集结，请老祖宗出山。是。另外开启顾家护宗大阵，以确保即使他还有断伤绝灵伞，无法飞入顾家之中。明白。集结后连夜攻打许家。嗨，太上长老，一位老者干咳一声站了起来。老夫认为连夜攻打过于着急了，如此大战稳妥起见，我等还是要准备一番，至少也是明日的事情。对啊，准备一番总没坏处的，我们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很显然他们挺慌的许风秋确实把他们震慑住了，感觉不好好准备一下还真不太行。挺多人站出来支持稍微准备一番。太上长老顾景和点点头，今夜准备一番，明日破晓攻打许家。是。许家，秋儿，以后咱做事别太冲动，你这冲动的把许家众人都吓到了。许天意无奈地看着许风秋说道，父亲，这才好嘛，自己的人都能被震慑到，更何况是其他势力呢？缥缈峰、药皇宗再加顾家一事，我想许家即使势力还不强，但在八重天估计没人敢轻易招惹了，剩下的我们快速发展即可。许天意，说回此事，为父随你放肆，唯一的底气就是你，说来确实有些荒唐了。能想到自己儿子肯定是得到莫大机缘了，但具体他不知道也不问。父亲放心，孩儿不打没把握的仗。那你的底气呢？真如世人猜测，还有逆天手段？许天意问。许风秋笑着摇摇头，哪有这么多逆天手段？孩儿能灭缥缈峰、药皇宗，还不逆天啊？还能怎么样？许天意一时间说不出来话了。孩儿手段虽然不怎么有了，但有底气，柳云烟便足够了。你与柳云烟关系达到如此程度了，甚至他愿为许家而战。许风秋拿出了一枚令牌，黑色令牌上写着一个沙字。许天意一惊，沙楼之主的沙楼令，他把此物给你了。以此令可召天下沙楼，他虽脱离沙楼，但此令还未使用过，依旧可用。如此召集沙楼，必可灭顾家。许家在八重天的根基，此战应当是稳了。许天一点点头，但许风秋眼眸闪烁着一抹金光，孩儿还有个想法，你说能否不战而屈人之兵呢？许天意，你要怎么做？许天意都要笑了，他怎么能生出这样一个臭小子的呢？他许天意基因有这么好？孩儿试一下，赌一手，许家暂且无需备战，一切如同寻常一般。孩儿先去了。许风秋随后离开了许家。深夜，而许风秋来到了顾家不远处。护宗大阵开启了吗？许风秋露出了一抹冷笑。他们怕了，怕了就对了。你们压力好大。许风秋嘴角微微一扬，随后许风秋身边出现了好几个一模一样的分身，而他本人则是悄悄隐匿前去。顾家，此时此刻
老祖宗等众人也是已经集结。于明日天一亮，他们便去攻打许家。大殿内，太上长老顾景和等人面色沉重。报讲，许家似乎毫无动静，仿佛无事发生。众人眉头紧皱，装神弄鬼，再探。是，又是一个身影急匆匆跑了进来。报讲，顾家外西方云层之上，发现可疑之人隐匿其中，疑似是许风秋。众人嘈乱了一下。安静。顾景和手一抹，眼前出现了一个虚空之上的画面，似乎是许风秋。呵，看来这许风秋还真有断伤绝灵伞，对药皇宗的伎俩还想在我顾家故技重施。无需担心，有护宗大阵在，断伤绝灵伞飘不进来的。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了强大的战斗动静。发生何事了？众人纷纷冲出大殿，却发现护宗大阵消失了。太上长老，那许风秋直冲过来，一众顾家之外守候的先帝没拦住，他以绝灵之手毁了护宗大阵的防御结界。众人瞳孔一缩，顾景和手一抹，那原本画面中的许风秋不见了。快，诸位快进秘境，躲避断伤绝灵。太上长老，进秘境怕是没用，总要出来的，一旦出来总要中毒的。顾景和眉头紧皱，速速从东方离开顾家，明日破晓，苍云城会合。是。众人迅速往东方疾驰而去，却发现那个方向许风秋站在虚空。他们瞳孔一缩，许风秋手对着空中一甩，小心断伤绝灵散，杀他许风秋。有人躲避，有人去攻击，然而却发现这只是许风秋的一个分身。换个方向，从南走。一群人纷纷往南方跑去，却发现许风秋的又一个分身也在这边撒出了断伤绝灵伞。从北边走，而北边同样也是如此。不必担心，释放力量将空中断伤绝灵散吹走。恐怖的威势冲了过去，先撤。顾家的强者四散而逃。没办法，药皇宗的前车之鉴他们看在眼里。他们怕断伤绝灵伞，他们虽然没见过，但是他们知道，万一这特马的不是断伤绝灵伞，是什么更加危险的东西呢？他们可不想沾染。一群人跑到了很远的位置。呼，太上长老，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等明天集结便可。一位强者看向顾景和问。应该是没有的，毕竟我们释放灵力把断伤绝灵散吹走了，只要不落在我们身上便没什么问题，不必担心。也是，老者点了点头，然后握紧拳头，满脸怨恨。这许风秋必死，他既然选择强行撒毒，反而代表他黔驴技穷了。这位老者名为顾平生，是顾方舟的父亲，顾长生的爷爷。自己儿子被杀，他肯定是最愤怒的啊。不只是许风秋，许家都不可放过，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太上长老顾景和眼眸微凝，顾景和看向顾平生道：“你去提前召集一下离开顾家的强者们。”也好，那我去了。顾平生疾驰而去。顾景和面色凝重，真没有中毒吗？他不知道，但是他清楚，断伤绝灵散一粒无法察觉的粉末，就能让一片范围内的人无形之间中毒。否则当时偌大的药皇宗不至于覆灭，而许风秋是用了4个分身，从4个方向撒断伤绝灵散。他离3个许风秋的分身如此之近，也仅仅是最后一次释放了灵力，将粉末冲飞出去。真的稳妥吗？总感觉他可能已经中招了。这怎么办啊？他是太上长老，先帝8阶的修为，今生还有望冲击至尊先帝的。如果他不小心中招了怎么办？那不是死定了？无法催动灵力，浑身瘫软无力，打起来的话跑都跑不了啊！真不行，真不能赌。顾景和眉头紧皱，他虽是顾家人，但也是万年之前的顾家人了。他在意的不过是顾家的颜面而已。顾方舟他见都没见过几面，平时他顾景和都是在修炼的，确实没啥感情。要不还是算了吧，不敢赌，留一条命在，等我冲击至尊先帝，再以一人之力去灭许家报仇也不是不行。对，顾家也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应当不至于会被别人误以为是贪生怕死的逃兵，况且还有严老他们在呢。顾家一共有4个先帝8阶，其中一个晋级到先帝9阶了，少他一个先帝8阶问题不大。若他们灭了许家，大不了他顾景和自伤，骗他们说是今夜被许家暗算，差点丢了性命，如此一来没什么问题了。对，就这么办。顾长生的爷爷顾平生找了一大圈，我勒个去，顾家的那些强者呢？他怎么没找到几个啊？都去哪里了？算了算了，反正明日破晓，苍云城集合，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顾平生沉吟道：“许风秋杀我儿顾家家主顾方舟，现在你的计划也失败了，我看你还能如何？”顾平生眼中闪烁着阴狠。
然后他拿出一张传音符一甩，爷爷，顾长生的声音传来。顾平生道：长生，你在顾家吗？顾长生：在，只是有些奇怪，爷爷，顾家的强者都去哪儿了？孙儿怎么没看到？顾平生道：这许风秋妄想故技重施，往我顾家撒断伤绝灵散，被及时发现，为了不中毒，我们先暂且离开顾家，明日破晓集结攻打许家。顾长生咬着牙问：为何不现在去攻打呢？顾平生：一来如此大战需要时间准备一下，二来意外发生，现在顾家强者四散在周边，命令也已经发出，破晓集结苍云城，无碍。是。顾平生道：你不必担心，顾家强者应当基本都在顾家四周，许家若动，第一时间全能回来，即使你们在顾家中的毒也无碍，这个毒不致命，此战你们没有作用，安安心心在顾家待着即可。是。孙儿明白了。顾家，顾长生待在少主峰，总感觉很怪，总感觉待在顾家不安全。顾家几乎所有先帝都出去了，很没安全感的。不行，保险起见，感觉需要先离开顾家。顾长生随后离开少主峰。大长老。顾长生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黑夜中回到了顾家。少主。大长老笑了笑，不是说诸位都暂且离开顾家了吗？大长老这是。大长老摸了摸胡子说道：还是需要有人在顾家镇守的，以防万一嘛。可万一现在顾家到处都是断伤绝灵散的话，大长老岂不是中毒了？还如何作战？啊，无碍，别忘了老夫可是8阶医师，帮不了其他人解毒，自己这些年的体质也已经算是百毒不侵了。顾长生点点头。长生，你这是要去？顾长生说道：我随便走走。不用担心，顾家人都在四周，并且派人盯着许家了，那边一有动作，第一时间能够全数赶来。是。大长老随后便走开了。他也不想回来的，但是他有一些珍贵的东西还留在顾家，中毒就中毒嘛，先把东西带走，溜一波。他明天可不打，万一他现在中毒了，明天不是死定了？少他一个先帝也没什么的。等顾家打赢了，他把自己弄伤，装作一副今夜被许家暗算的假象，所以才没能作战。顾家也不会怀疑什么的，他可不敢赌，总感觉已经中毒了，先溜再说。翌日破晓，已经有太多来自各方的强者，他们等着看顾家和许家的大战了。苍云城外，顾平生站在这里等待着，一个个身影也是来到了他的身边。但是不对啊，来了挺多人的，但是这也就是顾家强者的1/10啊。人呢？顾家的先帝9阶强者从虚空落下，看了一眼，怎么就20-30个先帝，还都是顾方舟这一脉比较亲近的。顾方舟的大哥、二哥、爷爷、太爷爷一类的。太上长老顾景和呢？他不是要主持战局的吗？去哪儿了？先帝9阶皱着眉，众人也是面面相觑。这都破晓了，大家总不能记错了吧？该来的呀，怎么就他们这点人啊？这要被许家推平的啊，更别说去打许家了。我问一下。顾长生的爷爷顾平生扔出一张传音符。爷爷。顾长生喊了一句。长生，有见到顾家的太上长老、大长老等人吗？顾平生问。顾长生现在不在顾家，他只能说道：昨夜倒是看到大长老还有一些宗门的先帝回宗门了。知道了。传音符消失，他们怎么会回宗门呢？他们就不怕中毒吗？总不能数百位先帝都回了吧？先帝9阶眉头紧皱，先去看看再说。另一边，太上长老顾景和已经跑远了，大概距离顾家300多公里的位置，身处一片江边。迎面他看到了江边一个似乎熟悉的身影正在钓鱼。严老。顾景和一愣，这严老是顾家的先帝8阶的其中一位，也是太上长老。那顾家严老浑身一抖，扭头看向顾景和，俩人瞬间都露出了尴尬的表情。景老，您不是应该主持顾家大局吗？严老问了一声。顾景和心虚的说道：啊，对，哎，嗨嗨，可嗨嗨。他赶紧咳嗽了几声，然后说道：这许风秋简直手段逆天，昨夜大家分开之后，本要今日破晓集结苍云城的，但许风秋带人围杀老夫，老夫身负重伤，一路逃窜于此，好不容易甩开了他们，嗨嗨。严老。严老这是？顾景和问了一声。嗨嗨，可嗨嗨。严老立马也咳嗽了起来。原来不只是老夫遭遇了此事，景老也遭遇了。嗨嗨。顾景和。这么说，严老也被许风秋带人追杀了？是，也是方巧跑到了这边，身负重伤，钓鱼，这不是老夫在钓，只是见无人便坐了一会儿，休养生息。严老也是无语了，他是担心中毒，保险起见还是先溜吧，反正少他一个先帝8阶，一样能灭许家。
到时候顾家赢了，就解释说被许风秋追杀，身负重伤；顾家输了的话，那也不能怪他。既然输了，他一个先帝八阶也扭转不了战局，对不对？就是如此。他先帝八阶可不能死。只是没想到，这个太上长老顾景和跟他竟然是一样的想法，这下尴尬了。少了2位先帝八阶，应该问题也不大，毕竟先帝9阶还在呢，而且还有1位先帝8阶呢。顾景和点点头，俩人其实心里面都相互明白。那老夫去养伤了，休养一会儿便赶紧去攻打许家。顾景和道：老夫也是，景老小心再遇到这许风秋的人。严老道：严老也是，这许风秋不简单啊。是的，告辞。顾家一群强者没敢进去，只敢在外面，毕竟他们担心顾家现在都是断伤绝灵散啊。而且很奇怪的是，他们用传音符联系那些人，一个个全部联系不到，怎么回事啊？他们派了一个人进去查看，其他一些各大宗门过来看戏的强者一个个摸不着头脑，这顾家干嘛呢？磨磨蹭蹭的，赶紧跟许家开战啊！很快那强者跑了出来，人呢？先帝9阶问，不知道，都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众人眉头紧皱，都不在，不是说回来了吗？回来干嘛的？那就算回来又出去了，也该集结的啊。顾平生一脸懵，这些人不会是跑了吧？不至于因为担心自己中了许风秋的毒跑了吧？是，顾家之外的那些强者，他们跑了其实是很正常的，只要他们不顾及自己的脸面和名声。这些强者都是看顾家强大，然后加入顾家的，类似于各个宗门的弟子，只是他们是强者，顾家给他们资源，给他们靠山，打起来他们出力就行了。这也是每个势力都需要的，因为任何一个势力，你靠自己家人终究不会太强的，都是需要吸纳人才的。这些人昨夜给了他们逃跑的机会，他们确实很容易跑，正常直接开打他们也没机会，或者也不敢跑，那他们跑了无所谓啊。顾家战力损失1截而已，怎么顾家那么多的强者也没了？太上长老负责主持大局的顾景和呢？严老呢？2个先帝8阶呢？不对，3个先帝8阶都没了，就剩下先帝9阶的这位老祖宗还在了。那先帝9阶嘴角抽搐了一下，卧槽，混蛋啊！你们3个先帝8阶都跑了，老子一个先帝9阶能逆天不成？老子不是人啊！这怎么办？这也打不了了啊！一群畜生啊！卧槽！那他这个顾家的先帝9阶肯定不能跑啊！他跑了，顾家不就彻底没了？这群人怎么能狠心到自己的家族都能抛弃的啊？这许风秋真就给他们那么大的威慑力？加入顾家的那些人跑了算了，自己顾家这些 BYD 也跑，自己家人不管的，这他妈不是笑话吗？不是，一个在50年前加入顾家的先帝一脸懵逼地看了一眼众人，都跑了，他为啥就没想到要跑呢？这群畜生啊！卧槽，顾家人都跑了这么多，他一个不是顾家人留在这里干嘛？就剩他一个小丑了，一群畜生，一群畜生啊！被别人骑在头上拉屎就算了，自己的脸自己也不要了。我顾家今日不论成败，也要成为大陆的笑柄了。顾平生咬牙切齿地说道。众人看向先帝9阶，老祖宗，这下如何是好啊？如此的话，我顾家打不过许家，更别说灭许家了。咔咔咔，先帝9阶握紧拳头，能怎么办？那些畜生联系不到了，传音符根本就不接的，那总不能说他们都被许风秋昨晚害了吧？不可能啊，都没什么动静的。可若是现在打起来，他这个先帝9阶能力挽狂澜吗？许家应该是没有先帝9阶的，可是有许风秋啊！操，他也很慌的好不好？不然昨晚也不会跟顾家人一起跑出去了。咋办？要不拼死一战吧？要为家主报仇，也要守护我顾家尊严和脸面啊！顾平生握紧拳头怒道：嗨，要我说，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明知是死，没必要以死明志啊！我们死了，那些懦夫们他们岂不是开心的很啊？有道理，真不能打，一旦打了，我们必死无疑。老祖宗，需要您主持大局了。那先帝9阶一咬牙，传我令，以最快速度将顾家资源收集起来，带顾家一脉者赶紧走，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日后再找许家报仇。听到这话，有些人心里是长舒了一口气，幸好这老祖宗不是特别执拗的人，不然他们都得死。他们随后赶紧冲进顾家，那些强者一个个挺猛的。什么情况？不是要打许家吗？人呢？你们集结啊，去攻打许家啊，还磨磨蹭蹭的干嘛呢？这些人
肯定是不知道顾家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他们还以为顾家的其他很多强者都在顾家里面呢。来人了！众人目光纷纷看向天边，一道大阵力量释放出来，一群身影出现在了顾家之外。许风秋，许家来了！又是一个大阵亮起。石家，是石家强者，他们竟然也来了。什么？他们反而来打顾家了？那是林将军吗？他跟顾家不应该算是亲家吗？而且林家跟许家关系不好的啊，他们为何会同仇敌忾？真是奇怪啊！林战副手站在那里，大喝一声：“顾家顾长生，老子是来退婚的！”顾长生虚伪至极，道貌岸然，堂堂顾家少主，有婚约在身，竟调戏许家侍女，出言卑劣至极。你顾长生配不上我家青竹！众人一惊。什么？林战副手站在那里，他也是通过许风秋知道了这件事情。林战也找到了小丽了解过了，包括许家大长老亲眼所见顾长生自残认错，刚好也给林战找了个退婚的理由。什么？这顾长生竟是如此之人？此事若是许家说出来的，倒不一定可信，但既然是林战将军亲口所说，大概率是真的，因为林家和许家不和啊，林家也没必要帮着许家污蔑顾长生。若真是如此，这顾长生堪称是道貌岸然之罪了。林叔叔，那林家撤吧。许风秋看着他说道。这个事情许风秋曝光出来，还真不一定有太大的说服力，刚好让林战说出不必，林家同战。林战道不必，足够了，林家倒也没有对顾家大开杀戒的绝对理由。许风秋道这够吗？林战皱了皱眉。许风秋一笑，够了，林叔叔放宽心。好，林家撤。林战带着人离开。石家家主13刀这时对着许天意抱了一拳。许家主，许少主，石家主，诸位幸会。许天意抱拳回应道，幸会，今日有幸携手许家一战，必让这顾家血流满地。说完13刀眼眸一凝，这顾方舟杀得好，疯了一样，我石家跟他们又没有什么大的恩怨，二话不说与我石家就是爆发大战，气煞我也。许风秋干咳了一声，这顾家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许风秋说道。许少主说的是。13刀说道，此番他们几乎是派出了石家所有的强者，还有2位先帝8阶的老祖宗，目的就是必要灭顾家。此战打完，他们石家与许家也算是交好了，其实某种意义上应该算是成为许家小弟了，但无所谓，他们现在很需要一个强大势力的庇护。许家虽然比他们石家强不了太多，但这一战之后，再加上之前许家要真正崛起了，不亏的。之所以13刀敢跟许家来灭顾家，因为许风秋拿出了杀楼令。13刀知道这一战还有沙楼相助，那顾家灭定了。许少主，沙楼强者呢？13刀问道。许风秋道，无需沙楼。啊！石家一众人愣住了。许风秋说道，顾家此番实力不足1成，你我还灭不了他们。这……石家众人对视了一眼，什么意思啊？为什么顾家实力不足之前1成？哦，昨晚事情他们听说了，断伤诀零散是吗？那也可以，如此我等倾尽全力。13刀说道。杀！许天意一声令下，2家强者直接冲进顾家。顾家的护宗大阵开启，被许风秋绝灵之手瞬间破掉。这看得13刀等10家人是心惊胆战的。这就是至尊谷赋予的力量吗？护宗大阵乃任何宗门万年地族的根本，直接就几乎无视了，把最强大的结界给破掉了。那些阵法又能困住多少人呢？许风秋他们冲进去了，外面看戏的那些强者一脸懵。不对啊，许风秋确实可以无视你顾家的护宗大阵，但是你顾家人呢？那么多强者呢？出来干架啊！这许家跟石家来的人也不能够灭了顾家吧？然而他们并没看到顾家强者出来，而是在顾家内部打了起来，这就很怪。明明有实力有强度，即使护宗大阵没了，为什么能让他们冲进顾家内部去？顾家人都在吃屎吗？许家和石家冲进去，这顾家根本就挡不住，给我杀！顾平生怒吼一声，然而扭头一看，顾家人根本毫无战意，他们甚至不惜想趁着有点时间多拿走一些顾家的万年底蕴，因为他们知道打下去没有任何的意义，平添牺牲。这场大战到现在为止已经毫无悬念了，顾家必败，不如保全自己的性命为好。顾平生愣在了原地，为什么会这样？老祖宗！顾平生又是大喊一声，放肆！先帝9阶之威拔天而起，瞬间震慑数百先帝。你们还有没有强者之尊了？还讲不讲道理了？
先帝九阶怒吼一声，许风秋站在虚空，负手大笑一声，讲道理，哈哈，我许风秋从不讲道理，真当我顾家无人吗？一剑平天下，一剑斩苍生，九剑定江山。先帝九阶不愧是巅峰级的存在，比许风秋想象中的要夸张多了，毫不夸张。这先帝九阶一个人，正常情况下搞不好真能把许家100先帝都灭了，但没办法，许风秋有挂。诸位小心！看着那恐怖的画面，诸多先帝顿时感觉自己要窒息了。死！顾家老祖宗9剑合一，根本无人敢挡，仿佛被这恐怖威势蹭到一下就要陨落。而许风秋直接带着先帝之威冲过去，哥们有挂，反弹卡。接下来的30秒内，所受到的一切攻击都将原封不动返还给攻击者，消耗系统值10万，每天可用1次。秋儿见状，许天意一惊，虽然感觉自己这儿子肯定有底气，但真的很担心啊。今日老夫一人足以灭你许10两家。许风秋，你敢挡我，老夫先杀你！先帝9阶怒吼一声，不对，老祖宗小心，这许风秋有诈！顾平生大吼一声，因为他突然想起来，之前药皇宗缥缈峰的强者也是攻击许风秋，却自己受了伤，而现在明知是死，许风秋竟然还很反常的冲了上去，这不诡异吗？但顾家老祖宗这一招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恐怖的剑影将许风秋瞬间吞没。然而那先帝9阶却一口鲜血喷出，飞了出去。这许天意也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他也是第一次亲眼所见，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某种斗转星移、扭转乾坤的功法，但能把先帝9阶的攻击都扭转到他自身，是不是不太合理？老祖宗见到这一幕，顾平生大吼，完了，老祖宗都出事了，还怎么打？许少主神威，13刀惊喜不已，这许风秋，这许家，他跟对了。虽然他也不太明白顾家的人哪去了，但现在顾家无力回天了。许风秋破尘埃而出，杀！顾家之人四处逃窜，偌大的顾家被许家和石家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而顾家残余的一些人，他们尽自己所能将自己的后代妻女带走。啊！那些看戏的各大势力强者瞠目结舌，不敢置信地看着顾家之中正在清扫战场的许家和石家人，而顾家人死的死，跑的跑，顾家万年底蕴直接扔在这里了。不是，为什么这么潦草，如此轻易？这答的是什么？这顾家在干嘛？顾家强着呢，怎么就那么一些先帝在对抗许家和石家，甚至其中还有半数打都不打直接跑了？顾家那么多强者哪去了？到底发生什么了？这万年地族、万年底蕴就如此让许家拿走了？怪事，真是怪事啊！这许风秋到底有什么通天的手段啊？顾家万年底蕴，他们大概只来得及拿走1成，包括几件顶级的圣器带走了，但不重要了，其他的也足够多了。天谴诀之下，顾家一些强者的力量被许风秋所吸收，修为提升又是不止10年，总感觉用不了多久，他要先帝4阶了啊！先帝能提升的这么快的，这确实离谱了。一把火将顾家烧了起来，许家与石家不费吹灰之力，带着无数资源凯旋而归。顾家太上长老顾景和也是来到了顾家100多公里外的一座城内，他需要知道现在顾家和许家到底什么情况了。走进城内，果不其然，几乎所有人全部在聊这件事。徐少主简直是逆天之能，一举一动皆是逆天之举，那么强的顾家说没就没了。顾景和啊，没了。不对啊，这才过了多么一会儿啊，少他一个顾景和，少一个严老，2个先帝8阶而已，就能这么没了，不至于吧？怎么说，顾家这些年也是如日中天啊，即使是近100年才真正崛起，但也足够强了。老祖宗甚至晋级先帝9阶，整个8重天我都没听说过有几个先帝9阶就这么没了。听说顾家突然没人了，就剩下寥寥强者，还不是那些成名已久的强者，你说怎么挡得住许家和石家联手？顾景和，几位，这顾家先帝如此之多，人哪去了？顾景和凑过去赶忙问道。一老者道，这谁知道啊，但确实是如此，留下来的不足顾家1成战力，您说他们怎么与许家、石家一战？顾景和啊，都跑光了。不是，他本以为也就是他跟严老跑了，全特喵的跑了，全跟他一样的想法。卧槽，一群懦夫啊！顾家就这么没了啊！咔咔咔，顾景和握紧拳头离开城中。许风秋，他咬牙切齿，直到现在
他身上还没有中毒的迹象，再加上顾家人都跑光了这个情况，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这是许风秋设的局，许风秋有算到他们会因为忌惮从而产生畏惧，会有人出头。或许许风秋也没想到顾家会可笑到如此程度，他顾景和也没想到，但他知道自己堂堂先帝八阶都逃了，其他人有这样的机会怎能不跑啊？他们堂堂万年帝族，一群千年万年级别的老家伙，被一个28岁的许风秋给骗得团团转。他许风秋根本没有断伤绝零散，他只不过是来顾家周围演了个戏，就把他们给吓成这个样子。混账，混账啊！顾景和咬牙切齿，不行，他需要报仇。顾家底蕴虽没了，但顾家根基还在，包括他在内，还有3位先帝八阶，还有大量出逃的先帝，加起来这份战力还是极其夸张的。必须将大家集结起来，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老年穷。顾景和眼眸闪烁着阴狠。丁，顾家元气大伤，顾长生天命值减200万，你的系统值加2000万。许风秋脑海中系统提示传来，顾家虽然没了，但顾家人还在，还有3位先帝八阶，其他天道先帝更是还有一些，他们全部出逃了，所以顾家不算灭。这顾长生天命值剩余300万，还是一个3阶气运之子。此战其实出动沙楼，顾家可灭，但他认为柳云烟这个人情会有更大的作用。他的这个计划能实现得如此成功，许风秋已经很是满足。至于顾家之根，还有机会，暂且许风秋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了。许风秋返回许家，林战带着人在许家等候着。林叔叔，许风秋抱了一拳。林战走到了许风秋面前，用力地拍着他的肩膀。好小子，真应了那句话，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我林战欠你和你许家一个大人情，不然我林战真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了。那怎么还啊？许天一副手带着笑意走了过来。一边去啊，我跟秋儿说话，关你什么事？一码归一码，我跟你的事还没完哈。林战咬着牙。许天一笑了笑，求我办事，事情办完了，就这个态度是吧？行，秋儿，青竹你看着欺负，为父不管，他林战也管不了。林战，我踏马这暴脾气。林战直接冲向许天一。许风秋也是笑了笑，目光看向林青竹。林青竹对着许风秋微微欠了一身，在他眼里，许风秋真的堪称人间第一流了。定，林青竹对你的好感加5，当前好感50，让许公子受累了。林青竹小声说道。那回少主阁给本帝捏捏肩膀捏捏腿。是。顾长生很难受，他自然也得到了顾家被灭的消息。他堂堂高贵的顾家少主，一夜之间现在无家可归了，他成了丧家之犬。哈哈，许风秋略施小计，他一个顾家没了。关键是他的事情果真还是被许风秋给爆出来了。他顾长生现在是名誉扫地，世人都知道他是多么道貌岸然之人了。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啊！顾长生愤怒至极，一张传音符飞了出来。老祖宗！顾长生悲泣一声。顾景和声音传来，长生你没事吧？顾长生，长生没事，及时出逃了。顾景和道，多的话老夫也不说了，顾家没了，但顾家根基还在，此事我等确实成了大陆笑柄，但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你直接去万剑宗，我们在万剑宗会合。是。顾长生握紧拳头。许风秋，你以为老子完了？还没有，这才哪到哪，咱们山水有相逢。顾家一事经过几日的发酵，不仅是再次震动九州，更是成为了九州第一大笑柄。堂堂顶级宗门被许风秋吓得屁滚尿流，丢盔弃甲，就这么无了，简直贻笑大方。许风秋和许家俨然以一种势不可挡之势，在八重天正式崛起。万剑宗，万剑宗乃八重天皇级势力，已经不在圣瑶帝国了，而是在北冥帝国境内。其实力与巅峰顾家差不太多，但毕竟是宗门，兴许要强不一些。顾家与万剑宗的关系倒是挺亲密的。顾长生的母亲是万剑宗一位举足轻重的存在，只不过已经不在世了。顾家这一战，万剑宗离得太远，再加上牵扯颇多，又相信顾家不会出问题，所以也没出手。顾长生不远万里，终于奔赴到了北冥帝国。这一路倒也狼狈至极。顾长生来到了一座城内。听说了吗？许风秋只是略施小计，堂堂顾家吓得屁滚尿流，一群顶级强者连夜出逃，导致许家、顾家一战，顾家根本毫无反抗之力。这顾家简直是贻笑大方，怎么说也是八重天圣瑶帝国内的一大顶级存在，竟然全是一群懦夫，哈哈，可笑！这么多年，这是我听说过的
最可笑的一件事情，一个偌大的顾家，那么多强者被吓成这样，这也是许风秋厉害之处啊！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把顾家连根拔起，真是个鬼才！真想见识见识这许风秋到底是何地尊。他的诗我拜读了，只能说无与伦比。这顾长生的才华在许风秋面前不值一提了。林仙子都成许风秋侍女了，顾长生算什么？哈哈，这顾长生也是贻笑大方了，自己的未婚妻成了别人的侍女，然后别人把他顾家灭了，估计过不了多久，林仙子或许我们就要称之为林夫人了。这顾长生更是一个道貌岸然之人，没想到如此虚伪。顾长生，不一会儿，一人家院内，调侃顾长生的一个人哼着曲儿走了回来。父亲，母亲。他瞪大眼睛看着横在院中自己一家人的尸体。顾长生坐在那儿，扭头看向他，捏嗖。顾长生闪烁过来，捏住了他的脖子，露出一抹阴狠。林夫人是吧？本少在许风秋面前不值一提是吧？本少道貌岸然是吧？用不了多久，我要让他许风秋血债血偿，而你先下去等许风秋吧。咔嚓！万剑宗作为强者，肯定是看不起顾家这群人的行为。明明顾家比许家纸面实力要强，这一个个先帝竟然被许风秋略施小计，吓破了胆。堂堂顾家一夜之间跑没人了，简直贻笑大方，还说许家不讲武德。这顾家也是懦弱的很，先帝八阶都跑了，可笑至极。而现在这群丧家之犬竟然要来他们万剑宗。诸位，万剑宗宗主剑昭云看了一眼大殿众人，道：一会儿顾家的众人便来我万剑宗了。万剑宗一共13封，本宗主决定将剑道封留给他们顾家修养，可有异议？宗主，一位老者站起身。万剑宗与顾家关系老夫明白，可现如今顾家沦为大陆笑柄，前来的这些人个个甚至是连自己家族都能背叛的存在，不妥啊。是啊，宗主，这群人因为害怕连家族都能抛弃，来我万剑宗，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并且顾家之人如同丧家之犬，更是沦为全大陆的笑柄，我万剑宗收留他们，岂不是也要被大陆耻笑啊？剑朝云道：诸位，世人皆知万剑宗与顾家的关系，剑问心、顾方舟之妻是我万剑宗之人，这层关系摆在这里，我万剑宗不收留他们，更是会被耻笑为无情无义之宗门。一位老者点点头，宗主说的也是，于情于理，我们也要收留顾家的。且顾家虽灭，根基尚在，3位先帝8阶，还有诸多强者加入我万剑宗，也是充实了万剑宗之实力啊。如此一来，我万剑宗也是北冥帝国超一流的皇级宗门了。也有道理，如此多的强者加入万剑宗，对我们好处也是不少的，给他们一封。剑朝云看向大家道：诸位放心，这顾家也是被许风秋给唬住了，才发生了如此滑稽的事情，他们也没想到会如此，但本质上算是一家人，倒不必担心对我万剑宗之威胁。况且这许风秋在一重天叶枫叶家杀了九剑宗的宗主剑无难，谁不知九剑宗是我万剑宗的附属宗门，这剑无难是我剑家血脉，这个仇我万剑宗是不会忘的。众人点点头。宗主，这顾长生道貌岸然，也要收留吗？剑昭云：顾长生道貌岸然，诸位确定吗？凭一人之词，有谁看到了？许风秋，他许风秋是顾家敌人，许风秋告诉林战的话，那就是真的了。林家不过是知道许家的手段了，知道顾家的结局，便不愿将林青竹嫁给顾长生，所以才配合许家污蔑顾长生，如此简单，诸位看不出来？众人点点头，似乎也是这样的道理。剑昭云站起身：他们来了，诸位迎接。是。顾景和、顾长生、严老等大量顾家之人也是来到了万剑宗，有些弟子们对他们指指点点，但不管怎么说，这顾家的丧家之犬还是很多的，他们还算是一个皇级势力，毕竟还有3个先帝8阶呢。他们若是想，其实还能轻松灭掉一个不错的宗门，取而代之，但他们也是不想再有牺牲，索性暂时加入万剑宗。剑昭云对着他们抱了一拳：诸位，顾家之事我等听说了。顾景和叹了一口气：丢人啊，老夫一世英名荡然无存了。众顾家之人也是低着头，本来他们都是一样的想法，少我一个，无足轻重，没想到全都是这个想法，导致顾家许家一战，顾家直接没人了。他们也很懵逼的。之后顾家被灭，顾景和联系到了他们，既然大家都是一类货色，那也没啥可丢人的，那就集结吧，总比自己一个人好吧。然后他们集结到了万剑宗。剑朝云道：都是那许风秋的阴谋诡计，此事不必再提。大殿内已为诸位准备好了接风宴，请。多谢剑宗主，多谢万剑宗的诸位了。顾景和众人抱了一拳：长生哥哥。一个靓丽的身影跑了过来，顾长生看着他，
露出了一抹微笑。雪琪妹妹，见雪琪，宗主见朝云之女，年仅22岁，也是即将冲击神皇境，天赋卓越，炼气境、炼体境、明窍境、神通境、玄天境、玄王境、法则境、领域境、神海境、天尊境、神皇境、天道境，每个境界1到10阶，破天道则为先帝。一直对顾长生很有好感，长得英俊又有才华，天赋又高，人品也好，当代同辈之中更是佼佼，一度是他仰望的存在。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来。剑朝云看了一眼自己女儿和顾长生，其实他对顾长生印象还是特别好。万剑宗虽然确实挺有名，也不弱，但万剑宗没有一个类似于顾长生这样大陆有名顶尖的天才，差了一截呢。对于顾长生的一些谣言，他是不信的，那不过是许家造谣。长生哥哥，以后把万剑宗当成是自己的家，见雪琪道。多谢雪琪妹妹。哎，顾长生叹息了一声。长生哥哥不必理会一时的得失。顾长生点点头，道理我懂，只是，见雪琪道。雪琪相信长生哥哥是被污蔑的。真的吗？雪琪妹妹信我吗？见雪琪点点头。不只是雪琪，很多人都相信长生哥哥是被污蔑的。长生哥哥怎么可能去调戏一个侍女？他许家不过是随意造谣，许家为何不敢说长生哥哥调戏外人，却只敢说调戏他许家人呢？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一言之词。是啊，这许风秋真是个阴险小人。不说了，雪琪妹妹能相信我，便是长生之幸，以后还要雪琪妹妹多多照顾。长生哥哥请。许家少主阁。此时此刻，许风秋坐在院子里，林青竹和小黎一个给他捏着肩膀，一个蹲在那里给许风秋捏着腿，自在得很。青竹，在上面点。许风秋闭着眼睛道了一句。是。林青竹蹲在那儿，捏腿的手往上移了移。再往上点。林青竹俏脸微微一红。再往上就太近了。是。捏着肩膀的小黎也是羞红了脸。少主这不是欺负青竹姐姐吗？林青竹倒还好，性格原因，即使可能是下一代圣耀帝国女帝，她也并不会有任何高人一等的想法。做许风秋侍女，反而她还挺适应的。关键她50的好感了，50的好感是一个分水岭，40是暗生情愫，而50便达到了倾心。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表白了，不考虑其他一些因素，是可以在一起了的，也很正常。原本林青竹对许风秋就有不小的好感，很仰慕，再加上有滤镜的存在，许风秋又如此霸气，只是因为他一纸婚书的事，直接对顾家动手，任何女生都不可能毫无波澜吧。关键他真的也算是躲过了一劫吧。本以为顾长生是个还不错的人，谁能知道竟是如此道貌岸然之人。许风秋也已经获得了林青竹40好感的奖励，奖励为大道天命书。大道天命书共有8页，每一页可对应一道，可将每一页所蕴含的道传输给气运之子，让其立即入道，并获得大道的所有力量。每赠予一人大道，宿主均可获得其相同大道力量。每个武者想要晋级先帝，必须先悟道，这是前提。大道3000皆可入道，但这大道天命书相当于是可以让目标提前入道，等同于提前已示入道的意思。修为飙升，直接获得属于他的道的力量、神通、功法等等。也就是说，许风秋可以让8个人直接入道。那么很显然，这8个人会成为他的心腹，他想要发展势力的中流砥柱。同时，他们的道所获得的力量，许风秋自己也能得到。楚然可给他一道。林青竹需要吗？似乎并不需要。小黎呢？许风秋认为小黎的道一定会比这大道天命书中的大道要强，但可以白的一道吧。许风秋大概看了一眼，第1页大道者无，道为审判之道。第2页天魔道。第3页这东西未来用。许天意走了过来，看到了这一幕。嗨。许天意干咳了一声，林青竹赶紧站了起来。许前辈，家主。许风秋也是站起身。父亲。青竹啊，还习惯吗？许天意问了一声。林青竹给许天意倒了一杯茶，说道：青竹一切都还习惯，委屈你了。不委屈，这是青竹应该做的，况且能在许公子身边读到一些惊为天人的诗句，收获颇多。许天意看了一眼许风秋，说来也怪，自己这儿子怎么会如此有才华的呢？这小子还是比较像我的，才华这一点继承了颇多。许风秋嘴角抽搐了一下。许风秋问：那不知父亲有何作品啊？许天意：嗨，为父这一生最好的作品便是你。嗨。
许风秋干咳一声，小黎和林青竹也是露出一抹微笑。没觉得这句话很感动，很有意境吗？许天意看向三人问了一声。许前辈说的是。林青竹连连点头。小黎也是点头。许风秋道：你们先去忙吧。是。青竹告退。小黎告退。许天意抿了一口茶。你要是喜欢青竹丫头的话，我今日就去林家提亲了。许天意：你要是喜欢青竹丫头的话，我今日就去林家提亲了。许天意作为前辈，男人的心思他太了解了。林青竹，仙子榜前10，名扬九州，如此有才华又有气质的女子，谁不喜欢？确实优秀。他许天意都不好意思让林青竹当自己儿子的侍女了，总感觉太委屈了人家。那不如成亲嘛，挺好的。未来的圣瑶帝国女帝，甚至有可能成为第3个以诗入道的存在。父亲，这未来圣瑶帝国的女帝，您觉得女帝陛下会同意吗？许风秋说道。不同意。那女帝陛下主动让她来做你侍女。许风秋道。至少短期内不可能，那不如先考虑考虑凤凰台圣女。嗨。许天意又是咳嗽了一声，这小子还没忘呢。怎么，最让你倾心的还是洛琉璃？许风秋道。都倾心。混蛋小子。许天意忍不住笑出了声。看你自己本事吧，你的婚事为父不干涉了。那小黎呢？许风秋道。暂且孩儿先不考虑这些吧，大业为重。这不成亲，你们如何更进一步呢？许风秋愣了一下。谁说不成亲就不能更进一步了？啊，是吗？能这样吗？你可别逼迫女孩子家，清白对姑娘家无比重要，你可别做对不起人家的事情。许风秋，孩儿明白，孩儿明白。许天意话锋一转，顾家加入万剑宗，听说了吧？许风秋点点头。你怎么想的？许风秋道。不足为虑。其一，这万剑宗毫无理由来打许家，他们更是不敢也不愿。其二，万剑宗于情收留顾家，并想借顾家如此多强者之手强大自身。我听说顾家一加入万剑宗，万剑宗便开始对天炎宗动手了。对，有顾家强者相助，3位仙帝8阶，数位天道仙帝，天炎宗挡不住。这顾家出入万剑宗也需要这一战表明他们的态度，只怕他们崛起了。顾家万年底蕴虽没了，但强者还在，这些强者联合起来的战力还是一个皇级势力。许风秋，再怎么崛起，我也有办法治他们，只是如果能以最低的成本，那自然就不必大动干戈。许风秋的目标并不是顾家，只是一个顾长生，为了完成任务而已。当然了，现在是彻底撕破脸了，顾家能灭，自然要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过暂且的目标是顾长生一个，之后再说。许天意道。虽然许家名声似乎不太好，但这几日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强者络绎不绝地加入许家，仅仅7日时间便有数十位仙帝加入，天道更是多达近100位，倒也奇怪。九州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世界，名声是很重要的。无数的强者，强大的宗门或势力，他们可以不在乎很多人的死活，但是他们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许家反其道而行之，理论上是要被世人所唾弃的。即使你许家现在如日中天，但很多人考虑自己加入许家的名声会不好，即使想加入也很是纠结。但奇怪的点就在这，反而很多强者主动拜访许家，加入许家。而对于许风秋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一部分十分恼怒，认为许风秋和许家的诸多做法，那就是违背道义，不讲武德，毫无强者风范。但有些人就是觉得没问题啊，这有什么问题？不惧人言，这才是洒脱，这才是真性情。甚至因为这件事情，有些强者还吵起来了，包括一些普通的武者，各大宗门的弟子，反感得很反感，而崇拜许风秋的无比崇拜。许风秋说道，这些加入的强者，父亲还是要注意一些的。之前药皇宗加入到许家的那些人，父亲也一并好好安排一番吧。此事你就不必操心了，好生歇歇。许天意随后便走开了。许风秋成长了，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许风秋摩挲着下巴，顾长生剩余300万天命值，毕竟他顾家势力还在，这300万天命值挺大一部分来自于顾家人的。为什么许风秋没有对顾家赶尽杀绝呢？其实一部分原因是许风秋觉得出动沙楼或者用出其他手段不值得，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顾长生的底牌。根据他的生平，许风秋知道他体内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赋予了顾长生100多万天命值的价值。要知道，这股力量还未觉醒，却赋予了他100多万天命值。若是觉醒，顾长生现在300万的天命值还会飙升一波。
等那个时候再斩他这道机缘，赚发了。许风秋很需要系统值，不只是他依赖系统商城内的东西，他想要兑换价值3亿系统值的复活币。复活币若目标肉身完整，即使已无灵魂，也可将其复生。消耗系统值3亿，终生可兑换一次。他想复活他的母亲，3亿系统值他用了不少，但现在也已经攒了5000万了。3亿意味着他若不计算额外奖励的系统值，他要降低气运之子3000万的天命值。一个顾长生他才不到700万，但好在获得系统值不只是这个方法，不会太久。虽然我不知晓当年具体情况，但许家有万年寒冰种，我想母亲的肉身应该被父亲完好的保存在那儿。没错，自己母亲怎么死的，发生什么了，许风秋也不知道。许天一只告诉了他，他的母亲陨落了。他刨根问底也没问出什么结果，但原主算是比较懂事，他看出了许天意的痛苦，他也没怪许天意为何不告诉他真相，或许只是时机不够吧。时间一晃，1个月便这么过去了。这1个月许风秋没做什么事情，所以九州还是比较安定的。期间许风秋在秘境修炼了一些时间，剩下的就是和小离、林青竹腻歪。深夜，一袭白衫的许风秋坐在少主阁的悬崖边，身边放着一壶仙子醉。天上下起了大雪，许风秋举起一杯酒对着天空，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穿越到了这个世界，上来就是如此局面，谁不想逍遥天下，快意江湖？但许风秋知道，这才哪到哪，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八荒，许风秋沉吟了一声。这个月他查了许多的古籍，均没有对八荒的记载，但许风秋很明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的，离千雪便是来自于那里，所以他这个先帝3阶差得远，需要加快进度了。这1个月加入许家的强者倒是不少，这1个月他和林青竹相处颇多，但这好感提升已经变得很难了。小离达到了59，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林青竹差点没能从他房间里出去，但许风秋生怕操之过急，反而降低了他的好感，放了他一马。倒也该让青竹回去了，但是没了仙人卡，他入道还是有些难了。背后林青竹的身影走了过来，在风雪之中看着崖边的那个身影，林青竹的内心微微颤动。世人皆知许公子手段逆天，但谁又知他背负着多大的重担呢？稍有不慎，许公子许家便万劫不复。他伸出手，一件衣裳出现在掌心，随之走了过去。许公子，林青竹将衣服披在许风秋的身上，怎么不去修炼，反而出来了？许风秋问了一声。林青竹坐在了许风秋的身边，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对着许风秋敬酒。倒也是难得一见的美景，与许公子淋雪饮酒，也别有一番滋味。许风秋一笑，与他一碰，随后一饮而尽。林青竹掩面也是饮下，他的目光看到了远处一座山巅，似乎也有2人在对酌。今年的雪晚了1月才来。许风秋感慨了一声。许公子对此记得如此清晰。许风秋道：我记得当父亲与我说母亲离去之时，是那1年大雪方至之日。抱歉。许风秋摆摆手。无碍。林青竹看向远处山巅，怪不得我父亲与许前辈也在雪下对酌。许公子，安前辈他究竟是为何？许风秋摇摇头。这件事父亲甚至也没有对我说起过，应当有他的苦衷。青竹只知道我父亲与令尊当年一同追求安前辈，之后便因此事与许家断了联系。许风秋一笑，你看他们2人的样子，虽有隔阂，却又无比心系对方。林叔也不是那般小肚鸡肠之人，这其中还是有我不得知的原因。但现在他们2人应当解开了些许心结吧，至少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了。许公子也莫要一人承担太多。许风秋摇摇头，这世上奇人太多，我若不多做些什么，太容易被他人超越了。林青竹则是摇摇头，伸出手看着鹅毛大雪落在掌心融化。很喜欢许公子的一句诗：须知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林青竹看向许风秋，第一次见到许公子这句诗，便知许公子的凌云之志。第一流，倘若我成为了这人间第一流，却是脚踩万人之雪呢？在青竹眼中，即使许公子堕入魔道，也是白衣依旧。许风秋目光看向他，2人距离很近。然后许风秋又看向远处的风景，伸出手轻揽住林青竹的腰肢。林青竹娇躯微微一颤，大雪之下，他的脑袋缓缓地靠在了许风秋的肩膀。翌日，许风秋从房间里醒来，操，喝多了。他晃了晃头，然后催动灵力化去酒劲。呀，一看好感，林青竹从54到了58了。许风秋回忆了一下，哦，想起来了，昨晚他们俩倒是说了许许多多的心里话，他都依偎在自己的肩膀之上了。
当时许风秋没啥别的想法，就是喝酒聊天，再然后就喝多了，也是这么久以来少有的一次很放松。桌上有一杯水，杯下有一张纸，上面有一行字迹唯美的话：除却君身三重雪，天下谁人配白衣。许风秋露出了一抹笑意，这女人真让人不得不动心啊。许风秋走了出去，林青竹也从自己房间里走了出来。昨夜他与许风秋雪下交心，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忍住靠在了许风秋的肩上。当时觉得好像还行，但是现在一想，好丢人，好羞人，他怎么就如此不矜持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那种感觉好像真的很不错。越想，林青竹小脸越是有些滚烫。哎呀，他忍不住对着地上轻轻跺了一下脚，娇嗔一下。越想越羞涩，一抬头他又看到了走出房间的许风秋。远远地看着许风秋的身影，一抹姑娘的羞涩涌上心头。林青竹下意识地想扭头往回走。怎么不想见到本地？许风秋的声音传来。林青竹露出一抹羞意，转身走向许风秋，微微欠了一身。青竹，给许公子请安。坐。许风秋道。林青竹替许风秋倒了一杯茶，然后坐在他的面前。总感觉气氛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昨夜你又隐隐入道了。许风秋道。林青竹面色诧异，青竹倒是又没有注意到，2次险些入道，你应该差得不远了。多谢许公子，应当是昨夜许公子酒后几句诗让青竹惊艳不已。昨夜我酒后喝多，没乱说什么吧？许风秋问。林青竹，他俏脸一红。昨夜许风秋喝多后说了一句：青竹你好香，差点吻了他。若不是许风秋嘴唇凑过来，刚好醉过去了，一脑袋埋在了他的胸口，林青竹可能差点要沦陷了。没，林青竹赶忙道。许风秋探知了一下他的心声，干，昨天他怎么就喝多了？他还是有点正人君子了，他应该装作喝多了，悄悄把酒劲散去，然后趁机做点什么的。他竟然真的喝多了，嗨嗨，那就好，今夜崖边本地在等你。不要了吧？林青竹婉拒道，他真怕再去，清白就没了。这时林战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身后跟着一脸得意的许天意。林青竹行了一礼，父亲，许叔。什么许叔？最多叫声许前辈就行了。走，跟我走。林战一脸不爽，情绪激动到了一声啊。林青竹一脸疑惑，家中有事，秋儿，我就带青竹先回去了，改日再来拜访。林战带着林青竹就走了。许风秋也是一头雾水，哈哈，林兄，青竹慢走啊，早日过来。许天意语气之中满是得瑟。父亲，怎么？许风秋好奇地问了一句。哈哈，许天意控制不住地大笑一声。好小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夜你和青竹做了什么。许风秋愣了一下，他们确实隔山相望，很远，具体看不清，只能看到人影。哈哈，你不知道，昨晚我与林战喝多了，他扭头一看，对面青竹依偎在你的肩上，你搂着他的腰肢，他就瞬间就醒了。哈哈，哎呦畅快，他那个表情实在是畅快。哈哈，那林叔不过来阻止啊？许风秋问。要来的，被老子拦住了，打到了现在。这不，看到这天亮了，才把他放过来。许风秋，不错不错，青竹这丫头，为父还是很喜欢的。哈哈，畅快。许天意拍了拍许风秋的肩膀，本来担心你欺负人家，但若你二人两情相悦的话，那一切都无所谓了。林战带着林青竹返回林家。父亲，发生何事了？林青竹问道。青竹啊青竹，哎。林战叹息了一声，然后停下脚步看向林青竹。你当真对着许风秋倾心了？林青竹一时语塞。林战情绪激动地说道。是，他许风秋确实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他也确实天赋卓越，才华横溢，更是青年才俊，前途无量，逆天之子。但是你怎么会唯独对他倾心呢？林青竹，父亲，您要不要看看说的是什么话？这样的一个男儿，谁能轻易不动心呢？父亲，许公子他确实很优秀，但他是许风秋啊。林战情绪激动道。林青竹，你是没看到昨晚那个许天意得意的表情，老子一口血差点吐出来了。为何？你不要说昨夜依偎在许风秋肩上的是其他女子。林青竹，林战撅着嘴往前靠，一副接吻的模样，声情并茂激动道。他都跟你凑得那么近，是不是接吻了？老子跟他抢不过女人，还要让自己女儿倒贴。林青竹赶忙跪下。父亲，青竹并未，没有此事。林战眼睛一亮。没有，昨夜女儿只是与许公子彻夜长谈，
后来他喝醉了，女儿把他扶回房间，林战赶紧把林青竹扶了起来，然后大笑一声：“没有就好，没有就好，这许天意嘚瑟什么？我呸！”然后林战拍了拍林青竹肩膀：“女儿啊，亲亲他许风秋没问题，他确实优秀，比你爹，比他许天意，比这天下青年才俊都要优秀。但是咱们女孩子家的，咱不能倒贴对吧？”啊！林青竹小嘴微张，疑惑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林战道：“你回去吧，记住不要倒贴，等他许天意找我求照提亲，那个时候咱再同意，那意义就不一样了，对吧？”是。等等，先回家几日，你现在回去，他们该以为是你一意孤行要去倒贴了。先随魏父回家，看到那个许天意得意嘴脸，老子就来气。是。圣尧帝语。圣尧女帝高贵地坐在后花园。这许风秋不仅有才，也有谋略，手段逆天，也是个鬼才，倒还真有可能助本地稳住局势。圣尧女帝沉吟一声，说来也确实有些无奈。打下这圣尧帝国皇室，成就地位，她花了不少的努力，但终究是一介女辈，再加上根基不稳。皇室虽强，可她却从未能够真正掌控全部皇室强者。她势单力薄，这些年她尝试过很多努力，效果自是有的，但真正到了大战之时，圣尧帝国内会出手助她的势力又有多少？应当不多。毕竟所有人都会审时度势，她倒也不是多么喜欢权，只是她有些事情一定要做，有些心愿一定要了，有些仇一定要报，那么她手中便一定要有势力才能去做。林青竹走了过来，青竹拜见女帝陛下。圣尧女帝点点头，回来了，在许家可会委屈？林青竹摇摇头，青竹不委屈，许家对青竹很好，许公子也是，小黎妹妹很美，特别好，有时候能跟小黎妹妹聊上一整天。那便好。入道的事情如何了？昨夜第二次隐隐入道，还是失败了。圣尧女帝点点头，有此等现象便是好事，迟早的事情，为何回来？林青竹露出了一抹尴尬的表情。青竹，因为一些误会吧。他大概说了说，那是你父亲与许天意之间的事情了，至于你与许风秋，未尝不可。林青竹咬了咬红唇。圣尧女帝站起身，一边走着一边道：本帝是希望将你培养成圣尧帝国下一代女帝，你生性善良，若为帝，定当是圣尧帝国百姓之幸。林青竹跟着圣尧女帝，可你不会尔虞我诈，没有鬼点子，又缺乏果敢狠辣，许风秋能与你完美互补。林青竹，弟子只希望能跟随女帝陛下学习修炼，且女帝陛下能够一直坐在这地位之上。圣尧女帝停下脚步，若本帝能够完成心中执念，这地位便不做了，不如找一风景优美之处，潜心修炼，隐居世间，来得轻松自在。然后他看向林青竹，倒也暂且不必考虑此事，这圣尧帝国能否在本帝手中，尚未可知呢。有些秘密，圣尧女帝会跟林青竹说的，因为她需要让林青竹知道皇室的尔虞我诈和复杂，万一以后他登帝，也好提前熟悉。许公子或许有办法。圣尧女帝道：所以本帝本意是与许风秋打好关系，不说未来他会相助吧，至少有机会谈成，而本帝与他之间的联系便只有你了。不过你不必刻意，也不必有负担，随天意吧。弟子遵命。圣尧女帝点点头。这许家崛起之势势不可挡，许风秋以3战让许家声名远扬，仅1月，五湖四海之大量散修纷纷加入许家之势力。林青竹道：这也是许公子厉害之处，3次逆天之战，让各大势力，即使是强于许家的势力，也不敢对许家轻举妄动，甚至敬而远之，不敢招惹。这1个月，许家抓住机会快速壮大，结盟友，夺灵脉。听说9重天药神山在8重天刚发现的一处巨大灵脉，都被许家给抢了。灵脉中有大量的元灵晶，元灵晶是武者提升境界最常用的方式，吸收炼化即可。林青竹点点头，这许风秋真有意思啊。9重天药神山大殿内，宗主李百山等人脸色都很差劲。砰！一位老者一巴掌拍在桌上，他许家也太放肆了吧！我要神山在8重天发现的灵脉，才刚刚开采，被他许家截胡了。混账！这可是稀有的天品灵脉啊，绵延30里，此灵脉够我要神山用数年了啊！这许家夺飘秒封，药皇宗与顾家1000年万年底蕴，加上他们自身的这底蕴无法想象，他们竟还不知足，这简直就没把我要神山放在眼里啊！是，之前确实向他们示弱了，但也不能如此欺负人啊！众人情绪激动，李百山也是气得要死。正常情况下谁敢啊？就算敢，他们直接出兵将其灭了。但偏偏这是许家，一个纸面上他们知道跟自己要神山比没那么强的势力，
但即使老祖宗正到至尊先帝，他们还是不太敢去主动弄他们啊。而且大家只是发牢骚，还真没人提去灭许家的话。这口气也不能视若不见吧？诸位的意思是？李百山问。一位老者道：攻打他许家不明智，风险大，但这件事我要神山若不发生，世人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依老夫之见，宗主不如带人去许家聊一聊这件事情。我想他们现在处于崛起阶段，应当也希望安定，不想与我要神山撕破脸。对，宗主带人去许家聊一聊这件事情，一来世人也看到我要神山的态度了，二来大概率许家要交出灵脉的，这样我要神山的面子也拿回来了。对，宗主此举可以试试。真是放肆，不把我要神山放在眼里。听到这些人的话，李百山浑身一抖。不是，卧槽，这群人什么意思？想让老子死吗？这顾方舟的前车之鉴你们都当作没看到，这许家他们是一群无赖啊，脸都不要的。你们真就不怕老子带人去了许家跟顾方舟一样的下场？别人不敢，他许风秋真敢做这种事情啊。好主意，大长老你带人去吧，去许家本宗主就不必亲临了，有失颜面。李百山淡淡道。大长老浑身一抖，卧槽，他带人去？宗主，老夫是大长老，去许家也是屈尊了，不如二长老您带人去。二长老，兄弟跟你心连心，你跟兄弟玩脑筋。二长老，嗨，我这二长老地位也不低啊，去许家也屈尊啊。三长老的意思呢？三长老，老夫第18小妾这几日变生了，怕是抽不开身啊。四长老呢？众人目光又齐刷刷地看向四长老。四长老，真不巧，老夫昨日才刚请了长老今年年假，打算回乡看看后辈的。圣子呢？圣子去许家略有屈尊，但刚刚好啊。李沐风一脸懵逼。要不我觉得算了吧，一个天品灵脉而已，对我要神山也不重要，就当是赏给他们一群要饭的了。各位前辈意下如何呢？也有道理，就当喂狗了。李百山看向众人。诸位都觉得如此了？对，那好，那就当赏给他们了，散了吧。北冥帝国，万剑宗。经过1个月的时间，顾家算是在万剑宗站稳脚跟了。万剑宗这一座峰能容纳数以万计的弟子，虽然他们顾家一群强者全部待在这里，有失颜面，但也没办法，暂时如此吧。这1个月，他们随万剑宗灭了天炎宗，但顾长生看到万剑宗那些人战胜后的小人得志的模样，他很是不爽。是，他们确实依附万剑宗了，但这不是把他们顾家强者当枪使吗？他们顾家帮忙也确实是情理之中，可顾长生就是不爽。他母亲是万剑宗之人，但早年便陨落了。其实这情谊说有多深也不见得，我顾长生必须再度崛起才行。现如今顾家强者虽然还强，3位先帝8阶，但毕竟底蕴不在，很难再度崛起，除非……顾长生眼中闪烁着阴狠，除非把万剑宗变成我顾家的，但我顾长生也必须崛起了。他看着自己手腕上的一个黑色纹路，终究要如此了吗？顾长生心一横，老子势必要杀他许风秋，已经没有退路了。随后顾长生祭出一滴精血，按在了手腕纹路之上，刹那间黑光大作。顾长生感受着那股让他心有余悸的力量，这力量是曾经一次强者遗址中他无意间获得的。准确来说，这股力量并非是那次强者遗址的重头戏，但在顾长生眼里，这可能才是真正强大所在。因为当时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暴力与危险，所以顾长生一直不敢去直面。但是现在他不怕了，他更多的是期待，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眼前一团黑雾涌出，仿佛是一个人一样在盘旋。在顾长生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团黑雾直冲向他，钻入了他的胸口。顾长生连连往后踉跄，他的脸色呈现出黑色，表情痛苦狰狞。与此同时，这座剑道峰上空，黑压压的天空仿佛随时会崩塌，雷云翻腾，雷电缠绕，如同神兽游弋，透过雷云的缝隙，隐约可以看见一道又一道闪电在空中划出犀利的弧线。此景也引起了剑道峰顾家与万剑宗的注意。这是有人在正道先帝之境吗？顾长生的身影飞向虚空，没入雷云之中。是长生。顾景和露出了欣喜的表情，他顾家少主竟要突破至先帝之境了。顾长生在虚空被雷霆包裹，无名长生今以天为证，入无情道。登地，顾长生猛然睁开眼睛，双眸泛红。那一瞬间，漫天雷霆倾注而来，威势震战万剑宗。良久，顾长生落在了剑道峰之上。顾景和乃至是万剑宗宗主剑朝云一众强者
已经等候多时。呼，顾长生呼出一口浊气，这股力量好恐怖，这是哪位前辈的力量？他竟不知道。入无情道，无情剑诀，血魔无情经，而且他直接冲到了仙帝2阶的修为，爽，真他妈爽啊！长生，顾景和走了过去。顾长生回过神来，行了一礼，太上长老。好，好啊，29岁正到仙帝，还是仙帝2阶。我顾家东山再起，指日可待了。顾长生负手淡淡的说道，不是指日可待，而是近在咫尺。哈哈，长生恭喜了啊！剑昭云笑了笑，顾长生点了点头。长生哥哥，恭喜！剑雪琪莞尔一笑，多谢雪琪妹妹。剑朝云道，好了，诸位都回去吧，不要打搅长生。雪琪，你在这里陪陪长生。女儿听命。众人纷纷离开。宗主，您这是？万剑宗大长老疑惑地看向剑昭云。剑朝云道，雪琪本就对长生颇有好感，而长生更是九州这一批天才的佼佼者，今日正到仙帝，还是仙帝2阶，他这未来无法想象。不要去在意顾家一时的得失，有顾长生在，这顾家未来就是九州的霸主。若雪琪能与长生两情相悦，对我万剑宗的未来不也是好事？大长老点点头，这顾家实力还是强，万剑宗要和他们打好关系的。大长老，你去宗门宝库拿一枚9重神元丹给长生，那可是9阶丹药啊！长生强，就是我万剑宗未来强。我万剑宗缺的不就是顾长生这等顶级天才？虽然他未来会脱离万剑宗，但此情万剑宗与顾家将会彻底深交。明白。剑道峰之上，顾长生和剑雪琪坐在一起。剑雪琪举起酒杯，长生哥哥，恭喜你正道仙帝，这一杯雪琪敬你。多谢雪琪妹妹。二人一饮而尽。长生哥哥，给你。剑雪琪递给了他一张神符。这是？剑雪琪道，这是天炎神符，此符所爆发出来的力量，甚至能逼退仙帝4阶。不，雪琪妹妹你留着，给我做什么？顾长生赶紧拒绝。剑雪琪摇摇头，虽然长生哥哥晋级仙帝，可长生哥哥敌人太多，尤其是许家之人，可能都在觊觎你。而雪琪此物没有什么作用，不如给长生哥哥，以备不时之需。不，我这里也有不少强大的手段，此物断然不可收。顾长生拒绝道。长生哥哥，以后你就在万剑宗了，雪琪可以交给你保护啊。剑雪琪微笑道，我一定会一直保护雪琪妹妹的，但这东西我还是不能要。剑雪琪见到顾长生如此为自己着想，心中也是蛮开心的。长生哥哥，雪琪没有那么傻，身上肯定还有其他之物，这天炎神符就当是雪琪送给长生哥哥正道仙帝的礼物。哈哈，那就好，那我就能放心了。顾长生笑着将天炎神符接了过去。雪琪妹妹还有什么手段呢？顾长生问。见雪琪显然好像有些不愿说出。喂，是我唐突了，不该问这般问题，毕竟你我关系也未到如此推心置腹的程度，抱歉。顾长生抱了一拳。没有。见雪琪摆了摆手，这个东西整个万剑宗就只有他和他父亲知道。雪琪对长生哥哥无比信任，小时候我可是追着长生哥哥屁股后面玩的呢。顾长生笑了笑。是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见雪琪俏脸微微泛红，咬着嘴唇，她鼓起勇气看着顾长生。其实雪琪一直对长生哥哥。他话还没说完，顾长生握着他的双手。雪琪，我懂。见雪琪露出了惊喜和羞涩的表情。顾长生道，以前有些事情不明白，但最近这许风秋害我那么多次，又害我顾家没了，我一直倾慕林清主，但才发现她也是一个表里不一的女人。顾长生深情地看着见雪琪，我被流言蜚语傍身，被万般伤害，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到底谁才真正的在乎我，信任我，是你，雪琪妹妹。雪琪妹妹，我想呵护你一生，守护你一世，不是。见雪琪害羞地看着英俊的顾长生。长生哥哥，我以后会万般努力。雪琪妹妹，我们可以做这世间最自在的仙侣吗？见雪琪美眸泛着晶莹。长生哥哥，他扑到了顾长生的怀中。顾长生轻抚着他的后背，眼眸则是闪烁了一抹异光。二人依偎了许久。长生哥哥，你放心。见雪琪坚定地看着顾长生。以后雪琪会助你成就大业。雪琪体内有9州排名第8的9霄神雷，雪琪催动其力量，我们可以一起修炼，事半功倍。顾长生一惊，什么9霄神雷？9州传说中排名第8的神雷，将其炼化可修为暴增，并且掌握9霄神雷，以神雷之力可逆苍天。此等传说中之物，
竟然在剑雪琪身上。那看来剑雪琪也绝对不只是即将冲击神皇境，怕是即将冲击天道境了。此等神物岂能在他身上呢？好，我们一同好好修炼，雪琪争取早日证到仙帝，我们便逍遥天下。顾长生拉着他的手道。丁，顾长生证道仙帝，天命值加100万。丁，顾长生的无情魔祖之力，天命值加150万。丁，顾长生当前天命值559万，再次提升为5阶气运之子。正在闭关的许风秋睁开了眼睛，露出了一抹冷笑。那么接下来该着手准备什么了？3日之后，万剑宗，顾长生提着裤子从房间里走到了院子，还是挺爽的。得万剑宗庇护，现在更是把万剑宗宗主的千金给拿下了。九霄神雷，院中顾长生喝着茶沉吟一声，他需要这九霄神雷，这等神物可遇而不可求，一旦出现，那是要引起整个九州腥风血雨的。竟然被他悄悄得到了，这件事估计整个万剑宗也没几个人知道，但是他该怎么才能得到九霄神雷呢？这时见雪琪走出了房间，长生哥哥，父亲找雪琪有些事情。好，我陪你一起。两个人甜蜜地拉着手便走了出去。宗主后院，见雪琪和顾长生一起走了进来。父亲，雪琪啊。哦，长生也来了。见朝云看了一眼，大概也知道了二人的情况，他心中也很是满意。见前辈，我就是送雪琪一起过来的，那你们聊。顾长生说完准备走开。不必，长生你留在这里吧，不是外人，坐。顾长生抱了一拳，然后坐了下来。见朝云看着自己的女儿道，雪琪啊，你距离天道境只差1步了。是的，但是这一步女儿努力了很久还未踏出。见雪琪道，你需要一次历练，在历练中破境。见雪琪点点头，女儿明白父亲的意思了，女儿即刻出发。长生啊，你有事吗？顾长生道，倒是有些事情，巩固境界也是重中之重。那你巩固境界吧。顾长生问，见叔叔是想让我与雪琪妹妹一同前去吗？如果是此事，那长生一切的事情都可先搁置一边。见雪琪俏脸一红。哦。见朝云眉头一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顾长生拉着羞涩的见雪琪的手，见叔叔，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好啊，长生，好好带雪琪。我会的。这些日子长生跌落低谷，也明白一件事情，辉煌见证虚伪，只有低谷才能见证真情，是万剑宗，是雪琪让长生明白这些道理。你能理解到这些，证明你也长大了。仙帝2阶，你现在已经成为当代最顶尖的天才了。他许风秋虽然是仙帝3阶，但比不过你。顾长生点点头。好，你二人结伴而行，有长生在，我也不必担心雪琪的安危了。去吧。是。二人退了出去。时间一晃，7天又过去了。许风秋走出了秘境，能稳固的境界已经稳固住了，剩下的需要一些特定的丹药才能去稳固了。少主，您出关了。小离俏生生的跑到了许风秋面前，亭亭玉立，乖巧懂事。许风秋揉了揉他的秀发。小离好感59了，林青竹58，都差临门一脚。晋级了吗？许风秋坐下来问。小离给许风秋倒了一杯茶。谢谢少主给小离那么多的修炼资源，主要也是你自己天赋不差的缘故。小离露出了一抹开心的表情，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少主，你与凤凰台问的凤凰灵火堂，他们有，家主已经拿回来了，放进药园里了。许风秋点点头。如此的话，就只缺少了造化仙灵餐，还没消息吗？小离摇摇头，暂时还没有传出哪个势力有造化仙灵餐的消息。给黎千雪炼制的天心血灵丹最主要的3味药材，只差造化仙灵餐了。但这东西过于稀有，有的势力可能有，但他们不愿拿出来。倒也不是特别急。许风秋点了点头。还有，那个很坏的顾长生晋级仙帝了。小离有些气愤地说道。许风秋自然是清楚的，顾长生晋级仙帝的消息也是震动了九州。29岁的仙帝跟许风秋差不了太多。很多人说顾长生是破而后立，他突破的不是肉身，而是心境。因为顾家没了，顾家死了很多人，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顾长生扛住了打击，反而站了起来，助他突破仙帝。这样的突破是很可怕的，所以世人对于顾长生的评价现在高的一批。最气人的是，有很多人他们不信顾长生是伪君子，甚至还说这是少主您污蔑他的。小离气愤道，不急，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青竹呢？对，师圣前辈又来了，正在与青竹姐姐在一起呢。
许风秋，本地过去一趟。诗会之后的第3天，诗圣就已经来许家，但当时许风秋直接闭关了。诗圣待了几天就先走了。院中，诗圣与林青竹正在研究诗词。林青竹把这段时间许风秋写的一些诗词全部拿给了诗圣。诗圣简直陷入了痴狂的状态。好诗，好诗啊，哈哈。诗圣仰头畅饮一口，然后问：听女帝陛下说，青竹丫头，你2次差点入道，许公子乃其人也，与他讨论诗词，总是能被他的诗词惊艳到，从而进入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只是每次都差了一些。此前老夫是闻所未闻，还有如此奇闻异事，由此可见徐小友这才华无法想象啊。你们何时成婚啊？诗圣突然一问，林青竹脸直接红了。诗圣前辈，哈哈。诗圣笑了一声。许风秋和小李走了过来。诗圣前辈，还有徐小友，哈哈。来。许风秋走了过来。许公子。林青竹双手相扣，右手在上，放于胸前或左腰侧，微俯微屈膝行了一礼。许风秋点点头。诗圣笑道：这句诗，须知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写得太有豪气了。许风秋笑道：与诗圣前辈还有差距，你这谦虚了。再看看青竹写的除却君身3重雪，天下谁人配白衣，啧，你们2人这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彼此交心，大清百宴之时可莫忘了邀请老夫啊。林青竹露出一抹羞涩和慌张。许风秋道：那是自然，不如诗圣前辈在许家多待几天，马上就能喝上喜酒了。林青竹：哦。诗圣一脸八卦的来回看着2人。哈哈，好，那老夫就厚着脸皮住下了，不如老夫来做2位的证婚人吧。诗圣这话其实也很明确，他主动愿意告知天下与许家关系之好，如果以后许家有难，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的出手相助了。许风秋和林青竹如此聪明，自然也是能听出其中的意思。只是许公子。林青竹心跳加快，但是有点猛。许风秋拉住了林青竹的手，那是晚辈和青竹之荣幸啊。说完，许风秋看向林青竹，对吧，青竹？啊，林青竹害羞的微微点点头。哈哈，好啊。来，徐小友、青竹，咱们论诗。老夫可太期待这一天了。许家大殿，许天意与几位长老正在讨论着什么。这个之前江清雪那次有9龙9凤，这次数量翻倍。许天意满面红光。这家主难啊，上次还是看在老祖宗多年前对龙族和凤凰一族有恩的面子上，他们才派来了一些族人，否则有什么人大婚能踩着龙首凤首的啊？再翻1倍，怎么可能啊？许天意一摆手，老子不管，你去让老祖宗自己想办法，过去求着也得办得风风光光的。许天意，还有上次请的人不够多，此番圣瑶女帝、天宇圣地、柳云烟阁下等等都要请过来。还有，许天意是满面红光的在亲自安排。林战气冲冲的冲了进来。许天意，你给老子滚出来啊！许天意目光看去，笑道：哟，亲家，诸位先去忙吧。大殿内众人离开，只留下了许天意和林战。亲你妹的亲家啊，什么情况？老子不过就是睡了一夜，一觉醒来，怎么整个8重天都在传秋要跟青竹成婚的消息了？林战怒气冲冲地问。青竹答应了啊。许天意道。林战怒吼道：老子还没答应呢，诗圣前辈做证婚人。林战。许天意扶着怒气冲冲的林战坐了下来，笑道：人家诗圣前辈为了喝秋儿与青竹喜酒，不惜要一直待到大婚结束再走，你说能不急吗？不是，等等，我捋一下。林战抓了抓头发，然后道：青竹同意了婚事没问题，你同意了，秋儿同意了，都没问题，诗圣当证婚人也没问题，但问题在于……林战懵逼的看着许天意，老子是青竹的父亲啊，老子啥事都不知道，知道的时候就发现这亲事都传出去了。不是，我是青竹的父亲啊。我靠，你老许家做事是真的无赖啊，小的无赖，老的也无赖是吧？许天意笑着给林战倒着茶，息怒，哎呀，这不都是说好的事情吗？啥时候说好了？许天意拿出了婚书，你自己签的字，按的手印。我什么时候？林战看着婚书，话说到一半顿住了。操！许天意，无赖啊！你灌老子酒，趁老子喝醉套路老子是吧？你不是人啊！林战吸了吸鼻子，乖女儿，老子对不起你啊！哎呀，卧槽！实在是许家这大的小的太无耻了啊！许天意露出了一抹笑意，息怒，哎呀，多好的事啊！
这俩孩子又是互相倾心，还有师圣见证，多好。不过你放心，这次大婚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比上次风光100倍。还100倍？你怎么个100倍？林战问。龙族、凤凰一族，老祖宗再去请更多师圣前辈见证，圣瑶女帝亲临，沙楼曾经之主柳云烟阁下也能来，其他的再聊，总之绝对不会让青竹受委屈。林战喝了一口茶，其他的都另说，我就问你，这亲事是不是你求着老子提的亲？啊，对，是的。那必须是，对外也是这么说。那肯定的。我女儿呢？林战怒问。跟秋儿，师圣前辈论师呢？林战呼了一口气，指着许天意道：你真是个畜生啊！林叔、林剑两个家伙听到青竹要嫁人的消息，他们都抹眼泪了。你真是畜生啊！彩礼呢？许天意道：彩礼绝对不会差的，你带着林剑、林叔还有你林家人直接来我许家挑，怎么样？有诚意吧？不愧是吞并了3家底蕴的底气，挑归挑，送归送，你的态度呢？许天意伸出手，掌心凝聚着一股红色的可怕的力量，力量一出，充斥着恐怖的法则之力。这个够吗？林战瞪大眼睛，直接跳了起来。卧槽！力量法则，这东西怎么在你手里？12法则乃世间至高，目前已知的，人族有2个，妖族有1个，魔族有1个，其他的皆不知在何处。这东西若是问世，整个九州都要地震的。这许天意手里竟然有传说中的力量法则。你以为老子以前是吃素的？你以为老子以前以仙帝1阶斩杀仙帝8阶，凭的是什么？你是真不要脸啊！就是那一战，雅儿对你芳心暗许是吧？我弄死你啊！许天意笑道：那不是芳心暗许，那是个人魅力。滚！这东西算了，你留给秋儿吧。这玩意儿老子拿在手里，大婚之后过几天，你准备参加老子葬礼吧？你许天意是真黑啊！走了。林战一摆手，扬长而去。许天意笑了笑，喊道：亲家，东西随便挑，随便拿，大婚之日定在1月之后。滚啊！许天意负手微笑。力量法则，秋儿，这东西也是为父能留给你的最珍贵的存在了，但暂且还是不能给你，因为许风秋脾气刚烈，这东西一旦暴露，迎接的就是万劫不复。现阶段不管是许家还是许风秋，没有资格守住力量法则。林青竹坐在院中发着呆，稀里糊涂的，他跟许风秋要成婚了，就在1月之后。总感觉师圣前辈是许公子找来的托，什么心情呢？紧张、害羞、害怕，但又是期待，因为许风秋确实是他倾慕的存在。有时候他脑海中就是会浮现出许风秋的身影来。许风秋闭关，他几日不见，总觉得有点点空落落的。他有着几乎能够吸引女孩子一切的优点：英俊、实力强、有才华、真性情、有志向、杀伐果断，却又能温柔似水。林青竹短期内甚至可能100年、几百年真没有成婚的打算，可一切就是来得如此突然。呼，林青竹呼了一口气，但好像他和许风秋相识还真不久。好奇怪，总感觉嫁得稀里糊涂的，到底这背后哪里出问题了？青竹姐姐，小黎走了过来。小黎妹妹，小黎开心地说道：恭喜青竹姐姐。小黎妹妹会不会不开心？小黎摇摇头，哪有啊，替青竹姐姐开心。小黎只是一个侍女，能半少主左右就已经很开心了。你不要这么说，不管是许公子还是许家主，他们对你的态度便不是侍女。小黎带青竹姐姐去试衣裳吧。好。时间一晃便是7天，林青竹和许风秋大婚的消息也算是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了。在此之前，很多人想不到他们2人会走到一起，但仔细想想，本身林青竹就是仙子榜第6，爱慕她的人不计其数，她又成为了许风秋的侍女。近水楼台先得月吗？许风秋又如此有才华，自是能深得林青竹芳心，只是似乎确实太快了啊！药神山，混账！李沐风眼中闪烁着杀意，他是万万没想到许风秋和林青竹突然就要大婚了。爱慕林青竹的青年才俊太多了，他李沐风也是其中一个，只是他从未表现出来过。李沐风太爱林青竹了，爱到有一种偏执，爱到发狂，爱到无人的时候，他脑海中幻想的都是和林青竹的事情。因为太爱，所以他很在意自己跟林青竹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反而不敢接近林青竹，但是在任何时候他都会悄悄地看着林青竹的反应。李沐风也知道顾长生爱慕林青竹，但是他从未想过林青竹和顾长生有任何产生情愫的可能。顾长生这个人虽然优秀，虽然也有才华，但李沐风一直认为林青竹应该是有些许暗恋自己的。李沐风觉得
林青竹总是会偷偷看他，这不就是暗恋吗？只是出于矜持，他不会表现出自己的爱慕。所以李沐风一直在等，他在等林青竹主动跟自己袒露心迹。而且李沐风一直考虑一点，那就是圣瑶女帝。圣瑶女帝是要把林青竹往下一代女帝去培养的，所以怎么说，林青竹都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成亲的。所以李沐风就和林青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认为当务之急，提升自己的实力，成为九州这一代最优秀的天才。几十年乃至100年，他都愿意等林青竹。估摸着用不了几年，只要给他们独处的机会，林青竹肯定抑制不了自己的芳心。但现在他们竟然要成亲了，难道青竹并不暗恋本圣子？李沐风皱着眉，不可能，我的感觉不会有错的。而且本圣子如此英俊，如此优秀，他不可能不暗恋本圣子的。所以他们成婚会不会是许风秋或者许家用了什么阴谋诡计呢？李沐风想到有一天自己最爱的林仙子要被许风秋糟蹋，他心里面就极其不是滋味，那种感觉无法去言说，仿佛他都不想活了。不行，一定有误会，尤其这林家和许家关系那么差，理论上怎么可能？既然青竹倾慕我，所以只要我出现，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李沐风离开了药神山。青竹姐姐，外面有人找你。药神山的李沐风。林青竹一愣，李沐风，他找自己作甚？出于礼貌，他还是出去了。一棵树下，李沐风站在那儿，看着迎面走来轻纱掩面犹如仙子的林青竹。李沐风感觉自己呼吸有些急促。好消息，那就是林青竹一定是暗恋他的，不然为何会来见他？估计青竹现在内心也很是激动吧。青竹姑娘，李公子。青竹姑娘，听说你与许兄要成亲了？李沐风问。是。李沐风拿出了一条手帕。青竹姑娘，这手帕你还记得吗？林青竹黛眉微蹙。这手帕为何在你手中？李沐风笑了笑。这是青竹姑娘送给我的，你忘了？那次历练，你踏入虚空之时，将手帕丢给了我。林青竹，那应该是她不小心掉落的吧？所以青竹姑娘，如若你有任何的苦衷，你与我说，我一定会替你主持公道。林青竹好看的烧眉微微一蹙。李公子误会了，手帕是不小心弄丢了，且青竹没有苦衷。不可能，这手帕你不就是为了让我留作纪念吗？否则为何在诗会，在其他场合，你要数次偷偷看我？你不要说这是我的一厢情愿。林青竹，李公子误会了，青竹从未如此，真是李公子的一厢情愿与个人揣测。若没事，青竹回去了。说完，林青竹转身准备走开。怪事，这些那么有名的天才，怎么一个个都跟个怪人一样？以前没感觉到的。青竹，只有你我们真诚相待，说真心话好吗？我知道你倾慕于我，只是出于矜持，不好意思说出口。李沐风伸出手，林青竹身上气势涌动，瞬间拉开几米距离，秀发舞动，美眸微凝。李公子，请自重，否则休怪我不客气了。还有，我不喜欢你的称呼，你我并不熟悉。李沐风眉头紧皱，一个顾长生，一个李沐风，一个比一个不要脸。许风秋的声音传来，许公子。林青竹走向许风秋，许风秋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李沐风。许风秋知道这是个什么货，自我优越感极强，别的女生看他一眼，他就认为对方倾慕他，包括林青竹，甚至是洛琉璃这些仙子榜前列的，甚至他都怀疑他父亲有几个小妾对他都有非分之想。许风秋，李沐风眼睛微微一眯，看来你是不知道顾长生在我许家发生过什么事情吧？闪开，闪开！宗主，一个声音打破了药神山的寂静。李百山等人走了出来，看到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李沐风。圣子殿下，沐风，何人干的？谁？是谁？快，先去治疗！李百山怒火中烧，谁把圣子伤成这样？是许风秋。什么？又是他许风秋？咔咔咔！李百山握紧拳头。为何？然后那人说了一下缘由。这本来怒火中烧的众人听到这缘由，他们的火气瞬间被浇灭了不少。李沐风对林青竹，未来许家少夫人不敬，这说实话，不考虑宗门实力方面的话，杀了都是合理的。他许风秋当真是不把我药神山放在眼里啊！李百山咬牙切齿，宗主，这事确实是圣子有错在先，以他许风秋的性格，没有杀了圣子，似乎也算是给药神山面子了。李百山吼道：那我药神山总不能熟视无睹，什么都不做吧？这件事圣子有错在先，打是最好不能打的，要不宗主您带人去许家找个说法。
李百山，捏嘛，又是大长老这个 BYD， 先商议商议吧。他们转身回去。宗主，一位医师走了过来，伤势如何？李百山问。身负重伤，倒也无妨，主要是什么？说。医师，圣子的男儿之物被他许风秋斩去了。众人，李百山咬牙切齿。大长老在，带人去许家要个说法。李百山吼道。大长老，药神山大长老带着一众10几个人来到了八重天。这一路上他们没有任何的话语，心事重重的。有一说一，确实是李沐风不对。正常而言，许风秋杀了李沐风都没问题的，只要不考虑后果和药神山的报复。在情理上，丢脸的是李沐风和药神山，但许家真就骑在药神山头上拉屎，他们颜面一次次受损，真不能每件事都熟视无睹啊！毕竟他们是药神山啊，9重天新晋神级势力，老祖宗是至尊先帝啊！正常来说，谁敢这么做，他们不管谁对谁错，直接灭了，以扬药神山之威。但恰恰是这许风秋，最关键的是，药神山有至尊先帝，许家现在还有师圣呢。药神山大长老远远地看着巍峨的许家，却不敢往前去了。其他那些强者长老心思也都相同的。大长老，前面就是许家了，本长老知道。大长老咬着牙，然后道：走。随后他们一众人来到了许家之外，地上还有血呢，估计就是李沐风的。药神山大长老李不缺拜访许家，许家大长老许天海走了出来，随之抱了一拳。药神山诸位，请进吧。李不缺，他们药神山一众人对视了一眼。捏吗？进吗？不是，不敢进啊！卧槽！李不缺从其他人眼中看出了什么，也是说道：嗨嗨，进便不必了。许天海道：诸位千里迢迢赶来，有事来我许家内谈，喝杯茶，我许家也要尽地主之谊的。请。咕噜，他们吞了一口口水。李不缺又看了一眼旁边众人，他们微微摇摇头，真不能进。这许家是一群不按套路出牌的无赖。李不缺抬头看去，许家怎么看起来像是鬼门关啊？嗨嗨，大长老李不缺继续道：倒也不缺这一口茶，我等此行前来目的很简单，请许家给个说法。是贵宗圣子李沐风一事吧？正是。那既然详谈吧。李不缺，真不必了，此事又不是3言2语能说得清楚的，诸位觉得如此谈事合适吗？许天海问。挺合适的。李不缺要哭了。不是，给个说法啊，随便说点什么，哪怕你们道个歉，来个对不起，或者说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小心的，亦或者随便给点天地灵物表示一下，咱回去交差对不对？别特喵的这样吓人啊！说实话，不进许家嘛，就待在这里，都害怕，生怕突然一个什么阵法就升起来了。许天海道：此事我许家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留他李沐风一命，要神山诸位还不满意。天海先帝，此事确实是我要神山圣子李沐风有错在先，贵族少主留他一命，也确实是仁至义尽。但李沐风是我要神山圣子，被如此伤害，我要神山脸面无存啊！说法许家还是要给的。许天海问：药神山要什么说法？李不缺：药神山该得的。随后许天海扔过去一个盒子，李不缺伸手接住，感受到了盒子上面的冰凉的感觉。这是什么？药神山该得的。李不缺将其打开看了一眼，然后立马关上。我勒个去，这个算说法吗？许天海问。唉，李不缺叹了一口气。许天海道：药神山要的说法许家已经给了，许家没有杀李沐风，这便是药神山的面子，阁下觉得有无道理？告辞。药神山。李不缺等人来到了大殿。李百山面色凝重。如何？许家怎么说的？李百山问。李不缺道：许家说他们没有杀圣子，这便是我要神山的面子。砰！李百山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宗主息怒，此事已成定局，但许家所说不是不无道理啊。李不缺道。李百山皱了皱眉。李不缺继续道：此事9州知晓的话，丢面子的是我要神山，退1万步说，这是李沐风个人与许家的事情，我要神山因为这是为难许家，反而没有格局了。而许家呢，以他们的性格，杀圣子是合情合理吧，但是他们没有，这确实是给我要神山面子了。很多人对视了一眼，点点头，确实也是如此。以许风秋的性格，他是必杀圣子的，但他确实没有这么做，这确实是给了我要神山面子了。说实话，因为这事若是为难许家，
老夫是有些做不出来的，毕竟错在圣子，说他许风秋不考虑要神山脸面吗？也考虑了，饶了圣子一命。是啊，若把圣子换成八重天任何一位天才，已经身首异处了。不爽，但是似乎没什么问题。也确实是许家太特殊，不然即使错在圣子，要神山也要出兵的。那这么说，此行大长老诸位不是毫无收获？李百山问。不，有所收获。李不缺呈上了那个盒子。这是。李百山将其打开，顿时关上，面色难看。李不缺道：这许家态度还算不错的，将完整的圣子归还了，还及时做了冷冻处理，兴许有机会接上。拿去拿去。李百山嫌弃地摆了摆手。圣子峰。李沐风睁开了眼睛。疼，好疼。李沐风看了一眼自己的情况，还好，这许风秋没杀他。马德，真是个疯子，他做事根本就不考虑后果的是吧？许家现在确实如日中天，吞并了三大势力的万年底蕴，也吸纳了不少强者，但也不能这么狂啊！他真就不考虑后果，真就不怕把药神山惹急了吗？嗨嗨，李沐风咳嗽了一声，还好，他应该还是怕药神山的，不然自己应该是死了，修为也没被废，也就受了个伤，养养就行了。等等，不对，那边怎么那么疼啊？一跳一跳的那种疼。过了一会儿，许风秋，我杀了你！可嗨嗨啊！李沐风怒吼声响彻圣子峰，外面的李不缺赶紧走了进去。嗨嗨，沐风啊，稍安勿躁。大长老，大长老，弟子没了。李沐风眼泪都流下来了。这个没了，他活着的意义少了好多啊。在呢。李不缺道，在哪儿呢？李沐风情绪激动地问。老夫费尽千辛万苦帮你要回来了。李不缺把盒子递了过去。李沐风颤抖着手将其打开，下一瞬他直接昏厥了过去。大荒天域，这是八重天的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此处妖兽与魔兽层出不穷，也是武者历练会经常到来的地方。大荒天域内一处妖兽森林，顾长生指着前面道：前方便是月牙湖，据说月牙湖有一只存活了万年并未化形的紫金龙蟒皇，那岂不是接近先帝级别了？雪琪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顾长生微笑着拉着他的手，柔情道：有我呢，紫金龙蟒皇的妖精极其契合雪琪你，将其炼化，修为应当能得到一定提升，剩下的我们继续历练。好，谢谢长生哥哥，你对雪琪真好。顾长生说道：你可是我最爱的女子。真幸福，我们去吧。出发。二人很快来到了月牙湖附近，湖很大很深，应当在这湖水之下了。顾长生抬起手，偌大的整片湖水全部涌了起来，然后他手一甩，整片湖的湖水从天而降，冲刷着森林。竟然不在。顾长生眉头一挑。见雪琪道：那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等等，雪琪，你看看那湖中淤泥之下是不是有什么？见雪琪站在了干涸的湖泊边缘，往下方看去，后面顾长生眼眸之中一抹阴狠一闪而过，他缓步走到见雪琪身后。长生哥哥好像也没时。砰！突然顾长生带着凌厉的一掌拍在了见雪琪的后背。噗！见雪琪一口鲜血喷出，直接飞了出去。天道境还未达到的他被先帝一掌命中，即使是随意一掌也绝不可能活下来。那一瞬他五脏六腑皆碎。空中的见雪琪满嘴是血，面色惨白，用着最后的力气，不敢置信地看着顾长生。未时，而顾长生站在那里，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砰！见雪琪重重地落在地上。顾长生走了过去，见雪琪躺在那里，喉咙中咕哝着鲜血。长，咕噜。顾长生眉头一皱，还没死绝吗？真晦气。他朝天一指，一道剑影从天而降，将其斩杀。顾长生面色狰狞道：见雪琪啊，见雪琪，不能怪我，谁让你有九霄神雷呢？此等神物只有本少才能配得上，在你身上太可惜了。然后他手一挥，恐怖的雷霆力量从见雪琪的体内涌出，果然是九霄神雷。顾长生露出了惊喜的表情。来，他对着九霄神雷伸出手。过了良久，顾长生睁开眼，一抹金光爆射而出，他摊开手，那较之以往强大数倍的雷霆火花在指尖缠绕，这种掌控强大力量的感觉真爽。随后顾长生手一挥，漫天火海落下，将森林点燃。他转身走开。丁，顾长生斩杀见雪琪，获得九霄神雷，残天命值加80万。许风秋眉头一挑，九霄神雷甚至残缺一部分，还能让人提升80万的天命值。
不愧是九州排名第8的神雷啊！这顾长生重回6阶气运之子了，只能说这些气运之子确实挺牛的。一个不注意，被打回3阶气运之子的他，竟然又重新回去了。见雪琪，万剑宗宗主之女。许风秋摩挲着下巴，然后他露出了一抹冷笑。那倒是差不多了，该全部吐出来了。许风秋走出了房间。青竹，林青竹站起身。许公子，走，随本地去一趟万剑宗。啊！林青竹一愣。万剑宗，那不是顾家现在所在之处吗？去那里不是很危险？去万剑宗，去看好戏了。林青竹带着疑惑跟着许风秋离开了许家。万剑宗，剑朝云缓缓踱步。宗主为何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的样子？剑朝云皱着眉，不知道，眼皮总是跳来跳去，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嗖！远处虚空之上，一个身影重重地砸在了万剑宗宗门前方。怎么回事？巨大的动静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他们纷纷疾驰而去。前方砸出了一个深坑。长生，剑朝云一惊，怎么会是顾长生？他女儿呢？快治疗！封上！剑朝云面色凝重，他女儿呢？宗主，顾长生身负重伤，肋骨断了8根，内脏也有破裂，但还好不致命。剑朝云点了点头。嗨！床上，顾长生睁开了眼。长生，剑朝云等人赶紧围了过去。剑叔叔，顾长生吸了吸鼻子，眼泪流了下来。他艰难地搀扶起来，扑通，随后他从床上摔了下来。长生，众人赶紧去扶他。顾长生则是伸手阻止了他们，而后跪在了剑朝云面前，哭泣着：剑叔叔，长生无用，都是长生的错。雪琪他，您杀了我吧，杀了我吧！顾长生声泪俱下。剑朝云内心猛地一颤，雪琪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了？剑朝云焦急地问道。我们到了大荒天域，未曾想到那里竟然有一位妖神级别的存在，是九幽的冥蟒。雪琪在炼化的时候，我在旁护法，九幽的冥蟒突然出现，将雪琪吞了下去。剑朝云脑袋一白，往后踉跄了几步。我拼尽全力，可不是那九幽的冥蟒的对手，我是废物，我没能救出雪琪妹妹。这显然是顾长生编的，伤是他自己弄出来的。目前来看，效果显著。雪琪，剑朝云失魂落魄，眼眶泛红，一瞬间仿佛苍老了好几岁。是我没用，我以命谢罪。顾长生灵力凝聚，一掌拍向自己的脑袋。长生，剑朝云赶紧伸手阻拦了他。你尽力了，不怪你，好生歇歇。剑朝云转身走了出去。外面，传我令。剑朝云握紧拳头，满脸愤怒，咬牙切齿。集结万剑宗强者，目标大荒天域九幽的冥蟒，替雪琪报仇。是。房间内，顾长生躺在那里，露出了一抹狰狞的笑容。那么现在，着手准备他接下来的计划了。找个机会做点手脚，看看顾家强者能否夺万剑宗的权，把万剑宗掌握在他们手中，才能重归顾家巅峰。与此同时，许风秋与林青竹不远万里也是来到了万剑宗不远处的位置。许风秋和林青竹在城内逛着，林青竹还是不知道许风秋具体是来做什么的。听说了吗？万剑宗告知北冥帝国各大势力提供9大荒天域幽地冥蟒的位置，凡能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9幽地冥蟒，那可是近乎能和龙族一战的恐怖存在，若是仙帝级别，能翻天覆地的。大荒天域的王者之一，至少妖帝5阶，半竿子打不到一起，为何招惹到了万剑宗了？这可不是寻常之事啊！有人知道是为何吗？发生何事了？我听旁人说，万剑宗宗主之女似乎去大荒天域历练了，莫非？那恐怕是出事了。听到众人的对话，林青竹好奇地看了许风秋一眼。许公子所谓此事吗？许风秋笑了笑，没那么简单，一会儿你配合本地便好了。是。剑朝云带着一群万剑宗强者，怒气冲冲地往大荒天域疾驰而去。3日后进入大荒天域，众人分散寻找，一旦发现9幽地冥蟒的踪迹，切勿鲁莽行事，先通过传音符召集大家。剑朝云提醒道。是。就在此时，虚空之上，2个身影拦住了他们一群人的去处。来者何人？万剑宗众人停下脚步，怒视着许风秋众人。许风秋抱了一拳。圣瑶帝国，许家许风秋。林青竹抱了一拳。他们眉头紧皱。许风秋，林青竹，许风秋，你什么意思啊？剑朝云剑指许风秋，本身他们就有仇，再加上现在剑朝云怒火中烧，
态度自是不好，有一件阁下一定会感兴趣的事情。许风秋道：说，此事本地还是与阁下单独说吧，人多眼杂，不好。许风秋嘴角噙着笑道：装神弄鬼，这都是我万剑宗的强者，有什么不好的？你要使什么花招？剑朝云警惕地问。事关令爱见雪琪。说罢，许风秋踩着虚空转身走去。听到这话，剑朝云眉头猛然一皱。诸位在此等候本宗主片刻，我去看看他许风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随后剑朝云跟上了许风秋。差不多了吧？剑朝云道了一句。许风秋和林青竹转过身来。许风秋道：有件事情也是无意间碰到的。许风秋道：我与青竹游历大荒天域。林青竹听到这4个字，剑朝云深觉不简单。你说？许风秋道：恰巧无意间看到了一幕，顾长生正在吸收炼化九霄神雷的画面。听到这，剑朝云瞳孔剧烈一缩。林青竹，剑雪琪的尸体便在旁边，本地认为这九霄神雷是剑雪琪的吧？剑朝云情绪激动道：胡说，雪琪是被九幽的冥蟒吞了下去，长生拼尽全力没能救下。哦，那本地看到的阁下便当是假的了吧？告辞。等等，剑朝云喊住了许风秋，他只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但当许风秋说出九霄神雷的时候，剑朝云就知道许风秋说的不能是假的。九霄神雷，普天之下知道此事的只有他和他女儿剑雪琪，绝无第三人。许风秋怎么能说得出来？只有他亲眼看到。徐小友请继续说。许风秋道：本地还有说的必要了吗？剑宗主心里应当有数了，我与顾家也是有仇，所以特地来了一趟万剑宗，想将此事告知剑宗主，真与假剑宗主自行定夺，告辞。咔咔咔，剑朝云握紧拳头，不送。他原地露出愤怒的表情。许风秋把九霄神雷说出来就不能有假。顾长生在炼化九霄神雷，剑雪琪尸体就在旁边，只有一可能，顾长生发现剑雪琪有九霄神雷，歹念丛生，杀了剑雪琪，夺了他的九霄神雷。自伤之后，骗作遇到了九幽地冥蟒。如何去证实这一点？很简单，那就看九霄神雷在不在顾长生手中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顾长生简直就是个畜生。因为许风秋说出了九霄神雷，所以他真的要信许风秋的话。剑朝云走了回去。宗主，何事？剑朝云道：先回去，等其他武者传来消息再去大荒天域。啊，是。剑朝云回到了万剑宗。剑朝云回到了自己的峰上，想要知道九霄神雷在不在顾长生身上很有难度，他不展现出来很难发现。但别忘了，九霄神雷是他给剑雪琪的，因为太强，他将九霄神雷一分为二，只让剑雪琪炼化了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打算剑雪琪强了以后再让他炼化，全部炼化才是九霄神雷真实的力量。但毕竟是大陆排名第8的神雷，即使只有一半，顾长生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依旧觉得很强。所以剑朝云可以用另一部分的九霄神雷去感知顾长生身上有没有九霄神雷，如果有的话，咔咔咔。想到这个，剑朝云仿佛想将顾长生生吞了，因为其实他心里面大概相信就是许风秋所说那般。剑朝云去到了万剑宗秘境，他将另一半九霄神雷自己炼化。顾长生希望不是许风秋说的那样。剑朝云随后去往剑道峰。宗主又来了，没出去吗？顾景和询问了一声。出去的太匆忙，再准备一番，而且还有其他武者在寻找，刚好我再去看望看望长生。长生在休息。剑朝云道：雪琪没了，我想收长生做义子。这，请。剑朝云走了过去。咔，推开门，剑朝云走进房间。顾长生睁开眼。剑叔叔。顾长生虚弱的道了一句。长生，给你拿了一枚8阶前元养心丹。嗨嗨，多谢剑叔叔。剑叔叔，长生心里有愧。顾长生虚弱的说道。哎，此事也没办法，天意如此吧。剑叔叔，如若您不嫌弃，长生可做您义子。剑朝云。长生。剑朝云拉着顾长生的双手。长生，我也是这么想的。义父。长生。剑朝云擦了擦眼泪。丹药服下，你好生歇息，等我替雪琪报仇，你我再续父子之缘。好，义父小心。看着剑朝云转身走去，顾长生眼眸闪烁着一抹阴狠。呸，让你占老子几天便宜，届时你这万剑宗都是老子的。外面，剑朝云站在门口。咔咔咔，他握紧拳头，浑身颤抖。他自然是故意抓顾长生的手的。九霄神雷有动静，顾长生体内
有9霄神雷。剑朝云当场差点没有控制住自己，但是他还是忍住了。顾长生，好一个道貌岸然、卑鄙无耻的禽兽畜生！我万剑宗收留你，你就是如此感恩的畜生！剑朝云仰起头，悔不当初，悔不当初啊！雪琪，是为父害了你。你放心，为父要用这顾家所有人的血来祭你在天之灵。许风秋和林青竹去到了城内一家漂亮的客栈喝酒。许公子方才所说那些究竟是什么意思？林青竹实在是没搞明白。你觉得顾长生此人如何？许风秋问。伪君子，道貌岸然。毕竟林青竹知道顾长生有多么好，但又知道他是如何对待小离的。其他的先不说，就小离这件事已经证明他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了。如果万剑宗收留了他，他却趁与剑雪琪历练之时将其杀害，夺其9霄神雷呢？许风秋抿了一口酒问。林青竹，他露出一抹怒意。那他便是畜生。突然林青竹意识到了什么，他吃惊地看向许风秋。许公子，不会。许风秋点点头。所以这件招云必有他的方法，只要发现顾长生体内有9霄神雷，那么林青竹，那么万剑宗与顾家必有一战。许公子没灭的顾家，可借万剑宗之手将其灭掉，此乃借刀杀人。聪明！林青竹震撼不已。许公子比他想象中还要厉害。可许公子是怎么知道剑雪琪被顾长生所杀，又是如何知道剑雪琪体内有9霄神雷的呢？林青竹好奇地问。这个借刀杀人是厉害，也简单，但怎么能知道这个消息的呢？许风秋毕竟有外挂啊。系统提示一响，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了。你过来，本地与你说。许风秋笑道。林青竹好奇地坐在了许风秋的身边。许风秋把脸凑过去，似乎要说悄悄话的样子。许风秋突然伸出手，把他揽到自己腿上。林青竹俏脸猛地一红。许公子，他惊慌失措地娇嗔了一句。许风秋笑着放开了他。许公子不要捉弄青竹了。来。许风秋笑道。许公子请。万剑宗，剑道峰。顾景和来到了顾长生身边。长生，剑朝云找你说什么了？顾长生道。给了长生一枚8阶丹药，另外收我做义子了。也好。血气陨落，你以后有这义子的身份，在万剑宗也能吃得开。顾长生点了点头。他纠结了一会儿。太上长老，有事。顾长生沉吟片刻，道：太上长老，我顾家万年底蕴没了，以现在局面，若想重回巅峰，不走捷径，没有几百年，怕是不可能了。老夫也在想办法。你觉得我们直接强取一个宗门，重新立为顾家，然后将我顾家现在还流落在外的众人接回来，如此，该宗门的底蕴我们也能笑纳，如何呢？顾长生眼中闪过一丝阴霾。长生也是如此认为的。顾景和道：你啊，生性纯良，这才受他许风秋几番欺辱，本以为你会拒绝，不过现在看来，这些事情让你成长了，好事，太纯良反而有弊啊。顾长生看向顾景和道：太上长老，与其夺其他宗门，为何不夺万剑宗呢？顾长生这句话吓了顾景和一跳，他诧异地看着顾长生。顾长生坐了起来，沉声道：万剑宗的底蕴不比顾家差多少，夺权之后，万剑宗那些外来强者依旧为我顾家所用，只需将万剑宗剑家之人杀尽，万剑宗改个名字便是我顾家的了。顾景和还真的很震惊，这是顾长生能说出来的话，此举简直是没有人性啊！其一，剑家是他已故生母的家族；其二，万剑宗收留了他们顾家，有恩；其三，此举怕是要被九州唾弃啊！顾长生继续道：随便找个理由，让九州之人认为我们的做法是合理的，我顾家只是奋起反抗，没办法的事情，这样即可。怎么做呢？顾景和问。突然觉得这生性纯良的顾家少主似乎没那么简单了。他们如此信任我们，找个强者能够齐聚的机会，用毒。至于毒，我们有的是时间去寻找。顾长生道：在意。就在这个时候，剑道峰突然乱了起来。宗主，诸位，你们这是何意啊？外面传来了一声惊吼。顾长生和顾景和眉头紧皱。顾景和，发生何事了？他匆匆走了出去。顾长生眉头紧皱，隐隐有一种不妙的感觉。此时此刻，万剑宗的剑道峰被强大的结界封住了，在结界之外的虚空之上，站着剑朝云在内等几乎全部万剑宗的强者。此情此景也是震撼不已。许风秋与林青竹已经来到了万剑宗外，这么震撼的一幕也是吸引了大量的人。剑宗主，这是什么意思？顾景和走出来，眉头紧皱，大声问了一句。这简直是剑拔弩张了，怎么突然对他们顾家剑拔弩张呢？也要有个理由啊。
见昭云怒吼声传来：“顾长生、顾家，我万剑宗好心收留你们，你们简直是畜生！顾长生觊觎我女儿剑雪琪的九霄神雷，不惜迫害于她，夺她九霄神雷，还欺骗我等是被九幽的冥芒所吞，此举人神共愤，猪狗不如。你顾长生，狗屁的翩翩君子，你就是这世上最让人痛恶的虚伪小人、伪君子、畜生！你母亲是我剑家人，你竟然连自己家人都迫害，你连自己的仙侣都迫害，你还是人吗？”哗！此话一出，不仅仅是外面看戏的那些人瞪大眼睛不敢置信，连同顾家那些人也是无法相信。什么？这顾长生竟然如此畜生！万剑宗好心收留他，他竟然为了九霄神雷设计迫害剑雪琪。这剑雪琪和顾长生前几日才传出已成仙侣的事实啊！他连自己仙侣都杀，好阴险的小人！此前他竟然装了这么多年的翩翩君子，背地里竟是如此小人，不知这些年他背后做了哪些人神共愤之事啊！此等虚伪小人，可比那些大陆恶人可怕，可恨千百倍。他顾长生此等忘恩负义之举，乃百年罕见。所以许风秋之前说的关于他的一些小人事迹，那看来全是真的了，是我们误会许风秋了。杀了他！杀了他！顾景和怒吼道：“胡说八道！长生为人，人尽皆知，谁做出这等事情都可能，唯独长生绝无可能，绝无可能，绝无可能！他顾长生体内的九霄神雷从何而来？”许家许风秋、林仙子在大荒天域亲眼所见顾长生杀了雪琪，炼化九霄神雷。剑朝云怒道：“顾景和，一派胡言！他许风秋的话，剑宗主你也信？”剑朝云：“九霄神雷乃5年前本宗主游历之时无意间所得，于1年前将其半数交给了雪琪炼化，另一半一直在我万剑宗。听到许风秋的提示，本宗主刻意将另一部分炼化。就在方才，又是刻意找到顾长生，感知到了他体内的另一半九霄神雷。顾长生小儿，你可敢出来对峙？顾长生，你可敢出来对峙？顾长生！”剑朝云那充满着悲愤的怒吼声响彻整个天际，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作为一个父亲的痛苦，作为这件事情的亲历者的后悔和悲愤。自己好心好意收留的人，自己把女儿都交给了他，他竟然为了九霄神雷设计杀了剑雪琪，简直不是人，简直连畜生都不如。在剑朝云心中，他女儿也算是他这个做父亲害死的。很多人在等待事情的后续，他们站在虚空看着剑道峰之上，他们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顾长生能否出来对峙。顾长生没有出来，此时此刻房间内的他脸色难看至极。许风秋，又是许风秋！咔咔咔，他死死地攥紧拳头，满脸的阴狠和怨恨。许风秋看到他的现场了，为什么总是这个许风秋坏他好事？到底是为什么？这下完了，全部都完了。第一，顾家被困住了；第二，之前他顾长生身上的一些负面消息，倒还有人不相信。这件事情一出，他顾长生将彻底沦为九州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九州将无他顾长生的容身之处。此事的恶劣程度，他心里一清二楚。他彻底毁了，他的计划也全毁了，甚至他得到的只是一半的九霄神雷吗？许风秋！顾长生咬牙切齿。外面，顾长生并未出来，顾景和等顾家之人脸色很难看，原因无他，因为他们心中也是如此认为的了。证据确凿啊！而且顾长生也不敢出来对峙，明显是心虚了，丢人。他们这群顾家强者都觉得丢人，可能怎么办？这顾长生出都不出来，那完全没有任何的解释了。没想到曾经九州鼎鼎有名的顾家少主顾长生，顶级天才，文质彬彬，翩翩君子，竟然背地里是如此的阴险小人，令人细思极恐。杀了他，把他凌迟！此等阴险小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仙侣都迫害，乃九州之祸害。杀了他！众人群情激愤。顾景和抱了一拳道：“剑宗主，还请高抬贵手！高抬贵手！此等小人还要让老子高抬贵手？你踏马顾家，全都不是好东西！”剑朝云怒火中烧吼道：“你顾长生出来，老子还敬你是个公畜生，出来都不敢出来是吧？行，万剑宗听我令，顾家之人皆为小人，拼上一切，以顾家全员之血来祭我爱女雪琪之魂！”剑朝云朝天一指，黑云滚滚出现，顾景和等顾家人瞳孔一缩，捏妈的，躲过了顾家一劫，怎么又来？这顾长生，卧槽你妈啊！剑宗主需要帮忙吗？本尊可助万剑宗一臂之力，本尊也来。等着，本宗主去红尘宗摇人，完全自发，无需万剑宗任何人情。本宗主只想铲除掉顾长生此等祸害。
半个时辰，只需半个时辰，老夫这就去摇人。众人也是群情激愤，主要是太愤怒了。一个翩翩君子，却是阴险小人。这个就算了，他杀的是自己的半个亲人，是自己的仙侣，此等做法简直人神共愤。多谢诸位，给我杀！杀！是啊！他们齐刷刷地冲向剑道峰。顾家一众强者瞳孔一缩。顾家听令。顾景和吼道：“在，给我奋死抵抗！”是。继许风秋3场震动九州之战的第4场在万剑宗上演。许风秋副手与林青竹站在那儿。顾家确实很强，但万剑宗也绝对不弱。再加上连绵不绝自发站出来助万剑宗铲除九州祸害的强者越来越多，甚至有几个宗门，他们拖家带口的都来了，逐渐呈现一边倒的局面。能让诸位强者不求回报、不计损失、自发出手的事情，除了一同铲除为或人间的魔教势力外，顾长生也真算是第一人了。林青竹带着一抹鄙夷说道。许风秋淡淡道：“铲除魔教势力也是要有势力下场带头的，论主动还真比不过此事。”许公子说的是，每每想起之前与顾长生作论诗，便觉得污秽，那偏偏君子之下竟是如此阴险小人。林青竹气愤不已，气愤的是自己看不透他，也是顾长生此举太过于阴险无情。时间慢慢过去，顾家一点一点已经顶不住了。顾景和吐了一口鲜血。严老！他大喝一声。嗨嗨！先帝8阶的严老落下。顾景和咬着牙，这里我等守着，请严老带长生离开万剑宗，我顾家之脉不能断。严老，此等卑鄙小人还要留吗？不如交出他，我等还有机会保全啊。顾景和皱着眉，可长生是我们顾家的顶级天才，放眼九州也是佼佼，现在更是先帝2阶，只有他才能重振我顾家之风啊。可他所作所为之后，恐怕是难以在九州立足了啊。顾景和，这些先不用考虑，你我死了无所谓，长生是我顾家如此优秀的血脉，不能断啊。我们要有责任感啊，之前顾家一事，你我就，现在怎么可以呢？严老，你我还年轻，还能生啊，生下来的后代一定不差的，说不定比长生还要强呢，至少不是过街老鼠啊。你我延续顾家后代，不也是责任感吗？顾景和，对，你我还年轻，还能生。走，这下就没有负罪感了，本身你我无故之冤就是他带来的。走，交出顾长生，老夫去找他，你顶住。严老点点头。好，尽快。顾景和赶紧脱离战场，进入顾长生房间。然而床上只有血迹，却没了顾长生的身影。顾景和眉头猛地一皱，捏嘛，顾长生呢？他人呢？顾景和连忙冲出去，整个剑道峰搜寻顾长生的身影。最终他还是没有看到顾长生，但是他在后山的位置发现了一个阵法。操！9天空间大阵。顾景和咬牙切齿，这是9阶大阵，这大阵应该是顾长生父亲顾方舟给他的，阵法是不会凝聚的，这是一个阵法图，灵力催动，直接启动阵法，简单而言是一个保命的东西。如果顾方舟没有给顾长生当时许家，他就能靠9天空间大阵逃离了，他没用，代表这阵法图没在他手上，他给了顾长生，而现在结界困住了他们所有人，他刚才还想方设法看看能不能举他们全部之力打开一道口子，把顾长生救出去呢。这个 BYD 倒好，他惹出来的事情他自己悄悄跑了，这个大阵甚至是可以帮很多人一起跑的，他就自己跑了。 BYD 畜生啊！顾景和仰天长啸一声。时间慢慢过去，越来越多强者的入场，顾家根本无法抗衡了，本身他们已经没有心气，更是打不过。顾景和疾驰而来。这么久，老夫以为你跑了。顾长生呢？严老擦了擦嘴角的鲜血问道。顾景和握紧拳头，这个畜生他跑了。什么？他怎么跑的？老夫都跑不出去。严老一脸懵，应当是宗主给他的9天空间大阵。严老，他有9天空间大阵，不带着我们一起跑？我哪知道，真是个畜生。顾景和咬牙切齿。9天空间大阵阵法图凝聚也需要一些时间，他是让我们当炮灰，替他拖延时间，他自己跑。严老一脸怒色，真是个畜生啊！我早就该想到，一个如此卑鄙无耻，连自己仙侣都要迫害的人，他又怎会做不出如此之事呢？顾景和握紧拳头，前方顾家的强者们已经顶不太住了。剑朝云杀了过来，怒吼道：顾景和，交出顾长生！不是老夫不交啊！他跑了！顾景和吼了一声。
跑了，你们都跑不了，他能跑了。都到这个局面了，你们顾家还是执迷不悟。好好好，众人听令，给我杀，一个不留。丁，顾家被灭，顾长生天命值减200万，你的系统值2000万。许风秋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还剩下450万左右的天命值。接下来废其修为，断其传承，夺其九霄神雷，这450万的系统值差不多就光了。他得到的无情道是来自于数万年前的无情魔祖传承，这无情魔祖堪称是9州战力天花板级别，他的全部力量传承加起来给顾长生提供了200万天命值，不然他也不可能直接挣到先帝2阶，但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他这种就属于是走钢丝了，甚至极有可能被无情魔祖反噬。简单而言，搞不好过段时间这顾长生就不是顾长生了，而是无情魔祖了。九霄神雷提供了100万。天谴诀，许风秋暗暗释放天谴诀。万剑宗顾家那些死去的强者，其力量全部被许风秋利用天谴诀吸收，修为再次暴涨。隐隐感觉用不了多久他就要先第4阶了。许公子，顾长生好像跑了。林青竹黛眉微蹙道，他跑不掉的。许风秋自信地说道，对于顾长生这种人来说，他太爱惜自己的羽翼了，从高高在上的顾家少主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种其实是比杀了他还难受。以前出去众星捧月，他很享受，更享受那些姑娘们对他的倾慕和崇拜，现在无法享受这些，他会癫狂的。接下来就是本地的事情了。林青竹不解许风秋的话，走吧。许风秋和林青竹准备离开。许少主，剑朝云追了过来。剑宗主还有事？许风秋问。剑朝云咬了咬牙，他顾长生跑了，最可恨的一个人跑了，跑不掉的。许风秋道，哎，虽说今日之后他成了过街老鼠，但毕竟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他若想隐藏于这大千世界，怕是难寻。说完，剑朝云握紧拳头，浑身颤抖。我恨不得活剥了他，我恨不得活剥了他。许风秋道，会有机会的，告辞。且慢，剑朝云又喊住了许风秋，随后他对着许风秋抱了一拳。之前多有得罪，还请徐少主海涵，我与万剑宗本就没什么深仇大恨，哎，悔不当初，就不该收留他顾家孽畜，此事要多谢徐少主提醒，否则我甚至还要对他顾长生百般培养。所以剑朝云右臂缠绕着恐怖的雷霆之力，此雷霆出现的瞬间，头顶的云层都开始翻腾起来了。剑朝云硬生生地将雷霆抽离了出来。噗，他一口血喷出，然后半跪在地上，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而他面前一团雷霆爆发着极其恐怖的威势，突然之间天色黑了下来，滚滚雷云让人感到窒息。漫天雷霆在大雨之中倾泻而下，灌注于九霄神雷之中，那抹雷霆愈发的庞大骇人。此情景也是引来众人侧目。九霄神雷，传说中的九霄神雷，仅仅只是一半的九霄神雷出现在尘世，便引来如此可怕的天地异象。若此雷在此地几年，怕是周围要成为一片雷霆禁地了。难以想象，若是完整的九霄神雷会是何等可怕。这件朝云什么意思？他竟然将自己炼化成功的九霄神雷硬生生的剥离出来了，此举对他损伤巨大，怕是境界都要从先帝之境倒退一阶。许风秋皱了皱眉，剑朝云面色惨白道，徐少主，我见朝云不是什么好人，但也绝对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多谢你的提醒，本宗主才能替雪琪报仇。这九霄神雷本是留给雪琪的，就当是我剑朝云回报徐少主的，另一半我就没办法了。许风秋抱了一拳，那本地便不与剑宗主客气了。九霄神雷对于许风秋乃至是九重天那些更离谱的天才，比如仙宫圣子，这些都是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多谢。剑朝云抱了一拳，转身回了万剑宗。而许风秋对着那九霄神雷伸出手，看起来极其可怕的天地异象也是消失了。九霄神雷被许风秋收进了百宝袋小世界中。众人眼巴巴地看着许风秋，又是至尊骨，又是九霄神雷，这许风秋身上的好东西可太多了啊！全大陆的强者肯定都是觊觎他的，不管有仇没仇，为了一个至尊骨和九霄神雷，完全值得出手。就是看看需要寻找一个好的机会，并且不能被许家知道。走吧。许风秋随后带着林青竹离开了此处。3天之后，万里之外，迷雾沼泽，顾长生睁开了眼睛，伤势恢复了5成了。这迷雾沼泽他是不敢继续待下去了，没办法，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迷雾沼泽，至少这里很适合藏身，但很危险。许风秋，
顾长生满目狰狞。顾长生离开了迷雾沼泽，他去到了最近的一座城内，打算换点药材。为了保险起见，他对自己的伤还是很重的，就是怕被发现。在万剑宗，他休养是肯定能好的，但是现在离去匆匆，他身上都没什么疗伤的手段了。现在只好了5成绝对不够。天风城，顾长生戴上黑袍的帽子，随后走进了城内。就是嘛，谁能想到这个顾长生竟然是如此阴险小人？他这件事情也影响还是很恶劣的，竟然能让万剑宗周围那些宗门强者自发的不求回报，不计代价主动出手。这顾长生就算是跑了，以后也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现在整个九州每一座城都有这个败类的画像，画像还是以画入道的画圣亲手所做。整个九州已经没有他容身之所了，他但凡被发现踪迹，瞬间就会有大量的人扑过来。真是个败类，以前我还喜欢读他的诗呢，现在回想一下，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真该死啊！顾长生低着头，咬着牙。完了，这才几天，这消息都已经传到了万里之外的此处了。这整个九州真没有他顾长生的容身之所了。许风秋，你害我，你害我一生。我顾长生如此光鲜亮丽、众星捧月的九州顶级天才，因为你，我现在如此落魄，人人喊打，我顾长生何许人也？都是你。这时，一个身影在城内骑着马，喊道：“各位注意了，据有情人透露，疑似发现顾长生去了迷雾沼泽，这里距离迷雾沼泽仅有80里地，大家都注意警惕。”听到这话，顾长生脸色一变，赶紧低着头，匆匆走开。至于吗？这些人至于吗？本少不就是杀了个人而已吗？杀人夺宝的事情，你们没干过是吗？非要把本少逼死你们才愿意吗？等到你们把本少逼死的那一天，你们每个都是罪魁祸首，跟本少又有何不一样的？咔咔咔，顾长生握紧拳头，嗖！他甚至看到了虚空之上有2个仙帝疾驰而去，不知道是哪个势力的人，但是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堂堂仙帝都去搜寻他顾长生。很快，顾长生也是得知了原因。万剑宗拿出了他们的正宗圣器，在整个九州都鼎鼎有名的紫云铃铛作为报酬，全大陆通缉顾长生。紫云铃铛，任何一位仙帝拿在手里，等同于多了一件大杀器，是可以让他们跨级战斗都能有胜算的顶级圣器。所以，很多仙帝他们为了这个紫云铃铛，还是愿意出来尝试一下的。知道这一点，顾长生也明白他现在的处境到底有多艰难，甚至各大势力的强者都在主动去搜寻他，这让他怎么办？他能怎么办？我有什么错？杀个人而已，你们没杀过人，杀人夺宝罢了，你们没做过。九霄神雷在你们面前，你们能无动于衷？凭什么要逮着我不放？凭什么？我有什么错？顾长生眼眸通红，身体微微颤抖。你们逼我的，都是你们逼我的。顾长生随后往一个地方疾驰而去，他得到无情魔祖的传承，这么久一直没敢获得这个传承，因为他一直很忌惮，他担心这股力量虽然能让他变强，但可能会有危险。但许风秋压垮了他，他没得选，他选择继承了这股力量，从而晋升到了仙帝。现在许风秋再一次的压垮了他，有个地方他一直没去，那里是属于无情魔祖自己留下来的遗址，在那里他将获得更加恐怖的力量。之前他是绝对不敢去的，因为他怕自己被无情魔祖夺舍，但是现在他被逼入绝境了，他没得选，他只能去了。另一边，许风秋来到了北苍深渊，一处不知道究竟有多深的深渊。站在崖边看下去，是浓重的白雾，阴森森一片，阳光几乎都无法照射到此处。无路可走的你，即使忌惮自己被无情魔祖夺舍，但这是你目前唯一能够逆天改命的办法了。这北苍深渊，你来还是不来？许风秋负手站在那里，能够知道顾长生生平的许风秋，顾长生所知道的许风秋都知道。许风秋自然知道无情魔祖力量的存在，也自然知道这里是顾长生最后的翻盘之地。无情魔祖的力量他已经获取了，然而又被他许风秋当头一棒。现在他能做的就是来这里赌一手，赌他能够逆天改命。赌无情魔祖的目的并不是夺舍他，或者说即使要夺舍他，他顾长生也能够反过来将其反噬掉。因为对于这样一个无比在意自己光环的人，他失去了光环，成为了过街老鼠，他的心态会无比的扭曲绝望，他只能走这条路。许风秋不知道顾长生来没来，有可能已经在下面了，有可能还未到。嗖，他纵身一跃，进入北苍深渊。北苍深渊之下，一处秘境之中，顾长生走在阴森森的通道内，前方出现了一片诡异的空间。你终于来了。
一个阴沉的声音传来，随后一位着黑袍不露出任何一丝肌肤的身影出现在顾长生的眼前。俨然这是无情魔祖的残魂。顾长生呼了一口气，这无情魔祖是什么阴险的角色，他太清楚了。他也知道无情魔祖必然没安好心，但此行前来，他就是抱着赌命的想法。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残魂而已。他顾长生虽然年轻，但现在是先帝2阶，大陆巅峰存在，又不是叶枫那种还在发育期的气运之子。他不怕，他能赌。晚辈顾长生见过无情魔祖前辈。顾长生抱了一拳。无情魔祖点点头，你与本座有缘，没想到这数万年之后，竟真有人能得到本座的传承，也很感激你，愿意来到此处，让本座全部的衣钵和力量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必不辱前辈夙愿。顾长生道，先接受最后的传承吧，本座手中还有一玄天圣器留给你，来吧。顾长生握紧拳头，他知道他接受这个传承大概率很危险，大概率要被夺舍，但是他没得选，他赌命。是。顾长生抱了一拳。无情道，便是要斩去一切情，将你的情化作你修炼的养料。你的父母，你的仙侣，你的手足兄弟，都是你修炼前进的养料。他们虽然会死，但成就了你，等同于你带着他们一同踏入巅峰。很不错，你做到了，你很适合无情道，本座很满意。随后无情老祖化作一抹黑红之光，涌入顾长生眉心。涌入的瞬间，那恐怖的黑红之光照亮了整个空间。顾长生双眸瞬间泛红，表情狰狞痛苦。啊！他咬着牙长吼。许风秋来到了北苍深渊之下。窥灵瞳，楚然晋级为3阶气运之子，奖励的窥灵瞳。窥灵瞳可探查境界不高于自身5阶目标的属性，可探查灵力走向、秘境、幻象。探查目标属性倒是其次了，查看灵力走向才是最逆天之处。在许风秋此刻的视线中，就仿佛是红外线热成像仪的感觉。他能够看到灵力的走向，哪个位置的灵力更加浑厚。他看到了一个位置不断流露出灵力，就是那里了。许风秋走了过去，一面墙壁。许风秋走过去，将手按在墙壁之上，灵力催动。看来人已经进去了，需要一些时间破这墙壁之上的符印。半日过去了。啊！在一声顾长生的怒吼之下，他血红的双眸逐渐的恢复了正常，身边一股黑色的气息消散。滴答滴答，豆大的汗水不断的滴落，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顾长生一只手捂着脸，逐渐狰狞扭曲的笑了出来。顾长生的笑声逐渐的猖狂大声起来。无情魔祖，不过如此，哈哈，还想夺舍本少？你真以为本少是什么凡夫俗子吗？老子早就知道你无情魔祖没安什么好心，你以为老子是煞笔白痴，不过是一抹至尊先帝的残魂罢了。顾长生冷笑了一声，欺我者，我顾长生必将100倍奉还。许风秋、林青竹、万剑宗，还有那些全大陆寻找本少的人，等着吧，本少一个个把你们全部杀光。杀光。突然顾长生眉头一皱，他低头一看，自己胸口心脏的位置怎么长出来一把剑？不对，噗嗤！顾长生瞳孔一缩，他喷出一口鲜血，然后不敢置信地转头看了过去。你好啊！许风秋对着他摆了摆手，嘴角一勾打了个招呼。顾长生，捏嘛！这哪里是胸口长了一把剑，这是许风秋从他背后一剑刺透了他的身体。许风秋！顾长生捂着胸口，连连往后踉跄几步。不可能，为什么许风秋在他后面？许风秋嘴角一勾，道：本帝等了你许久了，可算是成功了。许风秋老早就已经来到顾长生背后了，一直在看戏。他成功反噬夺舍无情魔祖，天命值再涨100万。许风秋为的就是这个啊，不然早就动手了。这个顾长生不亏把他留了这么久，算一算，他开局是689万的天命值，后续几次提升，天命值暴涨几次，他一个人给许风秋能增加近亿的系统值，真好的一个经验宝宝啊！你，顾长生吐着血，不敢置信地看着许风秋。怎么？很意外。顾长生身体踉跄着几次，差点摔倒。他发出了癫狂又绝望且认命的大笑，鲜血在笑的时候不断地从嘴里流出。许风秋，又是你？为什么？为什么？他双眸血红，面色狰狞地对着许风秋咆哮。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毁了本少的名声，灭了本少的家族，夺了本少心爱的女子，每次在本少最得意的时候都是你。
顾长生面色癫狂地看着许风秋：“我有什么错？你杀的人比本少多多了，为什么他们就盯着本少不放？你没杀人夺过宝，那本少杀人夺宝有问题吗？”顾长生情绪激动：“这大陆那么多人都这么做过，为什么就盯着我？”噗！他身体连连往后踉跄，阴狠地盯着许风秋，继续道：“九霄神雷，谁不想要？你许风秋若是我，你不动手吗？你忍得住？谁又能忍得住？”顾长生身体不断颤抖：“我还收养了那么多可怜的小动物、小灵兽，做错一件事就把我所有的好都否定了吗？更何况我有什么错？啊！成王败寇，实力为尊，这就是九州。扪心自问，你收养那些动物是呵护他们，还是以虐杀取乐？”许风秋淡淡的问。顾长生眼睛变得很可怕，看着许风秋，语气轻佻：“不一样吗？他们反正是死，我救了他们，把他们带回去，那他们的命……”他的神态逐渐的变态起来，他们的命就理应被我所左右的啊。那纪伯昌一家人呢？许风秋淡淡的问。纪伯昌，他回本少名声，我杀他全家不对吗？你不会这么做吗？更何况我还留他几个家人一命，已经仁至义尽，有问题吗？啊！许风秋，你说有问题吗？突然顾长生眼神一狠，他拔出身上的剑：“都他妈是你，老子被你全毁了，去死吧！”啊！禁灵卡瞬间爆发出来的可怕力量被许风秋轻松破掉。顾长生忍着剧痛，不敢置信地重新催动灵力。嗖！下一瞬，许风秋冲到他的面前，一掌拍在他的胸口。噗！顾长生飞了出去。空中的顾长生被许风秋的力量掌控着。断你传承！许风秋手一挥，啊！顾长生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叮！顾长生无情刀被断，无情魔祖传承被断，天命值减250万，你的系统值加2500万。九霄神雷！许风秋强行抽出已经被他炼化了的一半的九霄神雷。啊！顾长生凄厉的惨叫不断传出，九霄神雷被剥离出来，随之进入许风秋的百宝袋小世界内。叮！顾长生失去九霄神雷，天命值减80万，你的系统值800万，废你修为！许风秋对着空中的顾长生伸出手，灵力催动。顾长生的力量之源地丹在体内闪烁着金光。不，许风秋，不要废掉我，不要！顾长生瞪大眼睛，连连摇头求饶。啊！下一秒，他又是惨叫传来，地丹被许风秋直接捏碎。叮！顾长生修为被废，天命值减200万，你的系统值2000万。扑通！顾长生身体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废人。杀了我！顾长生发出虚弱的声音。杀了你！许风秋露出了一抹冷笑，那岂不是太便宜你了？有个地方很适合你，万剑宗。剑朝云坐在院落之内，他的头发已经全白。对于女儿的死，对于女儿的愧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顾家的人都死完了，但是顾长生还活着，天下何其之大！顾长生先帝2阶，他想要隐藏起来，谁能找到他？短时间内恐怕难了。可他天赋如此之高，怕是用不了多久，境界会不断提升到让他想报仇都很难的地步。宗主！一位强者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剑昭云疲惫地抬起头。何事？许风秋，许少主，他把顾长生抓到了。蹭！剑朝云猛地站起了身。什么？他在哪儿？宗门外。嗖！剑朝云直接冲了出去。万剑宗宗门之外，此时此刻汇聚了大量的人，而顾长生跪在那里，并且许风秋还替他治愈了不少。现在他是清醒的，他已经沦为一个废人了，想要反抗根本做不到。杀他，那真是让他解脱了。顾长生这种天才，这种翩翩君子，极其好面子的人，他的光环消失，修为归零，被万人唾弃，才是对他最大的折磨，而并非简简单单的杀了他，把他交给万剑宗。剑朝云是最能够折磨他的。一群人对着顾长生是万般唾弃。顾长生，败类，畜生！徐少主干得好，这顾长生好啊，恶有恶报，今日他落在万剑宗的手中，有他好受的了。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打他！这些人的话，无疑是对顾长生最大的折磨。他暴露在众人面前被鞭尸，无疑也是他最丢脸的折磨。他是顾长生，先帝顾长生。啪嗒，一个鸡蛋扔在了顾长生的头上。顾长生猛地站起来，怒视着扔出鸡蛋的那个小女孩。你敢扔我顾长生？顾长生对着小女孩隔空抬起手。
那小女孩吓了一跳，下一秒她愣住了，她没有修为了。见状，百姓们纷纷扔出菜叶、鸡蛋，噼里啪啦地砸向顾长生。嗖！剑朝云带着人来到了此处。顾长生，剑朝云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了这么3个字。顾长生浑身一抖，畜生！咔咔咔！剑朝云攥紧拳头，顾长生扑通跪了下来。剑叔叔，是许风秋，是许风秋设计陷害了我啊！剑叔叔！顾长生哭喊着，指着不远处的许风秋。剑叔叔，他许风秋计谋已成，您看他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明星，他只是略施小计，灭了顾家，得到了9霄神雷啊！剑叔叔，都是他许风秋的计谋啊！剑朝云自是不信他的话，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剑叔叔，你不信我吗？你信一个外人！剑朝云拔出一把匕首，走向顾长生。顾长生露出恐惧的表情，寒光一闪，顾长生一根手指直接飞了出去。啊！惨叫声传来，来人！剑朝云吼道：“给我把顾长生锁在此处，任由千夫所指，任由世人对他辱骂、唾弃，被世人慢慢折磨致死，以祭血旗在天之灵。”顾长生瞳孔一缩，他然后大笑了一声，随后双眸血红地盯着剑朝云：“是，都是我干的。剑朝云，你女儿可真不错啊，很润，真是听话。哈哈，可惜了，可惜啊，实在是想把她杀了之前再享受一番的，真是可惜。”剑朝云握紧拳头，强忍着怒火：“快办！”是。随之一根铁柱从天而降，2条锁链捆住顾长生的手腕，将其拴在铁柱之上。大家不要让他好过，大家砸他！切儿，这就是顾长生，是无耻败类，以后我们每天都要过来教训他。无数的菜叶、石头、鸡蛋不停地扔在顾长生的身上，顾长生受不了这种屈辱，怒吼道：“有种杀了我！”嗖！就在这个时候，几个身影落在了顾长生的面前。哦，许风秋眉头一挑，看着来人，凤凰台圣女洛琉璃，而她带着2个人，一个如同乞丐般的男人，一个眼神呆滞的少女。男人是纪伯昌的父亲，被顾长生割去了舌头，在青楼外当乞丐，每天看着大量的男人进入青楼；而少女是纪伯昌的妹妹，被顾长生玷污后扔进青楼，饱受折磨。呜呜呜！男人看着眼前的顾长生，眼神颤抖，情绪激动，不停地呜咽着。他愤怒地哭着走向顾长生的面前，砰砰砰，一拳打在顾长生的脸上。他发了狂一样抓着顾长生的脸，想要把他给撕碎。但顾长生虽然被废掉修为，体魄强度降低，却依旧不是寻常凡人能够对他造成致命伤害的程度。是你？顾长生看着那个男人，来，杀了我，给你妻儿报仇。是男人就杀了我。呜！男人捡起地上的石头，对着顾长生头砸去。砰砰砰！石头对着顾长生的头猛砸，一下一下又一下。良久，男人浑身无力地瘫倒了下来，跪在地上哭泣着。少女跑过来和他抱在一起哭着。剑朝云看着男人，同样来自父亲的心被猛地触动了一下。他走了过去，扶起了少女和男人。给！剑朝云帝给了男人一把剑，此剑乃10阶灵气，足以破掉现阶段顾长生的体魄。他本想让顾长生受尽折磨，可现在他反悔了。死虽然是解脱，但一个父亲能够亲手杀了他，至少算是一种救赎。顾长生咽了一口口水，虽然他现在这样不如死，但当他觉得自己真的要死的时候，他还是无比的恐惧。呜！男人拿着剑发了疯一样对着顾长生一剑一剑的砍着。洛琉璃看着眼前一幕，美眸微微闪动。许公子！洛琉璃走到许风秋面前，微微行了一礼，多谢许公子铲除了这个祸害。许风秋看着洛琉璃，明知故问：“洛仙子，这2位是？”洛琉璃看着那对父母道：“纪伯昌的父亲与妹妹。前段时间，我与顾长生无意间在清风镇相遇，便看到了心酸一幕，当时便产生了怀疑。经过一些时间的调查，找到了他们，也理清了一切缘由。顾长生玷污了他们一家女子，杀了纪伯昌之母，还有方会走路的弟弟，将少女扔进青楼，将纪伯昌之父割去舌头，在青楼外看每日男子进进出出。”许风秋点点头，是他能做出来的事。许公子这些时日为了铲除如此败类，也辛苦了。没想到洛仙子这些天一直也在默默调查此事。洛琉璃，方巧碰到了。丁，洛琉璃对你的好感加5，当前好感16。而另一边，顾长生已经被纪伯昌的父亲砍得血肉模糊，近乎成了一滩肉泥，
死的不能再死了。剑朝云走了过去，看着二人，从今日起，你二人来我万剑宗。说完，剑朝云看着那满眼通红的少女，嘴唇颤了颤。丫头，你可愿意认我为义父？少女哭着跪了下来。无需。剑朝云眼眶也是微微泛红，赶紧扶起了她。走，跟你父亲，我们回家。许风秋与洛琉璃一同返程。听说许公子与林仙子要成婚了。洛琉璃随口道了一句。对，不剩多少时日了。恭喜，林仙子是琉璃也十分欣赏的存在，倾国倾城又有才华，许公子又是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你二人实是般配。许风秋感慨道。其实早些时间，我还想让父亲带人去凤凰台提亲的。洛琉璃好奇地看了许风秋一眼。许公子去凤凰台与何人提亲？凤凰台有许公子的红颜知己吗？许风秋笑了笑，红颜知己算不上，只是本地清新而已。是何人？洛琉璃好奇地问。这凤凰台最美的女子是哪位呢？许风秋微笑着问。洛琉璃露出了一抹思索的表情。没错，他真的在认真思索了一番。突然他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敢置信地看着许风秋。许公子要与师尊提亲？许风秋，洛琉璃的一番话都把许风秋吓了一跳。卧槽，他是什么脑回路？凤凰台之主。洛琉璃看着许风秋的眼神，他知道自己猜错了，同时聪明的他猜到了什么。许公子莫要取笑琉璃了。许风秋笑了笑道，保不齐我真有一天要去凤凰台。洛琉璃。许风秋随之道，不说了，洛仙子要来吗？洛琉璃点点头，若许公子邀请，琉璃自然要去祝贺。好，恭候，后会有期。二人向着两个方向疾驰而去。丁，恭喜顾长生已死，天命值归零，获得奖励，天命值加100万，系统值加5000万，随机一件玄天圣器。许风秋露出了一抹笑意，终于解决了。这个顾长生接近700万的天命值，理论上天命值清空，许风秋也就只能得到接近7000万系统值而已。但最终许风秋从他身上得到了1个亿的系统值。打开面板，宿主许风秋，年纪28，种族人族，境界先帝3阶，体质纯阳之体，万毒之体，混沌之体，不死之身。功法天谴诀，太虚天眼诀，风尘剑诀，凤凰宋氏录，大天命之术，乾元苍穹诀，九雷灭世诀。奖励窥灵瞳，九龙焚天炼丹术，天通阵法图大成，巅峰极剑意，天逆阴阳诀，大道天命书。系统值1亿5000万，天命值3859810，三阶气运之子。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许风秋也是接近4阶气运之子了。他的一些事情的行为也会增加天命值，包括他得到系统的一些奖励，变得很强，得到至尊骨等等，都是可以提升天命值的。其实理论上，许风秋的天命值应该会更高，甚至高很多。主要有2个原因限制了许风秋的天命值提升。第一个，他行反派之路，他的一些做法，他招惹的那些敌人太多了，这些都是潜在的威胁。如此多潜在的威胁，在许风秋羽翼还未丰满的情况下，会折损天命值的。第二个，黎千雪。当时许风秋也不懂啊，他也很猛的，就是把黎千雪骗到手。骗到手以后，本以为慢慢来就行了，谁知道，我靠，再一看天命值，捏吗？好不容易涨上去的100多万，跌没了，差点又要跌成负数了。许风秋那个时候想到了一个可能，那就是，毕竟自己是骗他的嘛，万一他知道真相，则还是很危险的。所以，咱还是尽快拿下。拿下之后，咱把感情培养好了，到时候肯定就没啥问题了。还有一个李沐风，李沐风7阶气运之子，无上帝体，圣火灵窍。许风秋该着手对他动手了。准确来说，许风秋斩他根就已经开始对他动手了，只不过现在没有闲工夫教训他，等大婚之后正式着手。奖励了什么玄天圣器？许风秋期待地查看了一下，伸出手，一个棋盘呈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生死棋。许风秋露出了震撼的表情。玄天圣器排名第6，生死棋。顾名思义，生死棋便是一座棋盘，棋盘一开，自身与任意一人进入棋盘世界，以其对弈，以其决生死。不管你的境界多高，你就算是至尊先帝，你也突破不了生死棋的棋盘空间，也只能老老实实的跟他许风秋下棋。棋胜者则活，棋败者则亡。所以
这是一个至尊先帝都会怕的东西。还有，生死棋并非只能2人对弈，如果这边有很多人的话，只要他们没有及时逃开，他们会一并被送入生死棋棋盘空间中，两对弈。也就是说，一群人注定会死一半。这东西若是能把同势力的一群人弄进去，他们等同于自相残杀了。至于能让多少人进入棋盘空间，主要是看使用者的实力，实力越强，棋盘数量越多。但一旦使用生死棋认主者，也一定会在棋盘之中。这个，许风秋皱了皱眉，强是很强，最简单的用法，他遇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打不过的人。没关系，咱们来下棋。那他许风秋还有胜算的，但问题在于，许风秋的棋艺很一般。这大陆爱棋之人何其之多，更何况那些强者，一个个都喜欢下棋修身养性，提升心境。他绝对下不过那些强者，而下不过他们，死的就是他自己。还需找机会提升棋艺，不然这生死棋在我手中暂且没有用武之地。许风秋沉吟了一声，这要是落在棋圣手中，当真天下无敌了。九州七重天，狼牙仙宫。蹭，床上一个年纪看起来20几岁的英俊男子猛地睁开了眼睛，他扫了一眼陌生却又熟悉的场景。我重生了。萧晨露出了一抹惊喜的表情。哈哈哈哈，天不亡我，天不亡我啊！萧晨大喜过望，随之而来的就是愁容。财神黄境吗？哎，也是，这个时期的我也就是神黄境而已，万道神符也没了，无上帝体还未练成。萧晨于14岁加入七重天狼牙仙宫。狼牙仙宫，七重天顶级宗门，从一个外门弟子一路成为狼牙仙宫圣子，后遇大量奇缘，一路逆天而行。而现在他是25岁，还不是他巅峰的时候，他有很多原本属于他的机缘还没拿到。他在九州真正崛起是在30岁，他是35岁才成就先帝之境的，跟很多人比起来差得很远，但他机缘逆天，很快赶超了众人。上一世我能35岁成就先帝，这一世我将成为九州最年轻先帝。他眼神充斥着坚毅。重生归来，这九州发生的一切我了如指掌。李沐风天生无上帝体，我也是到了八荒才知道这李沐风竟然是天生无上帝体。现在这李沐风应该是刚刚晋级先帝不久，若能夺他无上帝体，我倒也是省得修炼了。现在的叶枫应该也是已经崭露头角了吧。上一世不管是你叶枫还是李沐风都高我一等，到了八荒你们也是我强劲的对手，这一世你们与我将没有任何的可比性。随后萧晨走了出去。现在的萧晨是狼牙仙宫3长老的弟子，但是他已经不在乎所谓的九州身份了，没意义。他要根据自己的记忆比上一世更快的崛起。现在是九州年历744年，第2个黄金时代刚刚开始10年，仅仅30年后灾难就要降临九州，八荒通道开启，我还有30年的时间，30年必须尝试晋级到至尊先帝，以我之能绝对没问题。萧晨一边回忆一边走了出去。我是在九州26岁才找到了生死棋，天道境以生死棋击杀了先帝，真正成名。这一世我今年就要成名九州。生死棋是他无意间得到的，他知道在哪儿。院中一位老者坐在那儿。师尊。萧晨行了一礼。晨儿啊，这九州近日可真是精彩啊。荒山尊者感慨了一声。萧晨是重生归来的，所以近期发生了什么他并不知晓。发生何事了？萧晨好奇地问。奇怪，他记忆中这个时候的九州很安定吧，包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安定，就是那个叶枫等几个厉害的家伙在九州搅动了不少风云。许家少主许风秋啊。荒山尊者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弟子，这弟子怎会不记得这些了？近日九州全都是许风秋的各种逆天之举啊。萧晨，许风秋，谁啊？我，他自己回忆了一下，记起来了。8重天万年帝族许家少主，年仅28岁成就先帝之境。仔细想想，是今年了。当时震动了不少人，但就在次年，他在一次历练中被一个天道境的厉害的家伙弄死了。可真是贻笑大方，堂堂最年轻的先帝被天道境的给弄死了。哦对，那个人是北冥帝国3皇子，也是未来进入八荒名动一时的家伙，比叶枫还要夸张，也压上他萧晨一头。许风秋怎么了？他名动九州了？不能吧，别看他是先帝，但这是个挺垃圾的家伙，论战力同境界先帝一阶，他就没多少能打得过的。厉害的天才，天道境10阶、9阶都能有机会弄死他，他名动九州了？不应该啊。记忆中
他也就晋升先帝被人所熟知，然后就死了。期间没啥什么作为的。哦，对，弟子没反应过来。萧晨为了不暴露自己是重生归来，只能这么说。荒山尊者感慨：以一人之力灭朴渺峰，要黄宗，让要神山道歉，又灭顾家，现如今马上要与林青竹大婚了，这小子的势头挡不住了啊！萧晨，啥？以一人之力灭朴渺峰，灭药黄宗，灭顾家，还要跟林仙子大婚？什么情况？这不是他记忆中的剧情啊！顾长生不是被师圣收做弟子了吗？后来在八荒更是以诗词燕京4座，引来不灭神帝青睐。林仙子林青竹今年好像是26岁，比他年长1岁，好像是28岁以诗入道，直接成就先帝之境，一度也是他萧晨倾慕的对象。只不过他太厉害了，圣尧帝国被北冥帝国3皇子灭掉，圣尧女帝遭重创，后林青竹逆天而行，又与圣尧女帝杀了回来，夺回帝位，成就新一代圣尧女帝，高贵于世间。那北冥帝国3皇子也是被林青竹毁了气运，不然他在八荒会更强，他萧晨还真比不过了。而后林青竹去了八荒明洞一方，再后来他不知道了，因为萧晨也就去了八荒几十年便身孕重生归来了。怎么林青竹要嫁给许风秋了？啥情况？他重生错地方了？不对啊，其他的一切都正常啊。弟子有些事情要下山一趟。去吧，不要惹事，更不要招惹与许风秋有丝毫关系的人。萧晨皱了皱眉，他能怕这个许风秋？是。萧晨来到俗世，也是知道了近期发生的所有事情。叶枫死了，这尊骨被许风秋夺了。难道他这一世关于许风秋的剧本出现了什么变故吗？无所谓，等我崛起吧。萧晨随之去到了7重天的荒古苍穹，他当年就是在这里遇到了消失几万年的生死棋。然而萧晨来到了那个未被发现的遗址内，什么都一样，就是生死棋不在了。生死棋呢？萧晨一脸懵，怎么会这样？他皱着眉，他还想用这生死棋名动天下的，这第一步竟然受挫了。奇怪，不能是这样，上一世生死棋一直在我手里的，怎么会不见了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萧晨咬着牙，算了，少了个生死棋也无伤大雅吧，毕竟我也不只是靠这个。李沐风无上帝体，只要让我得到，我就无需再去修炼无上帝梯了，需要想办法做点什么了。现在我得脱离狼牙仙宫，毕竟这地方对我毫无帮助了，该去往9重天了。另一边，许风秋在秘境内花了7天的时间将9霄神雷完全炼化。秘境7天，外界1天不到。丁，获得9霄神雷，天命值加100万。丁，恭喜你成为4阶气运之子。丁，反派之路正式开启，天命反派系统进化为天命大反派系统。丁，对于触发任务的气运之子，宿主的探查将是无限制的探查目标生平，并且可提供该气运之子接下来的动作。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让许风秋一愣，系统还能升级的啊？之前他只能见到气运之子才能探查他的生平，现在他不见到都能去探查到了。要说有用呢，这个提升似乎用处不大，但很是方便吧。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知道气运之子接下来主要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了，这就很简单了。丁，检测到新的气运之子。又来，这李沐风还没解决呢。许风秋摩挲着下巴，随后他探查了一下，气运之子萧晨，年纪25，天命值9666666， 9阶气运之子，血脉人族，体质剑灵神铁，境界神皇境7阶，战力打分87。介绍：神帝于八荒重生归来，携带上一世的无数记忆，注定这一世气运非凡。许风秋，许风秋确实没想到还有这种气运之子。小说里的大地重生真来了，乖乖，这放小说里也是妥妥的男主角啊，不像是叶枫那种男主角。这种男主角一般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后，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重生了，因为携带上一世的记忆，所以他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些机缘在什么地方出现，何时出现，所以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就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抢先一步，或者当事情发生时，他清楚怎么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这个棘手，而且他是从八荒重生归来的，又是八荒。许风秋可以确定，这个八荒一定是一个高于9州的地方探查生平。好在这个生平是包含他在八荒的生平的，生平是生平，记忆是记忆，记忆更详细，
但有生平就足够了。生平是他自己经历的事情，与他自己有关。从生平能推断出一些东西。萧晨的生平一共有101年，他达到了一个叫做神帝的境界，先帝之上。于30年后，八荒通道打开，进入八荒之中，几十载后被杀，重生归来。通过他八荒的生平，许风秋大致能猜得出这八荒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些都是后话了。探查他的生平，许风秋也算是半个重生归来了，大概能知道接下来30年九州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原来这生死棋是他的，只是在这个时间他还没得到而已。但是许风秋的出现打乱了他原本的人生轨迹，系统直接把那个秘境中的生死棋奖励给他了，那里的生死棋就没了。定，你触发了任务，萧晨天命值归零，任务奖励：力量、速度、体魄、灵力、灵魂力、精神力永久提升5倍，全境界有效，无上地体。许风秋，不是，这系统太特喵的夸张了吧？全属性提升5倍，全境界有效，不代表他现在先帝3阶提升5倍，到了至尊先帝还是先帝3阶的5倍，到了至尊先帝，那就是至尊先帝提升5倍，这不是无敌啊！当今世上，别人还在为淬体能提升1成而费尽各种努力，他是5倍，还有无上地体，一个强体魄的体质，修炼大成，寻常力量难以造成伤害，再加他的混沌之体、不死之身、万毒之体、纯阳之体，他简直成了一个多边形无敌武者。丁，萧晨失去生死棋机缘，天命值减50万，你的系统值加500万。生死棋毕竟是玄天圣器啊，才减50万天命值吗？唯一的可能，萧晨并不是特别依赖生死棋，也合理，毕竟他的奇迹不会特别强，所以正常也不敢乱用。许风秋沉吟，这萧晨之所以是9阶气运之子，就是因为他是重生归来，他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也一定能够得到每次事件的机缘，斩他次次机缘，那便是削弱他的天命值。那他现在会打算做什么呢？他是可以知道气运之子接下来的动作的。丁，气运之子萧晨当前动机：夺李沐风无上地体。许风秋摩挲着下巴，他的无上地体是在八荒花了很多年才修炼出来的，而李沐风天生无上地体，但是他现在仅仅神皇境7阶，李沐风则是先帝，他拿什么去夺李沐风无上地体呢？此时此刻，药神山少主峰，李沐风坐在院子里，毕竟过去半个多月了，他也恢复得七七八八了，但是跟没有接上。对于许风秋的怨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增加。男人活着的意义少了一半啊！尤其现在许风秋和林青竹大婚的日子越来越近，他又听说许风秋铲除掉了顾长生，顾家也都没了，甚至见朝云把传说中的9霄神雷给了许风秋，另一半在顾长生的身上，也就是说，现在许风秋拥有了完整的大陆排名第8的9霄神雷。为什么？为什么他堂堂大陆顶级、名声显赫的李沐风受如此欺辱，他许风秋却风光无限？你要说背景，他李沐风背靠药神山，许风秋背靠衰败的许家，他比不过自己的啊！虽然许风秋是许家家主之子，他李沐风只是药神山李家人，并非宗主李百山之子或孙，但也是李家人，天赋最卓越的一个。这药神山一群懦夫，李沐风咬牙切齿，堂堂9重天神级宗门，被一个许风秋，一个衰败的许家给吓成这个样子，几番羞辱都不敢起兵，他堂堂圣子都被如此欺负了，还不起兵？马德什么意思？圣子是什么？他就代表着药神山，享有药神山当代青年才俊最高规格的资源，所有资源倾注他一身，培养他，他就是药神山对外的旗帜。他都被砍击了，这都不动手的，那对付许家就不能考虑这群懦夫了。咔咔咔，李沐风握紧拳头，可那究竟还有什么办法？这时一位女弟子跑了过来，李师兄，不好了！李沐风皱了皱眉，是许风秋又怎么了吗？不，宗主传来消息，李师兄您的母亲好像出事了。什么？李沐风一惊，他父亲是药神山李家之人，早年陨落在一处强者遗址内。李沐风天赋惊人，他母亲也就没有留在药神山，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势力北玄道宫。怎么会突然出事？怎么回事？李沐风赶忙询问，好像是外出历练之时遇到了毒尊莫千球，中了莫千球之毒。李沐风匆匆离开。与此同时，萧晨也是拜别了狼牙仙宫，来到了8重天的圣瑶帝国所在的大天道域。每一重天都会有很多的细分区域，大天道域范围有几十个宗门，几十座城，包含3个森林，包括黑暗沼泽。夺李沐风无上地体难度极大，最重要的是本少现在境界太低，他是先帝之境，我只能智取，
最简单的方法，赢取他的信任，和他成为兄弟，找机会对付他。毕竟萧晨是重生归来，他所掌握的各种手段秘法可太多了，包括夺无上帝体之法也是鲜有人知。等等，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萧晨沉吟一声，李沐风的生母应当是在近期中了莫千球的阴煞血毒之后中毒身亡，若我能解他生母之毒，这李沐风欠我救命之恩。萧晨眼睛一亮，毒尊莫千球数千年来一生钻研各种毒，他的毒几乎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普天之下只有他自己能解，因为他的毒实在太强了，即使是大陆医仙、医圣、药神山这种势力，他们研究解药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一般而言是扛不到那个时候的。但是他能，原因很简单，这个毒的解药是药神山在李沐风母亲死后半年研究出来了，他知道阴煞血毒的解毒丹如何炼制。北玄道宫是吧？本少先去炼制解毒丹。另一边，许风秋坐在院中探查萧晨接下来的动作，然后许风秋得知这萧晨打算炼制阴煞血毒的解毒丹去治疗李沐风的母亲。小离，许风秋喊了一声。少主。小离匆匆走了过来，去帮我查一下这李沐风的母亲是不是中了什么毒。许风秋道。是。过了一会儿，小离走了过来。少主，李沐风的母亲中了毒皇莫千球的毒，似乎情况不太妙。许风秋点点头，那就完全明了了，跟他想的差不多。既然萧晨接下来的大动作是为了李沐风的无上帝体，再加上萧晨实力现在还不强，他必须想其他的办法，不能以蛮力去对抗李沐风。那么他此举救李沐风母亲的命，便是与李沐风打好关系的最好方式。之后他就能轻松接近李沐风，赢取李沐风的信任，从而找机会以他神帝重生的手段，神皇境对付先帝不是没有可能。他们自相残杀自是挺好，但解决李沐风更容易，绝不能让萧晨得手。他只需要阻止萧晨，让他招惹到李沐风。不一样是自相残杀吗？阴煞血毒有了。许风秋露出了一抹冷笑。此时此刻，八重天北玄道宫，一名女子面色微微发黑，躺在床上，周围是一些大陆请过来的医师，更是有药神山强大医师在场。很快这些医师也是纷纷走了出去。大长老，我母亲的毒怎么样了？您可有解毒之法？李沐风焦急地问道。他李沐风虽然医术逆天，但毕竟年纪和阅历摆在这里，他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九州第一医师，但现在还差很多。他自己也探查过了，这个毒他毫无办法。药神山大长老李不缺摇摇头，此乃毒皇莫千球自制的毒，还不知道此毒的毒效、毒性和毒理，连毒的名字都不知道。李沐风皱着眉，以药神山诸多顶级医师的能力，短时间内应当可以研发出此毒的解毒丹。李不缺叹了一口气，哎，沐风，你也是医师，你应该清楚莫千球的毒有多厉害，你更清楚令堂现在的情况，以我们的手段最多还能让他坚持1个月，而1个月去研究出莫千球之毒的解毒丹难。李沐风当然清楚。李不缺说道，现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控制住令堂体内的毒，尽量让其能坚持更久的时间，同时药神山以最快速度去研究此毒解法。李沐风握紧拳头，他心里明白大概率来不及，还有一个办法。天下能人异士何其之多，每一位医师的阅历又是不同的，或许可以将此消息放出去，召集天下医师前来尝试，至少天下医师集思广益，能增加尽快炼制出解药的可能。李沐风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只能这样了。另外其实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抓住莫千球，他的毒他自是有解药，只是莫千球神鬼莫测，想要抓他并不容易。李沐风道。两边同时进行。大长老，此次也实在是麻烦药神山了，你是药神山圣子，郭氏是你的母亲，此等之事也是必须要做的。李沐风点了点头，多谢大长老，我去看看母亲。李沐风随后走进了房间内，郭氏躺在床上。母亲。李沐风走过去，轻轻地拉着她的手。芬儿。郭氏睁开眼，表情虚弱。母亲，没事的，有药神山在呢，而且一方在找莫千球，另一方在召集天下医师，一定没问题的。李沐风道。郭氏摇摇头，娘亲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他看了一眼李沐风那个地方。随后郭氏面露狠色，芬儿，他许风秋给我们造成的伤害，你未来一定要让他付出千百倍的代价，他不是要娶林青竹吗？以后你当着他的面将他心爱的女人羞辱致死，让他万劫不复。李沐风点点头，孩儿会的。还有，若娘亲不在了，你把他许风秋的尸骨放在娘亲墓前，当他跪拜我千百年。娘亲哪里的话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北玄道公以天下令，召集天下医师前来治疗郭氏，报酬让人难以抵抗。5天就这么过去了，从五湖四海前来的各路医师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最终的结局没人能够解此毒。郭氏的状态也是急转直下，仅仅5天的时间，他已经难以睁开眼睛了。这毒简直太烈了，药神山的各种护心丹等顶级丹药效果微乎其微。李牧风知道，以他母亲现在的情况，1个月绝对坚持不到，半个月都难。此时此刻，许风秋易容成了一个江湖人士的老头，来到了北玄道宫。他与10几位医师一起进入其中，一个个医师进去，然后垂头丧气的出来。咔咔咔，李牧风握紧拳头，到你了。他看向易容的许风秋道。许风秋抱了一拳，随后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许风秋走了出来，摇了摇头。我就知道，你们什么用都没有。李牧风愤怒地咆哮着。圣子，切勿动怒，大家也是出于好意前来的，药神山都没办法，这普天之下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李牧风一摆手，怒道：以后别让这些医师来了，屁用没有，浪费时间，影响母亲的休息。是。许风秋也是抱了一拳，随后离开了北玄道宫。他为什么要来这里？因为他知道萧晨要做什么，他要救郭氏，从而和李牧风称兄道弟。如此轰动大陆的事情，他若是做成了，一来成名于九州，整个九州乃至是药神山的医师都没办法，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医师却解了毒，他必然要震撼九州的，药神山也必然要拉拢他的。二来，到了药神山，李牧风欠他救命之恩，二人关系会极好，他就能找机会对付李牧风了。萧晨已经在炼制阴煞血毒的解毒丹了，或者说他已经炼制好了，他在等所有人都没办法，郭氏病入膏肓，最绝望的时候出现。而许风秋此行只不过是稍微在毒上做了点手脚罢了。接下来好玩了，许风秋露出了一抹笑意。萧晨从黑暗沼泽中离开，差不多了，阴煞血毒的解毒丹他早就炼制好了，等待几天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整个九州都没人能解毒，在他们无比绝望的时候他再出现将其治愈，这才更加的震撼。萧晨已经能想到这件事情会让他直接名震天下，同时作为医师宗门的药神山必然要拉拢他，还会给他不错的身份。李牧风又欠他救命之恩，他们必然能成为兄弟，李牧风对他也必然是很相信的，而他的计划就能实行了。找机会以毒药或者阵法对他出手，毒还是比较难的，毕竟李牧风医术确实很惊人，能对付他的阵法，本地倒也知道不少。萧晨已经有些期待了，该去北玄道宫了。萧晨起身前往北玄道宫。山下，来者何人？几名弟子拦住了萧晨。萧晨皱了皱眉，萧晨，前来解毒。北玄道宫已经不需要医师前来了，阁下还是请回吧。毒解了，魏姐，但众医师都无计可施，夫人已经经不起折腾了，阁下好意北玄道宫心领了，请回吧。萧晨道：那无碍。嗖，随后他扔过去了一个玉瓶，此玉瓶内可解毒，还请交给他们。萧晨告辞。随后萧晨转身离开，他们只会死马当作活马医一样的，他过2日再来。风上，舅舅。李牧风看向北玄道宫的宗主，芬儿，是舅舅没做好，没能照顾好你的母亲，我的小妹。郭玄叹息道：舅舅真没办法了吗？芬儿，你的医术如此逆天，你比舅舅心里清楚。郭玄道。李牧风握紧拳头。这时一个弟子急匆匆地走来，宗主，讲。他将玉瓶呈上，道：这是一位叫做萧晨的医师送过来的东西，他说里面的丹药可解毒。什么？听到这话，周围的人纷纷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李牧风赶紧接了过去，将玉瓶打开，一股扑面而来的药香和天地灵力散发出来。这丹药，郭玄摇摇头，没见过。李牧风也是说道：我也没见过这丹药，但此丹药绝非的毒丹便是了，毕竟药香摆在这里，难道说这萧晨他对莫千求此毒有所了解？否则人未来为何直接拿来解药了？一位北玄道宫老者沉吟道：应当是如此，否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总之绝无坏处，如果他想害吴妹，他根本不需要出手，吴妹也恐怕无药可解。芬儿，此丹可以尝试一番。李牧风皱着眉，可母亲应当还能坚持一段时日，至少半月还能，这半月兴许药神山能拿出解药来，万一出了岔子。他然后摇摇头，不，舅舅说的对，这叫做萧晨的武者，他若有2心，又何必出手？
药神山大长老李不缺也是点点头。至少此丹即使无用，也应当不会有什么差错。随后，李沐风走进房间内，北玄道宫的一群强者连同李不缺一起走了进去。母亲，服丹。李沐风将丹药给郭氏服下，众人在旁边仔细观察。过了一会儿，发现他的脸色竟然变得隐隐红润了起来。郭氏也逐渐地睁开了眼睛，我好像好了一些。见状，众人一喜，这萧晨看来是个不简单的家伙。我要神山与九州无数医师都无可奈何的毒，他竟然直接送来了解毒丹，太好了太好了，哈哈哈！小妹，天不亡你啊！那萧晨呢？郭玄赶紧问道。弟子道，应圣子的话，不准任何医师再来北玄道宫，已经走了。什么？如此救命恩人，我等竟是这般对他，实在是不仁义。快，速速将他请来！快！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母亲，李沐风大惊失色。众人看去，只见郭氏面色陡然变得比之前难看了数倍，一口黑血喷出，随之不省人事。什么？见状，他们顿时惊慌失措。李沐风赶紧给郭氏探查了一番。混账！李沐风怒吼了一声。番儿，怎么回事？李沐风咬牙切齿。此解毒丹的药性与母亲体内的毒性相辅相成，让母亲雪上加霜。怎么会这样？李不缺眉头紧皱，赶紧过去又是探查了一番。糟了！他沉着脸道，这解毒丹虽没毒性，但其药性反而如同替此毒加了一把火。如此看来，此毒为阳毒，这解毒丹同样也是性阳，阳上加阳，不妙。此毒为阴煞血毒，是阴毒。萧晨的泻毒丹性阳，理应就是专门解阴煞血毒的，但许风秋的一顿操作，把这毒变成了阳毒。可以说，这个毒现在已经不是萧晨记忆中的阴煞血毒了，可以理解为阳煞血毒。所以不知情的萧晨，他自信用前世的记忆炼制阴煞血毒的解毒丹，反而是加快了此毒的毒效。这个萧晨，他就是过来添一把火的，他嫌五妹死得不够快是吗？郭玄怒吼了一声。咔咔咔！李沐风握紧拳头，满脸阴狠。萧晨，萧晨，我必杀你！随后郭玄赶紧问，五妹现在情况还能坚持多久？李不缺，原本可能有半月10日，现在恐怕1日难活。郭玄，混账！我母亲原本兴许能熬到解毒丹炼制出来，这萧晨直接将母亲置于死地，他恐怕是莫千求的人。混账！咔咔咔！李沐风攥紧拳头。另一边，萧晨心情极好，他去到了一座城内，吃喝玩乐了一天。他要等李沐风主动找到自己，感谢于他。酒馆内，萧晨正在喝着酒，旁边一桌坐了5个年轻人，3男2女，看起来很年轻。2位姑娘也很是漂亮。哎，张公子，也不知道今日我们能否通过北玄道宫的弟子考核，成为他们的弟子啊？一位男子道。这北玄道宫是8重天皇级宗门，强大无比，想成为他们的外门弟子，难度都是极大的。看命吧，希望考核简单一些。真是忧愁。看到了吗？我们旁边那个家伙年纪也不大，大概率也是去参加北玄道宫弟子考核的。他们目光看向萧晨，萧晨心中一笑，淡淡的说道：“2位姑娘若是来与我共饮一杯，这北玄道宫本少带你们进去。”听到他的话，2位姑娘一愣，呵，口出狂言，你谁啊你？一男子冷笑一声。萧晨瞥了他一眼，3系内跪下道歉，本少既往不咎，也能送你进北玄道宫，可笑至极。不要理他。张公子道。那2个女生对视了一眼，然后他们同时起身走向萧晨。公子所言为真，他们也是看出了萧晨不同凡响之处。你们，张公子指着他们2女，一副不爽的模样。赵兄，裴兄，你2人可别被他给……张公子话说到一半，看到了身边2个男子也走到了萧晨身边。这位兄台，在下赵怀，这位是裴虎，请多指教。张公子，好好好，一群势利的家伙，你们怎么就能知道这家伙不是骗子呢？哼！张公子愤怒地走开了。坐下喝酒。萧晨淡淡地说道。敬兄台一杯。裴虎一饮而尽。公子，您是北玄道宫的什么人吗？一个眨着眼睛，嗲声嗲气地问。萧晨抿了一口酒，嘴角微微一勾。你觉得呢？小女子觉得公子气宇不凡，绝不简单，即使是北玄道宫的圣子，也是极有可能的。萧晨大笑了一声。北玄道宫圣子，可笑他替本少提鞋都不配。萧晨也是心情大好，再加上他去过8荒，重生归来，感觉虽然现在境界不高，
但依旧是各种降维打击，虚荣心作祟，再加上这两个姑娘也蛮漂亮。简单来说，他就莫名其妙的想装一下，听到萧晨的话，他们四人一惊。他不会是……您不会是许风秋、许少主吧？萧晨眉头猛地一皱，他说北玄道宫圣子给他提鞋都不配，这些人为什么想到的是许风秋？不，那兄台是？裴虎问。记住本少的名字，萧晨，以后你们会以今日认识本少为荣。萧晨喝完一口酒，然后走了出去。萧晨，他们对视了一眼，没听说过，但绝对很牛逼。萧兄，等我们一下。四个人赶紧追了上去。萧晨往北玄道宫走去，四人跟在旁边。萧兄，你既然不是北玄道宫之人，为何说能帮我们直接带入北玄道宫呢？要知道，即使是北玄道宫的长老，他们也没有资格让人不经过考核就直接入宗的。赵怀问道。两个妹子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萧晨，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肯定不简单。他的神情，他的言语之中有着一种说不上来的自信和孤傲，就仿佛他是傲视于天地间的存在。所以虽然他们不清不楚，但还是选择相信萧晨。萧晨道，本少说能，那就一定能，以本少的能力，一句话的事情，四位直接进入北玄道宫。笑话，他救了李沐风母亲一命，这个恩情他确实只需要顺口一句话，一个小婢罢了，他还装不了。他们也没有继续多问，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城内，萧晨目光看到了一处地摊上面的一张羊皮纸卷，他眼睛一亮，等等，这是法则残卷？什么？可能真的是法则残卷。上一世他在八荒参加了一场拍卖会，那场拍卖会的压轴是法则地图残卷，此残卷一分为4，于多少万年前散落于天下。据说集齐这4份法则残卷，则能汇聚出完整的法则地图，按照这地图就能找到12法则之一的某个法则。当时被月神宫的圣女拍卖走了，因为月神宫刚好有另一份已经拿在手中万年了，还有一份在八荒一位妖神手里，这是已知的。但无论如何都需要集齐4张残卷才能拼凑成完整的地图，否则无任何用处。而这可能就是第4份法则残卷。他见过，他知道的。这东西怎么卖？萧晨问道。老者瞥了萧晨一眼，淡淡的说道：3000块元灵金。萧晨道：阁下，一张不知道是什么的羊皮纸卷，也敢张口要3000元灵金？你可以不要，但萧晨必须要拿走。他已知其他3份在哪里，等到他重回八荒，他会想方设法的得到那3份，他就能有法则了。萧晨看向4人，问：4位，你们有元灵金吗？我出来的匆忙，没有带。萧兄，我只是一个连宗门还未加入的武者而已，元灵金不多，只有10几块，还都是下品的。我也是10几块。另外2个姑娘也差不多。萧晨皱了皱眉。以物换物可行？萧晨问。老者摇摇头，老夫只要元灵金。一个17、18岁的男子走了过来，看着老者摊位上的东西。这把剑要多少元灵金？他问道。5000。5000，给。他递过去了一枚空间戒指。萧晨眼睛一亮，这位兄台，我以这枚纯阳天金换你3000元灵金可行？少年点点头，当然可以，多谢。那劳烦你帮本少支付，纯阳天金给你。然后萧晨如愿以偿的得到了这张法则残卷。少年接过了那把剑，如此一来，希望能够加入北玄道宫。哦，兄台要去北玄道宫？萧晨问。对啊，北玄道宫3年招收一次弟子，作为皇级宗门，强大至极，早就想去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弟子考核。萧晨笑道。那巧了，为了回报兄台相助，这北玄道宫本少帮你进了。哦，仁兄你是？萧晨。萧晨点点头，不用多问，跟本少去北玄道宫便是，本少一句话便能让几位成为北玄道宫弟子。长老弟子不一定，但绝对不是外门弟子。多谢萧兄，父亲说的果然没错，善有善报，我也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善意，竟能得到如此厚待。走吧。萧晨笑了笑。好。萧晨带着5个人来到了北玄道宫外。这就是北玄道宫啊。他们抬头看着宏伟至极的宗门，忍不住感慨了一声。几位这是？一名弟子拦住了他们。萧晨负手淡淡的说道：前来加入北玄道宫。北玄道宫弟子考核在明日，你们来早了。他们5个人露出了一抹担忧。萧晨道：我们不是来参加考核的，是准备直接加入北玄道宫。可笑，你们凭什么不参加考核就想加入北玄道宫？萧晨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宗主亲自过来。听到这话，
五个人震撼不已。什么？萧兄竟然直接要见宗主，而且是这种语气！卧槽，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无敌了！他们露出激动的表情，这攀上大腿了啊！这弟子显得有些为难，就说萧晨来了。好，那这五位和你是？萧晨笑了笑，好友。对对对，我们是萧公子的挚友。关系可好了。请稍等。那弟子匆匆去到了宗门内。母亲，母亲！李沐风哭泣着跪在那里，他母亲于方才毒发身亡了。萧晨，我必杀你！萧晨！李沐风怒吼一声，宗主郭玄握紧拳头，满脸怒火。宗主！弟子走了过来。滚！今日任何事情都不要烦我。郭玄怒斥一声。宗主，是有人点名要见您。说。郭玄怒道，他说他叫萧晨，他说您会见的。李沐风郭玄，什么？他说他叫萧晨。郭玄问，是。咔咔咔，郭玄握紧拳头，好一个萧晨，毒害无妹，竟然还敢找上门来。范儿，报仇的机会来了。李沐风面色阴狠。北玄道宫外，萧晨自信满满，他救了郭氏一命，现在可是整个北玄道宫的贵人，同时他之才能必然要受到他们的重视，整个九州乃至药神山都解不了的毒，他解了，这事必然轰动九州的。萧兄，你真厉害，竟然认识北玄道宫宗主，还让他亲自来见你，佩服佩服。陈怀钦佩地说道。这算什么？萧晨自信一笑，是，能认识萧兄是无之荣幸。萧晨道，至少让你们成为内门弟子。萧兄厉害。然后萧晨又看向那霍雨欣道，你帮我那么大一忙，借我元灵晶，本少看看能否让你成为长老弟子。霍雨欣更是浑身一颤。萧兄，受小弟一拜，这纯阳天晶给你。不，这是你赢得的。霍雨欣说道，我若能成为长老弟子，那是一生之荣幸，如此造化，岂是纯阳天晶能比的？萧兄，务必拿回去。萧晨点点头，那本少不客气了。应该的。他们五个人露出紧张激动憧憬的神情，看着北玄道宫。未来的日子太美好了，竟然结识了萧晨如此强大的存在，直接要让宗主来见他，更是随口就能让他们成为内门弟子、长老弟子，未来可太美好了。北玄道宫的人知道他们与萧晨的关系，估计会对他们有所优待的。爽啊！他们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一抹笑意。这时，郭玄、李沐风在内的几十位北玄道宫的强者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看到这一幕，五个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萧晨只不过是要让宗主出来见他，这出来的不只是宗主，还有数位长老、几十位强者。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竟然让北玄道宫如此厚待？萧晨嘴角一勾，这北玄道宫还算是讲人情世故，知道他萧晨救了人，所以带着如此多的强者亲自来接他进宗，也算是牌面拉满了。他很受用。哪位是萧晨？郭玄目光扫向6个人问道。李沐风一言不发，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几个男人，其中就有一个是他的杀母仇人。萧晨往前一步，负手淡淡地说道，我。那5个人看着萧晨的模样，心里由衷的仰慕，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听到这，郭玄怒吼一声，好一个萧晨！萧晨眉头一皱，什么情况？老子救了你妹妹，你他妈的对着老子吼什么吼？郭玄怒道，你毒害于吾妹，罪不可赦，今日便要以你之血来祭吾妹在天有灵。萧晨，5人，不是，哥们，你他妈的不是说自己很牛的吗？哦，你所谓的牛是把人家北玄道宫宗主的妹妹给毒害了啊？萧晨也一脸懵啊，什么情况？他炼制的绝对是阴煞血毒的解毒丹，什么叫把他妹妹给毒害了？郭宗主，你这是什么意思？本少给你阴煞血毒的解毒丹，什么叫我毒害了令妹？萧晨眉头紧皱问道。阴煞血毒，你连什么毒都不知道，你就把亵毒丹交给了我北玄道宫？吾妹中的是阳性之毒。萧晨，什么？不可能，他绝对没记错，他记得李沐风母亲中的就是阴煞血毒，什么时候变成阳煞血毒了？萧晨，受死！恐怖的威势爆发出来。萧晨一咬牙，绝对不可能有错的，他的记忆肯定没错，那只有一个可能，好一个北玄道宫，好一个郭玄，好一个李沐风，全都是道貌岸然的小人。本少给的就是解毒丹，你们却说是本少毒杀了郭氏，将这黑锅甩到本少头上来。好，本少现在甚至都怀疑
这阴煞血毒是不是你们配合莫千求下的毒，亦或者你们自己操作失误，让郭氏毒发身亡，你们却不想承担责任，受九州世人指责，便将黑锅甩到本少头上，对吧？阴险卑鄙！听到萧晨的话，他们更是愤怒。找死！李牧风直接冲了过来，那铺天盖地威势的先帝一掌拍向萧晨。纵然萧晨有万般本领，毕竟他现在重生归来，只是神皇境的修为罢了，他怎能逆天改命？大道护神符，他手心贴着一张符，对上了李牧风的一掌。噗！萧晨一口鲜血喷出，直接飞了出去。但是有大道护神符，他倒是死不了。死！李牧风再次冲了过去。萧晨一咬牙，斗转星移，乾坤未定，撤！想跑？星月天盘，困！李牧风扔出强大的灵气，萧晨瞬间被困住。操！李牧风，北玄道宫，这个仇本少记住了。通天传，从虚空落下一道黑色的光芒，将萧晨笼罩了起来。光芒消散，萧晨已经不在此处。萧晨，李牧风咬牙切齿，不管天涯海角，本少也必杀你。那5个人都傻眼了。郭玄咬牙切齿，竟然被他跑了。随后众人愤怒地看向他们，你们是与萧晨一同前来的是吗？那位弟子说道。回禀宗主，他们亲口说是萧晨的挚友。5人啊，不是的，我们。郭玄眼眸一凝，杀了无昧，还敢随萧晨一同前来，简直放肆！混账，你们也去死吧！5人，萧晨，你他妈的有病啊！装什么逼啊！害惨我了，我化作厉鬼也绝对不会放过你！许家，丁，萧晨心态炸裂，天命值减1000，你的系统值加1万。丁，萧晨夺无上帝体计划失败，天命值减30万，你的系统值加300万。丁，萧晨与北玄道宫李牧风要神山为敌，天命值减100万，你的系统值加1000万。丁，重生气运之子萧晨降低为7阶气运之子，原本萧晨失去生死期机缘，就只剩下916万6666天命值，这一下降低了130多万，只剩下了780来万7阶气运之子。丁，李牧风与萧晨为敌，李牧风天命值降低100万，降低为6阶气运之子，你的系统值加1000万。许风秋嘴角微微一勾，爽啊！打起来！要看看这萧晨接下来打算做什么了。比起李牧风，这萧晨的威胁大得多。一个重生归来的气运之子，他最宝贵的就是记忆，他知道未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所以必须得趁热打铁。八重天，大天道域，黑暗沼泽，扑通！萧晨从天而降，在地上砸了几10个跟斗，才浑身是血的停了下来。噗！他一口鲜血喷出，面色惨白。幸好老子前世吃过亏，这一世提前为自己准备好退路，不然他妈的又要死了。曹！随之萧晨服下一枚丹药，原地打坐。过了良久，萧晨睁开双眼。李牧风，北玄道宫，阴险小人。他咬牙切齿，记忆绝对没错，他确定肯定就是这李牧风或者北玄道宫给郭氏治疗出了岔子，导致郭氏提前身孕，然后他们不想自己背锅，不然要被大陆骂死了，所以他们把锅弄到了自己身上。他炼制的就是正确的解药。操！但是也不对啊，上一世郭氏坚持了半个多月，没人拿出解药，他死了，这一世怎么就提前了呢？更何况我还拿出解药来了，这与上一世发生的事情不同了啊。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比如郭氏还是中了阴煞血毒，但期间可能有一些小改变，可惜了，也怪我就不该等的，该早点拿出解药，他们也就不会操作失误了，我更不会被扣上这口黑锅。萧晨气得不得了，那也就是说，我记忆中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一点点小的改变，仔细想想也正常吧，只要该发生的事情会发生，那就行了。李牧风，你给本少等着。他眼眸闪烁着一抹阴狠。随后萧晨算了算时间，算下来距离遗址出世的时间也快了。天魂图腾还有创造法则，这次我一定要拿到。上一世遗址出世轰动了整个九州，因为那次的遗址出世动静太大了，让人觉得此次遗址绝对不凡。遗址就是在八重天问世的，最终这遗址是谁的，萧晨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叶枫最终应该是去到了主殿，见到了遗址的主人。叶枫在遗址中得到了天魂图腾和创造法则，还有没有别的？肯定有，但是什么他就不知道了。叶枫后续在八荒也没展现出来过，但是他展现出来了天魂图腾，还有一次绝境中展现出来了创造法则，也是轰动了八荒。法则
一共就12个，流落在九州和八荒，简直是逆天的存在。而上一世，他和叶枫等一些人是走到了最后，但最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叶枫就突然消失在了他们这里。就在他萧晨眼前，叶枫伸出手触碰了这面墙壁，然后就消失了。再然后，他们再见就是外界了。这次他到了那里后，一定要注意那面墙壁。创造法则啊，重来一次倒也挺好的，他一定比上一世更强100倍。再到八荒，他绝对无人可挡了。只是叶枫现在死了，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萧晨摇摇头，不会，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一定有说法，只要我知道，我就能过去研究一下那面墙壁，我就能去到最终的主殿，拿到创造法则。而现在，嗨嗨，萧晨咳嗽了一声，他现在的处境很难，境界又低，还身负重伤了。这个伤没有1-2个月恐怕难以痊愈，他总不能以这种状态进入遗址吧？太危险了，即使他知道一些情况，万一出意外了怎么办呢？而且怎么也要让自己晋级到天道境才行，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对付李沐风。对了，萧晨突然想到了什么，允报灵岩。如果他记得不错的话，最近火云山庄应该是得到了这一神岩，类似于九霄神雷一样，只不过允报灵岩的排名并没有那么高，只是排在了神岩的第17位，但允报灵岩的爆发力和破坏力极强。最关键的是，以他现在的境界，如果能炼化允报灵岩，他的境界绝对能飙升到天道境。他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同龄的这些天才的境界。火云山庄应该还没得到允报灵岩，天火山脉离得刚好不远。开始，萧晨皱了皱眉，他需要穿过黑暗沼泽才能去天火山脉，但以他现在的情况，他强穿黑暗沼泽必是一死。先休养2天，再想想办法。萧晨离开了黑暗沼泽，扬州城。萧晨走在城内，而许风秋就在这边等着他，因为他得到消息，上一次萧晨就出现在扬州城这边。当许风秋和气运之子足够近的时候，他就能感知到气运之子的位置了。许风秋现在就是一众路人的其中一个，毕竟认识许风秋的人并不多，当然名号确实响亮。丁，气运之子萧晨下一步目标，天火山脉允报灵岩。这升级之后的系统是真好，他的每一步都在许风秋的掌握之中。许风秋跟萧晨迎面而过，身上也没有元灵晶，失策了，想买点天地灵物炼丹都难。那我这伤该如何是好呢？萧晨眉头紧皱，我萧晨竟然会被这个给难住混账李沐风，混账北玄道宫，害惨老子了。如果不及时治疗，半月之后的遗址出事，我以这样的状态该怎么走到最后，去到主殿，拿到天魂图腾与创造法则？许风秋，啥？创造法则都来了？重生大帝不愧是重生大帝，先不说有没有别的什么金手指了，就这一份记忆足够任何一个人崛起了。怪不得他的天命值那么高，竟然有法则。也就是说，半月之后有一个遗址会出现，他知道这个遗址里面有创造法则，那得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啊。允报灵岩这东西本地就先不阻止你了，有些东西需要阻止，有些东西倒也不急。允报灵岩它主要是可以提升境界，许风秋可以更好的让他去对付李沐风，不用自己出手，不是更好？这俩气运之子对上了，天命值降低，坐收渔翁之利，挺不错的。许风秋此行就是为了读他心声，目前而言倒是不错。罢了，将这把仙气当了吧，反正对我而言用处不大。仙气实皆灵气之上，在九州即使是许家也属于是顶级的存在了，因为仙气之上就是圣气了，圣气之上就是10大玄天圣气。许风秋的佩剑也只是一把仙气而已，圣气级别的剑太少了，那是撼天动地的存在。萧晨知道这把仙气当铺是没有资格收的，随后他喊道：仙气崭新，何人要收？此话一出，众人皆是哗然，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萧晨。什么？仙气？他要把仙气卖出去？仙气那是能入顶级拍卖行的存在啊，他竟如此草率地要当出去，思此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崭新，这可是九州很有名的一把剑啊，于300年前失踪，竟然落入他的手中。兄台，一位红发男子走了过来。仙剑崭新。萧晨点点头。在下火云山庄，火明杰。萧晨眉头一挑，运气真好，竟然直接遇到了火云山庄宗主的少主。火兄，萧晨抱了一拳。我们退一步聊一聊。请。二人随后在众人目光中走开了。许风秋和一些人默默地跟了过去，他们也很高调，就是到了一家酒馆，点了一些菜与美酒。
许风秋在隔壁桌也点了一些，不为别的，就是听听这个萧晨的心声罢了。火明杰说道：“原来是萧晨萧兄，幸会了。”哦，火兄认得我？火明杰笑道：“1年前我去七重天拜访过狼牙仙宫，听说过萧兄的大名，年纪轻轻，毫无背景，一步步走到那个层次，不比叶枫差。火兄过誉了。”火明杰问：“崭新为仙阶5品灵器，如此珍贵，为何萧兄要出手？”萧晨叹了一口气：“火兄，想必你应该能看出来我的状态。伤势不轻。”萧晨到李沐风之母中莫千求阴煞血毒，本少赠予解毒丹，这倒好，他们这些天自己的失误导致了郭氏中毒身亡，把黑锅扣到了本少头上来，真是良心喂了狗。倒也听说北玄道宫在四处找萧兄，竟是这个原因。萧晨道：“火兄可信我的话？”“当然信，这个李沐风和顾长生一般，是个伪君子。”哦，萧晨眉头一挑。火明杰道：“看起来偏偏君子，你是不知道，许风秋与林仙子即将大婚，他李沐风既然找林仙子，可能是说了一些污言秽语，被徐少主斩去男儿之物。”萧晨：“许风秋？又是许风秋？怎么全都是他的震撼事迹？你说，我是信一个为兄弟报仇，不惜追杀凶手3个月仗义的萧兄，还是信一个伪君子？”火明杰笑道。萧晨抱了一拳：“原来这世上还是有明事理的人，火兄多谢了。”不远处的许风秋心中一笑，这哪是为了兄弟报仇啊？那个人杀了萧晨兄弟，夺走了萧晨一直想要的一件东西，他杀过去其实是为了那个东西而已，便传遍七重天，说萧晨乃仗义人士。萧兄，其实早就想结识你了，崭新为仙器，我不要，你留着，这个你拿着。火明杰递给了萧晨一个玉瓶，里面有些丹药，可能用处不大，但定能缓解你的伤势。你可随我去火云山庄，我让宗门医师替你医治。萧晨知道这个火明杰确实是个仗义的人士，他心中有一个大侠梦，是那种除恶扬善的角色。他想以自己的剑去抹平世间一切的不公。上一世火云山庄获得允报灵岩，此物本应该是他的，但是火明杰将此物留给了他的弟弟。萧晨对他的印象还是极好的，而在火明杰眼中，他认为萧晨和他是一类人，他早就关注萧晨了。这火兄，那萧某人也不矫情，多谢。客气。其实我相信萧兄还有一个原因，郭氏必死，萧兄若是想害他，还需出手，没必要招惹到李沐风和北玄道宫。萧晨点点头，对啊，是这个道理，所以本少格外愤怒。敬你一杯。二人举杯共饮。火兄为何对我如此之好？萧晨问。欣赏你，另外这世上多个志同道合的兄弟不是很好。是。随后萧晨问，不知可否请火兄帮个忙？请讲。我出来得急，身上没有什么元灵晶，需要炼制丹药，需要一些天地灵物治疗伤势，竟然变得异常艰难，想与火兄借一些元灵晶，他日定当10倍奉还。火明杰递给了他一枚空间戒指。多谢。萧兄不如随我去火云山庄。萧晨道。也好。好事。萧兄且等我半日，还有些事情。此行去火云山庄要途经黑暗沼泽，你我相互也有个照应。好。不过这崭星火兄一定要拿着。萧晨道。萧兄大可不必，它是你的佩剑。萧晨摇摇头。不，原本我就打算用崭星换些元灵晶的，20万上品元灵晶，即使再翻个100倍也买不到崭星。萧晨道。去火云山庄还要多谢火兄呢。好，那崭星我就拿走了。萧晨点点头，无所谓。这把崭星迟早还会回到他的手中的火明杰先去忙他的事情了。而萧晨拿着他给的元灵晶来到了扬州城的黑市。所谓黑市都是一些摆地摊的人，地摊上的东西很多很杂，有真有假，这些东西大多都是来路不明或者杀人夺宝，对他们无用，留在身上也是个隐患，便打算出手。萧晨很迫切的需要元灵晶，不只是为了给自己买天地灵物疗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黑市里有他想要的东西。前世他与叶枫有过一次相谈，那个时候的叶枫已经崛起了，成就先帝之境。他来八重天抢了许风秋的亲之后，就与江清雪在八重天游历了一番，然后他在这黑市遇到了一件宝贝，这个宝贝名为混沌神杯，此乃上古时期混沌神族的宝贝，这上面承载着混沌神族的秘辛。叶枫本就是混沌之体，这混沌神杯也是助他真正崛起之物，所以这东西有多珍贵，萧晨可太清楚了。许风秋跟着萧晨来到了黑市，自然也是知道了他的目的。混沌神杯，许风秋心中一喜，这重生归来就是好啊。
什么都知道。他杀了叶枫，也得到了混沌之体，所以这混沌神杯肯定也是许风秋的囊中之物了。萧晨走在黑市之中，目光看着那一个个摊位上看起来都很古朴的宝物。找到了。萧晨看着一位老者摊位上的混沌神杯，其实就是一块石头，看起来很不简单，上面有一些很深奥的纹路，没什么好东西。萧晨故意这么说道。老者看了他一眼，我这摊位之上可都是一些老东西，少则100年，多则几万年，你说没什么好东西？萧晨淡淡的说道。都是一些没什么用处的东西，偏偏外星人也就这个袖剑看起来好像不凡。火明杰给了他20万的元灵晶，他怕这老头狮子大开口，他的元灵晶不够。那你可要？许风秋走了过来问，这石碑多少元灵晶？我买了。萧晨懵逼的扭头看了一眼许风秋，这个家伙他好像什么时候见过，好像他和火明杰在酒馆的时候他也在。老者看了一眼许风秋道，5万元灵晶。萧晨皱了皱眉，兄台跟了本少挺久了吧？萧晨问。不算吧，起初也就是好奇你那崭新而已，此行我来扬州城便是要来这黑市看看，你也刚巧来这边，怎么能叫跟着你呢？许风秋淡淡的说道。萧晨随后道，这东西本少先来的，本少要了。许风秋眉头一挑，奇怪了，兄台你不是在问这把袖剑吗？本少买这块石碑与你又有什么关系？本少打算买这块石碑的。萧晨说道。许风秋摇摇头，我不管你买不买，你提都未提这块石碑，本少直接要了，有问题？我先来的，理应我买完你才能买。萧晨握紧拳头道。呵，有这规矩？许风秋看向老者问，何来这等规矩？若是这位小兄弟准备买这块石碑，那自然他先选，可他问都未问，而阁下直接就要买，自然是你的。许风秋看向萧晨，还有问题吗？萧晨一咬牙，操，什么东西啊？早不买晚不买，偏偏自己要买的时候突然出了岔子，冒出来这个家伙，二话不说就要混沌神杯。早知道这混沌神杯老头只要5万元灵晶，他就懒得搁这装作不在意这块混沌神杯的样子，直接买了算了。毕竟他有20万的元灵晶，谁能想到突然杀出来了个这家伙。许风秋递过去一枚空间戒指，阁下查看一下。老者探查了一番，然后将元灵晶取走，把空间戒指还给了许风秋。5万拿走了。许风秋随后拿起了混沌神杯，径直走开。咔咔咔，萧晨握紧拳头，混账啊！这个家伙他绝对认出了这是混沌神杯，否则他为什么走过来直接就要买？而且感觉他并不简单，自己应该不是他的对手。可恶，到手的混沌神杯竟然都能被截胡。操，小兄弟，这件你还要？老者问。不要。萧晨怒气冲冲地说道，要不说你怎么比不过人家呢？买个东西问这问那的，明明想要这石碑，却故意先问个别的，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东西被别人抢走也是合理。你！萧晨一咬牙，愤怒地走开了。许风秋走在前面，叮，段萧晨，混沌神碑之机缘，天命值降低100万，你的系统值加1000万。叮，萧晨心态大崩，天命值10万，你的系统值增加100万。叮，萧晨降低为6阶气运之子。许风秋看了一眼，他的天命值只剩下了6765666，一个生死棋降低几十万，与李沐风成为死敌，降低100万。现在一个混沌神杯又是降低100万，这混沌神杯看起来确实不简单，竟然直接降低了他100万的天命值，也怪不得叶枫能够靠着混沌神杯在九州彻底站住脚跟。许风秋还是挺期待这混沌神杯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萧晨眼眸阴狠的远远跟着许风秋，这家伙此行黑市绝对是有备而来。许风秋知道萧晨在跟着自己，突然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许风秋果断地停在了有一个摊位面前，后方的萧晨看到许风秋停下来，眉头紧皱，难道说这黑市还有什么好东西？许风秋指着摊位上的一块玉佩问，阁下这东西多少元灵晶？老者道，3万上品元灵晶。萧晨立即走了过来，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东西我要了。许风秋皱了皱眉，目光看向萧晨。萧晨挑衅般的看着许风秋道，兄台，这你没话说吧？方才也是你以相同的说辞夺了我要的东西，现在是我先说要这东西的，你还有话可说？许风秋摇摇头，不一样，方才你是都没有询问那块石碑，而现在本少已经在问此玉佩了，也是先来的。哼，那我不管，我要了。3万元灵晶是吧？
说完，萧晨打算拿出来。萧晨看来这家伙绝对是有备而来的，他先要了混沌神杯，证明他绝对懂。现在他直截了当地停在了这个摊位，要这块玉佩，那就代表他一定知道这块玉佩的价值。自己都说要了，他还不松口，这玉佩绝不简单。而且萧晨也看得出来，此玉佩应当是个老物件，绝对有其特殊的价值，至少在这家伙眼里近乎于混沌神杯。许风秋道：我出5万。听到许风秋的话，萧晨更是确信了自己的想法。没用，本少先要了，你提价也无用，3万，我买了。萧晨道：老者当然不乐意了，有人出更高价，他凭啥要低价卖出去？这位小兄弟，价高者得。老者看着萧晨道：萧晨，好好好，我出8万。萧晨咬着牙说道。许风秋道：10万。许风秋越是加价，萧晨就越觉得此玉佩绝非凡品。13万。萧晨说道。许风秋：15万。萧晨：17万。许风秋：19万。萧晨：你他妈怎么知道老子只有20万元灵晶的？操，还刚好出到了19万的价格。正常人你不应该出20万凑个整数吗？许风秋听到他的心声，淡淡的说道：你加2万，本少也加2万。哼！萧晨冷哼了一声，他只是心里吐槽一下，肯定不可能认为许风秋真的知道他有20万元灵晶的。那老者心中也是一喜，卧槽，遇到冤大头了。这玉佩是他从批发市场花了几两银子批发过来的，他空间戒指里还有好几10个呢。他这摊位东西确实有真的，但肯定得放点假货，万一碰到冤大头呢？今天还真有俩。萧晨一咬牙，20万上品元灵晶。说完，他看向许风秋，许风秋摩挲着下巴，那行，那我不要了。说完，许风秋转身走开。萧晨一脸懵逼地站在原地，不是，你不要了？20万元灵晶，你就不要了？是，虽然说他萧晨只有20万元灵晶，他萧晨也只能出到20万元灵晶，他拿到了还是很开心的。但是，你就不继续加价了？许风秋突然不加价了，反而让萧晨觉得这块玉佩没有那么好。如果真是个混沌神杯这种级别的东西，加到多少他都得要吧？草了，上当受骗了，他也不想要这玉佩了。小兄弟，20万元灵晶，这块来自上古时期的玉佩是你的了。老者看向萧晨说道。萧晨摇摇头，这玉佩我不要了。听到这话，老者眼眸微微一凝，他身上一股恐怖的威势爆发了出来。萧晨脸色一变，天道境5阶，马德。正常情况下他不怕天道境5阶，但是现在他身负重伤啊。阁下是什么意思？萧晨皱了皱眉问。老夫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要买的东西突然不买了，耍老夫呢？你若不买，你早点说，老夫卖给方才那小兄弟了。现在你不买，你害得老夫黄了一单，所以这东西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萧晨握紧拳头，操！若本少就是不买呢？就是不买。嗖嗖嗖！这时旁边几个小贩也是走了过来，将萧晨团团围住。他们都是认识的，这里真正身份不简单的小贩还是比较少的，好东西也是很少的。他们相互之间都知道对方是什么货色，就是主要为了坑人的，进货都是从一个地方进的，所以一个人的利益也关乎到他们全部的利益。你的行为影响了我等利益，那你看看你今天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黑市？老者冷冷地说道。萧晨，草啊！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堂堂已经走到八荒的神帝，超越至尊仙帝的存在，尼玛的，今天竟然被几个小贩给威胁了。关键他还没办法，他手段确实多，但是这些手段他死了就没了。这一世他还没得到，他记忆中的功法、武技、手段也多，可是他现在又身负重伤，有些东西还得提前准备。而且他面对李沐风已经用过了，已经逃走了，他面对现在这个局面还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买。萧晨一咬牙说道。哼，可不是老夫逼你，是你自己跟别人竞争，你竞争过了，你却不要，你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萧晨点点头，咬着牙道，是，那就好，玉佩你拿着。萧晨随后将空间戒指不甘地递了过去。草啊，他好不容易换来的元灵晶，他用仙剑斩新换的啊。他本来还想着过来把混沌神杯买走，再买点天地灵物什么的，恢复一下伤势。这下好了，啥都没了。草啊！
告辞。萧晨拿着玉佩，不甘心地走开了。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于这个玉佩绝对不差了。丁，戏耍萧晨，萧晨天命值减10万，你的系统值增加100万。许风秋内心一笑，也差不多了。接下来他的天命值先留一留，因为去那个有创造法则和天魂图腾的遗址，许风秋还得靠这家伙呢。众生大帝，还挺好。回去了，准备和小青竹大婚喽。许风秋心情极好，大婚终于可以理所应当的用出双修功法天逆阴阳诀了。主要这个世界的女孩子普遍太保守了，更别说林青竹这样的女孩子了。操！萧晨走在扬州城内，他也是一脸晦气。他拿出了那枚玉佩，这玉佩应该不差。萧晨沉吟了一声说道：“20万元灵金并不多，如果让人知道混沌神杯是什么的话，这东西放到拍卖会，那都要是压轴级别的，其价值比肩圣器，甚至比圣器的价值还要高。被那个毕简陋捡走了，看起来这玉佩是个老东西，但具体什么情况，他真不晓得，灵力一点也没有。但是这玉佩，本少连名字都不知道，用作何处也不清楚，现在更是没有任何灵力，被封印了吗？一般而言，这种玉佩大概率是某个地方的钥匙，这不会是半月后强者遗址通往主殿的钥匙吧？”萧晨突然想到了这个可能，仔细回忆一下，上一世叶枫就在他面前，在那个大殿的一面墙壁前方，他手中确实好像拿着一个绿色的玉佩按在了墙壁之上，然后他就消失不见了。自己手中也是绿色玉佩，半月之后就是强者遗址出世的日子。难道说上一世叶枫来到这黑市买走了混沌神杯，会不会也买走了这块玉佩呢？然后冥冥之中这块玉佩跟那强者遗址又是有极其深切的联系，这都是机缘和天命，被他叶枫拿到了，真有可能。萧晨有些激动了，刚才那家伙看来注定是跟创造法则无缘了，还好，真有可能是我这般猜测。萧晨心情好了不少。就在这个时候，迎面一个16、17岁的少年手里拿着一块玉佩从他面前走过，萧晨脚步猛地一顿，等等！萧晨喊住了他。啊，大哥，你喊我有事？少年问了一声。萧晨目光紧紧地盯着他手中的玉佩，然后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玉佩，一样，一模一样。他拿着的玉佩和自己一模一样，颜色都特喵的一样。你这玉佩哪儿来的？萧晨赶紧问道。少年也看到了萧晨手中的玉佩，前边古玩市场买的，花了2枚铜币，你不是吗？萧晨，他将少年手中玉佩抢夺回来，跟自己的仔细的来回对比，特喵的，这上面不会是做旧吧？啊，一样的，没什么好比对的。少年说道。萧晨，他心态炸了，不一定，可能就是凑巧了。对，不然刚才那个买走混沌神杯的人，他为什么要买这玉佩？他混沌神杯买得如此果断，证明他懂货。咔嚓，萧晨一用力，少年的那块玉佩直接变成了粉末。萧晨，你干嘛？给你，再去买一个。萧晨扔给他1两银子，然后走开了。如果我这个是假的话，那肯定也会如刚才那个一般变成粉末，如果坚韧无比，那绝对就是真的了。萧晨想了想，随后用力一捏，粉末顺着他的指缝洒落下来。萧晨，叮！萧晨道心崩坏，天命值减少30万，你的系统值增加300万。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响起，许峰露出了一抹冷笑，好歹是众生强者，心态至于就这样吗？许风秋笑了一声，随后他回到了许家。此时此刻的许家已经开始张罗大婚的事情了。许天一忙得不亦乐乎，父亲，秋儿啊，少出去，多陪陪青竹。许天意笑着说道。是，这次咱们许家牌面大了。许天意道。怎么？咱们老祖宗又去了一趟龙族和凤凰一族，老脸都不要了，求来了18只神龙与18只凤凰。许风秋笑了笑，造孽啊！不过此事之后，我们许家跟龙族、凤凰一族的交情还有，但他们的人情算是还完了，我倒是不亏。许风秋道。以老祖宗与他们的交情，也不至于说许家有难他们会拼命相救也行。说的是，不过我倒是有些担心啊。许风秋问。父亲担心的是此次大婚会与上次一样有什么变故发生。是啊，盯着我许家的人太多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人他们会趁机搞一些动作。许天意道。许风秋其实也有所担心，但是他一想，会有谁呢？药神山是最有可能的，再加一个李沐风，但是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不过肯定是要格外注意一下的。不过师圣还在许家呢，谁又敢做什么呢？许风秋回到了少主峰，
林清竹正在与施胜下棋。徐小友，来来来。施胜笑着打了个招呼。许公子。许风秋点点头。徐小友棋艺如何啊？许风秋笑了笑道：皮毛而已，倒也真想与施胜前辈学一学棋术，毕竟他有生死棋，棋艺精通，对他有好处。来，老夫先领教你的棋艺，别扮猪吃老虎啊。施胜笑道：那不会，扮猪能吃老虎，可吃不了神龙。许风秋也是笑着回应。青竹去给施胜前辈和许公子沏茶。林青竹说完默默走开了。施胜下了一子，问：此番大婚是否会有意外？许风秋也是落下一子，道：兴许会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吗？药神山。许风秋摇摇头，不好说。丁，李牧风动作更新，系统提示突然传来。许风秋眉头一挑，丁，李牧风欲要联合血黄山少主抢亲。另一边，李牧风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他必杀萧晨，但此事药神山肯定不会出重兵的，也就一个北玄道宫会把此事放在心上。这件事情急不来，有一件事很急，那就是许风秋和林青竹的大婚。他绝对不允许林青竹嫁给许风秋，或者说他绝对不愿意看到许风秋春风得意。他虽然不是男人了，但是他要毁了林青竹。对付你许风秋困难，对付一个天道境的林青竹何其简单，但他也绝对不会如同叶枫那般抢亲的。一处峡谷的出口处，李牧风负手站在那儿。李兄，好久不见啊，怎么再见连男人都不是了？一名男子用着嘲讽的语气走了过来。嗖！李牧风直接冲过去，二话不说便是一套狂风骤雨般的攻势，血无痕境界也是先帝一阶，自然也不是吃素的。过了100招之后，血无痕眼眸一凝，如果你找本少是过来打架的，那么便不奉陪了。哼，再敢戳本少痛处，本少必杀你。李牧风眼眸微凝道：行，说吧，什么事？这血黄山乃九重天一亦正亦邪的宗门，但因为血黄山他们所修功法并非是以吸食他人精血、灵力、灵魂力来修炼，所以也难以将他们定义为魔教。名声不太好，但势力极强。九重天神级宗门与魔族之间关系匪浅，因此确实算是一方霸主了。他们行事也比较嚣张跋扈。帮个忙，事成之后我给你血灵珠。李牧风说道。这血灵珠乃上古遗留下来的神物，对于李牧风自然有极大的用处，但对血无痕来说，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了。本来还想找机会杀了你夺血灵珠，倒也算是省了不少事。杀我？可笑。血无痕问。说吧，什么事？许家大婚，我要你抢走林青竹。不是兄弟，你都没了，你还抢林青竹作甚？这话一出，李牧风怒火中烧，先帝之威再次爆发出来。停，没别的意思，只是好奇。我不让他许风秋得意，可以吗？我让这件女人付出代价，可以吗？李牧风冷冷地说道。血无痕摩挲着下巴。这是难，许家近日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叶枫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叶枫和你比？血无痕道。那毕竟是许家，你觉得为了一个血灵珠，让血黄山无故招惹一个如日中天的许家，血黄山会同意？血黄山还会派一个许家？可笑。怕倒是不怕，但权衡利弊，还是难同意。那便算了。李牧风说完便要走开。且慢！血无痕喊住了他。但此事本少以个人名义倒也能做，无非就是招惹许风秋和许家。等你消息。李牧风转身走开。为什么李牧风要找血无痕？因为血黄山有一秘法，名为斗转乾坤。这斗转乾坤是一个很厉害的保命的手段，但同时也能实现他想要的。只需要这个血无痕离林青竹足够近，释放斗转乾坤，他能瞬间带着林青竹消失在许家。所以他做这件事情很简单。李牧风想要做的也只是带走林青竹，让许风秋后悔，坏他大婚。如此隆重轰动的事情被破坏掉，这许风秋许家颜面无存。那倒是要尝试一下了。血无痕沉吟了一声，随之便走开了。血无痕，斗转乾坤吗？许风秋根据这个消息也是猜测到了李牧风的想法，因为这斗转乾坤在九州还是很出名的。除此之外，许风秋想不到任何李牧风一定要联合血无痕的可能。那我也就只能稍微帮帮萧晨了。许风秋露出了一抹冷笑。